玄风哥哥不愧是当代第一天才。离儿，你来了。这次玄风哥哥的修为又有大突破，想必龙吟剑的威力也更上一层了吧？离儿不妨看看。剑随主王，倒是可惜。梦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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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何要杀我？梦离！凤儿，你怎么了？眼前这位妇人，是我现在这具身体的娘亲。几天前，她真正的儿子已经去世。不过放心，占了你的身体，我便会好好待你的家人。凤儿，娘亲不用担心，只是做梦而已。你前几天大病一场，如今刚醒，切记啊，千万不要再直呼梦离了，那可是玄武剑女帝的名字，万一被人听到。说起来，前帝君的独子也和三殿下同名，只可惜突破化神失败，英年早逝。前帝君伤心过度，将帝位给了养女。不可非议，女帝。父亲竟将帝位给了他吗？娘亲，我想一个人出去走走。好。可恶的梦离，趁我境界不稳竟然暗害我！哎，快看，仙盟大会的日子定了！哎，听说了没？新上任的梦离女帝啊，将会参加这次大会。如今女帝还未有道侣，多少不世出的天才这次都要参加。仙盟大会，一定要去！梦离，你等着！你们这样欺人太甚，就不怕皇上知道吗？怎么，皇后有令，宁妃和三哥的寝宫改到翠竹偏殿，紫玉宫的主人改为本殿下，你们是要忤逆皇后吗？四殿下，你三哥大病初愈，此时搬家不是要了他的命吗？哼，明天就是灵根测试的日子，三哥18岁都还没能觉醒灵根，一个废人，活着也是丢了咱们皇家的脸面。娘亲不必再说，我们搬。算你识相。凤儿，明天就是你最后一次测试的机会，皇后这时让你搬家。没事的，娘亲，我一定能检测到一个上好的灵根，狠狠地打他们的脸。好，就算我儿要当一辈子凡人，娘亲也能养你。想我陈玄风前世一代天骄，灵根测试又算什么？前帝君伤心过度，将帝位给了养女。三哥18岁都还没能觉醒灵根，一个废人。明天就是你最后一次测试的机会，皇后这时让你搬家。哎，快点快点，灵根测试马上就要开始了。
灵根测试正式开始。当年大殿下7岁觉醒雷灵根，不知道今年还能不能看到一个5行之外的灵根。哎呀，3年前宁家的嫡女宁玉婷好像是觉醒了风灵根呐，还是咱家的五公主厉害，去年觉醒了火灵根，据说以后啊想要往炼丹师的方向发展呢。哎，你不说我忘了，过几天不就是青云试炼？也不知道这些天才要被哪些宗门收去。反正呀，不可能收了18岁都没觉醒灵根的那位殿下。肃静，请各位测试者按年龄依次上前。恭喜赵家小公子觉醒土灵根，来日必将大有作为。各位，今天都来我府上做客，我赵某做东。恭喜小友觉醒水灵根，光宗太好了耀祖，我们家也有仙人了。天佑我梁家呀！唉，小友并未检测到灵根，下一位。没事的，孩子，18岁之前都有希望，咱不灰心。嘿嘿，你快看，那废物又来自取其辱了。哈哈哈哈！咱们皇室每个人都觉醒了灵根，我要是他呀，早就自请脱离宗室了。三殿下，今年可就是最后的希望了。昨夜打坐一夜，也未能感受到周身的灵气波动。难道我这一世真的是个普通人吗？哈哈哈哈！我就说他是个废物吧。我不甘心，18岁又如何？我还要找梦离报仇，我不能止步于此。
啊，这刺灵石竟然有反应了！什么？这不可能！怎么可能？哎呀，奇迹，奇迹呀！老夫活了几十年，还从未见过这种颜色的灵根。娘亲，皇后有令，灵根测试不容有错，还望三殿下再测几次。怎么，这是不信任老夫？岂敢，岂敢！皇后这是当众侮辱儿吗？是又如何？无妨，如此便麻烦长老了。灵根测试正式开始，还从未见过这种颜色的灵根。皇后有令，还望三殿下再测几次。启禀皇后，老夫这几次都未察觉到外力干涉测灵石，三殿下确有灵根，只是罕见而已。好，既然以前没有此种灵根的记载，那便当作无用灵根。皇后如此断言，是否有失偏颇？老夫以为……无需多言。今日各位的表现，本宫自会向皇上转达。灵根测试到此结束。和昨晚不同，我确实能感受到些许灵气了。回来时问过小骨，原身并未佩戴过此物。那这就是前世父亲送的那件成人礼，竟然随我一起重生了。可惜前世还未一探究竟，便着了梦里的道。这是空间法术，而且灵气远比外界浓郁，不妨就在此处修炼吧。
竟然达到炼气期中期吗？怎么，皇后赐丹，三哥都不出来迎接吗？哟，三哥终于肯出来了。给，拿着拿着。怎么只有一颗固灵丹？三哥18岁才觉醒一个无用灵根，能有一颗已是皇后恩赐了。再说，三哥的灵根需不需要巩固，都还另说呢。那至少也得给个功法。哟，还想要功法？怎么，还打算参加7日后的青云试炼不成？空有灵根风儿打住打住啊！本殿下不想跟你们浪费时间，咱们走。娘亲，青云试炼是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是吗？当然，每3年云宫的年轻修士都会聚在一起，展示对灵气掌控的熟练程度，还会一起打妖兽。哦，还有，那天皇上和各宗门的长老都会来，表现好的话就能被宗门收了当弟子呢。看来我要加快修炼速度。小狗看好3殿下，上午3殿下觉醒的灵根都没人见过，肯定超厉害。好了好了，别耽误福儿休息，走吧。我明明就在空间待了5天，外界竟然只过了半天了。既然以前没有此种灵根的记载，那便当作无用灵根。这是空间法术，而且灵气远比外界浓郁。怎么，还打算参加7日后的青云试炼不成？只能达到炼气期后期吗？一颗固灵丹根本不够体内的灵气提纯。唉，也不知道元神以前的积蓄够买几颗。算了，再待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那里何时有的书架？刚刚还没看见。玄天阴阳诀，炎龙真火诀，清霜剑谱。父亲给我留了这么多功法干什么？尤其这些低级功法，我前世也用不上啊。等下。把功法卖了，不就能买丹药了吗？明天先卖这本黄级上品试试，也不知道能卖多少灵石。
风儿，娘亲想了一夜，决定今日去你外公家，你还是得有本功法才行。娘亲还不知道我现在已经不愁功法，如今我羽翼未丰，走漏消息的话可能会引火上身，还是不告诉她为好。不过这倒是了解母亲娘家的好机会。好的，我陪娘亲一块儿去吧。那好吧。怎么感觉娘亲不是很想带我回去？风儿，你已经很久没见过玉婷了吧？现在她应该在宁家的武场，不如你去找她，我去见你舅舅。好的，娘亲。不过是个废物灵根，也配要我宁家的功法？哥哥。怎么说风儿身上也流着宁家的血，你为何就不能帮她？当年你嫁到皇家，本以为能给宁家带来好处，结果呢，皇家都没给她功法，我宁家何德何能啊？哥哥，不必再提。此女子年纪轻轻已是筑基初期，而且剑法也是如此精妙。哎，那边3点下哪呢？哎呀，一个表哥一个表妹，天赋差这么远，他还好意思来？原来是我表妹。表哥，听说你也觉醒了灵根？不过是个普通的灵根，不能和表妹相比。哼，算你识相。这个废物还谦虚起来了。娘亲，你怎么不开心？慢着。这本太医心法你拿去，至少可以入门修炼，也不至于太丢我们宁家的脸。不必了。给脸不要脸了是吧？父亲给你黄级下品功法，你竟然不领情！要知道黄级中品以上就要去拍卖行才能买到。娘亲，我们走。哼，哼，风儿，你太冲动了。娘亲只是受点委屈，哪有拿到功法重要啊？娘亲放心，不用他们宁家施舍，我也可以成为修真界的强者。父亲给我留了这么多功法干什么？这本太医心法你拿去，至少可以入门修炼，也不至于太丢我们宁家的脸。不用他们宁家施舍，
我也可以成为修真界的强者。昨日宁玉婷提到，黄级中品以上的功法就要去拍卖行拍卖，想必这次清霜剑谱能帮我拿到不少灵石。等买了丹药，筑基应该就不成了。有事儿说事儿，无事出门右拐。我有个功法想拍卖。我们灵宝阁可不是什么功法都收的，不知这本可否？没听过。走吧走吧，别耽误爷工作。这可是皇级上品功法。就你，市面上的皇级上品早就被各大家族垄断，难道是去哪家偷的？这就是你们灵宝阁做生意的态度？哎，是又怎样？你怎么发生何事？我想拍卖皇级上品功法。哦，请阁下移步后院。这就是那本皇级上品，你可以让鉴宝师看看。不知这本清霜剑谱，阁下从何得来呀？恕难奉告，但这确实是我的东西，掌柜大可放心。本店将于2日后举行一场拍卖会，看阁下命生，请收下这枚令牌，到时凭令牌进入即可。旋级令牌已经是我能给的最高权限了，还望阁下不要介意啊。无妨，不过身外之物。阁下豁达。拍卖会的压轴就是清霜剑谱了，将此消息马上传给各大家族。是。风儿，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无事便随便转转，娘亲今天好像很开心。风儿竟然看出来了。哎，快看，娘亲给你带了什么？娘亲这是从何得来？哎呀，你收下就好。三殿下，这是娘娘卖掉了自己最值钱的几件首饰，才换来的2个。娘亲，没事儿，没事儿。娘亲啊，只求风儿能早日成为一名真正的修士，这比什么都重要。还是不告诉娘亲，我已练气后期，到时候给她个惊喜。风儿不会辜负娘亲的好意。好，好，好。等我拿到灵石，一定要给娘亲多买些好首饰。哦，皇级上品，正好给我儿子当觉醒灵根的贺礼。二哥，难得大哥这次不在，这次的好东西咱们可得抢到。玉婷，只要咱们能拿下清霜剑谱，你的实力一定能再提升一大截。女儿定不辜负父亲期望。日月为一，刚柔相合，混沌交界。赤诚，才会相断。果然，还是需要丹药才行。啊，糟了，拍卖会！
拍卖会已经开始了，应该不会有人再来了。唉，希望吧。那个，我是来参加拍卖会的。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吧，拍卖会已经开始了。现在可以进去了吗？玄级令牌，就你以为随便弄个假令牌就能混过关吗？告诉你，今日有我在这儿，你就休想进去。发生了什么事？为何在此吵闹？哎呦，阁下，您可来了，为何没进来呀？难道给您的令牌没带吗？某些人说是假的。你们两个是没长眼睛吗？居然将贵客拦在外面，是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吗？掌柜，小的错了。走吧。多谢阁下宽宏大量，请随我来。四弟，你说我们能买下这本功法吗？二哥，好不容易大哥不在，这剑谱我们势在必得啊！咱们可是皇子啊，谁敢跟我们作对？雨婷啊，这剑谱可是皇级上品的功法，你是我们宁家最出色的天才，只要将这本剑谱拍下，你的实力便可再上一层，在几日后的青云试炼上大放异彩。谢父亲。各位，接下来这件拍卖品是极为珍贵的皇级上品功法青霜剑谱，相信不少人都是为这功法来的。我宣布，青霜剑谱起拍价55万灵石，一次加价1万，现在开拍。我出50万灵石。60万。我出61万。我加10万，四皇子才加1万，难道是没钱？本皇子有的是灵石，只是不想花那么多而已。识相的话就赶紧让给本皇子。我出100万。哇，宁家主居然出100万灵石，真有钱啊！看来这剑谱非宁家莫属喽。哦，宁家居然想要100万灵石，我跟二哥的家当加起来也才70万灵石。宁家主可真是一点面子也不给本皇子啊！100万一次。老东西，我记住你了。这剑谱本就珍贵，四皇子若是财力不足，就不要竞价了。我会财力不足，我皇室国库灵石上亿，我想拿多少就拿多少，不是你这种小家族能比的。只是100万买本破剑谱，本皇子不稀罕。那就多谢四皇子高抬贵手了。100万2次。100万灵石拍下青霜剑谱，真是便宜宁家了。110万。赵家主，你的家族内似乎没人需要用到这本剑谱吧？宁家主啊，我那儿子前几日觉醒灵根，我买本剑谱给他，不过分吧？赵家主，这本剑谱我必须拍卖到手。我家玉婷是风灵根，
这剑谱给他修炼恰到好处。哼，怎么？你的意思，你女儿想要就能拍，我送给我儿子就不行是吗？那就各凭本事吧。行，老子有的是灵石，这本剑谱老子要定了。120万，130万，140万。哎，四弟啊，咱们要是有这么多灵石就好了。不过就是灵石嘛，再多也是一群身份上不了台面的东西。190万，200万。嘿，你个老东西，跟老子比灵石多是吗？哎，赵家主。怎么？赵家主，这本剑谱对小女至关重要，恳请赵家主卖给宁某个面子。宁家愿欠赵家主一个人情。哼，那老子就让给你吧。200万一次，200万2次，200万3次。恭喜宁家拍得青霜剑谱。恭喜阁下！想不到买主竟是宁家，200万灵石买下我的剑本，要是宁一婷知道，不知会是何种反应。各位，最后一件拍卖品来历不凡，它和白帝之子可有莫大渊源。各位，最后一件拍卖品来历不凡，它和白帝之子可有莫大渊源。嘿，和白帝之子有关，那必定是宝物啊！传闻白帝之子当年突破未果身亡，随身佩剑龙吟剑断为2截，不知所踪。经过多方波折，而今其中一截转到本拍卖行。果然是龙吟剑。切，无法使用的残剑谁会要？图一个死人用过的。毕竟是天骄之物，珍藏价值。我宣布，龙吟残剑起拍价100万灵石，一次加价10万。买不到剑谱，买个天骄之物送给儿子也不错。我出100万灵石。哟，100万买个残剑，赵家主做慈善呢。老子有钱怎么了？不服你就更啊！掌柜的，这残剑我需要，可否使用刚刚的200万灵石？阁下，这恐怕不合规矩啊。我现在手上没有灵石，掌柜能否行个方便？这100万一次。我手上还有一些不输青霜剑谱的东西。好，就依阁下所愿。100万2次。这下没人和我争了吧？200万灵石。200万？又来个没脑子的，把灵石当纸烧了。没完了是吧？又冒出来个跟我抢东西的。好耳熟的声音，似乎在哪里听过。真他娘的倒霉！还是买点别的给儿子吧，反正这残剑也没啥用。200万一次，200万2次，200万3次。恭喜这位贵客拍得龙吟残剑。阁下，我们老板有请。阁下拍卖的功法达到了皇级上品，这是灵宝阁的地级令牌，还请收下。阁下，这龙吟残剑就在盒子里，奴家可是特意为您破了一次例呢。多谢。不过我有个事情想拜托一下。哦？我需要一些丹药。好说。
需要哪些丹药，您可以随意挑选。竟然有这么多固灵丹和筑基丹，我要这些，账先赊着，下次我拿东西拍卖结清。这些丹药就送给阁下了，只希望您能答应奴家，若还有清霜剑谱这样的好物，定要来灵宝阁拍卖哦。这是自然。总算突破到筑基中期了，多亏了老板送的丹药，这个情我记下了。重生至今已过7日，我只顾着修炼，还未试过身手，正好明日青云试炼检验一下。恭喜这位贵客拍得龙吟残剑。总算突破到筑基中期了。重生至今已过7日，我只顾着修炼，还未试过身手，正好明日青云试炼检验一下。三哥此次也要参加青云试炼吗？参加。哼，以你的资质，就不怕上台出丑吗？四哥也要参加试炼，难道不怕丢人吗？青云试炼共2部分，御剑和猎兽。现在开始御剑考核。失败，下一个。过关，下一个。过关，下一个。9岁能有这般天赋，赵家主有个好儿子。谢谢皇上。过关，下一个。切，都才这么点本事，看本殿下的！过关，下一个。不错，宁家出了个好苗子呀！多谢陛下夸赞。不过这点天赋在大殿下面前不值一提。起，去。
怎么可能？他不是18岁才觉醒吗？怎么如此厉害？哎呀，老三竟然有这种本事！夜间考核结束，接下来进入后山外围，开启猎兽考核。玉剑让你占尽了风头，猎兽，我一定要拔得头筹。玉婷妹妹，我来帮你。快跑啊！对不住了。五妹，快帮忙！四哥这个王八蛋！这声音是五妹。我敢娶不到媳妇儿，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告诉父王的。三哥，一阶上等妖兽，堪比筑基后期修为，久拖对我们不利，只能快速解决。五妹，我先拖住他，你想办法将其困住。好。这次的青云试炼，三哥绝对是第一。第1名，倒还不错。哈哈哈哈哈哈！青云试炼第1，不愧是朕的儿子，有赏。多谢父皇，只是我无福消受。三殿下，你竟如此不识礼数！凤儿，快跟你父皇认错！我没错，娘亲，这么多年，你与我饱受欺凌，为君为父，他可有半点关系？三哥，你好大的胆子啊！哼，那也没有号称皇室国库临时上亿，想拿多少就拿多少的四弟胆子大吧？你胡说八道什么？为什么这家伙会知道？而且，四弟这么着急跳出来，是怕你将我和娘亲赶出紫玉宫的事被人知道吗？你，竟有这事！父皇，四哥在试炼的时候故意将妖手引来攻击我，要是没有三哥的话，我恐怕就再也见不到您了。父皇，孩儿知错了，真的知错了。哼，身为皇子，竟如此胡作非为，罚你禁足，没有朕的准许，不得出宫。老三，这赏赐你不要，朕不勉强。念你一片孝心，你的不敬，朕不计较。你下去吧。
拒绝了赏赐，该去哪弄后续的丹药呢？玄药丹经，境界突破筑基后，竟然出现了丹书，还正好有固灵丹的丹方，还有丹炉，搭配炎龙真火诀，我就可以自己炼丹了。这固灵丹品质极高啊！那便摆在高级区域单独售卖。多谢老板，接下来几天我还会带丹药过来。哎呀，阁下叫我冷月就好。对了，不知阁下怎么称呼啊？出门行事还是要低调些，不能暴露身份。我叫宁风。哎呀，小峰峰，最近为了给你卖丹药，咱们灵宝阁都快成灵丹阁了。丹药协会那帮老头子也一直在施压，说奴家坏了规矩，给你添麻烦了。哎呦，小峰峰，你说这话就见外了。丹药一事还有余地，奴家明日可以引荐你去丹药协会的呀。好。哎，陈掌柜，你们灵宝阁的丹药最近卖的这么好，这灵师赚了不少吧？这笔生意是老板负责的，我并不清楚，只知道炼制丹药的人叫做宁风。宁风？难道出自宁家？能培养出这般人才，想来此人必是宁家之人。我听小二描述过此人的声音，年龄应该不超过20。宁家主可知道此人啊？惭愧惭愧，想必是这位宁家子弟一直潜心钻研炼丹，过于低调，才没被我注意到。那老夫可要恭喜宁家主了，宁家小辈里又出了位人才呀！宁家主啊，宁家以后可要多来照顾照顾我们灵宝阁的生意啊！好说好说。赵家主，以后丹药上有什么难事，可以来找宁某。不就是会炼几个破丹吗？真能装！宁家主居然这么不要脸！五妹，谁招惹你了？是有人招惹你。哦，三哥就是最近灵宝阁的神秘炼丹师宁风吧？五妹怎么知道的？
三哥没钱，谁人不吃？这几天却给我许多极品丹药，真当我傻吗？你不傻，丹药确实是我炼制的。你还笑？你们家主这个老东西，打着你的名号招摇过市呢。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他现在被捧得越高，后面就会摔得越惨。哼，最好让宁家在大场合上丢光脸面。哼！搭配炎龙真火诀，我就可以自己炼丹了。我叫宁风。想必是这位宁家子弟一直潜心钻研炼丹，过于低调，才没被我注意到。冷月啊，你到这里来是想好了让出丹药份额的事情了吗？那是自然，我此行正是为此事而来呢。他叫宁风，灵宝阁最近炙手可热的丹药可都是他的手笔。就凭他呀，一个筑基修士也会炼丹，那老子还是白帝之子转世呢。笑死人了！哼，谁知道这些丹药是从哪里来的？说不定是从死人墓里挖出来的呢。你个老东西，欺负我就算了，还欺负我家小峰峰，整天炼的破丹没人买，瞧见老娘生意好就眼红。现在人给你带来了，你还端着架子，脸皮不要了是吧？妇人之见。你要是真会炼丹，可敢跟老夫比试一下？正有此意。不过是个筑基龙，我倒要看看你能炼出什么丹。老夫炼着的可是筑基丹，怎么可能？居然是更高品阶的和气丹，这可是连老夫也无法炼制出的丹药。这下服了吧？让你在狗眼看人低刚才多有冒犯，是老夫有眼无珠啊。好，这是丹药协会的令牌。以后阁下的丹药可在我们这里出售啊！小峰峰，你在这儿卖丹药，可不能忘了姐姐的灵宝阁。自从有了宁风的丹药，最近协会收益都翻了几番呢。唉，可惜，别人都说咱们也就炼丹有2把刷子。要是宗门大比也能出风头就好了，而且只要在宗门大比取得不错的成绩，就能进入云梦大陆的玄天学院，获得更多的机缘。玄天学院，我记得仙盟大会确实只有各大陆学院的拔尖学子才能参加。这宗门大比我去。宁风啊，不是我小看你，宗门大比不是炼丹，是要斗法的。现在可行了。刚才的剑气，连我都感到了一丝威胁。丹药协会支持你参加宗门大比。协会可以举荐你参加宗门大比，可报名至少需要2个人。三哥，多亏了你的丹药，我现在已经筑基后期了。为了感谢你，我愿意帮你一个忙哦。好呀，我准备参加宗门大比，五妹要一起吗？当然没问
问题啦。可恶，3个这个废物，害我被禁足了半个月，此仇本皇子一定要报。青云试炼拿了第1，哼，还以为他会来参加这次的宗门大比呢，这么久都没来报名，怕是不敢来了吧？听说这次丹药大会举荐宁风参加宗门大比，不知道他与宁玉婷孰强孰弱呀？怎么突然冒出来个宁风？他是谁啊？最近出现的一个神秘炼丹师。切，炼丹师那他算个球啊？和玉婷妹妹比，恐怕3招都接不住。怎么没看到宁风的名字？哎，玉婷妹妹，等等我！这么想见我，那就在宗门大比上给你个惊喜。宁风，啊？参与宗门大比的弟子，进广场准备。现在开始第1轮擂台战，落雁宗魏华对丹宗宁风。丹宗宁风上。
剑宗宁玉庭上。追风阁王武圣，夜雨帮樊四圣，铁刀楼张山上，丹宗宁风上。宁风10连胜了。剑宗宁玉庭上，宁玉庭7连胜了。玉婷妹妹，你可真厉害啊！第1轮大比结束，晋级宗门丹宗、剑宗、追风阁、夜雨帮、铁刀楼。由于丹宗只有2名弟子，第2轮比试首轮轮空，其他4宗弟子做好准备。我操，黑幕呀！这运气是踩到狗屎了吧？追风阁夜雨帮弟子已无法再战，接下来丹宗对战剑宗。三哥，决赛还要带斗笠呀？不用了。他怎么会在这？三哥这个废物怎么会和五妹在一起？宁风呢？你上来做什么？宁风呢？哼，当然是代表丹宗出战。你好歹也是个皇子，居然恬不知耻说出这种话。擂台战都没露过面，就说代表丹宗出战，三哥是给宁风跪下来磕头换来的吧？这么聒噪，你是带蛤蟆学的吗？哎，五公主，宁风为何没来呢？有本事自己去找，是来打架的，没兴趣陪你闲聊。哼，敬酒不吃吃罚酒，动手！我的土属性功法坚如磐石，你不可能破开的。那我就打破你的乌龟壳。
五妹，看三哥教你剑法。你懂什么剑法？居然会清霜剑法，除非我就是宁风，同样也是清霜剑谱的卖家。宗门大比结束，我宣布获胜宗门是丹宗。恭喜宁不，恭喜三殿下夺得宗门大比第一。三殿下仙运昌隆，待您改日前往玄天学院之时，我必亲自相送。会长不必客气。这不可能！你居然会清霜剑法，除非我就是宁风，同样也是清霜剑谱的卖家。最近的事情算是告一段落，是时候给娘亲买点首饰了。这不是那个废物三殿下吗？这个不错。哎，干什么呢？干什么呢？这东西很贵的，碰坏了你赔得起吗？我是来买首饰的。哼，三殿下，你的名声可是人尽皆知呀，到这儿来买首饰，你有钱吗？先看看不行吗？哎呀，看什么看呀？就你这寒碜德行，哪像买得起的样子啊！嚷什么？嚷什么？啊！哎，老板，是三殿下想买首饰啊。我只想看看那个钗子，满意的话就买下它。三殿下，本店的首饰最低售价是1万灵石，要不您还是去别家看看啊？这些够吗？老板，我的混账！老子说怎么生意越来越差，原来是你啊！你个眼瞎子杂碎，敢得罪这么大一尊财神爷！哎呦，三殿下，我已经狠狠教训过他了啊！你想要什么，随便看，随便看。三殿下，欢迎下次再来啊！风儿回来了。娘亲，我有东西给你。啊，是何物啊？哇，好漂亮的钗子啊！娘亲，这是给您新买的首饰。凤儿，这钗子价值不菲，你哪来这么多的钱啊？娘亲，我最近炼丹赚了许多，这些钱不算什么。凤儿，
你长大了，娘亲很开心。娘亲，这钗子娘很喜欢，你能帮娘带上吗？好。娘娘，您戴上这个钗子啊，更好看了。小果真羡慕您。放心，也有你这丫头的。凤儿，好看吗？娘亲戴什么都好看，还有，凤儿，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跟娘说啊？娘亲，这些年您一直照顾风儿，您受苦了，以后风儿不会再让娘亲受半点苦头。殿下，吃饭了。嗯，这是什么？娘亲，展信如晤，愿您疏言。观此信时，风儿已出云国，不忍辞行，于是留书一封。娘亲养育之恩，深似海，高似天。而今风儿终成修士，却要远游他方，万千感慨难以言表，只觉言语无力，难以尽述心声。今日一去，先凡两个，不知何时再与娘亲相见，故特留下延年益寿的丹药，愿娘亲身体康健，福寿绵长。风儿，你在外要好好照顾自己。飞这么久，累死我了。传送阵启动后，你们到了地方会有人接应的。
老夫莫前问，是学院接引人。知道了，能不能快点带我们进学院？神念攻击。老夫不喜欢聒噪的人。前辈恕罪。还有谁对老夫有意见？既然如此，诸位跟紧老夫，穿过这座孤岛，前往学院。好强大的神念！是我感觉错了吗？三哥，我们不跟上吗？我们沿着地面穿过去。岛上没有禁制，不御剑飞行吗？御剑，但要在地面低飞。快逃！哎呀，莫长老居然以这种方式筛选新生。看来这些新生当中，没几个能跟上莫长老的。还是有好苗子的。不错，就是不知道能否闯过下一关。高空御剑的修士被这只妖兽给筛下来了。这是进学院前的一次试炼。这是什么东西？幸好听了三哥的话。剑人修为很高，却避开高空和丛林飞行，80%的主人。哦，原来如此。今年的新生，不知道有多少人能闯过迷雾。糟了，五妹！这迷雾让人在原地绕圈，似乎是个阵法。小吕，看来这个好苗子要第一个进学院了。南兄，那可不一定。哦，难不成你觉得他会放弃这个机会？谁知道呢？这小子怎么又回来了？南兄，这次失算了呀。
这小子居然放弃了独自过关的机会。是为了他吗？三哥，五妹，雾散了，我们走吧。这小子居然放弃了独自过关的机会。三哥，五妹，雾散了，我们走。迷雾为何散了？莫长老，有位新生选择了杂技关。哦。三哥，这山真高啊！莫长老，那个新生来了。是他，难怪能第一个过关。莫前辈，不知晚辈和家妹是否已经通过学院考核？你比刚进岛那小子有礼貌。刚进岛？原来是4个呀！这是界碑？石碑内有一处空间，通过此处考验才能进入学院。多谢前辈。莫长老，既然已有新生进入碑界，我与南兄2人便回学院等候了。此处用于检验新生天赋，只要击败对手即可过关。好险，还好有五妹给我的这把剑。不知今年的新生天赋如何，能遇见几人呢？南兄，你说新生有人能遇见那位幻境化身吗？小吕，那位可是传说中的人物，就别做梦了。本殿下通关了，本殿下进玄天学院了！行了，小子，进来就在一边待着吧。本殿下可是第一个过关的，学院就这样对待第一名吗？你小子，谁告诉你第一个进来就是第一了？这个幻境中的对手，实力不可小觑，不知下一个有多强。
哥怎么还没出来呀？想不到，今年居然真有新生能够挑战如此多的幻境化身。要是遇见了那位，不知能否将其击败。那位可是筑基就能斩杀金丹的天才，一个新生如何比得？这是那位莫前辈。恭喜你，这幻境化身竟有意识。什么情况？玄天金光啊！居然真的有人能击败那位！是3个。玄天金光啊！居然真的有人能击败那位！是他，竟然是杂机关这小子！哼，怎么是3哥这个废物？接下来，我们将根据各位新生的天赋分配学堂以及对应的宿舍。小子，你留一下。啊？五妹，你先去宿舍。前辈有什么事吗？哎，你小子引发了玄天金光，学院长老想要见你。玄天金光？这界碑考验存在诸多幻境化身，天赋越高，幻境化身就越多。这玄天金光就是所有化身被击败的意象，其他人就击败几个。只有你小子一骑绝尘呐！居然闹出如此动静，我现在修为不高，还是要低调些。既然如此，我这就随您去面见诸位长老。学生陈玄风见过长老。哦，陈玄风竟然和白帝之子同名。倒是好名字。学院的4所学堂，想必男导师已经和你介绍过了。小子，要不要考虑进我剑堂？以你的天赋，定能成为绝世的剑道天才。哼，剑堂那绝世剑法也就一般般，烈阳堂可以培养各种灵根的修士，功法最全。进我烈阳堂，我亲自为你挑选顶级功法。哼，
剑堂在学院大比里，哪次不是力压烈阳堂的？哼，也不知道是谁当年叫嚣烈阳堂，结果被那位打在地上爬不起来呀！你敢当一个新生的面揭老子的帖？我就揭了，怎么着？陈玄芳，玄天堂只收变异灵根的学生，但你之前的表现确实优异，老夫可以为你破例，你可愿意？玄天堂都抢人了，唉，没我的份喽。灵界中功法诸多，足够我用。可若进玄天堂，此次破例必让我成为众矢之的。还是进丹堂合适，不仅能解决丹药，还可以教五妹炼丹，一举两得。3位长老，可是已经想好了？想好了，学生想进丹堂。这什么情况？你说什么？进丹堂？你进丹堂做甚？去炼那些破丹吗？陈玄芳，先途坎坷，选对路可是很重要的，你要想清楚，莫要自误啊！看来得找个理由搪塞过去。这居然是夹杂了几丝神念之火的丹火。丹火入机器炼丹师，这怎么可能？学生灵根特殊，难以修炼，好在炼丹有些天赋。岂止是有天赋，简直是炼丹奇才啊！想来你能击败幻境化身，靠的就是这团丹火吧？正是。想不到你们争来争去，还是便宜了我丹堂啊！小子，你放心，丹堂别的没有，就属灵药最多。你如此天赋，我绝不会亏待你。明日我就将丹堂的半数灵药送到你的宿舍。学生多谢长老。三哥正在闭关，不能受到打扰。哼，闭关又如何？我要见他，他就得出来。我倒要看看一个新生凭什么拥有半数灵药。都是抬举。三哥，哦，缩头乌龟终于肯出来了。我是出来了，不过待会儿你就得爬出去。丹火入机器炼丹师，这怎么可能？想不到你们争来争去，还是便宜了我丹堂啊！这新生真是不知死活啊，敢这么跟老大说话。下一个这么跳的，还躺在床上没下来呢。一个新生敢让我爬出去，哼！今天我就教教你怎么尊敬学长。三哥小心！啊！
昨日进入学院时不过筑基修为，怎会有如此实力？今时不同昨日。哼，看在都是丹堂学生的份上，给你个机会，把那半数灵药交出来，我便原谅你今天的不敬。我若不交了，小子，你可别给脸不要脸啊！哦，我看你是活腻了。刚突破金丹，正愁没人练手。既然你把脸都送上门来了，我若不踩上两脚，岂不是对不住你的一番好意？不知死活的东西，我要让你后悔来到这世上！燎原白斩！你竟敢伤我们老大！老大，我们来救你！这怎么可能？我可是金丹中期啊！现在是谁不知死？误会，兄弟，都是误会。那灵药我不要了，我现在就走，现在就走。慢着，你想怎样？我说过，会让你爬着出去。我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哎呀，想不到平日横行霸道的朱子骁也有今天，这次是踢到铁板喽！啊，你没听说呀？他就是昨夜引发了玄天金光的新生。我操，这种天才居然会来我们丹堂！听说是个炼丹奇才，要不然咱们堂长老也不会把这个月丹堂的半数灵药分给他。半数灵药，他属丹炉的呀。是建堂的穆青青啊！啊，我的女神！小妹妹，陈玄风在哪里？三哥在房间里。该死的，这家伙他妈走了什么狗屎运啊！穆青青居然会找他，还进了宿舍。我的女神，不！姑娘天生剑系，又修的剑道，修为本应突飞猛进。哦，我现在突破不了，所以想找你要点灵元丹。灵元丹解决不了此事。我不信，你是不是不想给我？既然如此，姑娘拿走丹药便是。多谢。既然丹药无法帮助到那位姐姐，
三哥为什么还要给他丹药？多说无益，有些人总要撞了南墙才会回头。不过是个毛头小子，懂什么是练剑？炼气出现功法，筑基出现丹炉，现在突破到金丹，又会出现什么？既然是炼气之法，龙鹰剑还未修复，倒是可以炼制一柄趁手的兵器。此前只修炼了功法前半段的天野，是时候修炼后半段了。炎龙真火诀传给五妹后，他炼丹的品质提升了不少。可是突破了？没有，因为你的问题是剑与功法相斥，需要换一把剑辅助修行。不行，这是娘亲的遗物。木姐姐，三哥的意思是换一把剑修炼，不用丢掉它。好，我换。姐姐，怎么带我们来这儿啊？这里是我家，铸剑山庄以剑闻名。如果投缘的话，我给你们俩都安排一把。走吧。这里好多人啊，肯定是有宝剑出事了。哦。那正好看看有没有合适你的。哎呀，少庄主啊，3柄都是灵光运体的宝剑，不愧是您的手笔啊！
穆大小姐，离开这么久，舍得回来了？哼，这些剑炼制的太差，不适合你。哼，真是个土包子，没见过世面就算了，还在此大放厥词呢。这些也就你当个宝贝，但在我三哥眼里算不得什么。不过是个毛头小子，懂什么是练剑吗？就是，少庄主练剑的少，你恐怕还在玩泥巴呢。看来这剑太差，是跟人有关系。三哥还懂练剑？剑身细长，绷直易断。用料玄铁普通，威力一般。加持灵纹太弱，简直无用。剑乃争斗利器，精选矿锤炼神器，灵纹强大才称得上宝剑。少庄主，我说的可对？穆大小姐，你这次带了个野男人回庄里，你爹知道吗？这么多年不见，你还是这么讨厌。穆青青，你……贱人，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三哥，怎么了？这洞穴有秘密，而且跟你的功法有关。啊，这是山庄禁地，要进去很难的。
这个不孝女，少庄主放心，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少庄主，那3人入了禁地。这么多年，总算来人了。还好听了三哥的话，先躲起来了。前辈，晚辈无意打扰你，现在就离开。哼，走啥子走？老子喊你走了吗？前辈此言何意？小娃儿，跟老子说哈，要得不？想不到还有女娃儿。想偷袭老子，你怕是在等我1000年了。是吗？现在呢？哎呀，总算是解决掉了。这是哪儿？你是谁？那是你的神使，至于我嘛，就是被你们打的那个骷髅嘛。啊，小娃儿可以哦啊，竟然就能凝结1000年之火，好凶哦！你莫非是要夺舍我？老子有这脑壳的话，你个娃儿早就遭洗白了，还能在这儿摆龙门阵？龙门阵？哎，算了算了，小娃儿听说不懂，懒得跟你摆了。老子本来想跟你耍一下，松下筋骨，解下闷，哪个晓得你们几个小娃儿居然把老子肉身给毁了。嘿，小娃儿，你得对老子负责哦！只要你能给我弄个新的肉身，你有啥子要求都没得问题，我来帮你搞定。好，不知前辈怎么称呼？自我介绍一下，老子凶烈匹豹，不是一般的凶，在天上都被老子捅破过，别个都喊老子叫做剑主。剑主前辈。小娃儿，莫喊老子前辈，听起不安逸。喊剑哥啊，听到没得？剑哥。就是这个感觉，嘿嘿，安逸的很。
三哥，你吓死我了！没事吧？没事，五妹，让你担心了。小娃儿，那个剑碑还可以，但你要找的东西还在底下。这个女娃儿不简单啊，竟然能激活那把剑。哦，这柄剑有什么玄机吗？此剑叫做清风，想要用它，只有修炼功法青龙剑诀。女娃儿以后的仙缘有搞头了。是谁？青青，既然回来了，怎么不说一声？爹带这么多人，是想抓我回去吗？女儿，当年的事是爹不对，既然如此，爹不会再提。真的？爹答应过你娘，要好好照顾你。爹，女儿，这些年你受苦了。少庄主，二长老已经将人带回山庄，分开住下了。哼，不愧是二长老，姜还是老的辣。我倒要看看这下子还有谁能救你。穆青青，见主前辈。哎，小娃儿，莫喊老子前辈，英气不安逸。喊剑哥啊，听到没得？剑哥。哎。双儿，我们的女儿回来了。娘，女儿回来了。三哥，这剑胚能成宝剑吗？这剑胚是赤金矿体，坚不可摧。先用丹火加持灵纹，到时回学院便可炼制成功。那我们和穆姐姐一起回学院吗？不了，我们告知她一声，明日便回学院吧。爹，这是……女儿，这是补天丹，是爹特意为你花大代价所得，你快服用，爹为你护法。谢谢爹。
是法阵，有人要困住。法阵？我们不是木姐姐的朋友吗？这法阵威力不弱，起码是元婴修士布置的。难道是？爹，我怎么动不了了？你做的很好。哪里哪里，既然事已办好，我也该退下了。为什么？贱人，今晚你逃不掉了。别白费力气了，说不定到时向少庄主磕头认错，还能放过你。八蛋，轩不会放过你们的。恐怕那个家伙的目的不是我。穆姐姐，那穆姐姐不是很危险吗？怎么办啊，三哥？剑哥，帮忙！要得，老子早就等到了，就晓得你个小娃儿要来求老子的。贱人，认命吧！王八蛋，住手！不可能！你们明明已经被法阵困住了。不仅剑练得差，人也很无耻。哼，他爹亲手把他送给我，我不过是给他安个身份罢了。卑鄙！三哥，快打死这个家伙！来呀，你们要是敢动我一根毫毛，就等着被铸剑山庄追杀吧。是吗？你想干什么？有点道理啊。旋风，我记住你了。来呀，你们要是敢动我一根毫毛，就等着被铸剑山庄追杀吧。是吗？逆子！传承之物已经任穆青青为主，你还设局干这种事？如今人跑了，铸剑山庄的脸面都被你丢尽了。爹，是穆青青他爹蛊惑孩儿的。不过您放心，只要他爹还在这儿，穆青青一定会回来的。蠢货！二长老对他做出这种事儿，他能回来吗？不管用什么手段把剑带回来，不然这少庄主就别做了。是，孩儿谨记。哼！去，把统计悬赏。少庄主，
不知悬赏金额是3000万灵石。谨遵倾尽我的所有灵石，抓住穆青青那个贱人，把剑拿回来。还有他身边那个男的，我要他死。能接下我2剑，怪不得能盗取铸剑山庄的传承之物。清风剑是我拿的，跟他没有关系。哼，我不在乎是谁拿的，我的任务只是带回这把剑，拿走他的命。兄弟们，动手！他们人多，先回学院。追！你们先回学院，我来拦住他们。再不走，都得死在这儿。桑哥，我们去搬救兵。一个小小金丹也敢孤身断后，不过拖延片刻而已。那可未必。负隅顽抗，找死！
你到底是谁？十三哥。放心，只是昏过去了，回学院休养几日即可。不管你是谁，杀了我儿，老夫定让你血债血偿！小娃儿，一次性搞定这么多人，你怕是遭不住哦。想让我死，那就把命留下吧。三哥，你终于醒了。小子，你可以，居然独自一人干掉这么多金丹杀手。侥幸而已，还得多谢长老救治学生。哎，你是丹堂的学生，你受了伤，我岂能置之不理呢？哎，只是可惜啊，再过些日子就是新生大比了。你这个样子，怕是新生大比？哈，学院呢，每年都会举行新生大比的，获得了名次都会给予奖励的。今年呢，除了常规的奖励外，据说还有一节什么什么龙的断剑，龙吟剑。哎，对对对，龙吟剑，龙吟剑。长老，学生想参加这次新生大比。耶，小娃儿可以哦，居然还能练剑，哼！只可惜体质还是赶不上贵头那把残剑。那是我的老朋友，我会竭尽所能让他重现于世。今年新生出了几个厉害角色，玄天堂卫青和宁玉婷，剑堂左丘和公孙阳，烈阳堂曹子庚，新生大比前10必有他们一席之地啊！哎，怎么没有陈玄风啊？丹堂每次新生大比都是垫底，他还能打破这个记录不成？可我听说陈玄风他闭门不出，一直在备战新生大比啊！白费功夫而已，没了顶级功法，修炼只怕早已停滞。
拿不了什么名字。我听陈鼎说，陈玄风是你的表哥？怎么，你对他有兴趣？哈，毕竟是引发过玄天金光的人。你们2人进前10不成问题，但要小心陈玄风。我听丹堂长老说，这小子曾在外斩杀过一个金丹后期修士。看来除了卫青，我们又多了个对手。那又如何？只要你我2人联手，谁来都是手下败将。徒儿，你突破了。多谢师父赐给徒儿丹药。徒儿，这新生大比不过是小打小闹，你切记不可争勇斗狠。待你突破元婴，为师送你参加上届的仙盟大会。谢师父，徒儿谨遵教诲。总算突破了。五妹，这次新生大比，我们要尽全力。三哥要拿第一，有样东西，我一定要拿到手。可惜木姐姐不是新生，不然我们又能一起并肩作战了。以后会有机会。是左丘和公孙阳，听说他们2人练成了剑堂的绝世剑法。哎，那不是曹子庚吗？烈阳堂无人参透的分天诀被他修炼成功了。三哥，是宁雨婷。他果然入了玄天堂，是玄天堂的卫青。卫青身负雷灵根，一手飞扇本就无人能敌，现在更是修炼了玄天堂最霸道的雷神诀。玉婷妹妹，老夫莫谦问，是这次的考官，都听好了。新生大比只有前10才可以升班，其他新生只能继续在学堂修行。升班？听说陈玄风他闭门不出，一直在备战新生大比呢。丹堂每次新生大比都是垫底，他还能打破这个记录不成？你这表哥不过如此嘛。三哥要拿第一，有样东西，我一定要拿到手。新生大比只有前10才可以升班。请问莫长老，升班是什么意思啊？学院除开4所学堂，还有顶尖学子聚集的仙元班。这新生大比便是对你们第一次选拔。尔等可还有疑问？你进了丹堂？晚辈炼丹有些天赋，
加入丹堂最为合适。新生大比正式开始，你们将在下方夺取灵魄，以此进镇灵山，登盘灵树。不过，首先呢，哥，为什么感觉身体这么重？你这表哥不过如此嘛。玉婷妹妹，三哥，都怪我拖累你了。五妹，既然一起参加大礼，我自然不会抛下你不管。静置威压之下，从未有人坚持这么久，还能带人轻松离去。这小子绝非池中之物啊！三哥，我们不去找灵魄吗？不用去，找灵魄少不了争夺，先保存实力，伺机而动。把灵魄交出来。灵魄是我们辛苦寻得的，凭什么要交出给你？就凭我手里的剑？左丘，你个混蛋，竟敢残害师兄弟！一群庸才，能帮我们收取灵魄是你们的荣幸。交出灵魄，不然死！第9颗，还差1颗就能进入镇灵山了。灵魄已经集齐了，去镇灵山吧。走吧。五妹，动身。嗯。
啊，消失了！啊！怎么我不行？对了，数量不对。哎，兄弟，能不能把你的灵魄卖给我？长老说了，有灵魄才能进镇灵山。把灵魄卖你了，我怎么办？兄弟，长老说了，这星升大比只有前10名才能升班，你能进前10吗？既然如此，100万灵石，我卖给你吧。没问题。只要再买下8个就行了。三哥，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啊？再等等。一人10个灵魄，已经收集齐了，该去镇灵山了。左丘，为了灵魄，你连师兄弟都能杀，当真是心狠手辣呀！你找死！哼，多管闲事。剑敌万钧，剑高，天赋不错，只可惜力气太重。小娃儿，老子的剑气比这个剑高兄弟多，可惜你修为太低，发挥不出他的威力。你不是雷灵根吗？哼，你真以为我是一个人？不好！想不到他现在居然变得这么强。左丘，卫青，我饶不了你！剑堂天才，不堪一击。三哥，你可真是狡猾，这么轻松就得到了灵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偷看那么久，真以为我不知道？看来这渔翁另有其人。哼，这灵魄我可以给你，不过得看你有没有这个资格。
手吗？别浪费时间了。真是邪门了，我咋一个都找不着呢？三哥是怎么知道有灵魄在此的？因为我可以透过石头看见。才不信呢！好了，不逗你了，灵魄已经凑齐，我们进去吧。哎，兄弟，能认识一下吗？小娃儿，这娃儿身上有宝贝的。什么宝贝？反正你个小娃儿肯定需要。陈玄风。我叫陈婉儿。啊，陈兄，婉儿姑娘，我叫周凡。有什么事吗？陈兄，我想请你帮我找灵魄。哦，陈兄放心，不会让你白忙的。一颗灵魄100万灵石，你觉得怎么样啊，陈兄？哎，小娃儿，帮他一下，以后有事情需要他帮忙。好。哎呀，多谢陈兄！等升班了，我带你认识我堂哥。剑哥，你平时可没这么多话。小娃儿，上次你遭追杀，老子借你身体用了哈，顺便教了你7剑，也算是你办过事。好心指点一下，你个龟儿还嫌老子啰嗦，哼！我去，这不是卫青吗？他啥时候进来的？想不到你居然能进来！你能进来，我们凭什么不行？三位，我们还差1人开启盘灵术，你们谁来？我来。哎呀，这群小子可算进盘灵术了。至于这么兴奋吗？那当然，我建堂新生可是出了2个好苗子。嘿嘿，那我就拭目以待了。你建堂的好苗子没来啊？怎么回事？左丘和公孙阳居然没进盘灵术，难道是这小子
盘灵术越往上，灵压越强，你可有把握先行登顶。左丘和公孙阳那二人还未进来，恐怕是被魏兄收拾了吧？凑巧遇上。啊，这也太难爬了！哎呀，头好晕啊！不行不行，累死我了！三哥，你先上去吧。你也感觉到了？哼，果然是他，有交手过。接了我一击落雷，丝毫未伤。这家伙他疯了吗？哇，不是吧！陈兄简直变态啊！最后10道台阶，可要与我2人一试？恭敬不如从命。一直带货期间，耍得还有点意思哈。就是被这灵压压住了，有点丢老子的脸。剑哥有办法。要是老子耍期间，轻轻就把灵压劈开了。至于你，老子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压力减轻了。这怎么可能？一个金丹，居然破掉了盘灵术的灵压阵！我去，这小子真牛啊！亏我之前还担心他的伤没好。
灵压阵破掉，实属意料之外，定然影响星生排名。将他们带回来，重新安排一次考核。什么？重新考核？陈玄风能破开灵压阵，那是他的本事。本事？灵压阵自学院建立以来，一直沿用至今，未曾修缮。陈玄风能将其破掉，不过是集其他人灵力，碰点运气罢了。碰运气？哈哈，你咋不叫你徒弟碰一个试试啊？你什么你？好了，丹堂长老，盘灵术是为考验意志，以力破阵本就不易。这是陈玄风坏了规矩，你何必为此争辩？哼，我只是见不得某人落井下石的嘴脸。行了，看在您的面子上，重新考核也行。不过我有个条件。唉，行，你说吧。盘灵术灵压阵出了问题，最后一轮考核重新安排。哼！小二，你们学院高头的长老不懂哦。剑哥，刚刚的剑法出自何处？哎呀，老子随便弄的，没得用。先讲句话。明明3个都拿第1了，这群老家伙还要重新考核。小子，那几个老东西不想让你拿第1，我不服气呀！让他们拿这2个东西用来考核，你可要把握住了啊！最后一轮考核，敲钟舞化，你们随意选择，若能成功，便可升班。耶，小娃，你们这个学院还是有点名堂的，竟然还有仙物。仙物？仙物里头还有法技和道具，就是可以拿来参悟和修炼。这玩意儿古老的很哦。比你还老吗？哼，小娃儿，你这招对老子不管用，省省力气嘛，啊，还是抓住机会好生参悟一下。他娘的，这钟真邪门啊！阎魔老贼，我跟你不共戴天！求求你，别杀我！别杀我！爷爷，我一定会找到仙人救你的。父弟，您这么偏袒这个废物，现在还不是被我踩在脚下？玄风，你太让我失望了。风儿，这地位你还是让梦离来做吧。
父帝，母后。哼！皇后有令，三殿下17岁还未检测出灵根，今日起不再分发灵石。凤儿明明还有1年的机会，皇后就这么决绝吗？你竟对本宫如此无礼！来人，将宁妃拉下去，杖责20。皇后娘娘，娘亲不是故意的，求求你饶了他吧。这是三殿下的过去。三哥居然还没觉醒灵根。雨婷，你如今已觉醒灵根，就不要再跟那个废物走得太近了。他要不是皇子，算什么东西啊？为什么偏偏是我？为什么我没有灵根？老天爷，你太不公平了！凤儿，不要紧，就算觉醒不了灵根，娘亲也能养你。年少落魄，郁郁无终。放心，这些遗憾我会帮你了结。你的娘亲，我也会好好照顾。一条丧家之犬，居然还敢出现！我本以为你我之间是两情相悦，却没料到你会为了地位算计我。陈旋风，你作为天才，享受万众瞩目，大家都说你将来要继承帝位，而我就只是你可有可无的女人。可为什么只能是你？为什么大家都不看看我？明明我也可以嘛！在我看来，不过就是出身好，拿了更好的资源。原来在你眼里，我就是这副德行。你永远不会明白，活在你的阴影下的我是多么的煎熬。既然你说你爱我，那就为了我去死吧！就当曾经的真心为了你，但这绝不是我的结局。要的是亲手拿回属于我一切，让背叛我的人付出代价。丹堂长老，无灵伞可准备好了？啊，在这儿呢。若是情况无法控制，我会将其撒出去，把这群小子从心魔幻境里拉出来。这小子的心魔之气为何这么重？哎，是陈玄风？难不成这小子有什么血海深仇吗？心魔之气，赤半仇恨，黑半因果，他身上竟有如此浓郁的黑色心魔气，真叫人好奇啊！莫非
是上界转世重修之人。终享无忌，传道授法，终于有人成功了。哈哈哈。焚天炎龙，多少年了，烈阳堂的绝技终于再次现世了。快坐下感悟。雷神掌，恭喜玄天堂长老，玄天堂绝学后继有人。多谢长老相助。异象术法，哎，这小子不是还在跟心魔抗衡吗？异象术法，除了那位，还没有人能做到过。这小子，这么高的天赋，居然说自己只会炼丹。凌霄玄指，玄冥现指，以天地灵气凝练真意，可隔空杀敌，藏去。哎，小娃呀，运气有点好啊！剑哥知道啥子法术？这叫绝技，是大成境修士才能悟出来的。你以为是大白菜啊？遍地都是绝技，我怎么从未听过？哎，你连炼虚期都没得，咋个会晓得这个啊？得到这个，算你运气好。看这么专注，难得有人能让你提起兴趣啊！啊，异想术法，只有修炼过焚天诀的那位前辈才做到过。哼，你不会也想跟他交手吧？啊，你也想？不是我，是这妮子。各位，刚才的异想术法，你们可是亲眼所见的。在此之前，这小子还破掉了心魔图的幻境，这次大比第一，无可非议了吧？唉，的确非他莫属。你要不是我哥哥该多好。五妹的心魔究竟是什么？为何脸这么红？三哥，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
新生大比结束，本次大比魁首，丹堂陈玄风。三哥拿第一了，又被这家伙出尽了风头。你得到太乙天中的3项兽法，还是好好修炼吧。这以前的事就别想了。你不是对那家伙感兴趣吗？明明实力也不比他弱，居然甘心看他拿第一。哼，我修行所求乃长生大道，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眠。仙途之坎久远绵长，又何须争这一时的虚名？哟，脸变得真快啊！也不知道是谁把剑堂双子星打成那惨样，不去唱戏真是可惜了。接下来宣布升班名单，念到名字的请上前一步。曹泽庚、卫青、宁玉婷、陈玄风、陈婉儿、周凡、左丘、公孙阳、齐云峰、孟千山。这是仙元班独有的空间宝戒，给你们的奖励都放在里面了。小子，这是给你的特殊奖励。这残剑原主人可是响当当的天骄啊，又刚好与你同名，希望你也能如他一般，冠绝当世啊！谢长老。好了，你们10人听着，戒指里有前往仙元班的地图，记得3日后来仙元班报到，到时老夫会亲自教导你们的。是时候着手修复龙剑。啊，那是新生大比第一的学弟陈玄风啊，长得可真俊呀！平时在丹堂闭门不出，今日一见，想不到竟然这么帅，不知道他有没有道侣？瞧你俩那花痴样，他过2天就去仙元班了，能看上你们？要你多嘴，就是美女的事你少管。才过1天就有人仰慕你，小娃儿，你的魅力有点大哦。剑哥当年仰慕者，恐怕也不少吧？那是肯定的噻。陈学弟，这是你要兑换的东西吗？陈学弟的这些材料我们这里没有，不过学院另外设有一个交易会，到时可以去那里碰碰运气。多谢。道友，这可是上好的青年铁啊，品质绝对是万中无一的。据说呀，新上任的玄天女帝手中的佩剑就是用这种材料的。啊，怎么样，道友，考虑考虑吧。啊，玄天女帝，想不到她还给自己起了封号。嘘，道友，可不兴八卦到女帝的头上，小心被人听见了。小娃儿，要修复龙吟剑，这种材料怕是要不得哦。但这已经是最后一个摊位了。你想把龙吟剑修好的话，就必须用更高品质的材料，不然就算勉强修好了，品质也会差好多嘞。这位道友，你想好了吗？我再看看。哎，小子，等你这么久，你可算回来了，正好有事儿要跟你说呢。长老，不知您找学生有何要事？再过2日，你们师兄妹就要去仙元班了，我过来叮嘱2个事儿，千万要记住啊。长老请说，学生一定谨记。你的事儿已经传到仙元班了，我估计那些臭小子会对你很感兴趣。人怕出名猪怕壮，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想整。长
我的意思是想让三哥低调行事吗？哼，低调个屁！我跟你们讲，遇事千万别怂。那些臭小子背景再硬，也硬不过我丹堂。原来咱们丹堂这么厉害呀！那可不，咱们丹堂的堂主那是大名鼎鼎的乔无忌，大陆上没几个人是他的对手。我听说过，乔无忌是云梦大陆的第一散秀，想不到他居然是咱们丹堂的堂主。对，没错。堂主知晓你天赋极高，这才特意嘱咐我来告知你。玄风，你就放心在仙元班修行吧，天塌下来由他老人家扛着。学生明白，多谢长老告知。小儿，有这个丹堂堂主罩你，你后头的日子就安逸了。靠人不如靠己，还是要好好储备一些底牌才行。臭小子，敢忤逆你猪爷爷啊！信不信我让你待不下去？你们两个不知道进仙元班是要交学费的吗？哟，小子，算你识相！哎，你可以进去了。啊，你小子是听不懂人话吗？我说你能进去，但没让你带上他。哎，你们两个不知道进仙元班是要交学费的吗？都给我住手！朱长胜，老夫昨天说的，你耳朵是聋了吗？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吗？莫长老，昨日没认真听你说，学生知错了，学生现在就走，现在就走。这话咋听得这么耳熟呢？慢着！莫长老还有什么吩咐？你把他打成这样，难道就扔这里不管了吗？当这是什么地方？信不信老夫抽你？哎，三哥，别放他走，他刚才收了你一袋零食。慢着！不是，又怎么了？走可以，把零食还我。刚升班就让你们碰到这种事儿，能接受吗？难道这种事是常有的吗？仙元班的学生大多是世家子弟和皇子，想要立足得靠实力，没实力就得靠势力，没势力就得依附像朱长胜这样的学生，寻求庇护，不然一定会成为最底层的存在。这仙元班的生存之道，居然如此残酷。修真界本就是如此，强大修士视弱小修士为蝼蚁，所以捏死也是常有之事，不过是让你们提前适应罢了。三哥，好不容易踏上修行路，我不会放弃的，不用担心我。女娃儿勇气可嘉，你们长老说的没得错，想要成仙，正常斗狠是避免不了的，没得人能逃脱。记得参加明日的讲道，老夫就不多留了。你们二人各自修炼吧。明明修炼到了这最后一步，却迟迟不能达到圆满，究竟是哪一步出了问题？
小娃儿，你修炼的这个功法咋是个残卷哦？残卷？难怪如此厉害的功法，只是地级中品。反正也修炼完了，你干脆把它烧了啊，看看能不能整出点啥子名堂。阴阳两仪，天地之道，乾坤倒转，日月无光，九幽为阴，九霄为阳，阴阳交融，玄天反下，至高无阴，绝世无双。想不到玄天阴阳诀修炼至最后，居然会是凝聚出高阶元婴的秘术。这高阶元婴虽然听起来，但是想要修成的话，简直难如登天。光是那个门槛，就可以淘汰9成的修士。什么门槛？那个九幽九霄的阴阳交融之法，是要世间少有的至阴至阳之物。就这点大的地方，你到哪儿去找？不管如何，我要试一试。你个小娃儿，老子跟你说哈，你莫要有这个想法。这点厉害点的原因，以你的天赋要简单得多。万事岂能皆合人意？登山怎会毫无险阻？在修真界，避不开攀峰逐顶。倘若畏首畏尾，必定沦为碌碌庸才，又如何成为那无上仙家？哼，好小子啊，有魄力！老子就等你离开学院，找到至阴至阳的东西，把这高阶元婴搞出来。凌霄玄指是将灵气凝结成凌霄真元，为攻击使用的绝技。只是这凌霄真元更为火热，需要凝结的时间更长。这凌霄真元的凝聚当真快，只是一丝，竟要花费整整3天时间。要是真的有那么容易，还能叫绝技吗？你个娃儿就知足吧，啊！你这个凝聚速度，好多人都赶不上。还是不够。哼，你这个怪娃儿，凝结成真元的速度比老子当年还快，修炼还这么不易，也不晓得是为啥子。你个娃儿，哪有人斗法跟你一样啊？一下把真元全部用出去了。要是对方躲过了这一招，你后面咋个办嘛？啊，那脑壳就中啊！也对，这样呢，剑哥。小娃儿还是有点悟性的，你再把他放出去试一下。不愧是绝技。一点凌霄真元竟有这么大威力，如此一来，我又多了张底牌。嘿，这算啥子？你修炼到最高层，还能够开山辟地、瀚海动天的，那还远着呢。谁呀？哪个杀千刀的大半夜找人亲家？绝不绝对呀？王八蛋，小心遭雷劈呀！真死不行。为什么会莫名的感觉到后背紧了？
是婉儿，不愧是我的五妹，竟然能进仙缘班。三哥，是大哥，去打个招呼吗？你先去吧。大哥，五妹，怎么三弟这废物也来了？是你帮他进来的？三哥已经觉醒灵根了，而且他现在也很厉害，才不是废物。陈玄风，你这大哥似乎对你不太欢迎啊。哼，何止啊！他那神情，我还只在师傅面对剑堂长老的时候见到过。他刚刚是不是说陈兄是个废物啊？那陈兄要算是废物的话，我们算什么？哎，你别带上我俩。就是啊。你们这三个家伙，当我不存在吗？新生入学这段时间，我不在学院，没想到刚回来就有这么大的惊喜。什么东西能让大哥惊喜？哼，当然是你了。哦，三弟觉醒灵根不到2月，就能来到玄天学院，还进了仙缘班，哼，可真叫我这个大哥意外呀！运气而已。是吗？我没听错吧？陈兄，你是吃了仙丹吗？2月蹦到金丹期，修行还不到2月，这家伙竟藏得这么深。唉，原以为在同辈修士中我已算翘楚，却不料身边就藏着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堂哥。哎，堂弟。陈兄，介绍一下，这是我堂哥周巧，我说过会让他罩着你的，怎么样，要不要加入啊？好呀，我加入。你一个废物，也配加入我的势力？你的势力？当然。不是吧，堂弟，你可别害我呀！我好不容易混到仙缘班，可不想这么早就退场。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这朋友是不是得罪过老大？啊，我也不知道啊。不过堂哥，但感觉有点像皇家恩怨大戏呀。哦，是吗？是啊。那不关我们的事啊。我们坐一旁看热闹不就好了？切，神经！我才不会跟你一起丢人呢。既然三殿下入不了大殿下眼，不知我能不能加入大殿下的势力呢？玉婷表妹变这般模样，本殿下都差点认不出了。本殿下的势力能有你加入，那可是求之不得啊！堂弟，你不是不来吗？嘘，看戏勿扰。喂，卫青，你那婷妹都要跟人跑了，你不追啊？追还是要追，不过得先给这个扮猪吃虎的家伙上点隐药。我也觉得，明明比我俩都小，却跟个老妖怪一样。要是不恶心一下他出口气，我都怕我后面修炼都提不起劲儿。哎呀，大树底下好乘凉，你说是吧，子刚？那不一定，人家可是新生第一，加入别的势力也未尝不可。是，我们可没他那么厉害。
还是先找个势力加入吧。不如就跟宁师妹一样，加入学长的势力吧。好啊。既然是玉婷表妹的朋友，我当然欢迎你们加入。那太好了，也不知道某个被拒之门外的家伙能在这儿待几天。真能演。这家伙，生怕我看不出来他是故意的。哎，那摇扇子的家伙你认识吗？认识呀，他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继承玄天堂绝学的学生。这怎么了？我感觉有点像个娘娘腔啊。堂弟，今年新生第一的陈玄风你认识吗？啊，陈兄就是啊。哈，在仙元班没有势力的庇护，只会任人宰割。他一个新人，怕是不超过3天就会被人踩在脚下了。至于五妹，你加入大哥的势力吧，大哥一定能保护你。我是跟三哥一起来的，三哥去哪我就去哪。这废物是个什么妖妇，居然让五妹对他言听计从。老大，还是让他加入吧。这小子就是我跟你说过的被异想受法的新生第一。新生第一居然是他，这怎么可能？看在五妹的面子上，我就让你加入。那你记住，我的势力里只能我说了算。好，我加入。这他都能忍啊！这家伙还真是不同寻常啊！三哥，你怎么了？五妹，我自有考量。对，你个娃儿，咋个不直接弄他一顿啊？没有灵根的时候，你藏着掖着的就算了，现在你还有必要这个样子吗？还没摸清这仙元班的门道，谨慎低调些，总会是好。仙元班残酷无比，别怪我没提醒你，没本事的人可没资格在这待下去。没本事的人，说的是谁可不一定。哼，记住你说的话，希望你别让我丢人。也不晓得你上辈子是不是属乌龟的，小心的有点过分了都，一点都不轻声，哪像个年轻人？看你老子都着急。剑哥，啥子了？你信不信给你练个女肉身？哼，你个家伙，老子要是女的，就嫁给你当婆娘。修仙一道，灵气乃重中之重。你们已是金丹修士，可知灵气之秘？切，一群没见识的娃儿，灵气不过是基础，有啥子重要的嘛？剑哥，听你的意思，除了灵气，还有更重要的。小娃儿，这你就孤陋寡闻，看来我有必要跟你掰一下。是陈兄咋还走神了呀？莫长老讲道也敢走神，难不成是睡着了？可不是嘛，人家可是新生第一的天才，也许在人家的眼里，这讲道听不听都无所谓。天才，他也配？天下英雄如过江之鲫，大都昙花一现，他不过是其中一个罢了。学生听的讲座入神，方才入定，长老勿怪。我就知道陈兄不是恃才傲物之人。他还真敢说呀！莫长老可是出了名的严厉，他这样敷衍的说辞，少不了要被点拨盘问一番。答上来还好，
要是答不上来，那就精彩。都走神了，怎么可能答得上来？既然听了，想来已有所收获，你说说吧。莫长老，灵气之秘，学生自然知晓。可修仙一道，灵气并非最重要的。他瞎扯的不过脑子吗？就是，简直是笑死人了。我还以为他能说出个什么，原来不过是个跳梁小丑。大哥这么聪明，不知有何高见呢？起码不会跟他一样随意信口胡诌。陈兄，你可千万别用了丢人的那句话呀，不然打脸就来得太快了。老夫已停止元婴数年之久，却始终触碰不到化神的门槛，为何今日听这小子一句话，隐隐觉得有什么感悟呢？这么说，你可以回答老夫刚才的问题了。学生岂敢在莫长老面前班门弄斧？你倒是有点自知之明，可你忘了，老夫不喜欢聒噪的人。莫长老，陈玄风不知礼数，在您面前信口开河，学生是在劝诫他呀。修行之人坐而论道，何须在意繁文缛节？况且老夫刚才要你回答，你也憋不出三言两语啊，却对这小子评头论足，倒是威风的很。莫长老，陈公只是一时冲动罢了，还请莫长老不要与他计较。哼！老夫刚才听你所言，特意释放气息威慑，你倒是丝毫不惧，想来应是另有见解，不如说与老夫听听。莫长老居然会相信这个废物的话。凡人寿元短暂，生老病死无可避之，修士寿元长久，天劫心魔亦无可避之。这是天道之责，亦是灵气之秘。修士逆天而行，仍需顺应天意，悟得天道之责，方可与天争命。修行灵气，以此夺天地之力。若无道心，亦是一片虚无，无法窥得天机。种道心，则道生；灭道心，则道灭。道心不坚者，道消深陨；道心坚定者，欲道长存。你那个娃儿悟性简直好的皮爆，成仙有望。天道感悟不是一般人能领悟的。剑哥，我还是第一次见你这样狂我。种道心则道生，若无道心，亦是一片虚无。你面前的这个家伙被你这样点破一下，我已经有要突破到化神的迹象了。剑哥，你以前见过仙人？哼，那不然呢？你以为老子捅破过天是假的吗？小子，以后有事儿可来找老夫。今日讲座到此结束，尔等继续修炼去吧。陈玄风，你等着！老乔，风流债还完了？我可是特意回来为你护法的，就不能提点开心的事吗？每次提到这事儿，我都挺开心的。乔兄啊，你不会还在被楚道友追杀吧？照我看，你要不就认栽吧，咋样？你就这么期待看我救火看？也不知道是谁呀，当年吹牛说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现在有楚道友这头话对你一片痴心，可真是羡煞兄弟我了。哼，就装吧，迟早有一天，你也会被这样的女修治得服服帖帖的。行了，你们要闲聊，闪一边去，别到时候被雷劈的到处跑，怪我没提醒。哎呦我去，快闪！何事？
启禀玄帝。本尊说过，不许再提这个称呼。属下知罪。说吧。启禀玄天女帝，墨家莫前问已踏入化神期。哦，他现在在哪儿？圆梦大陆玄天学院。知道了，下去吧。是。莫千问，哼。小二，你们这收购丹药吗？你是炼丹师？正是，我最近炼制了些丹药，想来此换取些灵石。行，跟我来吧。你们应该是学院里才来不久的新生吧？老板何出此言？我们一德只收丹堂所炼的品质上乘的丹药，也就你们这些新生不知道吧？老板，我们就是丹堂的。呵呵，小子，有自信是好事，但得有自知之明。我这开门做生意可不是什么过家家，你一个新生炼制的丹药谁会要啊？哎呦，子乔道友来了！哈哈哈。老板，最近又炼制了一批丹药。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嘿嘿，子乔道友可是丹堂炼丹术最好的别人，他放在一宝阁的丹药卖的也是最好。那是你们没见过好东西。陈玄风，你这家伙不是进仙元班了吗？来这儿干什么？怎么，一宝阁是你家开的吗？你进得，我们就进不得？陈玄风，这小子就是传闻中一小受法的新生第一啊！哼，陈玄风，别以为你斗法还行就了不起，这里大部分丹药都是我的手笔，除非你们求我，否则别想我卖给你们。三哥是来卖丹药的，好不？就凭他？老板，我手里的丹药，你若不要，我便告辞。哼，走那么快干什么？难不成是怕丹药品阶低了，太过丢人？炼丹于我而言，不过手到擒来。别忘了，我也是丹堂的学生，丹火的滋味，你难道忘记了吗？陈玄风，还想再试试它的滋味？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手到擒来的炼丹术有多高。老板，将我与他的丹药一起鉴定一下，看他能炼出什么高阶丹药。这是吗？我也很好奇，贵阁最畅销的丹药是什么水平？好吧。哎，你。丹香扑鼻，色泽明亮，药力浑厚，并且是金丹修士凝聚真元所用的凝元丹，上品，上品。不愧是子乔道友炼制的丹药啊！这是自然，我浸淫炼丹术多年，深得丹堂真传。不像这位，被称为炼丹奇才，但却没见他去过炼丹房一次。没去过炼丹房就敢跟子乔道友比，未免也太狂妄了些。哼，这么破的盒子也好意思拿出来？哎，我们比的是丹药，又不是盒子。再说了，破盒子也能装好东西，这叫深藏不露，你懂不懂啊？色泽浓郁，丹香飘门不散，浑圆天成，药力惊人，还是金丹后期修士突破元婴所需要的凝神丹。
实属极品呐！凝神丹，竟然是比凝元丹品级还高的丹药，这怎么可能？真是凝神丹，而且药力胜过我丹药几倍之多。我沉浸丹堂多年，还不如他一个新生，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老板，既然鉴定已经出结果，可以换取灵石了吗？当然可以。阁下，请收。陈玄风，你从未去过炼丹房，怎么可能炼出这样高级的丹药？不觉得你的话有点多吗？哼，拿丹火吓唬人算什么本事？你敢堂堂正正跟我来场炼丹的较量吗？我并不需要向你展示我的炼丹术。只有自卑的人们才会想着炫耀自己的本事，三哥才不屑于做这种事。你，好，我还从未见过你这般牙尖嘴利的家伙。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口才太差了呢？你，哼，陈玄风，你等着！小爷好歹也是周家少主，居然老是当跑腿，还画的是小爷的灵石。弟弟，你天天往我这赶，是不是对姐姐我有意思？长官，我真的只是买东西啊，求您别再这样了。又害羞了。这回要买什么呀？凝神丹有吗？哎呦，弟弟运气好啊，这丹药可不多见。哎，可今日刚好有人出手，你说巧不巧啊？我全要了。你可真坏，刚见面就要吃人家豆腐。你自个儿贴上来，我还不能顺手尝尝滋味吗？哎呀，我去，居然撞见赵离这个跋扈佬！哎呀，讨厌！美人儿，我听说你们这儿刚进了一批凝神丹，对吗？这，刚刚已经被人买下了。什么？哪个王八蛋敢买老子的凝神丹？乖乖交出来！凝神丹？难道？哎呀，倒霉！别看我！阁下，您要的东西都已经齐了，清点一下吧。不用，我走了。慢着。那个学长有什么事吗？就是你小子抢了老子的丹药。我……你们干嘛？哎呦，别打脸了！玄风道友，这袋是给您换取的灵石，另外一袋是一点玻璃啊，刚才多有冒犯，我在此给玄风道友赔个罪，还请玄风道友见谅啊。无妨，已经过去了。你们干嘛？三哥，我好像听到了周凡的声音。好，过去看看。哎，
赵离这家伙，平时就霸道啊。楼下那小子，怕是少不了被一番折磨喽。哼，若非玄天榜第10的赵化清给他撑腰，他这跋扈佬早让人偷偷给废了。凝神丹是给金丹后期的修士突破用的，你一个金丹初期，买这么多做什么？我是帮我们城关老大买的。你这副模样做什么？你来的正好，周凡被赵离给扣下了，快带兄弟们去找他。哎，别去了，咱们得罪不起那个狗东西。他是你堂弟，也是我云帮的，难道不管吗？赤焰帮势力大，拿什么管？明知有坑还去踩，自讨苦吃嘛。云帮成功，让人弄这么多凝神丹，看来他果然也是想争玄天榜的排名。放开他！火系灵根的女修，陈兄，婉儿姑娘，你还好吗？周凡。哼，婉儿，名字不错，要不要考虑做我的道侣？只要从了我，我就放了这小子，如何？穿的倒是人模狗样，没想到竟是个当徒子。就你这种给本公主擦鞋我都嫌脏，做你的道侣，简直痴人说梦。我在仙元班这么久，还从未有女修士敢服我的面子。那是你还没遇到我。哼，有性子，我喜欢。完喽，又一个女修被赵离这畜生看上了。他修炼的功法是臭名昭著的颠鸾倒凤功，双修次数越多，修为精进越快。到现在，不知道糟蹋过多少女修了。哼。不是赤焰帮罩着，他早被人千刀万剐了。能跟老子风流是他们的福分，怎么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他妈的，老子从来没见过这么厚颜无耻之人。哎，今天你就见到了，这家伙对妩媚竟敢动这种念头，看来不弄点苦头给他尝尝是不行了。放开他，然后老老实实的离开这里，不然你一定会后悔。你他妈又是哪根葱头，敢管老子的闲事儿？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刚刚的话我不想说第二遍。你们听见了吗？这家伙刚才居然说会让我后悔，这笑死我了！怎么不相信我说的话？你他妈算老几啊？装什么装？就是，也不撒泡尿看看自己的德行。哼，一个金丹中期也敢在李老大面前蹦跶。要我说呀，他就是狗拿耗子都管闲事儿。咱们这么多人，真要动手，一人一根手指就能把他压死了。陈兄，别冲动，去找我堂哥帮忙。放心，他们奈何不了。三哥，我们不去找大哥求援吗？不用，到时我说动手，你就去救周府。听见了吗，小子？连他都不相信你能斗得过我，不试一下怎么知道？痴人说梦。你如果现在自废一条胳膊，再从这里爬出去，我可以不计较你的鲁莽，饶你一条狗命。不然，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就是啊。哦，同样的话，我也送给你，而且我只给你3息时间考虑。你找死！3、2，小子，以后长点记性。1，都给我上！
把他给我废了！五妹，动手！哎呦，造孽呀！我刚摆整齐的桌子，就先拿你试试凌霄玄指的隔空对力吧。你，我已经劝过你，可你非要自讨苦吃，接下来该兑现我说过的话了。可恶！明明只有金丹中期，怎么可能同时击败5位同境修士？这样的实力，连我都做不到。站住，别动！再过来，我就废了他！你想怎样？哼哼，给我跪下，不然我可不保证会发生什么事。竟然敢拿五妹当人质！小儿用凌霄玄子，五妹在他手里，我若动手，必然会被察觉。凌霄玄子不是只能用手啊，我这么死板吗？混蛋！你聋了吗？叫你给我跪下！住手！把手举起来。好。三哥，别！白痴！等你跪下瞬间，我直接用法宝废了你！受死吧！没事了，五妹。对不起，三哥，是我拖后腿了。小子，你敢伤我？背后可是赤焰帮，你根本惹不起。是，那我倒要见识见识你那引以为傲的赤焰帮了。小子，对不敬就算了，还敢来赤焰帮的地盘挑衅，真是不自量力！我就算不来，你之后也一定会带人来找我，难道不是吗？哼，我劝你最好跪地求饶，否则的。择日不如撞日，我倒要看看，今天到底是谁会求饶。小娃儿，注意到点，老子感觉到在里头有个家伙，实力跟你比起来不相上下哦。什么人，胆敢闯我赤焰帮？赵毅，快干掉这小子！他不知用了什么手段，把我的手下全打伤了。他怎么又被抓了？毕竟是帮主的弟弟，还是先保下他吧。慢着！剑哥感觉到的人是他吗？他的实力一般般。赵毅，你还在等什么？被人捏在手里还这么嚣张，谁给你的勇气？阁下，多一个敌人不如多一个朋友，你我不如罢兵，就让赤焰帮欠阁下一个人情，如何？我孤身闯入，此人态度却如此谦逊，怕是缓兵之计，还是探查一番为妙。嘿，小娃儿可以变得谨慎多了噻。赵毅，这家伙让本皇子颜面尽失，你还要与他交好，是忘了自己的身份了吗？赵离皇子，你已经给赤焰帮树立不少敌人了，倘若不是有亲王在，您早就在仙元班没有立足之地了。
这人，莫非是刚刚被提到的亲王？小娃儿，这家伙就是老子刚刚感觉到的那个人。亲王，若非我母后赵化清这贱民之子，岂能有今日地位？你，赵化清，此人不是玄天堡上的高手，原来他还有个亲王的称号。混账！定要你付出代价！愣着干什么？给我上啊！虚空塔步，这是元婴期才能做的事情。能排在玄天榜第10位的人，果真不是老不虚。赵化清，你为何现在才出来？你生生让我被人折磨这么久，不怕我告诉母妃吗？我在闭关，这事儿你知道。别忘了你现在的一切从哪儿来的！今天要给我打服这小子！知晓赤焰帮的名号，还敢对赵离动手，胆子挺大。辱人者，人恒辱之。那就让我看看你的本事吧。好可怕的掌法，居然能避开我的幽冥掌，倒是有几分实力。难怪我只身一人闯入赤焰帮。你也不差。是吗？许久没动手，看来今日倒是有机会松松筋骨了。正合我意。我很好奇，你分明只是个金丹中期修士，为何我却在你身上感到了一丝危险？问那么多干什么？真想知道，继续打就是了。好胆量！快看，上空有人！哎呀，好霸道的气息！不愧是秦王，爆发的气息已经不亚于元婴修士了。不过是照着功法罢了。若非母后准他继承先祖的衣钵，他算什么东西？赤皇朝至今只有秦王能受履先主所设下的魔焰之效，我的传承也是天命所归。哼，什么狗屁天命！既然开了口，那我便成全你。小娃儿，小心点啊！这个家伙的气息有点危险。就看你接不接得住了。那我便试试。这就是丹火气剑吗？有意思。好霸道的剑！能与我消耗这么久，看来你的功法也是非比寻常。这家伙像是用之不尽，这样一直是到底。
对面那个娃儿的功法有点名堂，找机会跟他竞争斗，不然要遭他耗死。好。不跑了？就是现在！白色期间。好恐怖的冲击！这两人真的是金丹期吗？这种恐怖的实力，也只有赤焰帮的赵化清了。也不知是谁能跟这变态打成这样。竟然能和秦王一战，此人到底是何方神圣？连赵化清都奈何不了这小子吗？果然，他害怕被近身。你很强，是个厉害的对手，可我从未听说过你。我只是个路过的，你不用放在心上。赵化清，一个金丹中期的新生都拿不下，母后真是白养你这么多年了。我闭关前听闻有个新生，一剑破开灵压阵，逼得学院重新考核，后又敲了太乙天钟，被异想受罚。那个新生可是你？是我。赵化清，你愣着干什么？继续出手啊！要让他闭嘴。他母后与我有恩，我得为他护道。继续吧。想不到赤焰帮的老大竟是个死脑筋。得罪了。那陈玄风啊，真是个狠人呐！嗨，可不是嘛，独闯赤焰帮，搅了个天翻地覆啊，所以许多人都看见了。以金丹中期修为对上金丹后期的玄天榜高手赵化清，差点废掉对方一只手臂。哎呀，真是了不得！嘿嘿，小娃儿。你这下怕是一战成名了啊！这个开始多愁善感气了。我只是想到了赵化清。此人身不由己，但是天资倒是可以的。老子觉得你可以收他当护道者。护道者？以后再考虑吧，先回去看看周凡。好你个锤！你给老子答应了，听到没得？好，我答应。秦王，您的伤真的无碍吗？无碍，这家伙已经手下留情了。赵离还好吗？哎。还是老样子，一直喋喋不休的骂您。出国之战还有半年，希望他会成长一些吧。亏我还那么相信堂哥，想不到他都不带人来救我。啊，行了，消停点吧，心眼好伤。幸亏有陈兄为我出头，我决定了，我要跟陈兄混。我可不带拖油瓶。三哥，你回来啦！陈兄，你就收下我吧！你也太没骨气了吧！陈兄，这些高阶丹药让你收我当小弟够吗？照顾你一天了，咋没见你对我这么殷勤？这不是我炼制的丹药吗？还真是的，连盒子都没换呢。啊！
这些丹药是陈兄炼的？当然，这丹药我炼制了不少，手头还剩了许多。啊，陈兄，你居然会炼制凝神丹，你发了呀！哦，凝神丹是许多学生备战玄天榜赛的首选丹药，已经供不应求了呀。我再去趟一宝阁。哎，陈兄，等等我！周肥，你个王八蛋，伤好了不说，白白让我照顾你一天。你个扫把星又来干什么？还嫌上次闹得不够？小二，上次的事实在是对不住。哼，对不住有个屁用！知道你打坏了多少东西吗？那个我会赔的。赔？就你赔得起吗？哼，你知道我们一宝阁的桌椅有多贵吗？你赶紧滚，别在小爷面前碍眼。嘿，你叫谁滚呢？周道友，我……哎呀，弟弟来了！哎呀，怎么还带着火气啊？你说呢？我陈兄来这做生意，可某个没眼力见儿的，好像不是很欢迎呢。你就这样对待客人的？掌柜，我真不知道他是周道友的朋友。罢了，此事因我而起，劳烦掌柜帮我把这些丹药换成灵石，上次打坏的赔偿就从里面扣除吧。这么多凝神丹，难道是玄风道友吧？老板可是嘱咐过我的，等您再来时定要好好招待呢。玄风道友稍后啊，我马上帮您换取灵石。你呀，得亏玄风道友宽容，不然你死定了。赶紧把东西都拿进去吧。啊，小的这就去。玄风道友，您此次交易的丹药啊，价值10亿灵石，按一宝阁的规矩，可以进入高级区。高级区啊！正好高级区售卖时间开始，玄风道友可以去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的东西。我以前都没去过高级区，陈兄，要不咱进去见识见识？哟，弟弟感兴趣吗？姐姐可以陪你啊。不用了。居然有能隔绝天眼的法阵，想必里面的东西不简单呐。小娃儿，进去看一下噻，要是有修复龙鳞剑要的材料，刚好可以买下来。好，陈兄，考虑得如何啊？走吧，请跟我来。梧桐精液，龙血精魄，是修复龙鳞剑需要的材料。小娃儿运气不错。玄风道友好眼力呀，这2样啊，可都是极为稀罕的珍品。不知需要多少灵石？道友稍后便知。高级区售卖80灵石，你的规矩是下要1亿灵石，只要各位在高级区售卖时间结束前，看中的东西无人抬价，各位便能以最终价格入手。东西还可以，倒是可以先探探价。今日高级区的东西不错呀，还好来了。先试试能不能买下你。
陈玄风，莫不是玄天学院最近声名鹤起的家伙？哼，管你是谁，这2件东西我都要定了。6亿灵石吗？还敢跟老子抬价？喂，那个叫陈玄风的。赵武，这就是差点废了你们亲王一只手的陈玄风啊！你给我闭嘴！有什么事吗？你就只会一次加1亿灵石吗？规矩就是1次加1亿，有问题吗？什么狗屁规矩？老子看你就是穷，小地方来的，所以没灵石。夏虫不可语冰。什么虫不虫的，老子告诉你，有本事你就继续跟，看今天谁好得过谁。据我所知，这陈玄风是弹丸小国出来的修士，而古啸天是炼气宗族之人，并且很有名气，两人财力差距恐怕不小。小国之人能有多少灵石？拿出这些恐怕也是极限了。这出闹剧的赢家必然是古啸天。还真是小地方来的穷，这种实力也敢跟老子争东西，真是自取其辱。12亿灵石啊！丞相，这2件东西你真的很需要吗？冥顽不灵，没钱还要硬抬，喜欢抬是吧？20亿灵石，这家伙，老子就让你看看你跟我之间的差距。算了，小娃儿，我跟他硬好了，隐瞒那个没得人出价的无名黑市嘛。老子刚刚琢磨了半天，这玩意儿不简单。好，20亿灵石，就为这2件东西，值得吗？你管他呢，他又不缺钱。据我所知，梧桐金叶和龙血精魄是炼器材料，这古啸天恐怕是想炼制什么宝物。那陈玄风争抢这2件东西，难道说他也是炼器师？小子，有本事在家来呀！真他妈有意思，还要再抬价是吧？老子就奉陪到底。陈兄还要继续抬价吗？还是暂避锋芒吧。我还以为你还能再坚持几局呢。这认输了，买个谁都不要的垃圾，就算再等8辈子，也赶不上古爷爷的一根手指头。剑哥，这黑石没人出价，应该能拿下了。要得，至于那2个材料，就先放弃算了。老子会帮你找到更好的东西代替的。不用，我还有后招。陈兄，若我能帮你拿到这2样东西，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什么意思？那个在陈玄风旁边的家伙出手了耶！可能是手下要买点功法吧。这是30亿灵石啊！这是少主。30亿灵石，周凡，你哪来这么多灵石？那个，少主，
我果然没来错地方，可算是把你找着了。少主，少叔，啊，周三孝可是周家的管事啊，竟然称这小子少主啊，那这小子岂不是？云梦大陆周武商会会长周仙甲之子。你的身份似乎不一般呢。陈兄，其实我是从家里偷跑出来的，因为害怕被逮回去，所以才对你隐瞒了身份。出门在外，有所防备是应该的，我不会在意。剑哥，你是不是一开始就知晓周凡身份非同一般，所以才让我故意接近他？哼，当然，他身上可是有高阶修士都要掩藏的宝物，身份咋个可能普通嘛？啊！多亏易宝哥告知，我才找到了少主，这是周家的谢礼。是你？姐姐之前啊，有幸在周家宴席上见过你。前几日无意间得知周管家四处寻你，这才特意请他来此。本想改日再去见你，想不到今日啊，在这种场合碰上了。你可不要恨姐姐啊！少主啊，您失踪这么多天，可把我给担心死了。您可是家里的掌上明珠啊，您知道吗？从小就没受过一点苦，却独自一人出来，万一出了啥事儿，这不是要了大伙的命吗？这管家有点逗，一个男娃儿非说他是掌上明珠。外面的世界是多么危险呢！您这么单纯，万一遇到骗子怎么办呢？这么多天，一想到少主，我就担心的睡不着觉啊！天天都在想，您吃的好不好啊？睡得好不好啊？有没有人照顾？现在见到您了，我终于是放心了。少叔，你的戏有点多呀。这是周三孝。传闻中，周家管家周三孝是个不苟言笑、冷面寒霜之人，想不到今日一见，反差竟然这么大。哼，真是有够颠的，这浓厚的控制欲，哎，感觉比你爹还恐怖，是吧？你再踢老子一个试试啊！信不信我待会儿就找个风水宝地把你给埋了？小叔，我已经是修士了，你的担心其实都是多余的。原来是我多虑了。可我听说这段时间您吃了不少的苦啊。没有的事儿，我现在跟着陈兄，压根儿就没人敢欺负我。哦，少主，此人修为不过金丹中期，买2件炼器材料的灵石都掏不出来，我不相信他有这个能力啊。少叔，你可千万别看陈兄修为不高就轻易下结论，真要交手，你还不一定是陈兄的对手呢。而且陈兄还是炼丹师，炼制高阶丹药是易如反掌，灵石不足只是暂时的。按理来说，周凡地位这么高，不应该和陈玄风有交集，但看周凡那信誓旦旦的样子，似乎受过陈玄风的照顾啊。哦，我想起来了，赵武，你家赵离皇子前不久把他给揍了一顿，就是陈玄风给他出头的。你是属8根的吗？能不能把嘴闭上？哼，赵离原来是赤皇朝的小辈啊。是我眼拙了，少主的眼光还是有独到之处的。只是什么？您的身份是周家少主，就算他是炼丹师，就算他有些实力，也没资格和您相交啊。小辈，你帮少主教训赤皇朝那个蠢货，我很感激。
这买炼器材料的30亿灵石，就当是周家对你的谢礼了。但少主与你的身份犹如云泥之别，希望你能有自知之明，日后不要与少主再有任何瓜葛。周三笑，谁给你的胆量这样对我的朋友？这管家颠就算了，还带歧视的。修仙宗族眼中本就没有无名者的席位，这是修真界的共识。少主，别怪我把话说得狠，您私自偷跑到外面，已令家主不悦了。倘若再让周家失了颜面，可有想过此人的下场吗？这是在拿我威胁周凡。哼，这话说得太满，也不怕伤了舌头。小二，让老子帮你教训下他们。剑哥，此处有阵法，不宜冲动行事。那倒是嘞。30亿灵石，在下承受不住。小辈，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要蹬鼻子上脸。我的意思是我根本不需要你周家的施舍。哦，哼，这是你说的，可不要后悔。我倒要看看你如何收场。小二，你打算咋个做？买下就是了。陈兄，这些日子承蒙你的照拂，这2件东西你就收下吧。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我要的东西，我自会尽全力去争。哼，倒是有些骨气，难怪少主能欣赏你。这家伙是傻吗？这种好事也要拒绝？他不是傻，没错，他只是有一颗强者之心。你们是玄天榜第3齐寒天，玄天榜第5孟玉。啊，竟然是2位玄天榜的高手！请问一下，你们会参加这一届的学院大赛吗？你小子别乱抬价呀！刚才明明都放弃了，现在又出来抬价16亿灵石，到底是要弄哪样？你个铺盖呀！他可真会破坏气氛。这就不用阁下操心了。这陈玄风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难道是写的借条？切，能出现在这儿的修士，恐怕只有你才会干这种不要脸的事儿吧？嘿嘿。玄风道友，易宝阁演出40亿灵石，交易这2张单方。好。没想到你个小娃儿还有这一手，怪不得有这么大的口气。嘿嘿。炼丹师改良的一些丹方，正好派上用场。啊，丹方？他还真是让人意外啊。本就是炼丹师，用丹方换取灵石，也算是在情理之中。玄风道友，刚才说你穷，看不起你，是我多有得罪。规则即是价高者得，我自是不会在意这些。阁下若要继续，我奉陪便是。不，是道友赢了，我认输。这家伙脑壳会转弯，倒是有本事的人。多一个敌人不如多一个朋友，毕竟趋利避害，是能在这修真界走得更远的方法。原来陈兄早就想好如何买下那2件东西，是我多事了。无妨，只是多用一些灵石罢了。小辈，少主也是一片好心呢。我知道。萧叔，诸位，本次高级区售卖结束，待诸位离开易宝阁时，会将东西送到诸位手中。走吧，我送送你。陈玄风到底给的啥丹方呀？居然能让易宝阁出40亿！赵武，要不你去把它买断？你在干嘛？给你找块地儿。啊？为什么？哼，不是说了吗？你再提我一下，我就埋了你！我操，你来真的呀！陈兄，
仙途路远，你我就此别过。周凡，多多珍重。若有缘，我们山水间相逢。少主，我们走吧。周管家，这云霓之别，犹如仙凡之别。若永不相交，又怎会有我们这些逆天而行的修行者？在下有预感，我们很快便会再见，后会有期。三笑婆婆，你可知罪？老身知罪，但老身不后悔。陈玄风天资卓越，为人不凡，若能交好，我周家日后岂不多一个助力？少主，天下最不缺的就是天资卓越的修行者，可又有多少人能突破这玄武界的枷锁呢？他不一样，的确有些不同。临行前，他对老身说那番话的眼神，让老身想起了当年的那位天骄。若他真有本事，定能在大陆上闯出一番天地，一定会的，我相信他。哎，三哥，刚才医保阁有个女掌柜送过来了一个袋子，说是你买的一些东西，要亲手交给你。玄风道友，这是弟弟托我交给你的，共30亿灵石，还有一些特别的丹药，以及道友在高级区买下的3样东西。等我一下。是那时候。对了，三哥，舒凡呢？他不是跟你一起出去的吗？怎么人不见了？这事儿说来话长。舒凡这家伙来头这么大，不跟本公主打声招呼就走。我有预感，不久之后我们还会见到他的。五妹，接下来我要闭关一段时间。我想问问，之前传授你的炎龙真火诀，修炼的如何了？我早就修炼成功啦。三哥，你看。控火法诀已经掌握了。五妹，你的天赋不错呀。那是当然的。三哥，这是凝元丹、凝神丹、玉元丹的丹方，都是加快金丹期修士修炼所用到的丹药。材料我这儿有，接下来这段时间你就炼这些丹药。三哥放心，我会好好提升炼丹术的。接下来可以找地方安心修复龙吟剑了。龙吟剑一旦修复好，必然会引发天刑。这山洞颇为隐秘，就在此处。小二，龙血精魄对妖兽的吸引力可不一般，你的阵法不一定管用。剑哥放心。哼，原来是准备了2道防线。老朋友，总算要让你重现于世。要开始了吗？
小娃儿加油，老子先研究一下这玩意儿。龙吟剑已失去灵性，想要修复，还是要先将残剑炼化。以我现在的境界，估计需要不少时间。炼化了，就是现在。这是龙血金魄蕴含的妖兽意志。炼化龙吟剑消耗太大，还好提前准备了丹药。龙血金魄还存留着凶性，必须将其压制住，才能继续修复龙吟剑。我还不信收拾不了你了。压制住！哼，一个小小金丹，也妄图将本座精血炼化！耶，居然是条货真价实的妖龙，能现形的妖兽意志，这压迫力竟比元婴修士还强！混账，敢称本座为妖！哼，一条虫子叫什么叫啊？乖乖被炼化不好吗？我倒要看看你们凭什么本事炼化本座的精魄！不好，他要融合龙血精魄！一个畜生也敢在此嘤嘤狂吠！小子，你找死！小娃儿。别跟这条虫子唧唧歪歪了，啰嗦得很。正有此意。人小玄指，玄冥老贼是你什么人？你不需要知道。小子，本座乃赤龙王，尔敢饶我修剑！就算你是真仙，也得给我先趴着。敢与本座叫板，待本座真身遇见你，必将你诛杀！还是让我先送你一程吧。本座记住你了。小娃儿可以吗？都不用老子出手就能搞定这条虫子了。嘿，这龙血金魄妖兽意志如此强大，将其未尽，想必能让龙吟剑再上一个台阶。龙血金魄熔炼成了，接下来只要炼化这个就行了。梧桐金叶，乃神木梧桐金树的叶子，将其炼化，附着在龙吟剑上，会远比青岩铁锋利。小娃儿，这个一扔进去，试试能不能炼化。这是什么？刚才研究那个石头，发现里面裹着这个东西。这玩意儿邪门的很，啥都能吸，连神念和真元都可以。哦。吞噬之力，老子感觉这东西有点像传说中的无极黑药，能吞噬万物的无极黑药。哎，小王，你不要乱来呀！剑哥放心，我有分寸。能吸什么？我倒要看看，你到底能吸多少。小娃，这玩意儿停止吸收了。黑白轮转，果真是吞噬神石，无极黑药。若是炼入龙吟剑中，用吞噬神石炼制的剑，不知威力会有多恐怖。终于开始合二为一了吗？怎么回事？为何不能融合？
究竟是哪一步出现了问题？剑灵名声如此哀沉，他是在拒绝被修复。拒绝被修复？这柄剑已经有了灵智，他的悲鸣是在为曾经的失主而后悔。施主，也可以跟他用意念沟通一下。带有灵智的剑，带有空间的至宝。小二莫不是轮回重修之人？哎，算了，懒得去想。阿姨，伤害了主人。没事，阿姨，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主人，对不起，是阿银害主人变成了这副模样。当时你我境界都不稳，被人趁虚而入很正常，都过去了。阿银好想主人。你现在已经回到我身边了，我以后也不会再跟你分开。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所以不要再难过了，好吗？阿银听主人的话。准备好了吗，阿银？为啥子老子感觉有些不对劲嘞？你个小娃，练的是啥子？把天雷都给超过来了！成功了！这是天雷降临前的异象。要是搞不定天雷，你这剑就算炼制成功，也会被劈成渣渣的。看样子，他不仅把云给劈了，还把天雷给吞噬了。哼，这种宝剑，连老子都是第一次见。哼，有意思。能得到剑哥的称赞，看来龙吟剑真的今非昔比了。突破了，这是怎么回事？吞噬天雷，还能反补给你吸收，哼！就算我那个时候，也能称得上绝世神兵。是因为熔炼了无极黑曜吗？这吞噬万物的能力，当真恐怖。儿子，快把剑收起来，老子感觉到有高阶修士来了。化神修士，不可正面应战。如此异象，莫长老可知是何人？则秦长老，玄天学院创立至今，修士辈出，或许是哪位隐士的前辈在此渡劫呢？这熟悉的气息，是龙吟剑？不对，龙吟剑无法做到这个程度。有其他修士的气息，追！看来跑不掉了，也不知周凡给我的丹药
能否派上用场？改头换面。小娃儿，我头了追来了，还是先避开吧。梦离？不对，应该是相貌相似。剑哥，怎么办？没得事，就算被抓到了，无论别个问啥，你不说就是。什么人敢在此窥探？糟了，被发现了！只是个金丹吗？你不是本院的学生，老夫问你，鬼鬼祟祟的在此作甚？前辈，能否解除您的压制？哼，说吧。前辈，晚辈真的只是路过，藏身于此也只是单纯害怕罢了。哦，既是路过，想必天象异变，你定知晓发生了何事，对吗？这晚辈不知。哼，不知，一个金丹也敢撒谎，那我就搜你神魂，看你到底知不知。该死，这女人简直就是个疯子。你的天赋不错，若是葬身此地，岂不可惜？还是快点说实话。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想要破局，就看唬不唬得住这两人了。哼，我若葬身此地，恐怕两位前辈也会陪我一起下黄泉。你在我们面前连自爆都做不到，能有什么威胁？哼，是吗？前辈若真对我动手，我师父绝不会善罢甘休。谁会为了一个蝼蚁跟两位化人修士为敌？到底谁是蝼蚁，还犹未可知呢。狂妄！那待我冰解后，看我师父会不会请两位前辈赴死了。你找死！前辈大可一试。难不成是哪个老怪物的传承弟子？此人如此勇劲，能有这般学问，比这种可能。呵呵，你小子的演技可以。露馅就完了，剑哥。没得事，还有老子身上。你师父是谁？师父为人低调，不喜受人叨扰。我要是讲了，肯定会遭他老人家训斥的。方才用神念探查过，这方圆百里只有我们三人，你在此身亡，不会有任何人知晓。既然不肯说，那我教你一招。剑哥，搞不定了！嘿，老子接受。神魂附体，真是老怪物！老子的徒弟，你们这些瓜娃也敢动？不好！道友，快请手下留情！欺负老子的徒弟，不留点东西，老子可不会放你们走。道友这么做，不觉得有失身份吗？哼，你们两个以大欺小，还好意思在老子面前装蒜，不要脸的，还不快给老子滚！要唬住这两人，还真是有点费劲。哎呀，累死老子了。唉，我现在的实力还是太弱了。嘿，你的兵剑还是少显了文，万一被惦记上，那就有得看喽。化神之下如蝼蚁，名传高阶元婴迫在眉睫，得早日寻到至阴至阳之物，才能有自保之力。
就快能干了，成了！不愧是妩媚。桑哥，你出关了！哎，金丹后期，修为也提升了。炎龙真火诀的双龙吐珠已是信手拈来了，你的炼丹术也进步不小啊。那可不，这半月凝元丹、凝神丹、玉元丹，我全部会炼制了。炎龙真火诀虽是玄级中品功法，但火龙炼丹的控火之术玄妙无比，妩媚能如此快速掌握，天赋也算上佳。若多加培养，成为炼丹宗师不在话下。妩媚，我打算……徒儿，出关吧。谢师傅准徒儿出关。自住进山庄一事之后，师傅便罚我闭关，叫我潜心修炼。怎么今日突然转性了？徒儿，西南大陆有化神修士洞府现世，你在为师门下修行已久，也该让你离开学院，出去历练一番了。若能寻得仙缘，对你未来修行亦大有益处，你可愿意？此事对徒儿有万般好处，徒儿自是愿意前去。为师方才在你身上种下了附身法咒，修士之间相互夺宝，必然尔虞我诈。你定要万事小心，量力而行。谢师傅教诲，徒儿谨记。陈玄风，你在吗？这声音是木姐姐。上次回学院后，木姐姐别说要去闭关，想来应该是出关了。哦，许久未见，请他进来吧。这么短的时间，你们就进了仙元班，还好回学院时我遇见了丹堂长老，不然可得一顿好找。哦，木姑娘寻得清风剑后，瓶颈不攻自破，想必修为是水涨船高，可会进仙元班？不会。为什么呀，木姐姐？以你的天赋，不进仙元班岂不是浪费了？木姑娘是另有打算。我师承剑堂堂主，只需在剑堂参悟绝世剑法，待参透那日，便可凝结元婴。这事儿怎么没听说过啊？师父自幼沉迷剑道，功成身就后便一直隐居，所以收徒之事并未对外提起。那木姑娘此番出关，特意寻来是有何事？三哥，我们三个这么久没见，有事也先叙叙旧嘛。妩媚说的是。化神修士洞府，不错，就在西南大陆。这是好事啊！可现在我无法前去。为什么？去往西南大陆的传送阵就在学院外啊！你们可还记得当日追杀我们那些金丹杀手？生死之事，记忆犹新。哼，那是陆川那个混蛋发布的悬赏令。那些人已经栽在我手里，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吗？悬赏令是飞鱼少门主接下的，当日领头的那人便是他。飞鱼门门主知晓他的死与我们三人有关。这飞鱼门门主可有找来学院？他只有元婴修为，自是不敢来，可却派人盯住了学院。原来是为此事烦忧，这倒不怕，我有办法躲避那些盯梢的人。真的？你想的这么缜密，不会早就打算离开学院了吧？在外行走都有不便，有备无患罢了。化神洞府可不常见，不跟我一同前去碰碰运气？剑哥，化神修士洞府说不准有那至阴至阳之物，去吗？且，化神修士
是下界最强存在。不过洞府虽然宝物诸多，却也是修士的埋骨之地。还是别带上你妹妹吧。没想到剑哥也会替五妹考虑了。老子是怕她成为你的软肋。木姐姐、三哥，你们去吧，我才金丹初期，一起去恐怕帮不上什么忙。切，你娃子有点自知之明。好，五妹说的不错，她现在最要紧的是突破到金丹后期。我要继续闭关，提升修为。五妹，修炼之余别忘了炼丹，这样能助你更快突破修为。我记住了，三哥，你和木姐姐一定要多加小心。徒儿啊，愿你此行能悟得绝世剑法。陈玄风，你这夜行丹可真神奇，连声音都能变。那些盯梢的家伙完全没认出我们。怎么感觉这副皮囊是让木姑娘释放了天性，不像之前那般冷傲了？哼，说什么呢？前面不远就是黄沙城了，不如就这副模样前去化神洞府，也好方便行事。你这主意不错，可我这般模样与你同行，不会有人觉得奇怪吗？木姑娘觉得做我的晚辈如何？晚辈？刚才说的，木姑娘可都记清楚了？三当家，有人来了。二位来这黄沙城干什么？哈，进城休息。进城可以，按规矩得先交过路费。不知要多少？这么好说话，那我岂不是可以多要点？一人50万灵石。这么贵，你抢钱啊？哼，小姑娘嫌贵可以，有本事别进城就是。青儿，我来处理此事。那上面明明写着入城交50块灵石就行。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清楚，要不要再说一遍？你，青儿，退下！哼！哈，阁下，小辈不懂规矩，还请见谅。这是100万灵石，算是我二人的过路费。这老头如此识趣，若只要这个油水，岂不浪费了？一人50万灵石，只是刚才的价格，现在已经不够了。阁下是在耍我吗？哎，此一时彼一时啊！哎，你们说是吧？三当家说的对，时间就是金钱呐。那小妞刚才浪费了我的时间，要点赔偿而已，不算过分吧？老虎不发威，当我是皮猫是吧？先进城。喂，考虑清楚了没有？现在是否能让路了？哼，进去吧。一次性拿出200万灵石，眼睛都不眨一下，真是头飞扬了。三当家，就这样放他们走了，可不像您的风格呀。这么了解我？在三当家手下干了这么多年，雁过拔毛，兽走留皮，主打一个实在，是您的绝不会变的准则啊。嘿嘿，
你小子！这么嚣张的家伙，刚才干嘛不让我教训他？哎，强龙不压地头蛇，自然不能冲动，先静观其变吧。哼！奇怪，房间内的灵气为何如此稀薄？不对劲，小娃儿，仔细查看一下房间。哼，叔若不出这口恶气，我剑道算是白修了。这么多灵，看来此处还有阵法。哼，放心，你的这口恶气不会憋太久的，说不定今晚就能给出了。三当家，肥羊在笼里，钩子下饵了吗？没下，但上香了。有情况，立刻发信号。哎，给我机灵点，进笼别让人发现了。你们各自去一个房间，手挽羊毛，记得下饵，下手利落点。200万灵石，说拿就拿，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少家当。这恐怕用30亿灵石了。发了！这女修年纪小，却有金丹修为，莫非是修真家族之人？若真是如此，岂不是还能再捞一笔灵石？就算猜错也无妨，这小妞带回去也不错。看够了没有？你没事，不好。反应挺快嘛。停下！我的灵力，怎么回事？混蛋，你干了什么？没什么，只是禁锢住你的金丹儿。正愁没机会教训你，居然送上门了。哎，教训我？就凭你们两个？原来还有后手，看来这种事你们做过不少啊。哎，做了这么多次，像你这样的肥羊还是头一回见。7个金丹大圆满，我们不是对手，要不要分头讨？不用，真要动手，他们占不了便宜。你是不是有些拖大了？要是受伤，我可没工夫管你啊。放心。小妞，现在是谁教训谁呀？给你个机会，乖乖给我当侍女，怎么样？哼，你长得比蛤蟆还寒碜，还想让我做侍女，痴心妄想。你说什么？我说你长得丑。哎，我平生最恨别人说我长得丑。你个臭娘们儿，给我等着！待会儿抓住你，本大爷定要将你百般凌辱，让你生不如死！丑八怪！我给你3息时间离开这里，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老头，你让我火气很大呀！还有2息时间。你怎么还故意调戏他？你不也骂他丑，把他激怒了吗？你他妈算什么东西，敢在老子面前装？你会后悔的。嘿，老子混修真界这么久，让我后悔的人还他妈没出生的。真的不再考虑一下？考个屁！事到临头还在装，
老家伙，都给老子上！把这个老家伙给宰了！娘们捉起来，活回去给兄弟们泄火。可惜，你放弃了最后一次机会。啊，这是阵法？怎么？很意外？老东西，你做了什么？做什么？这可是你们的阵法。你改了阵法？稍微挪动下灵力。难怪这家伙有恃无恐，居然是想将这些人引为反境。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可是灵纹阵法，怎么可能会被你一个金丹轻易破解？哼，是吗？你想怎么样？说过。老家伙，别欺人太甚，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纵虎归山，后患无穷。我怎么相信你会感谢我放过你？混蛋，你找死！你不会是忘了，你的灵力还在被禁锢着吧？这是剑丸。你认得此物？哦，剑丸积攒了大量剑气，能释放出威力惊人的剑势。剑势？剑修有4种境界：剑心、剑思、剑意、剑道。剑气强大到引动天地灵气，便称为剑势。这东西从何而来？问那么多，难道以为杀了我这么多手下，还能活着离开吗？他奶奶的，你个臭婆娘！老子宰了你！士可杀，不可辱！继续啊！怎么不继续反抗了？我错了。你一个大个子，说话能不能大点声？我听不见。我错了。哪儿错了？错在我不该得罪您，求求您别再打我了，高抬贵手吧。凭什么？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哼，还骂我臭婆娘，说什么要对我百般凌辱，令我生不如死，硬气得很吗？怎么，不过打了你几巴掌，这就蔫了？你知道大逼斗子对一个男人的伤害究竟有多大吗？切，好歹也是个金丹修士，我一个小姑娘的巴掌能对你造成多大伤害？姑娘，你怕是心里没数吧？你可是打了整整500多下啊！我被封住了经脉，却凭肉身硬扛您的巴掌啊！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那也得跪下喊你一声活阎王啊！我呸！你这是活该！我活该，我有罪，我该打。可姑奶奶，是人就会犯错的，你就不能网开一面吗？这么说你还情有可原，反倒是我咄咄逼人了，是吧？哼，我看你是想吃小巴掌了。姑奶奶，姑奶奶呀，我真的知道错了，我求求您拿点同情心出来吧。您就当我是个屁，把我给放了吧。放了我，净化了环境，也舒服了你啊。你是屁，那我是什么？我看你是拐着弯骂我吧。不是，姑奶奶，你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跟他解释去吧。还想我同情你，也不掂量掂量，你配吗？哼！
得亏当初没招着他。哎，道友，求您给姑奶奶说句好话，让她放过我，放过我吧。她真的会打死我的，求求您了，道友。我真的不想死的这么憋屈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道友。怎么说？看你喽。哼，我凭什么救你？或者说，你能付出什么代价让我救你？只要你救我，从今往后，我张烈为您马首是瞻。是吗？是。好，我接受。真的吗？自然是真的。放过我，我是绝不会放过你们的。等我回到沙蛇帮，就是你们的忌日。真要放他？他知道化神豆腐的情报，而且这剑丸我也很感兴趣。你就不怕他反水？想要取之，必先予之。不过，我也有个条件。灵魂印记，坚定血气，立下生死咒，我才能对你放心。完蛋，我居然忘了，这家伙可是比那臭婆娘还要恐怖的狠人呢。怎么还要犹豫？不想活啦？这简直比我这恶人还要像恶人。怎么会？我只是太激动了。这家伙的生死咒是哪儿学来的？他熟练的操控生死咒，这老头真的只是一个金丹吗？以后你的生死皆在我一念之间，如若背叛，你知道后果。主上，属下今后奉您为主，绝无二心。三当家，您这是？三当家，干什么？三当家，其他兄弟呢？生死咒一立，一旦说错话，万劫不复。哎，兄弟们出了意外，都冰解了。啊！若非他们二人出手，恐怕我也……二位，大恩不言谢，若有难事，可来沙蛇帮找我。什么情况呀？我等在外，难免会有不便之处，倒是还请阁下多多担待。做得不错。总算混过去了。这家伙连自己人都骗。这是自然，他性命握在我手里，这样做无可厚非。三当家，大当家传信了。那我们快些回去吧。既认我为主，接下来你应该知道怎么办吧？别让我失望。属下明白。哈哈哈哈哈！三弟啊，这次外出捞了不少油水吧？捞个屁！他奶奶的，不知从哪儿冒出个阵法师，我7位金丹好手全都被灭了。老子，哎，7个金丹全都被灭，那你是怎么回来的？袁老二，我损失了7个兄弟，整整7个呀！就连我也差点交代在那人手里。你不说点安慰的话就算了，反而质问我，不觉得让我这个做弟弟的心寒吗？张老三，我只是想弄清楚此人的实力罢了。那你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是觉得我不应该回来吗？你哪来这么大的火气？
你说呢？好了，二弟啊，我知你平日谨慎，可自家兄弟面前就不必如此了吧？既然大哥发话，做弟弟的遵听便是。好，这才是好兄弟嘛。三弟，这件事想必对你打击颇大，一次性损失7个兄弟，不是小事。不如这次化神洞府探宝，你就打前锋，将功赎罪，可行？谢大哥，三弟求之不得。哦，这么说，方导游已是第2次来了，不知上次取了何物？老朽幸运，拿了些宝丹。此处洞府每隔60年便会现世一次。没有人想过控制这洞府吗？并非没有，而是洞府外存在极为强大的封印。封印？不错。直接破开不就好了？曾有8位化神聚集到此，使出浑身解数，也才堪堪留下这点裂缝。8位化神能留下此等封印，想来这位洞府主人当年也是精才盖世。不过这封印对我等并无影响。哦，金丹以上修士，只要等封印消失，就能进入洞府。既然如此，宝物应该早就被拿完了呀，怎么还有这么多修士前来探宝？洞府内有禁制，每人只能取1件宝物。禁制？60年前有个修士不信邪，硬要带3件宝物出洞府，结果被阵法轰得渣都不剩。哦，原来如此。看来此次探宝没想象中那么简单，还是多加小心一些。明日封印便会消失，希望老朽这次也能有所收获。那便祝方导游得偿所愿。他们怎么会来这儿？少家主，老头子不是说有任务交给我吗？血魔宗与黑风窟近日来往甚密，似乎要在化神洞府有大动作，要小心。啥也没给，还劝我小心，老爹真抠。那是魏家，西南最富饶的灵石矿脉就是他家执掌。古家派的人从未见过，听说古家老祖大限将至，如此看来，并非空穴来风啊。方道友如何得知的？在修真界，除了实力，眼力也很重要。那是公孙家，以搜罗修真界情报出名。原来他们都是西南大陆修真家族之人。是他？这是午门寺的僧人，午门寺的金刚之力在我们西南颇负盛名。这是天青洞的无涯老人，60年前进入洞府，被人打伤，如今大限将至。大限将至还来？青儿，不可胡说。方道友，我没那个意思，你可别往心里去啊。
无妨，反正老朽来不来都一样。既然如此，何不搏一搏呢？那是血魔宗，他们以血筑基，擅长各种狠厉凶残的法术。好奇怪的真元，那家伙的体内都是精纯的血缘，但比起你的凌霄真元还差得远了。啊！这是西南三煞，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们三人的凶名，整个西南都知晓。进洞府，我们最好离远点。黑风窟跟天青洞是死对头。杀蛇帮，黄沙城地头蛇，会对路过修士下黑手，男劫财，女劫色，碰到硬茬就会求饶。还真是这风格。哦，好漂亮的仙子，若能一亲芳泽，死也值了。在下断情绝义数十年，如今看到两位仙子，居然有些血脉膨胀。他似乎是故意在勾引。不愧是媚幽门，老朽一把年纪了，都把持不住。这种程度的媚术，对你个娃儿压根没得影响。他们身上散发着一股独特的紫气，应该是他们媚术的关键。居然有人能让你多看第二眼，一个有趣的老头罢了。是义乌倾城的如烟仙子，太美了！笨蛋，小声点，不想活了吗？妙罗芳，擅长绚烂舞姿般的身法，以绸缎御敌。那胖子为何指责那瘦子？如烟仙子已被圣朝之人看重，岂容他人贪然？方道友，怎么感觉你无所不知啊？老朽修为无法精进，只好在这方面下点功夫了。其实，老朽也有一事相求。方道友，请说，我们一定相助。老朽当年偶然得知洞府内有一处密道，想要二位一同前行。你们这些家伙，给本座听着！本座跟吴绝会解开封印，按照规矩，金丹修士会进入洞府，其余人在洞府外坐镇。方道友不是说化神以下、金丹以上的修士都可以进去吗？这些势力为避免元婴对金丹下黑手，共同制定了这条规矩。为何不让元婴修士进去？各个势力的元婴都是中坚力量，他们不敢直接派出来。不错。徒儿，记得为师告诉你的话。徒儿谨记。祝老祖把东西带回来。是。诸位施主，
入洞府生死有命，出洞府恩怨两清，愿各位都能寻得机缘。跟紧我。到我们了，走吧。哈，方道友，这位张道友与我相识。可否一同前往密道？久之不得。此处为烈火道，会发射消解灵气的毒焰，一旦沾染，除非强行逼突，否则当场冰结。我打头阵。方叔，你等会儿。道友这身形实在不适合打头阵呐。跟这有关系吗？烈火道虽然危险，但机关释放毒焰是有规律的。这是流动灵纹法阵。流动性灵纹只有对阵法有极佳天赋的人才能创造出来。小娃儿，这洞府主人不得了哟！原来如此，这洞府的传承是阵法。那可不止，像这样的阵法天骄，恐怕比老子年轻时还厉害。那我可要见识见识了。哎，道友切勿冲动。这也可以啊！冯道友真是别具一格呀！这个应该就是机关了。这毒火机关已被我停了。姜不愧是老的辣呀！我应该没他大吧？哎呀，老朽佩服，厉害！走吧。刚进来就碰上血魔宗，还真是让人意外。那些修士是被他吸干了吗？这老头竟抵挡住了血魂术！切，这个小魔王居然直接对你使用神念攻击！看来这招他以前从未失手。他这是干什么？是血魔宗的化血归元功，他在吸食那些修士的精血。要不先下手为强？别莽撞，贸然出手只会给我们增加麻烦。哦。出手吗？为我护法即可。
还能有人让你忌惮？刚才洞府外，我就看到胖老头不顺眼，本以为是错觉，结果刚才悄悄对他使用了血魂术，他能轻易破解，不简单。那又如何？你我一起上，谁能挡住我们？别忘了我们的任务，此番联手的计划不容有失。我听你的。他们似乎并没有打算动手，还是赶快去密道吧。啊，他们居然没出手。或许他们有什么别的事情。黄道友，怎么不继续走啊？各位，此处便是我们此行要经过最危险的一关——傀儡密道。傀儡？密道？这密道古怪的很。这里有隔绝神念的阵法。我从未听大哥说起过洞府内有傀儡密道的事儿啊。主上，属下觉得这方道友恐怕有古怪。灵药园有许多阵法，大多都是宝物极少的陷阱，真正有宝物的地方只有3个：炼器室、丹房以及这傀儡密道尽头的密室。静观其变，有不对之处，随我第一时间出手。是。哎，这两人怎么眉来眼去的？方道友，想必你对此要熟悉一些，还请带路。那各位可要跟紧老朽了。黄谷将傀儡引来，独自一人跑啊！真是信了他的邪，下次见到他，我一定要打烂他的嘴。这些傀儡铜皮铁甲，丝毫感觉不到疼痛，却有灵活的很，跟活人无异，实在是棘手。什么声音？结束了。不好，傀儡离那个人很快了，快退开！傀儡要爆了！一群蠢货，这点脑子还来洞府，那便不能怪老朽心脏了。呛死我了！还好，还活着。还好阿银感受有危险，主动护主，不然你们3个怕是要栽了。方谷应该没有离开太远。这个混蛋，追到他，我一定要让他知道得罪我的下场。嘿嘿，真想知道那方老头被这疯婆娘抓到会有多惨。
终于到了吗？300年，整整300年。当年因为乌鸦那混蛋修为尽废，只能夺舍一个小小重击狗魔。待我成功取得化神传承，定要灭了天晴洞。300年了，就让我看看这元神还有多少实力吧。这傀儡太多了，根本过不去啊！闯不过也要闯，恐怕又是流动灵纹法。果然，趁现在！你这家伙还敢出现！哼，居然能来到这儿，那你们就归天吧！不好，是魔焰，快退！清风，主人，那黑雾是一种极其恐怖的魔焰。小娃，是龙吟姐。阿姨，主人，阿英可以吃掉这些魔焰，那就交给你。各位道友，可有什么发现？我尝试过用灵力和功法，甚至是神念，这东西没有任何反应。上面的许多纹路我看不懂。如烟仙子，功法可能就藏在这东西里面。那要如何取呢？诸位，公孙道友说的纹路，我能看懂。这个纹路是人，莲花剑。哎，快来看看这个！这个似乎是一个鼎，对你来说想看懂，确实是难为你了。所以这些刻文代表着什么意思啊？诸位，实不相瞒，我是第一次代表谷家来这洞府，可有之前来过的愿意为我介绍一番？这，我也没来过。我也是第一次进来。那我来说吧。所以来洞府的修士都未曾破解出这大殿的秘密。没错，啊，不过听说在300年前，有位黑岩老祖差点解开。此事已是各大势力禁止谈论的秘辛，早已无人知晓。我说，要不咱们去别的地方转转？也好，说不定可以发现别的线索。
臭和尚，你就一定要拦住我吗？何不弃了空门，与我共赴巫山，岂不逍遥快活？受欲无为，身心自在。无趣的死脑筋。中了我的香土情花，若不臣服于16泉下，可是会经脉俱损、爆体而亡的。一个小小的妖女也想困住我，实在太嫩。活这么久，第一次被童男说嫩。还喊了人家小小妖女，这么暧昧，该不会是中意我吧？哼，再胡说八道，我就将你就地正法。怎么个就地正法啊？谁？真是不懂得怜香惜玉，这么漂亮的皮囊，竟然都舍得下狠手，不愧是天青洞的修士。这么说，谢子倒是挺中意我媚幽门的女修了。哼，你们媚幽门都是些细皮嫩肉的女修，只要不怕被本血子给榨干精血，共度春宵又何妨？我们可不敢给血子供养，保不准就真只剩下皮囊了呢。黑风窟那家伙呢？哼，天青洞就这么记仇？我说忠义呢？我在这儿呢。还以为这家伙有多厉害，原来靠的是这串佛珠。哼，天惊洞绝技嘛。嘿嘿嘿，很惊讶吗？亲眼见识黑风窟绝技是什么感想？还有把握继续吗？那再加上我呢？要是他死了，诅咒岂不是就解了？找死！小心！想近我身，哪有那么容易？不自量力的东西！沉寂300年，今日就以你之血，给我重临西南，开路吧！结束了吗？这柄剑竟然在稀释我的魔眼！这柄剑什么来头？连清风都忍不住害怕。究竟是谁？变回原身了，看来这化形丹也是有时效的。这是
主上，你怎么也变得好大？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方果会为之前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哎，小辈，你这般无礼，当真是猖狂！你这么歹毒，我又何须以礼相待？想让老朽付出代价，就这点手段，怕是不够。去！那是什么怪物？这种气息，真的是修士能散发出的吗？小二，这东西不好对付。嚯，能让剑哥说出这种话，这东西显然不是凡物。这次金刚区通过魔焰淬炼，有玄铁之意，开山之力，封刺之术。剑哥可有办法对付？哼，你拖住这玩意儿片刻，剩下就给老子。小辈，你一定很好奇，化神传承是何种威力？确实如此。那就让你见识见识老朽真正的实力吧。陈玄风，你没事吧？主上原来叫这个名儿。放心，他能打中我一次，可没那么容易打中第二次。是吗？这他妈的是什么玩意儿？这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你不会以为用这种技能就能对付我吧？你干了什么？你猜猜。小二，快把这玩意儿收起来。小辈，交出我的元神，不然我让你死无全尸！你没这个机会了。你怎么这么快就动手？我还没问他剑丸的来历呢。这老家伙诡计多端，好不容易有必杀的机会，我当然要处置后快，还不把衣服穿上。黑莲魔焰，难道此人是？别以为你刚才想了什么我不知道，别忘了，签订生死咒后，我可以知晓你对我不利的一切念头。主上恕罪。剑哥，这些是什么？天道、莲花、傀儡、炉鼎，似乎是4种灵纹。或许，这些灵纹才是真正的传承。主人这是在干嘛？别废话，看着便是。原来如此，你们听我说，动手！这傀儡不简单，你个小娃儿先是走运了。金甲耀志，威震乾坤。
逃！小婉儿，那个鼎好像还不错。主上，那鼎炙热的很，切勿用手触碰啊！谢主人。这玩意儿不简单，你先种下印记。青银鼎内赤银，可焚天逐海，炼化万物。青焰鼎，这东西怎么会在这儿？难道说……剑哥，怎么了？没得事。可有收获？上！哼，逃这么快干嘛？血魔宗血子，刚才不是很威风吗？哼，我做什么，还轮不到你来过问。哟，脾气这么倔，你在血魔宗的日子过得一定很不好吧？跪下就只会叫你耍嘴皮吗？血子，血魔宗跟黑风窟之间的关系，怎么不和其他势力通个气呀？哼，你们走的阳关道，我们走独木桥，凑不到一块儿，就别硬攀交情。那就是没得聊了。嘿嘿，你觉得呢？小心！好臭的焦味儿！天青洞那家伙呢？正在给那和尚超度呢。这卫青居然这么难对付。虽说雷神诀是专门克制我们魔修的功法，没想到竟这么难对付。那现在怎么办？难办，除非什么？直接进行下一步计策。好，就这么办。出了问题，我来担。明兄，不可莽撞行事，不然必遭魔修联手偷袭。让他们来。无涯老人教出你这种莽夫，真是大不幸。说我可以，别说我师傅。三位都在呢，我说该算算总账了。哼，这种挑衅伎俩对我可不管，我可不是这种莽夫。天青洞的那老头就这样教的你，真是大限将至，人也糊涂了。你个混账，也配说我师傅？他一个出家人，非得这么暴躁吗？你不会忘记那和尚怎么被宰的吧？什么？你们两个当我是摆设吗？钟印，你终于要完了！蠢货，你上当了！魏兄，小心后面！我可没说一定要忠义出手。混蛋！怎么，我宰了他，你很不服气？会是血魔宗，可
看来你们是准备将这次洞府的修士全部埋葬于此吧？呵呵，聪明，只可惜猜到了又能怎样呢？你活不了了。好快的速度！这笑容，曹四哥，小心！学院培养的天才，连一击都接不住。你们这些魔修手段诡异，有本事就堂堂正正决斗！哼，我没给你们机会吗？是你们太不中用了。就算斗不过你二人，但你能拦得住我们吗？你就不能慢点吗？这下好了，咋办吧？唉，还能咋办？凉拌呗。哼，都这种时候了，还有功夫耍嘴皮？受死吧！妙罗芳的仙愁，还真是我血魔宗的克星。世子言重，如烟这点东西，不过是小道罢了。多谢。妙罗坊与魏家交好，魏卿道友有难，如烟怎可置身事外？你们不是在功法阁吗？怎么来这儿了？功法阁出现异象，我猜是有人得了传承，所以便出来寻你们。明晨呢？在那儿呢，被那家伙挫骨扬灰了。好不容易看上个傻子，怎么是个短命鬼？行了，别演了，还是想想怎么对付血魔宗的家伙吧。化神洞府的规矩，血魔宗是忘了吗？哼，规矩，你们都死了，还需要吗？血魔宗这是要宣战。嘿嘿嘿，死人是不需要知道的。动手！早就准备好了。啊，这是血魔大阵！陈玄风，陈玄风是他？这小子怎么也在这儿？小婉，小心！多谢。无需多言。你是谁？这感觉，你是那个胖老头。有意思，小某我居然能猜出你是哪个。小子，黑眼老祖呢？黑岩？你说的是这个？你对老祖做了什么？杀了。好，很好。这是不打算活着出去了吗？我要为老祖复仇。寒霜剑气，看来他的确说过不错。穆青青怎么变得这么厉害？
你竟能控制黑莲魔焰！多亏了你口中的老祖送给我这份大礼。到底是谁？哼，不管你是谁，今日都得死！这是血魔宗绝技血魔吞灵术。灵气竟然无法运转！你们的挣扎不过是螳臂挡车！什么人？那是功法阁的异象光球。这是洞府主人的作画之地。小儿，寺馆里有好东西。好美的女子，不过这团白雾是什么？不好，身体怎么变得好热？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你没事吧？这家伙怎么不对劲？这家伙周围怎么变得如此炽热？这样下去不行，不管了，先试试再说吧。寒霜剑气，谁？你领悟了寒霜剑意，却不知吾是谁。晚辈穆青青拜见前辈。你天生剑心，有清风剑傍身，定然是青龙剑诀传人。吾便将一剑霜寒传给你。无极，既然来了，何不现身一叙？老子就晓得，果然是你。无极，今夕是何年呢？已经过去上万年了。你为何会跟着一个小辈？你眼睛瞎，这么明显的关系都看不出来吗？他刚才所触碰的，乃是纯阳珍珠。说来也奇怪，这纯阳珍珠竟自主跑进他体内。这样子，你个混球，把这么危险的东西放这儿干么事？石棺镇压的是入魔的他，纯阳珍珠是用来压制他魔性的。仙人板板，那现在咋个办？这小娃可是最有希望让我重塑肉身的人嘞！爱莫能助。这身体的经脉，感觉遭受了千疮百刺，要爆开。那股热流，像是进入丹田处了。我就不信，我受不了你！玄天阴阳诀运转。对了，这小娃修炼的功法需要自阴自阳之物，现在只需要自阴之物就可以凝聚元阴。哦，
你既然不知道，我的黑莲便是至阴者。小贝，你将黑莲纳入体内炼化。多谢前辈指点。你既已到此，理应得吾的传承。难道那些宝物？哈，不过是以物验人罢了。解不开上面的灵纹法阵，也无缘见物。如此，晚辈便却之不恭了。吾生前以剑入道，后入魔，幸得于良师为吾驱逐魔性，凝成黑莲修行阵法，世人曾唤吾为黑莲剑尊。黑莲剑尊？一般人得到老子的传承都顶破天了，你却是连黑莲的传承都得到。哼，老子都怀疑你个娃儿是老天派下来渡劫的嘞。醒了？你突破了。嗯，看来那位前辈指点了你不少。血魔宗该算账了。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一直抽取我们的血气，这是在把我们当饲料吗？他怎么变了一个蛋出来了？啊，这是血灵茧，它是在凝结血魔元婴。血魔元婴，那我们8个岂不是会死啊？若真凝成，血魔元婴破茧后的第一步，就是把我们这些血石全都吃尽。血魔族的杂碎，老娘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啊！血溪，血子，你这个畜生，你不得好死！哼，能成为血魔元婴的养分，是你们的荣幸。哎呀，他奶奶的，老子就不应该听族长的忽悠来趟这趟浑水。我还以为这次出来能捞点好处的，师傅，我就应该听你的，好好待在学院里面修炼。那现在只能寄希望于那个陈玄风了。呵呵，寄希望于那小子救你们，简直是痴人说梦。他不过一个金丹，就算来了也是送死。是吗？嗯，这女人的剑气竟然又变强了。血气强盛却内收，精气凝实却外放。你进入了元婴。
陈玄风，快阻止他！他要唤醒血魔元婴。血子，快帮忙！好啊！这家伙竟然连自己的帮手都吃。不好，这家伙已经被血魔元婴反噬了。我要吃掉你们所有人！去救卫青他们，我来拦住这家伙。不自量力，竟然找死！我成全你！阿言不在承受，这气息的感觉怎么和魅幽魔的一样？飞来飞去的，烦死了！这不是凌晨用过的法术吗？确实是挺心动的绝技。这是血魔元婴的恐怖之处，吞噬任何修士血气，便能使用同样的法术。不行，他一个人对付不了那家伙，得去帮忙。我也去。我好不容易救下你们，还是尽快疗伤吧。这位姐姐，我们只是想去助战。你们这个样子，不上去添乱就不错了。哼，你就这么自信，他能对付得了那怪物？万一他不敌，我们都得死在这儿。没有他，你现在应该已经是个死人了。咱们还是听这位女道友的，先疗伤吧。等恢复元气，再去帮助那小子也不迟。怎么不见了？这是什么？去死吧！我没事。打爽了吗？打爽的话，该轮到我了。这怎么可能？你居然丝毫未伤！打不过，我跑！还以为你能故技重施吗？找到你了！至阳之物！这便是前辈所创的诛魔剑阵吗？我也奉你为主！血魔元婴交给你。这是血魔元婴，不过被诛魔剑阵净化过，似乎变得不一样了。啊，这就结束了。陈玄风，大恩不言谢，
日后有难，公孙家必出手相助。老子欠你一个人情，以后一定还你。何人突袭？锄头落地挖坑，来人是牛是马？剑煞，真是奇怪，他明明说的字正腔圆，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明白？讲的什么鸟语？老子听不懂。见袖光脚不见人，关门打狗。一群小娃娃，永远待在这儿吧。老夫的毒居然无效，这怎么可能？怎么回事？正愁一肚子火没地放，你赶上了。你们3个在这里守着是因为这个？长座的魔焰为何会在你这里？很难猜到吗？老夫追随长座至今，长座没那么容易死。道友打算怎么处置他们？他们3个，你来处理。是。是谁杀了本座弟子？元婴天象，头一次有人在此突破。这天象，哎，又一个元婴，却是魔门之人。阿弥陀佛。忠义的血符碎了。马会，此行你们老祖可是迁入东府？主上。正好是从方谷身上搜出的这东西。给他们吞服下去。是，主上。怎么会？本座之徒的血符也碎了。一定是同一人所为，你我联手，必能抓住他。主上，事已办妥。好恐怖的丹药，竟然硬生将金丹修士变成人魁。他们3个归你处理。谢主上。
是谁杀了本座弟子？这位道友，念声啊！小心突破，恢复年轻罢了。是你杀了本座徒弟？非我所杀，不过栽在贵徒手下的可有不少。陈儿是死了吗？我徒儿身死，道友可否给个交代？无关之事，无话可说。哼，你走不了。钟义是被血子所杀，血子利用血魔大阵吸食我等精血来凝聚血魔元婴，遭其反噬，钟义被他吞噬而亡。看来是自作孽了。一派胡言！魏家小子，当先祸从口出。道友，今日必须本座回宗，交代清楚。小神也是我来。好，就依你。道友，请吧。他哪儿也不去。多自量力。这就想带人走，是做贼心虚吗？阿弥陀佛，老衲平生只做2件事，一件是诵经，另一件便是除魔。绝，你想开阵吗？施主花了这么久筹划血魔大阵，不就是想如此吗？哎，那又怎样？本座早就看你这秃驴不爽了。他还活着？他不是死了吗？难道……三清和尚，不好！无惧大师！孽障，你竟入了魔道！这女命要你命！无耻老母！小子，又见面了。方果，你没死。是你？怎么？很意外吗？本座还得吸，留下了血迹，让本座得以见魔婴重生。魔婴？难道说血魔元婴是双元婴？方谷不过是本座第2个阴毒社的躯体，钟义杀的那个才是本不是之人。
你还真是煞费苦心。恭喜老祖！若非本座谨慎，还真就葬身于此。黑头办事不力，还望老祖恕罪。罢了，先解决这些蝼蚁吧。是。他交给我。别以为得了传承就能与本座相抗，今日本座就教教你，在绝对实力面前，任何手段都不堪一击。与本座斗，你还早800年呢。是吗？那我可要见识见识了。哼，不堪一击，跟本座斗，你还早了800年呢。无聊，还是去会会老朋友吧。能接住本座一指，倒是有点能耐。哼，不过是接你一指，有何值得称赞？哼，本座铜镜无敌，能接本座一指者，屈指可数。你乃可造之才，可愿做本座弟子？被你骗我，岂能再信？前辈是认真的。当然是真的了，别这么拘谨。蠢货！蝼蚁终究是蝼蚁，就算得了传承，不过是大点的蝼蚁罢了。原来在你眼里，我不过是只大点的蝼蚁。你怎么会？那种距离中了黑魔齿竟然没事，这小子到底是人是鬼？还好有所提防。铜镜无敌是吗？那我可要见识见识了。别忘了，我也是元婴。找死！竟然并肩，又没事，这怎么可能？又是那柄剑吗？这么想知道，试试这个如何？元婴傀儡，这小子还真叫他在洞府内得了不少宝贝。是就直接攻击魔修。怎么可能？这傀儡居然能挡住魔气侵蚀！混账！要你死！你还是先看看上面。不好！这下咱们两清了。臭小子，本座今日势必将你摧心剥肝。这是好浓郁的魔气。修为提升又有何用？照样不是本座的对手。哈哈哈！
天助我也，天助我也！无法吞噬。还以为你能故技重施。无法破开他的魔气。小子，将他交给我，我饶你不死。冲这小家伙来的。我若不交呢？不识抬举。是这小家伙因我使出凌霄玄指。虽然很担心兵器的消耗，可是对了，魔气。看招！替身，快快下来！怎么什么都看不见？该死！这地方封闭了我的感知，我的灵力在流失。什么你感知不到的滋味，一定很恐惧。你倒是好手段，能逼得本座施展结界，你就算死了，也足以自傲了。你倒是一副吃定我的样子，就不怕阴沟里翻船？被本座拉进黑魔领域的，没一个能活着出去。你凭什么？是吗？本座懒得废话，你还是乖乖上路吧。怎么，不是说要将我摧心抛肝吗？这么快就动手？能看见？这样死在你手上，我都替自己感到窝囊。这小子到底是何方神圣？刚才的结界应该用尽了你的魔气吧？既然已经猜到，还废什么话？动手吧！就这样死，岂不便宜你？你想怎样？谋仇100年，刚重活于世便深远，不可惜吗？不让本座死，有话快说，磨叽什么？与我做个交易，我把它给你，如何？堂堂魔门宗主，就只会躲吗？凭你的修为，还不配与我动手。那也得试试才知道。慢着，小贝，我有事想问。讲。我徒儿真为那血子所害吗？是。当真？爱信不信。
是吗？哼，不出一炷香，老祖就会解决那小子。那可未必。哼，就让我来告诉你金丹和元婴的差距吧。在我眼中，早已是落入陷阱的猎物了。利用树荫隐匿身形吗？不让我离开？你这样阻拦我，究竟是何意？小贝，你刚才回答了我的问题，我留在此地，我饶你性命。哼，不需要。哼哼，你担心的那小子，恐怕已被老祖收拾，去了又有何用？你的意思，应该都如你一样，才会有机会从当年的娘胎里出来，是吗？放肆！你竟如此不知好歹！我命由我，不由天。我绝不会再像从前那般把命交在别人手里。切，自讨苦吃。一招都接不住，这就是原因吗？哼，既然不想活，就将你在洞府内获得的传承交出来吧。休想！哦，你说什么？我说你痴心妄想，给脸不要脸！黑风窟的刮骨刀，有的是时间跟你慢慢磨。不知好歹，搜你神魂，看你有什么招！大胆魔徒，敢搜无土神魂！哼，你是谁？藏头露尾之辈，不配知晓物名。哼，大言不惭，不过是道幻身，将你破了便是。既已取得寒霜剑诀，也该继承为师的衣钵了。到啊！现在突破，怎么会？剑意倒是小瞧了你。一剑引动天地灵气，这是剑士。以为这样就能对付我吗？冰封阻我影遁，哼！引得剑士又如何？依旧还是个金丹。一境萧寒，千里震山河。雷锋罡中，召！
竟毁坏了我一件法宝，我要让你付出代价。你可以试一试。怎么可能？没什么不可能。想逃？你那同伴才金丹修为，也敢去对付黑瞳？形势所迫罢了。若直接逃遁，恐怕你也不中。哼！此地常年干旱，怎么会有雪？或许问问他就知道了。老祖，救我！怎么会？他呢？哼！怎么担心了？求我，我便告诉你。老祖小心，此人已领悟天地大势。元婴初期，这才过多久？我没事。想要领悟天地大势，不仅需要道心坚定，还要有天地灵气极高的感应力。这小子，连身边之人都如此怪物吗？老祖，您这是……不该问的别问，你只用知道，不可对这两人出手即可。变成这样，我就算想动手也没招啊！禁魂玉。是，老祖。所以，他如今是你的打手？打手多难听，各取所需而已。行吧。走吧，本座有些账还没算。午门寺和天心洞。不该问的别问。你这打手脾气不小啊。唉，不该说的别说。记住了，不该说的别说。这么多年过去，你似乎没什么长进呢。拜你们魔门所赐，修为再不精进。家族的人还有多久到？少主，恐怕要等一会儿了。好啊，快说，不决。好歹相识数百年，非得鱼死网破吗？人心隔肚皮，相识非侥幸啊！当年为正道天骄，重情与愿，多少人对你是坦诚相交。往事已去，何须再提？不决暗算之事也无需再提。我早已油尽灯枯，你又何必挑拨离间？有趣，有趣，还真是替你感到惋惜呀！一动手吧！冥顽不灵！幻身！天地界世，万法归宗，雷降！无涯，你找死！少主，
撑不住了。先护住气血。强弩之末还要硬撑。阿弥陀佛，放下屠刀，回头是岸。当年暗通黑统，算计无涯，也没见你回头啊！吴雪，我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罢了。是吗？那你倒是替天行道了。是他？难道陈玄风已经……他们没事。你若插手，休怪本座翻脸。尽快解决。哼，本座自有决断。怎么说？静观其变。午门寺暗算本座一席，该脸结了。哈哈哈哈哈！黑岩，你可算回来了。你是黑岩？黑风窟魔祖黑岩，这家伙还真是深藏不露，与这种魔头交手竟能安然无恙。若与他交好，对宗族甚是有利。这小子还能活着？本座与他颇有渊源吧？当年是我亲手将你镇压，你我恩怨，何必牵连他人？若非本座被午门寺所创，你根本不是本座对手。我会把你留在最后。是吗？请领教一番了。黑岩施主，还望高抬贵手。你没有资格跟本座讨价还价。午门寺与施主的恩怨并不简单，施主一定想知道。跟这秃驴还有什么好说的？不，我倒想听听何事能让本座非之不可。阿弥陀佛。施主，个中缘由，老衲已尽数相告。本座凭什么信你？将死之人，其言也善。施主心明如镜，自当明辨。老衲对你有愧，悔之晚矣。我这么久，算他走运了。这么说，此次你背着我筹谋血魔元婴是走运，还是说，当年联合午门寺算计本座是走运？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这两人也有恩怨，恐怕还不一般。难道说，当年黑岩是被血魔老祖设局所害？我去一趟。血魔宗此次辛苦筹划，可是为了此物？血魔元婴，
对，这竟然是更完美的血灵元婴。这难道是魔灵元婴？这怎么可能？为别人做了嫁衣，感觉如何？果然是你害了本座弟子。飞燕，你我二人擒住这小子，为忠义报仇。这样扣帽子可不好。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好说的？血子性格谨慎，我很奇怪，他怎会凝聚出反噬自身的原因呢？血魔大阵玄妙无比，无法参透是常有之事。血子可不简单，他这么谨慎，定会抓住机会掌握血魔大阵，否则他不会轻易尝试。徒弟的野心，你这个做师傅的怎会不知？所以，为防止他背叛，你藏了一手。如果我没猜错，你给了血子血魔元婴错误的凝聚方法，这也导致了血子被反噬。原来我们全被这血魔老祖玩弄于股掌之中。这算计人心的本事，实在是太可怕了。一派胡言！你的谋划确实隐秘，可人算不如天算。你碰上了我。小子，蹦跶过头，可是会栽跟头的。原本应该是我夺回肉身后，由我来炼化血魔元婴。他与你联手，明面是助你，实际上是想让你被血魔元婴反噬，然后杀死所有人，再让你背锅。的确是好算计，血魔藏得可真深啊！你竟信那小子一面之词啊！那好，此事暂且不论，我且问你，当年为何叛我？当年午门寺围剿，我从未怀疑过是你暗算我。是那老秃驴的遗言吗？好，既然如此，那本座也没必要再藏着掖着了。我再问一遍，到底为何要叛我？你说呢？天资出众，自小受父门栽培，而我呢，只是个猎户之子，一日是你奴仆，终身为奴仆，我岂能甘心？是不甘和妒忌吗？好，今日你跟我，只能有一个能活着离开。谁当自己当年的魔道天骄呢？他也有血魔元婴。你跟本座的交易还没完成，可不能出意外。哦，答应你的事，本座自会做到。黑魔怒！进阵！我不甘心！我不甘心！我是死，把你颠飞！老婆，拿命来，找死！别陪我下地狱吧！不好，他要自爆，快退！陈兄，以后有需要的地方，在下一定义不容辞。俺也一样。好。老祖，他们二人已经离开公孙家了。知道了。老祖，怎么了？您真要跟那小子一起走吗？人各有命，冥冥之中自有定数罢了。以后这里就靠你了。黑瞳，恭送老祖。社主，陈玄风他们已经前往城内的传送阵了。走吧，该回学院了。这回了学院，恐怕玄天榜的那些家伙们会吓一跳吧？
哼，那肯定。真想知道学院有谁还能治治他。哦，这还是临界空间吗？哟，总算进来了。你是剑哥？哼，小二，进入元婴的感觉啷个样嘛？还不错。不过剑哥，你怎么在这儿？而且你这样子……哼，你个娃儿一出洞府，老子莫名堂就遭吸进来了，想出去都出不去。话说你个娃儿是不是飘球？啊，老子这么多天没开枪，你都不晓得找老子一下。哼，要不是他陪老子都憋疯了。哼，像个锤子，我们莫管这个娃儿，算我们自己的。剑哥的元神原本虚幻之透明，现在竟已恢复凝实，看来临界空间能蕴养元神。不过短短3天便这般凝实，实在有些惊人。这小家伙出现在这儿，你就不好奇吗？这我还真不知道。算了，老子都看不出来你名堂，你个娃儿想来也不晓得。那倒也是。那是提升至元婴后出现的吗？如今不缺功法利器，不知能否用上。啊，无法取出来。有点意思啊，居然还主动来挨到你。老子跟他混熟，硬是费了好多时间的。哼，没想到你个娃儿刚来，他就情愿跟到你亲近。哼，难道他是随着这东西一起出现的吗？好呀，血契签订成功了哦！是你？猜得不错，是在下饰演。三长老，本尊好歹也是一界之主，见本尊就不会通报一声吗？哼，无礼！你还是想想怎么去迎接大长老他们的质问吧。什么意思？不过是夺了地位，做了些事，名不正言不顺，好自为之吧。来人！唉，令尊真是热情，这3天一直照顾有加，也算是不虚此行吧。哎呀，要是喜欢，你可以做他干儿子。哎，大可不必。奇怪，陈玄风呢？里边修炼呢。这家伙去传送阵不过一会儿功夫，还这么卷。他怎么来了？你自己问。喂，来了。那小子呢？到地方了，他会出来的，等着吧。面对他能如此泰然自若，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一定要这个表情吗？
到了。哎呀，终于出来了！我不该笑的，我错了。算你小子识相。好可爱啊！啊，主人神秘的妹子还挺不错的嘛。好软。放开本喵，快窒息了！笨女人！哎，喵，果然还是这里最安全。哎，这家伙拿我当人肉猫店是吧？这是什么情况？奉女帝之命，即日起全大陆警戒，抓捕偷盗玄帝之物者。奉女帝之命，即日起全大陆警戒，抓捕偷盗玄帝之物者。瞒着不让走，误的事儿分得起吗？就是，抓贼就抓贼，何必把传送阵封了？俺还赶着回去参加宗族议事呢。废话少说，快让我们过去！就是，让俺们过去。违抗女帝，你们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吗？再多嘴！就将你们跟那盗贼一块抓了。我认怂，谢谢。还有谁不服？服了，姐姐，小弟服了。这么彪，哪个敢不服嘛？俺错了，千万别抓俺。这女子做事风格还真是霸道。哎呦，作孽呀！你该死的龟孙儿，为啥子要偷东西嘛？极恶告示：盗贼潜入玄武圣岛，将玄帝之物盗走，逃至此地。朱影卫奉旨捉拿，若提供线索，可得重赏。啊哈！主人成了盗贼，有意思，有意思。这家伙说我是盗贼啊！他这是要干嘛？陈玄风，我跟他去。你就不用跟我进去了，帮我照顾一下。可恶的主人，竟敢这样对本喵！唉，你说，要是抓不到那盗贼，会让我们用传送阵吗？哼，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封锁传送阵，势必引发诸多宗族不满，赌不如输。你在教我做事？决定权在你。哼，给我把他们插出去，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唉，这女人还真是不讲道理。啊！唉，参加不了玄天榜赛了。你别一副了无生气的样子，至于吗？
看样子只能偷偷溜进去了。啊！好逊！喵儿。消息都散出去了吗？统领，消息已经传达，但属下还有一事。不是说过无关的事不要烦我吗？行了，说吧。最近西南势力变动比较大。比较大？那是有多大啊？讲重点。统领，西南血魔宗、午门寺、天清洞3大势力全都被……你说什么？黑岩复活？此人似乎夺舍了一名女修。啊？还是个美人儿？哎，等等，这个人是……哼，有意思啊。多谢了。本座还不至于为了这点小事受恭维。用得着这样吗？启动传送阵。当初拉拢你时还带把儿，如今咋成绣花了？没人教过你，不该问。不该问的别问吗？你这句口头禅，你不嫌腻，我都听腻了。这家伙怎么会在这儿守着？嘿嘿，多亏你白天启发我呀，臭小子。让我请来个帮手。哼，飞檐，多年未见，可还记得我？哼，你还敢出现在本座面前？有何不敢？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儿？好强！他到底是什么人啊？啊，长得跟玄天女帝简直一模一样。多年不见，紫晴长老的修为倒是走到了本座前面。不是他吗？哼，哪比得你？死灰复燃便立即清算了3大势力。哼，当年那般对我，他们如今该有此报。他们好歹也是向女帝臣服的势力，突然损失，好歹得有个交代不是？女帝？怎么要为你那主子讨伐我？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折都折了，不如让你接手吧。反正如今你的名声如雷贯耳，只要你一统西南的势力，反而比以前那3个更加有用。如此一来，女帝定会助你进入化神，飞升上界。梦离，小儿，莫激动哈！你这儿杀心要是遭到发觉，怕是早期拖不得抓抓。是我未能收敛心性，失态了。哎呀，我还以为你是来收拾他的。玄帝之物未寻获，那群老家不会承认女帝是正统。切，天大地大，拳头最大吗？
一介之主，却私下培植势力，莫非？哎呀，整天只想着打，能不能多动点脑子？我这不是动了吗？不然也不会找你来嘛。本座可以给个交代，但本座并不需要那女人的施舍。你说什么？我丢！他是一直这么刚吗？把嘴闭上！能受女帝招揽可是荣幸，好不容易活过来，又要自断后路吗？女帝耐心有限，触怒了她，可没什么好下场。地位欲长稳，还需执剑掌乾坤。哼，掌控本座，他就不怕伤了自己？这般桀骜不驯，莫不是还想被围剿一次？你说什么？哼，你不会以为当年是巧合吧？西南大陆的势力，竟都是他在布局吗？你当初悍闯黑风窑，迫本座臣服那女人，本座断然拒绝，还以为难免一战，岂料我一言不发，默然离去。哼，本座还以为你当时是怕了。良禽择木，过时不候，得不到除掉便是，这就是女帝。你到底施了什么好处，使得他们这样对我暗中算计？他们的势力比你可要上进，没点投名状，怎能被知人善用呢？这般就能除去忤逆自己之人？那女人还真是精于算计。嘿嘿嘿，你的对手没那么好对付哈，小二。那我就将他的诡计一一撕破。梦离，所有人在你面前宛如提线木偶，被你戏耍玩弄。你立于幕后，让对方毫无招架之力，只能任你摆布，并在你的算计中一败涂地，而后再以胜利者的姿态给予着致命一击，让对方陷入绝望的深渊。真是个可怕的仇敌。魔道剧情也不过尔尔嘛。那又如何？你们女帝不照样要用？哦，你同意了？本座接受你的提议。有，不过有个条件。这倒不是难事，反正我此次过来也是为了此事。嘿，臭小子，你算是如愿以偿了。不过女帝的吩咐，我等还是要执行。哎，追踪那个盗贼靠的就是这东西啊！那盗贼果然在这儿。这是臭小子！紫气东来！怎么会？你是盗贼？不好！剑哥，帮忙！老子还以为刚才的事情稳当起了，你一个到底还有好多事情瞒着老子啊！以后再说，他追来了。你果然没死！哼，你个娃儿真的是该揍，喊你瞒老子那么久，我小鲁三，陈玄风，你果然是梦离吗？不跑了？在下可从未提及自己的称呼。别装了，你逃不过他的法眼。你果然是梦离吗？别激动，小娃儿。我是他，但也不是他。身外化身。你走不了，让开。
把他带走。传送阵。什么态度？多谢。咱们就这样走了？这事不是你我能左右的。学院后山的金丹修士，原来是你。他把你认出来了，绝不能让他活着回学院。那都嘛，一不做二不休。龙吟剑，想不到已经将它修复了。哼，正好用来对付。动手果决，想好的。陈玄风，你逃不了的。好机会！怎么可能？原来如此，利用护身法宝挡住青岩鼎，再借青岩鼎抵剑阵。陈玄风，你未免也太小看我。梦离，我说过，你逃不了。你做的很好，那是自然，我不会放过任何与尊上为敌的人。虽说当年本尊亲手将你除掉，可真在见到你，本尊还是有些难以置信。你竟然还活着，玄风哥！狗儿，快点走！队长，老子都不见得搞得定。冷静，我现在还不是他们对手。我去追，不必。天机剑，追命！甩掉了吗？问题，老子心头总有个不祥的兆头。女帝出手便是杀招，想来她绝无活路了。天机剑乃诸魂至宝，这次无论如何，她都必死无疑。只要她死，玄帝之物便归本尊所有。到时，那仙盟大会开启之日，便是尊上为正统之时。奇怪，什么事？我去办。天机剑的感应消失了。喵！笨蛋主人，得亏戒指关不住本喵。果然是你。要不是本喵，你这家伙，嘿，你这主人肯定灰飞烟灭了。没完没了。笨蛋主人，还不快走！天机剑，碎魂！小儿，躲开！快退！
七剑，天罚！老虎不发威，你们当老子是平门少？老虎不发威，你们当老子是平门少？七剑，追星！无极混沌，前行为印。当时想看了看，天地灵气，助我为存。妙法灵剑，千层将乾坤。原来，力气用太凶了，小娃儿身体遭不住。哎，小家伙，以后有空再耍哈。小娃儿，老子再帮你一回哈。哼，记到起，最后一回，没得下次了。老子要发飙了。哦，这股气息，尊上。是那个老怪物的神魂。好，我去对付他。你不是他的对手，本尊亲自来。是。果然是神魂，看来这老怪物生前至少是合体期。天机回！你居然会这种法术？你竟认得，很好。既然认出，那就留你不得了。阴气剑，碎魂！不好！晚了，本尊可没说过会放你出去。天机剑，噬魂！这次是真的怪了。就让我送你一程吧！后会无期了，陈玄风。别想走！化神期，天机剑，后空！
墨家绝技虚空封印之门。不管是谁，也给本尊住手！如此巨大的虚空封印之门，尊上只有一种可能。穆清扬，你若阻拦本尊，本尊必将你墨家逐出圣岛！自找的！为了一个元婴，就舍得如此之忙，便更不能上你的书卷了。若是能将那孩子带回来就好了。就一个元婴，落入虚空裂缝，九死一生，也不知能否生还。尊上，穆清扬自尊上登临帝位，便处处与尊上作对，此次又添新仇，尊上作何打算？本尊说到做到，将他们墨家逐出圣岛。王子，端药。好嘞。这是哪儿？娘，他醒了，他醒了。哎呦，兄弟，你总算是醒了！哎，从我们捡到你那天算起啊，你可是睡了整整6天了呀！6天？啊，哎，这是你嫂子，我叫王二狗。我叫王佐，你也可以叫我狗蛋儿。你这孩子，哈哈，哎，对了，兄弟，你还没自报家门呢，你叫啥呀？我叫兄弟，你没事吧？我叫我是谁？我不知道我叫什么。你方才说曾与陈玄风有过一面之缘？不错，那时他用计逃过一劫。那你说，若他活着，还会去哪儿？他从一个弹丸小国进入玄天学院，尊上只需守株待兔即可。就怕经此一次，他会变得更加警觉，不会轻易现身。尊上手中不是还有那个老怪物吗？这倒是。除此之外，还有件事，你要去办。是，尊上。小儿跑脱了没？运气好，说不定能活；运气不好，那便是灰飞烟灭。嘿嘿嘿，那娃儿也算遭老天爷保佑，没那么容易洗白。你若投诚，告诉本尊陈玄风的一切，本尊便助你恢复肉身，如何？这个老子不晓得，但你跟南派老祖那个老辈子的关系，老子硬是想晓得得很呐。哼，
老怪物，你知道的秘密还不少呢。哼，一般一般，世界第3，嘴还挺硬。不过，只要你还在本尊手上，就不怕他不来找本尊。若是本尊用重宝，恐怕已经油尽灯枯了吧。你那重宝当真邪异，竟能腐蚀老夫的魂魄。哼，要怪就怪你不识抬举，本尊多次拉拢，不为所动也就罢了，还要坏本尊的好事。谁能想到，曾经那个小透明会成为当今威名赫赫的玄天女帝呀！本尊最恨他人提起本尊过所以，为磨平世人记忆，你才给玄帝追封了白帝的称号，是吗？原来你早就惊觉了。多活了几百年罢了，若这点心眼儿都看不透，早就死了。难怪自你掌控墨家，历届诸国之战，墨家从不参与。小透明，即使你坐上帝位，不过依旧是被欲念掌控的傀儡罢了。本尊不在乎。老夫只是想不透，你是何时拜入上界门下的？你会知道的。陈白衣，老夫就可止不住了。传音符都收到了吧？莫长老，陈玄风是丹堂出去的，我很难相信这种事。这不是在征求你们的意见，而是下达玄天女帝的指示，学院必须执行。你，紫青长老，除了这件事，女帝还有何吩咐？陈玄风行踪未知，从云国来的学生，别让他们离开学院。哎，这要求过分了吧？丹堂长老，注意你的态度，这是女帝的指示。我知道了。哼。没有别的事，我就先走了。我还是第一次见丹堂长老这副样子。陈玄风引发过玄天金光，入院展现的天赋又那么惊人，丹堂长老耍些脾气也算正常，只是可惜了。说起来，玄天学院如今发放的丹药效果大增，多亏有陈玄风卖给易宝阁的丹方。若非陈玄风，学院恐怕还会损失3个好苗子。卫青、曹子庚确实是天赋超绝的少见之人。与陈玄风交好的周凡，不也是周武商会的少主吗？哎，这样的学生怎么就突然成了玄武界的叛徒呢？女帝心思岂是我等揣摩的，照办吧。这家伙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我还以为你一直讨厌你这个表哥呢。我那是怕他连累我们云国。唉，我是不相信这种事的。师父，这绝对是误会。那段时间我一直跟他一起。唉，徒儿，很多时候真相是潜伏在冰山之下的，而我们是不得而知的。
那家伙的事儿，听说了吗？嗨，那当然了。有人说他是魔修，杀人不眨眼，每天都要饮血消渴。有人说他修邪术，经常洗脑漂亮女修为他所用，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淫贼呀。还有人说，喂，等会儿，咋啦？不是兄弟，我说的是陈玄风，盗窃圣物的陈玄风啊。你在说谁啊？就是他呀。啊？哼，什么魔修淫贼盗窃的，明明是他对女帝有非分之想。你没事吧？我就是感觉脑子进了些不干净的东西。木姐姐，三哥呢？木姐姐，三哥虽然滑头，但从不冒失的，他肯定是被冤枉的。婉儿，你一定要相信陈玄风，他是那种能将生死置之度外，一心会保护你的人，所以他绝不会抛下你的，他一定会回来的。木姐姐，与其伤心，不如用行动维护他，让那些肆意跟风指责的人狠狠打脸。木姐姐说的对，三哥临走前还让我好好炼丹来着，我要加把劲，到时参加炼丹大赛，争一口气，让他们这些人看看。大力，来喝点水。谢谢狗哥。大力，过来喝口水。好。真看不出来呀，你这生得白白净净的，干起活却是一点也不含糊。狗哥照顾我这么多天，不多干点活，怎么好意思啊？真热。你咋一点汗也没出啊？这我也不知道。你瞧我，都忘了你不记得，大力这名字都是我给你起的。爹，大力哥，吃饭了。今天做了什么好吃的？嘿嘿，人间绝味。你这小子还卖关子，让我看看。嘿，娘做了爹最爱的包子。臭小子，今天没耍你爹，有口福了。真好啊！你咋一点都不积极啊？都一起半个月了，每次吃饭都让人喊。来了。再这样，你嫂子又得训我了。狗哥，我们不回去吗？我听人说矿山有活干，那地方虽然累，但是给零食。好啊，一起去。回去告诉你娘，我们去矿山挖石头了。知道了。
不是说还要人吗？嘿，那又怎样？没点表示就来，你当这活儿是大白菜呀？大人，你就先让我进去，事后再表示，怎么样？去，不行就不行。大人，你就再考虑一下吧，我们干活勤快啊。听不懂人话是吧？你哟，你什么你啊？一毛不拔还想进去讨差事，有多远滚多远！喂，跟狗哥道歉。啊？哼，跟他道歉？我看你是鸡蛋碰石头，自讨苦吃，就他妈欠收拾！大力，你个臭小子，我就不信了！啊！等，道歉！等！哼，你还知道疼？臭小子，快松开，不然我就喊人了。到时候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哦，算了，大力，运气不好，走吧。他在撒谎吗？说实话。我骗你们的，你们进去吧。大力，还是你厉害啊！你怎么知道他在骗人？感觉。吹牛！三校大人，除了几个监工，今日都是自己人。突来巡视，添麻烦了。哪里，少主来此是矿山的荣幸。你做的不错。是，小的告退了。少主如此尽责，实在让老身欣慰。如若不然，周家岂能安稳？只是这样下去，少主的女儿身迟早会被人知晓，到时怕是会有不少宗门会上门联姻。走一步看一步吧。最近情况如何？丹药起效了吗？难，供奉的炼丹师都是束手无策。玄天榜赛已经落幕，炼丹大赛不久就会开启。等大批炼丹师进入中都，再传出消息，应该会有办法。是，老身这就去办。难道是他？一丝灵气都没有，凡人。姑娘，男女授受不亲，这样对你名声有损。是我失礼了。世间竟真有如此相像之人。你叫什么？我叫王大力。姑娘，你认识他？他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姑娘，你那朋友叫什么？陈玄风。陈玄风。说不定。大力，你怎么了？姑娘，麻烦你照顾大力。你想怎样？哼，给我往死里打！
姑娘，你走，别管了。哼，蠢货！哼，你又是谁？矿山从不准女人进来。看来我有必要换一个。修士，再让我看到这种事，我说到做到。小的不敢了，小的不敢了。没事了。多谢姑娘啊，不，多谢仙师。你刚才似乎还想说什么？也不知这姑娘说的是真是假，万一是大力的仇人。嘿嘿，我是想说，这个缘分奇妙，说不定仙师不久之后就能见到那位朋友的。他可能已经死了。狗哥，发生什么事了？大力这副呆样，不可能和仙师有关系的，一定是我想太多了。陈修，你还活着吗？狗哥，我真跟那个被通缉的盗贼一样吗？哎呀，那还有假？矿山仙师都看你像。哎，你瞧瞧，还真有点像。嘿嘿，弄好了，自己看看。狗哥，你这画的有些一言难尽啊。没事儿，管用就行。等你出去啊，别人肯定不认识。约饭。大力哥，你这是要出门说媒呢？你这孩子咋说话的？狗哥，要不行啊？大力啊，别怕丢脸，你这样子啊，不会有人认识你的。是吗？可他就算化成灰，我也能记住呀。快去你娘那儿！嘿嘿，监工大哥，你这是？哼，你说呢？今天可没人能保得住他。你想怎么样？算你识相，我可花了不少代价才请来这些人，你一定要给我。怎么？真啰嗦。我是干什么的？不用解释了吧？你是山贼？确实有点意见。哟，醒了？你们这群畜生，杀我男人，夺我贞洁！我娘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的！我需要安静，安静。哦，娘，这是你？为什么这么做？外面那孩子还在我手上。王八蛋！耐心不多，只会再问一遍。这是你？陈玄风，陈玄风，又是他！他到底是谁呀？有本事你去找他呀！不管怎样，求你放过孩子。弟兄们，这小子醒了！你们这些混蛋，
他还骂我们。你要是从我的胯下钻过去，我就放你走，怎么样？好，浑身上下就属嘴最硬，放他下来。狗哥，嫂子，你们放心，就算是死，我也会拉个狗东西为你们陪葬。你个孬种，敢偷袭你爹，给我往死里打！人啊！看起来你需要帮助。你是谁？我是你是我？对，我是你。想对付他们吗？想，当然想。他们害死狗哥，玷污了王嫂，恨不得将他们挫骨扬灰。那你还记得梦里？原来陈玄风就是我。这么大个人，你们都找不到，就算是老猪也能闻着味儿吧？你是在找我？嘿，你小子算你识相，老子正在气头上呢。看在你主动出来的份上，现在跪下给老子舔鞋，老子就饶你一命，怎么样？不怎么样。我来只想问你，那孩子，你说什么？回答我的问题。你们出不了这门。你刚才听见了吗？这是我今年听见最好笑的笑话。第一个，你做了什么？我给跪下。第二个，你不是人，你不是人。我说过，你们走不了。现在肯说了吗？我说了，你就会放过我吗？看来你还不清楚谁在掌握局势。我说，往南走有个山头，就在我们山寨，小的可以。什么人闯我山寨？报上名来！站住！你再往前就死！仙师，考虑的怎么样了？若真是那人，至少给你500万灵石。仙师大气啊！啊！这是谁干的？灵气波动，你得罪了修士？不可能，进去看看。的确是修士所为，可此人怎会对凡人下手呢？是以前的仇家，在下也不知。哦，运了灵气波动，我想马上就能知道了。回来了。啊，是你。仙师，他就是那陈玄风。道友，对凡人下手可是坏了规矩的。
一个助纣为虐的金丹，也配教我规矩？元婴修士，前辈，高抬贵手！别杀我！别杀我！噬魂术，这是玄武圣岛的秘法。这画像上的人就来过我们矿山，我亲眼所见。事成之后，我要500万灵石。好。前辈，别对我用噬魂术，我什么都说。为什么找我？玄武圣岛通告，前辈勾结界外邪神，抢夺圣物。您的画像已被传到各大陆的势力里。我不杀你。多谢前辈。但你见过我这件事，必须忘记。你们执事在哪？少主，这几日照顾县家，还望勿怪。本来就突然来此，执事没怨气就好。既然巡查结束，也就不必多留了。那我送送少主。执事，还请留步。你是何人？竟敢擅闯此地？现在认识了吗？你是陈玄风？你想拿下？是又如何？三小婆婆，你还不配。元婴期，这才不过1月，陈兄竟然……道友，还请高抬贵手，我以天道起誓，不会泄露道友行踪。想不到1月之内，他的修为竟然能达到如此境地。不过，这倒更让人怀疑他是否真夺了圣物。我相信陈兄，他那要强的性子，绝对不会做出此等事。我从未与阁下有所仇怨，不知阁下为何找我？我来讨个公道。少主，救我！道友，不知他如何得罪了你？今日之前，我修为尽失，忘却一切，不过是个农民，可还是被这家伙惦记上。为拿下我，他甚至拉拢山贼，害死狗狗。你说，我该不该讨这个公道？不可能，这家伙怎么会知道？少主，属下是为了家主啊！只要抓住他，献给玄天女帝，玄武圣岛定然会请人救治家主的。竟是为了父亲吗？少主，执事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可让人寒心呐。少主，只要抓住他，家主就有救了呀！执事说的没错，用玄武阶叛逃之人换家主之命，绝对值得。这就开始妄想。刚才那一下，是没让你尝到苦头。你什么你？给我跪下！好一副忠心耿耿的样子，戏台都没搭，便能唱得这么好。就是不知你那少主，知晓你在矿山干着逼良为娼的买卖后，还会不会信你？言乱语，身正不怕影子斜。你一个叛逃之人，还想往我身上泼脏水啊？是吗？你不会忘记是谁帮你抓了那些女子吧？你要干什么？放开我！滚，放开我！噬魂术，居然是玄武圣岛的秘法，一定是他拿圣物是偷学的。你还真是喜欢给人乱扣帽子。道友且慢，先留他一条狗命，待会再清算。
力哥，大力，先别动。大力，那些山贼已经被我解决了，我带你们出去。二哥，娘，大力哥，这里还有许多别的姐姐。好。这是？你说呢？我被山贼凌辱，抓到这里，而他将我们关起来，找人卖掉。哼，随便找个人冒充失足女子，便想污蔑我周家执事，可笑至极。事到如今还这么偏袒，打狗也得看主人吧。三笑婆婆，够了。少主，老身方才已经使用万里传音，他走不了了。好得很。大力哥，你能教我仙术吗？爹不在了，我是家里唯一的男人，我一定要保护好我娘。好，记住，好好修炼。嗯。喂，你到底还要这样禁锢我多久啊？再多嘴，我就把你拿去喂鱼。这么凶，一点也不像我认识的陈兄。哎呀，你就不能先放开我吗？我什么都没说。你给我吃了什么？我调制的毒丹，你现在已经没有能力了。三小婆婆确实得罪了你，可你不能拿我撒气啊！拿你撒气？如果我被追杀，你就是我最好的人质。所以，最好别乱走。这附近毒虫走兽不少，丢了性命我可不管，明白吗？你。梦离劫杀我时，是你救了我。喵儿，主人还不算笨嘛。可他能找到你，恐怕也是因为你吧。喵，主人还挺聪明啊！主人能听着我说话，你不是要找本喵算账吧？你把我害得这么惨，剑哥也下落不明，不得给我个交代吗？混蛋主人，本喵可是帮你继承了凌云剑啊！只有继承凌云剑，你才算是下一代玄帝。那父帝为何不亲口告诉我？喵，那家伙连本喵面都没见着，根本没有继承凌云剑，只能算继承了帝位。这么说，梦离费尽心思杀我，是为了得到凌云剑？主人放心，那女人只能找到这一次，血气的追增已经失效了。哦，这么说，你还知道些什么了？主人，你要做什么？憋了秘密不吐，容易产生内伤，所以我打算给你做个火疗，疏通疏通。喵！没这个必要，本喵说就是了。乖。上回送来的战弩所剩不多了，你们二人需尽快将下一批送来。谨遵主人吩咐。梦离，我听闻玄帝李文臣正出乡。主人放心，梦离一定将他抓住。那我等你的消息。哼，玄武界第一天骄都栽在你手里，你这般狠绝之人，竟拿不下一个小小的元婴。你监视我？我只是怕你对主人有所隐瞒，所以才稍微安排了点眼线。哼，
原来在三长老眼里，比起抓到玄帝传承之人，监视本尊才更重要，是吗？我又怎知你亲自出马，竟能让对方逃脱呀？哼！而后大费周章通缉此人，却丝毫无用。你不觉得你这女帝当得很失败吗？三长老的意思，你来做这个位子，会比本尊要强吗？苏氏武林有句名言：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便少不了纷争。这争的无非就是名和利。梦离呀梦离，你就没想过那些修真宗族为何不敢服你吗？你太嫩了。主人之前解开封印所得都是身外之物，凌云界的真正传承其实是各代玄帝留在此处的道运。道运，剑哥提过，玄天学院的2件仙物也有道运，那这些道运是为何用？道运对于修士而言，就好比可以随意掌控的天地大势，其价值不亚于一件仙物。这么说，每代玄帝都掌握了道运？没错。主人若能领悟道运，自然就能接受各代玄帝的道运传承。事不宜迟，只能碰碰运气了。玄天阴阳诀，运转。不过，主人你现在境界不够，想要得到这些道运，这是至高元婴。主人就修炼了太虚神殿的功法，比起前面几代玄帝，这家伙也太变态了点吧。一气化三清，这便是道运。这感觉仿佛与天地融为一体，天地灵气接替我浩浩。短短半炷下，却仿佛已经过去了数十载。这道运果真玄妙无比。灵界空间灵气浓郁，且时间流速与外界不同，加上至高元婴，此番种种，才让主人会有这般感受。你既然连至高元婴都能认出，可知此剑为何用不了？主人进入元婴后，灵界空间便能养育神魂，此剑诞生灵智，也因此陷入凝魂状态。可法宝凝魂，不是只有飞升上界才能做到吗？是啊，那么冲这柄剑，已然超脱此番天地了。算了，主人不必多虑，再过不久，此剑就能凝魂成功。到那时，主人询问便知啦。我等收到传音，前来相助。多谢。少主被那叛徒所擒，好在有周家灵印之眼，就在那方向数百里外。放心，他逃不了。陈玄风，你还是放了我吧。你身边的老太婆可没那么简单。我可以保全你的，只要你……叛徒，出来受擒！小子，少主呢？哦，这么快就追过来了，只是来救他的吗？哼哼，自然还得擒住你这叛逃之人，束手就擒，我还可以饶你。化神修士，你可以试试。猖狂！哼，叛徒，受死吧！
元婴大圆满。不过一日，修为竟猛长至此，这小子果然盗取了圣物。还以为是什么难对付的家伙，原来是个元婴啊！待将你拿下，少导定能助我飞升上界。这就是道运，结合天眼，整片空间的时间流速仿佛凝固了一般。哼，小子，受死吧！元婴修为一击击败化神，这怎么可能？难不成是圣物的威力？轮到啊！三笑婆婆，别乱走，好好听着。陈玄凤，还有不少人正赶过来。你若现在不逃，接下来就只能交代在这儿了。我与你从无仇怨，可你却不惜舍弃你那少主的安危，也要处处针对我。我真的很好奇，你究竟是为了什么？老身当然是为了宗族。就这？都是千年的狐狸，就别自欺欺人了。哼，小子，你如今身怀圣物，即使是隐世老怪，恐怕也会对你垂涎3尺。你真相信我身上有圣物？如若不然，你个弹丸小国出身之人，没有修炼资源，能有这般修行速度？修行速度？修为提升过快，竟无意间造就了是有圣物的假象。而刚刚只用一击便镇压了那化神修士，更加让老太婆心中确信我是靠圣物取胜。好一招怀璧其罪，梦离！怎么，无话可说了？为了圣物，连你少主是死是活也不重要吗？老身这些年对少主照顾的无微不至，不过只是看父敬子罢了。啊，而今家主身中异毒，多少炼丹圣手都束手无策，只怕已是回天乏力。如此，老身当然要谋划后。好一个谋划，说得不错，这么做也无可厚非。只是，你为何不自立门户呢？哼，少主心思单纯，这么好的傀儡不用，岂不可惜？你还挺不客气，看来你在他眼中，只是方便操控的傀儡而已。三笑婆婆，少主，你刚才的字字诛心，他全都听见了。你竟然用了圣岛秘术！你既然说我身怀圣物，那这圣岛秘术用在你身上，不正常吗？你，对不起啊。别来这套。你要做什么？沈玄风，你别乱来啊！梦离对凌云界如此执着，恐怕不只是因为地位这么简单。剑哥下落不明，如果在他手中，恐怕会逼问我的一切。看来得快些继承凌云界中的道义，提升到化神期。总算追上你了。解毒丹已给你服下，何必再来纠缠？啊！换我宁风即可。宁兄，我追来其实是有一事相求。如果是为了你的父亲，
还是另谋高就吧。宁兄，你是我现在唯一可以信任的人了，你就帮帮我吧，我求求你了，宁兄，只要你陪我走一遭，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你凭什么认为我能救你父亲？我路上偶遇了一个道士，他给我算了一卦，说找到这个人就可以救父亲。阴阳道中，耳听东言，黑白相承，重影云间。这说的是我。这天底下怎会有这么巧的事情？莫不是那道士是故意用这种方式寻找我？连我自己都小心谨慎，又有谁会承认叫这个名字呢？那是陈兄的马车，就怕眼线多才用这种方式赶路，不会被看穿吧？还好，再有2天路程就到传送阵所在的紫城了。本喵的坐垫，你终于回来了！这家伙抽了什么风？你就这样称呼你主人？呀，哼！本猫还想告诉主人某件重要的事情呢。哦，什么事？和主人你这副态度，哼！你想做多久都行。喵，小小主人还不是要顺着本喵？这家伙，可以说了吧？主人，你的道运传承可以开始了。这是请允许本喵郑重向主人介绍，这就是历代玄帝留下道运的圣坛——玄武圣地。你终于来了。第10代的玄帝，连续赶路2天，马也吃不消，你再去城中迁徙来。好说。姑娘能否先把这2日的工钱结一下？是呀，姑娘，这倒也是了。我们哥俩也想去热闹热闹。您看，记住早些回来。多谢姑娘。大哥，今晚可以好好潇洒了。姑娘放心，马匹的事情我会处理好的。大哥，走吧。来了。
么刀运传承，差点累死在里边，熏死我了！什么熏死了？哎，好浓郁的药香，怎么还有股焦味儿？可不是嘛，都炸炉了好几次了。你这像是炼药炸炉了？有这么明显吗？路上无聊，研究了下炼丹术。是到地方了吗？还有些距离。这2日一路走来，全是排查你的岗哨，并且都有金丹坐镇。看来那老太婆把我现身的消息，你传得人尽皆知了。我从未料到，她竟是这般满眼算计之人。长痛不如短痛，眼下最重要的还是救你父亲。长祖，我们都来此2日了，那周家的消息只怕不实啊！急什么？若他真这么容易被迫现身，本座也不必亲自来了。可长宗啊，您等人挑哪儿不好？为啥偏偏选这个地儿呢？不该问的别问。就是这儿了。嘿，怎么样，大哥？今天开心了吧？开心。木姑娘，咱就不能挑个正经地儿吗？对方已经在这等了。哪有来柳墨之地谈事的？你有意见？卫青，前不久被他暴打的玄天榜赛前10，你都忘了吗？在他面前摆谱，你怎么敢的呀？我没意见。那就好。这环境私密。你这话说的也对。等的人到了。哎呀，功夫不负有心人，天生我材必有用。哼，老弟，干了3年的车夫，咱们总算是遇到一次贵客了。大哥，咱们也算熬出头了。臭死了！大哥。他嫌弃我们，嫌弃才对，说明咱们还没醉。这就找到床了，真快呀！是他？是我的错觉吗？统领，您怎么了？这2日传送阵一定要加强戒备。统领放心，我们此次用正心镜看守，那家伙逃不了。正心镜能识破一切伪装的仙物，看来子晴知道我能改头换面后，特意准备这东西，就是为了防止我用异形丹。这种情况下，想要混进传送阵肯定是不行了。若想离开，除非灯下黑。
什么？你要搅局？不错。黑风窟如今在西南大陆已是居首，怎么还跟女帝对着干呢？本座跟陈玄风有一个交易，交易尚未完成，本座岂能失信？况且，本座最恨的就是当今女帝，她与本座的仇怨，不是那么简单便能了结的。我听你的，怎么做？反者，道之路。圣物的诱惑，已经让不少人觊觎上。如今这潭水表面是风平浪静，底下实则暗涛汹涌。一旦我现身，就如同一块巨石砸进去，掀起滔天巨浪。那为何我不让这浪把所有人都裹挟进去呢？既然你们不愿意冒头，那我们直接将他们引出来。陈玄风真的出现了，是出现了，只是什么？统领，出现了4个陈玄风啊！你说什么？他又来了俩，抓起来！你们干什么？干什么？仙师们，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嘛！你刚才给他们喂的丹药，竟能按照你的样子变化。路上琢磨的炼丹术，起了点效果罢了。连父亲给我的异形丹都没有这种效果。陈兄的炼丹术恐怕已经比肩那些炼丹宗师了。我们现在做什么？浑水摸鱼。统领，你看，哎，臭小子，居然还有同伙！他太熟悉我的功法，你来。好。快，把招心镜拿来。假的，凡人。他是木。此人实力不俗，倘若其他3个人也如他一般，发女帝令，把在此地的修士都给我招来。是，你们都靠过来，助我施法。好机会！阻止他们！哼，别小看人。若真没点准备，怎么敢凭这点人手守株待兔啊？干得好！这点本事也敢出来搅局？哼，这点本事足够了。哼，是吗？那这样呢？哼，为对付我，这准备还真是隆重。这是女帝令，律令既出，莫敢不从，定是叛徒陈玄风现身了。一道穿云箭，昭告诸军前相见。七位，都出来吧。说的不错，想必静候多时，都在等这一刻吧。若是去晚了，怕是什么都捞不着了。哼，老毒物，你还没死！
哈哈哈哈哈哈！许久不见，诸位又老了许多呀。哼，我可不老。哈哈哈哈哈！是在下失言。哎，老毒物，看来你的狗鼻子也有闻错的时候，害得老子都出糗了。想不到云梦三绝的楚道友也来凑热闹。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也想看看乔无忌会不会来关照他这个丹堂弟子。切，要我说，楚道友，我也不差吧？你何必对那个花心萝卜死缠烂打呢？行了，别废话了，律令已出。这可是正大光明出手的机会，各位不会忘记那陈玄风身上有什么吧？这是打算抢夺小子，这下你在劫难逃了。尊上，朱颖动用了女帝令，尊上是否动身亲自前往？不必。尊上难道要放过他？有人比我更想要这份功劳。趁阵法还未闭合，快走！哼，走？我走得了吗？老毒物竟然也来了吗？你的味道很熟悉，很像老夫认识的一位小辈。啊？毒皇前辈不妨直言，我也想听听这搅局之人是谁。老了，不中用了，味道虽有印象，可却记不太清了。想不到老毒物竟然把我忘了。不过，摘掉人皮面具就能知道了。哈哈哈，有意思。不好，老毒物，拿下一个元婴都这么慢，你不会真不行了吧？竟是个女修，是她。黑岩，你竟敢跟女帝作对！又是个女修。女帝，她打断我的腿，如今又给我一副拐杖，还想让我感恩戴德，她是有多大的脸面？放肆！敢对女帝不敬，我看你是活腻了。只要表现对女帝足够拥护，我一定有机会飞升。我都要看看到底是谁活腻了。柳玉，是那个能吞噬五感的结界。他明明才是元婴，怎么可能展开领域呢？不只是他，这个女剑修似乎也不简单。又一个领域。这怎么可能？不！可怕的天赋！化神修士就这点实力？这怎么可能？他明明是个元婴啊！为什么这些化神修士如此无能？你们没渡过心魔劫，而他们领悟了天地大势，可以展开领域，你二人自然不是对手。啊，他居然变得这么强，难道一开始他就没把我当过对手吗？这样直接暴露，
会不会太冒险了？放心，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可以撤。快点，我快坚持不住了！他们要逃，快拦住他们！拦不住的。我还是真有些好奇，这陈玄风到底是何方神圣，竟然让2个这么厉害的女修为他赴险。是吗？那我抓住他们之后，替你问问，如何啊？想不到连他都来了。圣岛三长老，好强啊！跪下！这下子他们有苦头吃了。圣岛长老亲至，任天父何其妖孽，都毫无胜算。糟糕，3长老的实力不是刚才那些家伙可比的。我还只在师父面前感受到过这种压力。为了陈玄风，连圣岛3长老都亲自出马，还不是某人手下实力不济吗？多谢3长老相助，还望3长老看在女帝的面上，将他们交于在下。哼，朱统领，你觉得我亲自前来是为了什么呀？哼，你不会以为凭这个就能抓住那陈玄风吧？3长老，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哼，手下里混进了老鼠都不知道。朱统领，你还年轻呢。老鼠在猫面前，该现形还是得现形。他这是要……不好！他是什么时候混进来的？抓住他！好机会！滚开！好厉害的意志啊！你真的在这儿？陈玄风，下回玩失踪能不能先跟我们通个气？有个东西叫传音符，知道吗？他和本座交易还未达成，可没那么容易死。玄风道友，长座可是为你跟女帝撕破脸了。诸位，有心了。仔细一看，这小家伙还挺俊俏。轻而易举破了我的压制，绝对不是一个元婴能做到的，肯定是圣物。没错，一定是。陈玄风，你可知罪？敢问3长老，我有何罪？哼，胆大包天，盗走贵为玄武圣物的玄帝之物，这等卑劣行径，罪不可赦。此乃其罪一。女帝宽宏大量，为祸及你的家人，以示仁至义尽，而你却不思悔改，竟还携圣物逃脱，简直丧心病狂。此为其罪二。如今已然毫无退路，你竟还妄想困兽之斗，联合这些乌合之众逃离，妄图将圣物据为己有，简直冥顽不灵，罪上加罪。此为其罪三。3长老所言，说好听点，不过是些片面之词；说难听点，就是毫无根据的胡言乱语罢了。就是想对玄风道友扣帽子，就直说呗。的确，这般信口开河，
倒像条老狗盈盈狂吠。哼，巧舌如簧，别妄想你们这般东拉西扯就能改变事实。若无考究，我断不会这般笃定。哼，陈玄风，你的四弟还认得吧？竟然把他带来了，自是认得，可这又能代表什么？各位，你们如今有这般修为，想必都是经过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修炼。可你们知道陈玄风用了多少年吗？陈玄风，不爱，让他说吧。哼，陈鼎，你来说说吧。陈玄风，你从小就是一个废物，直到18岁才觉醒灵根，更别提还是一个没有记载的废灵根。如今距离你觉醒灵根不到1年，若你没有偷到圣物，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提升至元婴？本殿下都是因为你才会过得这么卑微。这家伙真正的修炼时间还不到1年，这样为圣物，母猪都能爬上树。难道真是他偷了圣物？陈玄风，你还有何话说？我当然有话说。三罪俱存，历历在目，罪证确凿，无可辩驳。你竟还不认罪？是，就凭这圣物耀武扬威，联合这些家伙搞事儿，这第3罪就躲不掉。哼，我说怎么会被他轻易击退？原来是靠着圣物。若是没有圣物，恐怕他只是一个废物罢了。难道他真是靠着圣物？既然我是小国出身，又怎会知道玄武圣理？各位，你们难道就不觉得奇怪吗？陈玄风，你没资格说。如今整个云国都被你连累，你还要执迷不悟吗？我没有想过连累任何人，这一切都是被迫的。哼，被迫？别再自欺欺人了。如今宁妃已被打入大狱，3日之后就会问斩。既然你不认罪，那就让他来替你认吧。你说什么？话我已经送到，宁妃是生是死，就看你了。哼哼，你也听到了。你若交出圣物，束手就擒，我可以对你母亲网开一面；否则，你知道后果。无耻！用一个凡人来威胁，圣导的脸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厚。能用脑子解决的事情，何必动手啊？陈玄风，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原本想晚些再摊牌，看来不得不提前了。3长老，不知道你还认不认得此物？此剑剑柄黑龙盘踞，剑身气如墨玉，莫非是？莫非是龙吟剑？的确是龙吟剑，此剑居然就是传闻中的龙吟剑，难怪有那般威能。奇怪，传闻龙吟剑不是早就断为2截了吗？他怎么会拥有龙吟剑的？小子，这剑哪里来的？此剑乃我随身之物，这绝无可能。玄武界只有1人有过这柄剑，那便是当年的白帝之子，第1天骄陈玄风。没错，小子，我劝你还是老实交代吧。这柄剑不是你能随意染指的。拿过去的我来压现在的我，这些家伙还真是一群人才。此剑是我亲手修复的，莫非诸位还想让我交出去？啊！亲手修复？他居然说能修复龙吟剑！哼，修复龙吟剑，简直是天方夜谭。当年
白帝之子遇袭，弓箭化为两截，不知有多少炼气宗师出手，乘势修复，都是铩羽而归了。难道你一个叛逃之人，能有那些炼气宗师的本事？难道三长老就未曾想过，为什么那些炼气宗师无法修复吗？哼，不过是剑随主王，还能有什么原因？难道他是？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他明明死在了梦离的手上。三长老，我想你现在已经知道了，对吗？你还活着？我当然活着。你想要什么？拿回本该属于我的东西。哼，痴人说梦。就算活着又怎样？一个小小原因，心中不是弹指之间。这么快就沉不住气了？不堪一击。道韵，你竟然领悟了道韵。道韵，那可是无数修士梦寐以求的东西，就连本座都没能走到那一步。啊！我一定是在做梦。元婴期领悟道韵，这陈玄风的天赋，比当年的白帝之子都要妖孽啊！难不成他是白帝之子转世？哼，这怎么可能啊！转世重修，只可能是上界之人。白帝之子身死前还未飞升上界，我真是老糊涂了。小子，你想做什么？做什么？很快你就能知道了。三长老，别挣扎了，你的灵力已被锁住，用不了的。方才三长老认出我了，还敢动手，想必已经臣服梦离了吧？哼，他还不够资格。哦，那用云国来要挟我，是你的主意了？哼，那又如何？这青岩鼎内存在着真言之火。你想做什么？真言之火会对说谎的人灼烧灵魂，所以三长老准备好接下来的噩梦。哼，陈玄风，别把我当傻子。真言之火可是天级品阶灵火，凭你也配拥有？就算拥有，也需要仙物器皿才能触发。就算是，哦，就算是什么？哼，我可没空陪你闲聊。是吗？那你是准备好说真话了？哎呀，身体为何如此寒冷啊？这脑袋却有炙热的烧灼感。我问你，明明已经知道我是谁，为何还要抓我？哼哼，一个叛逃！这现在信了吗？这不可能！你哪来的真言之火？你不需要知道，就算你不说实话，真言之火也会逐渐灼烧你的灵魂，到时我可以轻而易举对你进行搜魂。你敢？好啊，你可以试试。我再问，为什么要抓我？哼，抓你不需要理由。还不说吗？陈玄风，就算是死，也别想从我这儿得到一丝消息。自尽？你也太小瞧我了。你是怎么做到的？我明明已经自断经脉了。你没必要知道，既然不肯说，那我就自己来找。住手！
这里是哪？无法感知真元，我这是神魂状态。莫非这是三长老的意识内境？为何会这样？之前搜魂可从未被吸入对方意识内境。这不是三长老吗？小贝，你是谁呀？他不认识我，我叫陈玄风，你又是谁？哈哈，吾乃玄武圣岛三长老，掌圣岛司法，陈玄风。这说话的感觉，为何与方才的三长老完全不一样？难道说……吾从未听说过你，可是圣岛新招收的弟子啊。既不是圣岛弟子，为何擅闯吾的居所？三长老可知今夕是何年？小贝，吾的问题你还未回答呢。你先回答我的问题。荒唐，简直是不知礼数。唉，罢了，与小贝计较有失武德。现在是玄帝9700年。玄帝9700年，那时我还未出生。敢问三长老，可知是何人为玄武界主？自然是当今玄帝陈白衣。果然，这才是真正的三长老。小贝，你问完了没有？三长老可知我是谁？你不就是叫陈玄风吗？三长老，其实你被困在意识内境中整整300年了。小贝，你若有心呢，不应说出此等荒唐言论。三长老在此地这么久，难道就不好奇那是什么吗？是什么？两个三长老。是什么？这是心魔之气。不好，这些魔气在侵蚀三长老的意识，以我神念引诸魔之剑。看来这些石柱应该就是三长老的记忆，那这道灵纹想必应该是用作封存记忆所，而这应该就是三长老的心魔。心魔之气，赤伴仇恨，黑伴因果。这是有人利用三长老的因果，让三长老心魔入侵，篡改了他的意识，而为掩人耳目，将三长老的其余记忆封印。如此一来，就拥有了个忠心听话又有意识的傀儡。我倒要看看，做这种事到底是谁。剑哥，剑哥，那人到底是？想不到我精心设置的封印会被一个毛头小子破掉。看来他不是剑哥。你是玄帝的继承者？你是何人？等你参加诸国之战，我气人，自然就能知道我是谁。诸国之战，气运。
三长老，服下这个吧。小贝，若非有你，不知我还要被心魔占据身体多少时日啊！三长老可知是何人将你变成这般？唉，太久了。看来那人抹去了三长老记忆。小贝，我还是想确认一下，你真是陈白衣之子？三长老，这是父亲给我的成人礼。不错，是玄帝之物。颜长青拜见玄帝。啊，三长老，你这是干什么？你父弟是我看着长大的，他虽有天赋，可并没有继承凌云界。玄帝之名呢，也只是有名无实啊。哈哈，好在他有个好儿子。三长老，我有一事可否相告？知无不言。那道士似乎走了，你刚才说他给你算过一卦？路上偶然遇到的。轻而易举破开法阵，一瞬间对这么多人施加定身咒，简直是怪物。总感觉那道士的灵力有些熟悉。你也是吗？那道士应该出自玄天学院的烈阳堂。出自我们学院？他的灵力炽热浑厚，似火山喷发一般，隐隐间能感受到丝丝龙吟之音，与烈阳堂那份无人参透的功法灵力极为相似。炙热浑厚似火山，龙吟，焚天诀。为什么你对我们学院这么了解啊？在玄武界，谁年少时不想进玄天学院呢？你这天赋也不差，为啥没进呢？不该问的别问。好吧。卫青道友，这世道，有些人生来就能坐拥一切，有些人生来为了一张饼就得头破血流。对于生来就在修真宗族的你而言，进玄天学院不过是唾手可得罢了。可长做，黑瞳，你话多了。属下多言了。看不出来，你以前挺惨哈。三长老是我们的人了。真的？他们怎么都不动了？帮我算卦的道士突然到这儿，把他们都定住了。如此大范围的定身咒，还能精准施法，此人恐怕已经达到化神大圆满的修为了。化神大圆满，这种修为竟还未飞升上界。不过此人所为倒是对我有益，但他为何让周灵儿找我？既然事已了结，本座便不多留了。慢着！啊，血灵鹰！真想不到我能见到此种魔物。这是给你的。玄帝竟将此物轻描淡写的送与他人。血魔双灵鹰，看来此人与玄帝关系非浅呐。这是何意？本座与你之间的交易不是还未完成吗？计划赶不上变化，有了它，你可以更快进入化神，一统西南。到时助我培植事务也会更快。本座会在西南等你。接下来你打算去哪？回学院吗？我打算去中都。中都？巧了，我们也要去。你们？还不是曹子庚那家伙，居然是夏圣朝皇子，说是要参加什么诸国之战，已经提前回中都了。婉儿也一起同行去了中都。五妹去中都干什么？婉儿想参加炼丹大赛。别担心，
曹子庚那家伙陪他一起去的，把他当祖宗一样供着呢。不过你去中都干什么？是我求陈玄风为我父亲解毒。既如此，我们一起。事不宜迟，走吧。玄弟，我会在云国等你。好，一言为定。我去，我身上怎么这么多鸟粪啊？咦，臭死人了，离远点儿。想不到啊，那位竟然会出手。你知道那道士？继白帝之子后，他是第二个能冠绝玄武的天骄。我当年有幸在圣道大会上见过他的影子。实力那么强，难道没进玄武圣岛吗？他进过，只是后来又叛逃了出来。叛逃？这感觉怎么和那陈玄风一样是吧？都是天赋异禀，都是叛逃的罪名。莫非这其中有什么秘密？得快点告诉女帝莫千寻那个家伙现身的消息。主人，三长老既然已脱离您的掌控，不知接下来您如何打算？无碍，这事儿你看着办就行了。那陈玄风还要抓吗？他已得玄帝认可，悟了道运，凌云界就算夺了也是无用，再抓也是浪费精力。难道就这样放过他？放心，历代凌云界持有者，如若不参加诸国之战争夺气运，就算进入化神，也只能任人宰割。但若他参加，那就不得不面对我。原来主人早就算好了。我掌控此番天地2000年，自然懂些谋略。你那点小心思，我也都看在眼里，只是懒得计较罢了。主人恕罪。三长老针对你，也怪我当初刻意释放他心魔所致。你有脾气，我能体谅。起来吧。谢主人。对了，上次你说抓了个生前至少是合体期的神魂，我看看。找老子有啥子事？老家伙，本尊的主上想见你。那就看仔细点哈。阁下认出了我所受梦离的法术，能认出这等古老法术的人，想必也是与我同时期的修士。不知阁下名号？哼，啥子名号？小娘子，老子看你硬是喝酒了哈！啊，连自己从哪儿来了都搞忘记了嗦。敢对主子不敬！信不信本尊灭了你的神魂？老子在跟他吹靶子的事，哪有你娃儿插嘴的份儿？你说什么？梦离，退下！主人，有些话我不想听第二遍。是。你这嗓子过了上万年还是没变。你倒是出息了。啥子嘛？老子消失了那么多年，你觉得你个人可以做主了吗？啊！不为自己做主，岂能还安在？又岂能知你还残留一道神魂苟全于世？哼，那个说起来，还是老子的错嗦。当然是你的错。老子啥子身份？你有啥子资格那么跟我讲话？哼，还当你是那个万人敬仰、震烁灵界的无极剑主吗？你为追求剑道，与地狱神尊深入虚空，对天心剑功不闻不问，你算什么剑主？
难怪他们一群小小之辈敢直接出手灭宗。你说啥子？哪个混球敢对老子的天心剑功动手？怎么不敢？你这甩手掌柜当得自在，又怎么知道剑功被多少人觊觎？等你深远之事传回人族，天心剑功已经乱成了一锅粥。若非幽冥使与我相识，剑功数万弟子早就被屠杀殆尽了。唉，连幽冥使都惊动了，莫不是剑功已经覆灭了？多说无益，以后你自会知晓。天心剑功，唉，没想到主人竟与这老家伙有渊源。好在二者关系并非要穆千寻，躲躲藏藏多年，终于现身。子晴，你去监视三长老，记住，别打草惊蛇。是，尊上。尊上，那陈玄风已领悟道运，若他突破至化神，本尊天赋不比他差。唉，来中都4、5天了，你就没点闲逛的心思吗？本公主来中都只为参加炼丹大赛，其他事与我无关。啊，那陈玄风的事儿也与你无关？哥，你有三哥的消息了？啊，行了，我方才收到卫青的传音，他们到中都了。你要是骗本公主，本公主就……我才懒得骗你。婉儿，姐姐，看不出来这两人感情这么好啊。不用了。你不是说陈玄风跟你们一起吗？对啊，他去了周武商会。那不是周凡他们家吗？哼，小子，你竟敢送上门来！三笑婆婆，退下。少主，老身绝不可能放任你带一个叛逃之人进入周家。你为仆，我为主，你最好认清自己的位置。哼，老身很清楚自己的位置，就怕少主你不清楚自己的身份。周三笑，我不是谁都可以操控的傀儡。周武商会，周三笑，少主。啊，周三笑可是周家的管事啊，竟然称这小子少主啊，那这小子岂不是云梦大陆周武商会会长周仙甲之子？你说我是该叫你周灵儿，还是该叫周凡？这小子什么时候？你们都给我下去！你怎么知道？这东西可是你给我的。小子，这件事你若敢泄露出去，周家绝不会放过你。父亲不在，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周家现在我说了算。都怪这个该死的小子，坏了老身的好事。我来这里可不是看你们的家事啊，让你看笑话了。我觉得挺好，用小的代价看清身边的人，总比以后一无所有要来的痛快。你说是吗？谢谢你啊，陈兄。带我去看看你父亲。好。哼，原来少主带此人回来是要为家主去毒啊。家主的毒，中都10几位炼丹宗师都没有办法，这小子又能做什么？我做事轮不到你指指点点。他陈玄风一个出身卑贱之人，
能有如今这点修为，全靠圣物。去毒救人，那可是要真本事的，他哪有那个能耐？老身打心眼里就瞧不起他这种人。周三笑，我是不是对你太客气了？老身不过是实话实说罢了。别跟畜生浪费表情，跟他纠缠是自降身价。走吧。你说什么？一条疯狗，平日里装的人模人样，伪善的面具一旦被戳穿，便如现在这般气急败坏，开始胡乱撕咬。小子，你找死！这可是你自己实体人鹰。这是最后一次，没有下次了。看来这周家还有不少秘密。周会长的毒已经越来越严重，这样下去恐怕撑不过3天了。哎呀，秦大师啊，您在中都素有名望，能否帮帮周武商会啊？中都的炼丹宗师你也知道，大部分都是爱惜羽翼之人。周会长的毒已经让10几位炼丹宗师束手无策了，如今谁还敢来碰这个硬钉子？难道真就没办法了吗？让我试试。臭小子，你别开玩笑啊！哎呀，二叔，你就相信我吧，我都带人回来了。你说他呀，这人怎么有点眼熟呢？你是陈玄风啊？是。你把这叛逃之人带回来干什么？想让女帝把咱们周武商会给端掉吗？二叔，你别激动，陈兄是我带回来给父亲驱毒的。驱毒？就他？哼！找一个叛逃之人为周会长驱毒，周凡少主是故意在羞辱我们炼丹师吗？我们尽心尽力了1个月，1个月都没能驱毒，看来你们真的是对此毒束手无策。叛逃之人有什么资格议论？你父亲中的毒无解，也不可去，想必再过3天就会生机枯竭。啊！只剩3天。这小子怎么会知道周会长只剩下3天时间？他可是连会长的气息都没探查过。小子，偷听别人讲话是不道德的。原来是耍了滑头。连陈兄也没有办法吗？有办法，只是有些麻烦。小子，说大话谁不会？你刚才还说此毒不可解，亦不可驱呢。确实如此。那你还说有办法？夏虫不可语冰，有些话说了是需要本事的，而我刚好有。这些灵药都很常见，帮我准备7份，明日我便开始帮你父亲驱毒。好，我现在就去准备。哼，那老夫明日就等着看你的好戏了。小子，你看你干的好事！秦大师可是中都炼丹协会的长老，你把他得罪了，连累了我们周武商会不说，还让会长少了一份被救治的希望。1个月都没办法的希望？哎，放心，我是周凡的朋友，他的父亲，我绝对不会让他就这样离去的。
阁下如此着急，是有什么急需的东西吗？那这些灵药都给我最好的，所有的全部准备7份，要快，明日就要。这位道友放心，你留个居所之处，明日奴家亲自送到。周武商会，记住，明日就要，一定要送到。易宝阁一诺千金，绝对做到。好。这么多灵药，还好，只是一些常见的，仓库里还有一些备用。才回中都没多久，就能卖出这么多灵药，运气倒是不错。不知道小峰峰会不会来中都呢？短短几天，主人就能将第7代玄帝的炼丹道运全部炼化，哼，厉害厉害！难不成每代玄帝的道运传承都不一样吗？主人，你还是先好好修炼吧，有些事知道的太早，对你也没好处。你这家伙！准备好了。丹药协会的人上门了，他们还请了中都第1炼丹师施压。这群家伙，毒都没去除，还想着法子找回面子。陈兄，对方可是丹圣，你有把握吗？当然有把握，正好我也想见识见识，这中都第1炼丹师到底有何能耐。来来来，下注了下注了，以小博大，以小博大呀！怎么围了这么多人？昨夜中都丹药协会的秦宗师散出消息，说有人藐视中都炼丹宗师，今日便声称有办法为周会长驱毒，找来了丹圣来为周会长驱毒。这秦宗师还挺较真，怪不得人家，要有人在我面前说商会坏话，我也会恼火的。来来来，下注了下注了啊！以小博大，以小博大呀！哎，道爷，你这怎么个以小博大法呀？零食，极品零食。各位来这儿都是看热闹的，可这看热闹也得有个参与感，不是？眼下就有个机会，1万下品零食下注。陈学夫，难道是同名？只要押对了，我就送1块极品零食。这道士看起来普通，竟能拿出这种稀罕物，怕是一个隐藏修为的修士。1000下品零食换1块中品零食，1000块中品零食换1块上品零食。既然丹圣都出马了，想必周会长的毒一定能驱除。他可是中都第1炼丹师，我押丹圣。说得对，听说那陈玄风做了不少坏事，我不信他有那个本事，8成是坑蒙拐骗，我押丹圣。我去，1块极品零食都够我这金丹用几10年了，我也要押。各位，小注怡情，大注伤身呐。这一旦押注是不能后悔的，还请谨慎选择呀。你废话怎那么多？大伙儿都押了，你不会是输不起吧？就是。只是怕结果出来后你们舍不得呀。能有啥舍不得？道爷你这必输呀！你就等着给我们每人1块极品零食吧。奴家也来试试。看来这姑娘有些缘分。这莫不是个傻子吧？长得一副好皮囊，咋配了个猪脑子？嘴巴不要的话，可以捐给需要的人。
先去送灵药吧。切，待会儿有你有输的。这是阁下的灵药。好，多谢。外面都在传，周会长会被谁给治好？奴家也很好奇，想在这多待会儿。少主可会介意？请坐吧。易宝阁在中都这么多年，难道不知道丹药协会的底蕴吗？就是，你们易宝阁的丹药可都是丹药协会提供的。奴家当然清楚，只是最近丹药协会的丹药又涨了许多，易宝阁怕是很难再继续合作呀。你不要有的是人药，到时候易宝阁就等着关门吧。那就不一定了。小贝，你妄称能为周会长去毒，不知师从何处啊？无门无派，只是有些机缘而已。哈哈哈哈哈！想不到啊，周仙甲的儿子竟然带了个野路子给他去毒，也难怪副会长你会同意我来呀！哈哈哈哈！昨夜小辈不懂事，多有冲撞，还望秦宗师大人有大量。哼，又不是你的错，你赔什么礼？周凡还不向秦宗师赔罪？二叔，你……哎，别打住啊！诸位，老夫从不倚老卖老，但今日之事事关丹药协会和中都炼丹宗师的荣辱。此人是叛逃之人，本就人人得而诛之，但他昨夜却口出狂言，说能为周会长驱除这难以根除的异毒。此毒古怪，老夫好心劝阻，言中都的炼丹宗师未有办法，却遭他辱没，欺我中都炼丹宗师无人。哼，小贝，既然你说你有办法，今日我就在此为大伙做个见证。若能治好了周会长，我便放你离开；但你若没有治好，不仅要跪下赔罪、磕头认错，还会被抓往圣岛。不愧是丹圣啊，就连修为也如此超然。哼，被通缉还明目张胆的来中都，不抓他抓谁？小贝，现在认错，把你说的大话收去。磕头认个错，还有机会翻篇儿，不然什么？抓我？道运，还是炼丹师最渴求的草木道运。小子，把草木道运交给我，我饶你不死。就凭你？怎么可能？用丹药堆出来的修为，跟纸老虎无异。我接下来要给周会长去毒，有谁对我不满，之后再算。拳头大是真理，这不是商量，是警告。你究竟想得罪多少人才罢休啊？这就是你带回来的人？二叔，别人都欺负上门了，你还把刀口对自己人，我倒想问问你，到底是吃哪家饭的？你怎么说话的？他怎么讲话，还轮不到你来教。小峰峰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霸道了？真是弄得奴家心痒痒啊！但是大人，你好些了吗？无碍。看来这陈玄风拥有圣物的事，应该是真的了。若他真有圣物，恐怕这中都的势力早就将周武商会包围了。化神在他面前犹如蝼蚁，寻常人妖哪能做到这种程度？他嘛，可是一点也不寻常了。还行。且慢，论斗法我不敌你，可这去毒你绝非我对手。你凭什么这么认为？就凭丹圣大人是中都第一炼丹师，他若不能驱毒，天底下绝无第二个人能为周会长驱毒。那为什么周家请他时，他没来？我在闭关呢。是这样吗？哼，丹圣行踪不定，老夫不清楚。你不清楚，但我还是有些清楚的。周会长中毒1月，周家请了1月，丹圣刚好闭关了1月，而我一来，丹圣就出关了，实在是有些巧了。小子，我看你是不想让丹圣大人为周会长驱毒吧？哦，你确定他能驱毒？除了我，没人能为周会长驱毒。是吗？万一你要是没能驱毒呢？小辈，你什么意思？只是想不通，你为什么一定要驱毒呢？小辈，可还记得你昨日的荒唐之言？你说此毒无解，亦不可驱。老夫今日请丹圣来，就是为了让你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是吗？既然你们如此想要挽回声誉，在下不退，那便太过刻意刁难。陈兄，你怎么？对方如此笃定，就让他试试。放心，我会在旁边的。那便劳烦丹圣出手了。小辈，周会长所中之毒，虽然如今已经侵蚀神智，但无需担心，我炼制的万毒丹可以以毒攻毒，达到压制此毒之效。以毒为引。丹圣大人之所以能成为中都第一炼丹师，就是靠的这一手毒物炼丹。没错，是药三分毒，任何灵药的调用都需要中和这些毒性。可丹圣大人天纵奇才，特立独行，能享受以毒克毒的炼丹术。大毒亦是大补，所以他的炼丹术才能独领风骚。毒邪入内心这么乱，灵药寻真，各归其源。退了，退了，毒退了。不愧是丹圣大人啊！一出手果然就能药到病除。方才斑纹满面的脸，现在竟然如此红润。中都第一炼药师，名不虚传。啊，真的退了？呵呵，我说能去毒，就一定能。哼，小辈，你现在还有何话说？不过是退了毒纹，就言之凿凿的说药到病除。要是我不在，周会长恐怕就真的要魂飞天外。小辈，事到如今还矢口否认，未免也太不把丹药协会放在眼里了。小子，既然你说此毒还未解，有何凭证？你们所说的满面红光，
不过是回光返照，他根本没有去毒真龙。你说什么？这陈玄风真是够犟的，明明毒已经解了，怎么还在那咒人家？那不一定。父亲，我去，真被他说中了。真是回光返照。陈兄，把那7份灵药送到我房间，另外准备一个木头。天，怎么黑了？怎么样？已经没事了。只不过，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给周会长下毒？下毒？什么东西啊？小贝，你什么意思？哈哈哈，陈道友，我知道之前对你多有冒犯，我在这里给你赔罪了。啊，这是我精心炼制的苦厄丹，乃是5绝之毒加上无根之水，我以独门炼丹术所制，还望笑纳。不愧是丹圣，连装丹药的盒子都如此特别。这盒子，通体乌黑，8族噬魂。这寄宿人体的噬魂珠，确实是五行断宝录上所记载乃是灵界之物。可为什么？啊！主人，阿银，你的样子……这是阿银的灵体。很好，有你在，我的压力也会减小一点。主人是想将他体内的东西除掉吗？你是如何得知的他体内有一只噬魂珠？龙血精魄能感应到他。哦，这是在挑衅。主人，阿银能将那异物吞噬。能直接吞噬，那就用不上我出手了。这7星化毒之法倒是有些麻烦。既然如此，那就看你的了。主人放心。主人，此人体内的异物已被我捕捉。
只要不危及此人性命，你可以直接吞噬。接下来，只要以丹药养育，将身体恢复即可。奇怪，明明那丹圣是以毒攻毒，就算噬魂珠将药力吞噬，可这周会长体内怎会一丝毒性都没有？主人，这噬魂珠所化的精魄，有人种下了烙印。果然跟他有关。哼，就知道你不会承认。小子，你蹬鼻子上脸是吧？我们丹圣大人已经赔礼了，你还想怎么样？就是，你这样死抓着不放，还往我们丹圣大人身上泼脏水，真是小人嘴脸。小子，你别太得寸进尺了，丹圣都这样了，你还不给台阶下？哎，明明躺了一天，却还是一个愚弄。还得躺。噬魂珠我已经拿掉了，你真的不打算解释解释了？噬魂珠啊，小贝，既然你已经为周会长去毒，我也甘拜下风。可所谓的噬魂珠，我的确并没有听说过呀。小贝，你说的可是能寄宿肉体、吸食神魂的噬魂珠？哦，看来秦大师听说过此物。此物非此番天地所生，乃是灵界之物。老夫也就从古籍中看过。哼，这秦宗师虽说年岁大，修为止步不前，可也算是中都炼丹宗师的白晓生了。其他炼丹宗师见识加起来，都不一定有秦宗师多呢。连秦宗师都未曾见过此物，想必其他人更不可能了。看来此事与这秦宗师并不瓜葛。哎，小姑娘对老夫还挺了解，看起来身份不一般啊。晚辈是中都鉴宝行冷家之人。原来如此，这就不奇怪了。中都冷家，老板娘身份居然这么大。陈玄风，你方才所说到底是何意？难道周会长中毒真与丹圣有关？要记住姐姐的好哦。又欠了他一个人情。既然丹圣不肯说，那我来说吧。这小辈到底耍什么花样？那东西连我都只能暂时压制，他怎么可能真的能拿掉？这别致的盒子应该是你特有之物吧？哼哼，那又如何？周凡，拿出来吧。这是丹圣的独有的盒子。各位，这盒子是从我父亲的储物袋中寻得的。啊！丹圣，这是怎么回事？丹圣大人盒子虽然别致，但不只是他一人独有，中都拍卖行各大世家都曾收过。凭一个盒子就想直接说是我们丹圣大人所为，未免太让丹圣大人心寒了。我也有些不解，
若真如你所说，这周会长中毒都是丹圣所为，可他已经是中都第一炼丹师，有何目的非要如此呢？是啊，丹圣地位不凡，何苦给周会长下毒呢？小贝，你是不是弄错了？陈兄，会不会真的弄错了呢？主人，他身上有方才吞噬的异物气息。不会错的。好宝贝。小贝，你想做什么？陈兄，别乱来。放心，你父亲中的毒，他身上还有。真是噬魂珠！真想不到，这种灵界之物，你竟有2只。还给我！我可以给你，但他们的疑惑得让你来解了。真没想到，我自问行事谨慎，没想到居然会被一个小辈识破。好，愿意说了。100年前，我欲出人头地，努力炼丹，经历许久，才在丹药协会有了些地位。可命运多舛，我遭人陷害，被那些修仙世家随意扣了个罪名，逐出了丹药协会，成了人间老鼠。我不甘心，我好不容易凭努力有了点希望，却被那般扑灭。那时我便发誓，他日我若踏青云，定将四海乾坤。这与你给周会长下毒有何关系？哼，我根本没给他下毒。他老了，想要提升修为，便让我强行将这灵界之物炼成丹药给他。这么说，这噬魂珠是周会长的东西？没错，我为将此物炼成丹药花费了不少功夫，哪知道这噬魂珠根本没被你炼化，而你也没发觉。周仙家拿走丹药后不久，便有周家之人请我去解毒，我当时并未放在心上，于是拜托了秦宗师帮我一并推辞，哪知会推了1个月呀。丹圣前辈能说出那番话，真不是故意推辞的。我虽恨那些修仙世家，可谁没有心灰意冷的时候？更何况在那之后不久，我便遇到了他。他出身与我一样普通，但却天赋绝伦，还时常鼓励我重整旗鼓。我对他一见如故。奴家有些好奇，丹圣口中的他是谁啊？莫非跟周凡有关系？啊，我的确跟你有关系，只可惜他死了，就死在中毒。丹圣前辈，你说的人到底跟我有何关系啊？而她就是你的母亲。母亲？周凡，你见过你母亲吗？当我记事起，我父亲就没提过母亲。他当然不敢提，若非他软弱无能，岂会让你母亲亲眼被逼死在他面前？你母亲之死跟他脱不了干系。我母亲是被人害死的？难道是中都祸乱？我这笨嘴！秦大师，你是不是知道什么？老夫方才只是随意嘀咕一句罢了，莫怪，
莫怪啊。这老头。丹圣前辈，那后来呢？你知道我母亲是被谁害死的吗？我想报仇，可周仙甲那懦夫根本不敢说出是谁害死了他。我至今都忘不掉回到中都时见到他黄州时的心情。那一刻，我原本撑起的天又再倒塌了。从那之后，我道心受损，性情大变，想毁了自己，并从万毒森的悬崖一跃而下。万毒森，那可是玄武第一禁地，想不到他居然能活着出来。怎知没被毒死，反倒是误打误撞，因祸得福，走上了毒丹之道。此种特立独行的炼丹术，让我在中都名声鹊起，甚至稳坐中都第一炼丹师之位。而这些年，我处处结交世家，为的就是寻找当年之事的线索。可所有人都似乎都约定好了一般，全都不敢说出真相。不知当年之事，距今过去了多久？18载。这么说，母亲是产下我，便……周家到底藏了什么秘密？当年之事，再问问周会长，如何？没用的。当年之事，所有事情都绝口不提。就算他周仙家以坐拥周武商会，又有多大能量？父亲，解铃还须系铃人，想试试就别犹豫。我明白的，陈兄。小贝，今年的炼丹大赛有没有兴趣参加呀？虚名而已。虚名，虚名。世人都晓修仙好，奈何虚名忘不了啊！嘿，等等，老夫。丹圣出来了！太好了，咱们发了，以后再也不用干这种下等活了。那是，都还不知道结果呢，就提前庆祝了。那就问问去，走。这是干嘛？完了，不会要发火了吧？你们拦路可有何事？丹圣，我们其实就是想问，您赢了吧？原来是这事啊。那个失败是成功之母，输赢不必看得太重。啥意思呀？是啊，啥意思啊？啥意思？啥意思？这么明显，你俩都听不出啥意思啊？那你说啥意思？你俩，我是真的服，还不明白啥意思？你别服了，你快说呀！你们仨别问了，再问下去，我都怕他会被你们蠢吐血。又没问你，你装啥显眼包？你们仨真是，感觉脑瓜子没装上就出门了。人丹圣刚才都说了，失败是成功他妈。你说他是赢了输了？肯定他输了呗。输了，还指望着翻身，洗洗睡吧。我的零食，我半年的积蓄啊！早就说了，大助伤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哼，不顾圣朝监管，背地调查，胆子不小。还有一事。说。那陈玄风解了周仙甲的毒。
主人，你弄疼如烟了。能解噬魂珠的毒，有意思。属下告退。你不过是妙罗芳送给本太子的一个玩物，也敢叫疼？主人，如烟知道错了。哼，记住，再有下次，我就把你丢去喂本太子的宠物。小芳芳，许久不见。老板娘出现在这儿，着实让人意外呢。放心，你娘亲很好。多谢老板娘。啊，还一直喊老板娘，明明答应过奴家要喊人家的名字嘛。瞧你那样。怎么了？唉，不瞒你说，冷家在异宝阁示威，于是想将我献于圣朝太子，以求壮大。我不愿妥协，这才躲去云国的。冷月，你可以拒绝。事不由己，身不由己，奴家又何来选择呢？哎，姑娘，这是你押注赢得的。这道士什么时候出现的？我竟然一丝都没有察觉到。姑娘，命这个东西，你认与不认都不能决定你的路。长路漫漫，命在己不在天。命在己不在天。小峰峰，倘若姐姐真的没有选择，你会帮姐姐吗？我还没还人情，正好陪你走一走。气脉无力，神魂衰弱，恐怕还得休养几日。原本为去毒准备的7份灵药，现在倒是能派上用场。用此药液，为你父亲沐浴3日，即可痊愈。陈兄，谢谢你。哦，对了，今日冷月姑娘又来了，说是来寻你的。又来了？她跟你是什么关系啊？算是朋友吧。只是朋友吗？小峰峰，今日家族正好要选炼丹师出席炼丹大赛，你可要给姐姐长长威风啊！我原本不打算参加炼丹大赛的。那可不行，说好还姐姐人情的。走吧。这才是我的好弟弟吗？冷月小姐，你终于回来了，快进去吧。看来正好赶上。四方落座。陈婉儿，冷家炼丹大赛的名额我预定了，你此次注定要空手而归了。凭你也配？哼！上次陈玄风不敢与我比试，你还出言不逊。这次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哼，跟三哥比，你没资格。这次冷家的名额呢，有我在，你也拿不到。诸位长老，我就不多言了。你们带的人哪个能拿第一，炼丹大赛冷家的名额就归谁。这比赛都快开始了，还没来。看来冷月是想放弃了吧？冷月姐可没那么容易屈服。芊芊姐这么快就忘记上次族会的事了？族长能让她去伺候圣朝太子，是她的福分。
也是给大长老的薄面。那你怎么没自愿替他呢？我可是家族最有天赋的炼丹师，就算要去，也得是圣朝太子明媒正娶才行。真能做梦。还没来吗？我宣布，炼丹比试现在。等一下。族长，冷月来迟，还望见谅。既然参加炼丹比试，可有人带你出席？自然是有。啊，陈玄风。三哥，他是谁啊？陈玄风，那个被圣岛通缉的家伙。被圣岛通缉，原来是此人呢。三哥，太好了，你真的没事。让你担心了，五妹。陈玄风，你来干什么？冷族长，陈玄风受冷月所托，参加冷家炼丹比试。啊，小子，你被圣岛通缉，居然敢这么大胆，出现在冷家。族长，冷月将此人带回，其心必异，还请族长速速将他拿下，并将冷月逐出家族。族长，我听闻此人能从数名化神修士手中逃脱，还请三思。这就是你带的炼丹师？是。简直是胡闹！小子，我不想为难于你，可冷家也不想惹怒圣岛，你还是赶紧离开吧。冷族长，在下来此是为参加比赛，不会与冷家有任何牵扯。冷家不欢迎你，所以这场炼丹比试不会也不可能让你参加。冷长河，什么时候炼丹大赛的能做主了？这声音，蓝胜，还做什么？哦，做什么？炼丹大赛的选拔，我可以随意筛查。正好今天闲着也是闲着，就刚好想来看看。没想到就听见你在此大言不惭。丹圣前辈，陈玄风乃圣岛通缉之人，岂能让他参与炼丹大赛呢？就是，还不一定有真材实料呢。哼，既然你们二人有意见，那好说。作为中都第一炼丹师，我手里还有一个特殊的宝，可以用在此次选拔里面。不过，必须要让陈玄风参与此次炼丹比赛，如何？若是多一个组合，也就多一份晋级的机会。好，就依丹圣前辈所言。小佩都同意了，你这家伙不会要跟我唱反调吧？罢了，这才对嘛！哎，小子，这就是你说的不参炼丹大赛？受人之托，我不管你受不受托，你用了我一个名额，此次炼丹大赛的魁首必须给我拿下。你就这么肯定我能晋级？你来参加这种选拔，简直是欺负3岁小孩，又怎么可能输呢？炼丹比试开始！哼，陈玄风一定会一雪前耻的，你等着吧！炼丹试题在此，将神念探入其中，即可自行参悟。眼神丹，高阶丹方残卷，简直是小菜一碟。哼，陈玄风，你一定被难住了吧？残缺丹方，这次比试竟然这么难，已经是炼丹宗师的水准了。每次炼丹大赛魁首几乎都是炼丹宗师的水准，与其在这质疑难度，还是好好想想怎么拿到名额吧。
五妹，还好吗？我感觉头有点晕。看来这是五妹第一次使用神念看丹方。接下来，我会使用隔音罩，保证你们不会被打扰。放心，我可以的。玄天丹经上记载，眼神丹是化神期修士才能用上的丹药。若我练出完整的眼神丹，算了，丹方已残缺，要是炼制眼神丹，若被说是作弊，反而拿不到名额。不过为了提升药品品质，其他人一定会借助灵药弥补丹方残缺。我倒是可以直接将眼神丹丹方改良。冷家的2个苗子可入得你的眼？哼，那个面瘫小子倒是不错呀，还懂得用吹火炼精来提升药品。至于那个女娃，天赋不错，会难度极高的炼丹技法，算是可造之材。还以为你会说些扫兴的话。我好歹也是丹圣啊，心眼没那么小。我果然是第一个。冷组长，在下已经成丹，还请鉴定。这么快？反正我也在这儿，不如就让我来呗。有劳。此丹观其色泽，圆润饱满，光芒内敛，药力涌动。轻轻嗅之，一股醇厚而独特的药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脾，令人神清气爽，品质可达极品。小子，你这炼制的什么丹药啊？晚辈用了通气活血的千年丹参，以及凝神养魂的千年灵芝来提升丹药品质。晚辈唤此丹为迷气养魂丹。修为平平，能炼制出宗师水准的丹药，倒是有点意思。这么说，我能取得名额了？没那么快，还有4个没出炉的呢。前辈，芊芊已经成丹。丹药色泽莹润，药力醇厚，可惜欠了几分极致的纯净，丹药品质没有圆满，最终停在了上品。明明他的修为比我低，甚至都不如我，凭什么他先成丹，丹药品质还比我高？究其缘由，乃是你心境不稳，急躁出炉所致。我明明用的是最顶尖的炼丹技法。芊芊，不得无礼！哼，问我干嘛？我又没得罪你。我成丹了！2个装丹药的盒子都这么破，真是穷酸。未成丹不说，连炼丹技法都不用，恐怕注定要被淘汰了。看来就算冷方天赋不如我，也能拿下第2个名额。小子，你炼制的什么丹药？晚辈加了断续灵草和肉灵太岁2种千年灵药，此丹唤作复古还血丹。复古还血，难怪拥有如此磅礴的生机之气。我加了杜仲、远志、黄金3种灵药，最后用鬼蜂王的蜂浆调和，唤作补神丹。啊，这3种灵药真的是用来补神的吗？哎呦，丫头，你这炼的补肾，这补神丹药力有些猛啊！哼，当然猛了，本公主可是精心研制了许久呢。哎呦，真的会有道理吗？丹圣前辈，既然已经鉴定完，是否可以宣布结果？急什么？我3哥还没成丹呢。
这家伙被圣岛通缉，炼丹上都没什么名气，能有什么真本事？芊芊姑娘说的不错，此人与我同在玄天学院丹堂，就不曾进过一次炼丹室，甚至都不敢与我私下斗丹。我也觉得他炼不出什么东西。狗眼看人低，你一个破铜烂铁装丹药的乡巴佬，你好意思叫人？哼，总比你好。炼丹一顿猛如虎，开炉一看心发堵。慢吞，总算好他。我去，这小子的龙药炸开了！炼丹都能炸炉，你是猴子请来的援兵吗？小芬芬，你是吧？七彩霞韵，这是灵丹。灵丹，小峰峰竟然有这种实力！糟糕，没掌握好分寸，练超标了。灵丹，丹少，你弄错了吧？就是，他不过修为比我高点，哪来这么大能耐？我看是利用炸炉偷梁换柱吧。原来这炸炉你是故意的，真没想到啊，陈玄风，你作弊就作弊吧，还做的这么离谱，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你们乱说什么？我三哥绝不可能作弊。不作弊，不作弊怎么可能炼制出灵丹的？你当他比丹圣前辈还厉害吗？冷月，你带这么一个骗子回来，哗众取宠，不会是妄图夺回你爹的长老职位吧？骗子！冷芊芊，你算什么东西？敢在老娘面前指手画脚？就凭我是丹父家族荣辱重任的炼丹天子，而你只是一个不愿付出、吃里扒外的泼妇。天才，可真是笑死老娘了！哼，得亏某人是你爹，也只有在冷家，你的名头才会被捧得这么高。出了冷家的门，只怕被踩得体无完肤。放肆！冷月，当着外人的面，你竟如此贬低族中晚辈，看来上次族会的决定果然是正确的。此次炼丹比试后，你就去圣朝吧。爹，您看到了吗？这就是您尽心尽力的冷家。您身为大长老，呕心沥血，可您一走，他们就要将女儿献给他人。爹，您看到了吗？月，还嫌冷家人吗？小峰峰，这炼丹比试还未结束，冷族长就迫不及待的想要处理家事，恐怕不太合适吧？是啊，冷族长，何必跟后辈一般见识呢？好，此事先搁置一旁。那我问你，你我都知道，从来没人能在玄武圣岛之外炼制出灵丹。他是你拉进炼丹比试的，我需要个交代。丹圣前辈，晚辈看像陈玄风这样的人，简直是有辱我们炼丹师的名声，您就直接取消他的资格吧。哼，是。我也想知道，你的这位前辈的眼力会不会比你好点？丹香。不，这不仅仅是丹香，在这香气的萦绕之中，仿佛灵魂被托起，置身于澄澈的天境。那是一种极致的空灵与安宁，所有的杂念都被悄然拂去，只留下如春风般的舒畅和一种对超凡境界的深深沉醉。还不醒来，别真睡着了。灵丹，绝对是灵丹。小子，这真是你炼制的？丹少，你糊涂了吗？他是绝不可能炼制出灵丹的。冷族长，灵丹就在这里，这还不足以证明吗？
真金不怕火炼，除非你让他当着众人面再练一次。凭什么？冷家就这么不要脸吗？没胆子接，那不正好说明他用了伎俩？就这样想拿走一个名额，哪有那么容易？我都没拿到。五妹，不用跟井底之蛙一般见识。既然他们想见识见识，那就让他们开开眼。好啊，既然你自信，那就开始吧。不过这次我不会给你偷梁换柱的机会，你用它炼丹，那你可要看仔细了。这怎么可能？他居然也会这种顶级炼丹技法！燃龙真火诀的火龙九象。这就成丹了。三哥这也太快了。不过3世习功夫就能炼出丹药。这丹药为何没有成色呢？陈玄风，我还差点就以为你真成了呢，原来是炼了颗废丹。废丹，差点就被他唬住了。别急，让丹药酝酿一会儿。还酝酿？要我说，练不出来就别强。什么声音？诸位，现在还有人质疑吗？七彩霞月，又是灵丹，并且还比上一颗药力还要浑厚。这怎么可能？好嘞！哼，看到了吧？这就是我三哥的实力。哼，神气什么？又不是你练的，我乐意。哼，这小子不在圣岛就能炼出灵丹。难道真是身怀圣物？族长，不知陈玄风这颗金子还要用您的火炼吗？是你的人赢了。怎么会呢？怎么会？这不可能啊！他明明一次炼丹房都没去过，凭什么能炼制出灵丹啊？明明我才是丹堂最努力的炼丹师啊！我不信！陈玄风炼制出灵丹，可是炼丹生的一生所求，说是夙愿也不为过。凭什么你能轻易的炼制出来？这不公平啊！自入丹堂后，你以学长身份压我，逼我交出灵药，公平吗？我就是。要不是我三哥实力强悍，你这家伙说不定会做什么呢？可你一次炼丹房都没去过呀！你我上次见面是学院附近的异宝阁吧？提这些干嘛？还记得你找我斗丹，我说过什么吗？哼，拿丹火吓唬人算什么本事？你敢堂堂正正跟我来场炼丹的较量吗？我并不需要向你展示我的炼丹术。朱子骁，能力不是拿来炫耀的。
同样，炼丹术也不是。原来是这个意思，是我挑错了对手。子怡小子，输给他没什么好丢人的，我也输给他过呀。哈哈哈。我刚才没听错吧？那家伙赢过丹圣前辈。丹圣，你方才所言是认真的吗？冰寒于水，后来居上，这种事儿有什么好意外的呀？他帮周仙甲去毒，这事儿你们应该知道吧？你说什么？不是，你连这点消息都收不到吗？冷家早已不复从前了，你又不是不知道。那你还不抓住机会啊？啊！炼丹大赛最有实力夺得魁首的家伙，可就在你眼前呢。冷月，你就让陈玄风代表冷家参加炼丹大赛吧。让他代表冷家？族长，此事奴家可做不得主。他能进冷家，可全是看在你的身份。虽是如此，可您的待客之道不尽人意，奴家也很是为难。哼，老东西，好意思开口！刚才刁难小峰峰的嘴脸，老娘都记着。冷月，将你献给圣朝太子，又不是父亲一人的决定，族会上大家都同意的。冷月，你若还当自己是冷家之人，就应该以大局为重。否则，冷家就只能将你献给圣朝太子了。老东西，动不动就要将我献给圣朝太子，你有当我是冷家人吗？圣朝太子谁人不知是何德行，你为何不将自己的女儿献给他？亏我还抱有一丝希望，想要振兴冷家。现在看来，冷家会没落，就是因为有你这个自私自利的族长。放肆！目无尊长，无法无天，冷家有你这种后辈，简直是辱没门楣。你不配做我长辈，既然你瞧不上我，那我今日便与冷家断绝关系，从此我们再无瓜葛。生是冷家的人，死是冷家的鬼，你当冷家是什么地方？还想断了关系？冷族长没理不饶人，还真是令人不齿。小子，你确定要插手冷家之事？我没打算动手，给你点机会退步，不然这冷家族长可就要换人了。狂妄！丹圣，待会儿我教训这小子，你不会插手吧？哼，我不插手。开玩笑，那小子一指头就能搞定我，还用得着帮忙？看来你是不打算要这点机会了。小子，别以为炼制出灵丹就能横行无忌，斗法跟炼丹可是完全不同的领域。那我可要领教了。真是自大！爹参与过诸国之战，可不是普通的元婴修士。正好抓了你，看看是不是真的身怀圣物。我差鬼射！哼，结束了。看来斗法你也不是对手。
各位长老，族长都这样了，你们难道还不出手吗？小子，若非我们几个老家伙对你颇为看好，你早就被擒住送去圣道了。4个元婴大圆满了。我劝你还是收敛些，代表冷家出席炼丹大赛吧。哼，可惜我并不喜欢别人要挟我。敬酒不吃。4位长老，此人身怀圣物，恐怕是真。若能擒住献给圣岛，冷家定然能受到玄天女帝的青睐。哼，3位长老，随我擒住此人，死活不论。法阵，冷家抓这小子还真是舍得下血本呢，竟然催动了护族大阵。连续炼制2次灵丹消耗些大，一时间无法冲出去。想冲出来哪有那么容易？我化作冰雕吧！三哥，长河，将那女娃擒了。交给我。还请丹圣前辈出手相助。冷长河抓的是陈玄风的妹妹。好险好险，还好护住了你个女娃啊！你个吃里扒外的贱种，留你不得！冷长河，这2个人我保了。丹圣，我耳朵没聋，听着呢。丹圣，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你若不插手此事，抓住这小子得到的好处，我可以分你一些。不好意思，没兴趣。你还是想想接下来怎么对付他吧。单凭你们那点修为，操纵冷家的护族大阵，可根本困不住他呀。不好！哼，看来冷家是打算从中都除名了。哼，瓮中之鳖也敢口出狂言，都随我出手！该死！啊，这小子竟然还有这等宝贝！护族大阵，4位长老联手，难道都不能上到分毫吗？三哥，好样的，让他们见识一下你的厉害！不好，快散开！难道说他躲进了鼎里？消耗太大，得尽快恢复冷气。小风风，差点以为他真能打败4位长老，看来是我想多了。恐怕刚才那一下已经是他全力反扑了。小子，有本事你就躲在鼎里面一辈子不出来！你既视我为瓮中之鳖，那我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哼，大言不惭！刚才不是还说要擒住我？这下子，冷家再无胜算可言了。别杀我！别杀我！冷族长，你可还要试试我的剑是否锋利？这小子修为不过元婴期，哪来这么大能耐？绝对是仗着圣物之力。
小子，我的确小瞧了你，可你赢了又能怎样？不过是徒劳罢了。传音符，冷族长如此拖延，想要人吗？别以为将冷家搅得地覆天翻就能安然离去。看来你这后手不一般呢，不知是谁。你这样的年轻人我见得多了，有点本事就自以为天下无敌，可惜在中都圣朝面前不堪一击。我是什么样我自己清楚，可你这样借他人势力盈盈狂吠的老狗，我倒是第一次见。这小子嘴皮子真损啊！小子，你就逞这一时威风吧，等圣朝之人一来，我就等你跪地求饶了。是吗？主人还在修炼，我等着。这人丝毫不去圣朝太子的霸道气息。什么事啊？冷家设法困住了持有圣物之人，向主人求援。又是那个女帝通缉的陈玄风。闻名不如见面，本太子亲自去一趟。属下告退。哼，你也跟我去。小子，不管你打多少次，我都会10倍奉还给你的，让你为护住那个小贱种的可笑行径感到后悔。原本我还想把这个吃里扒外的贱种献给圣朝太子，现在看来实在是太便宜他了。这样折磨那个小贱种，你觉得怎么样？原本看在冷月的面上，想留你性命，看来是没必要。你敢吗？冷家作为异宝阁幕后家族之一，若杀我，他们会放过你。可惜，不管我会如何，你是看不到了。这个贱种，勾引叛逃之人杀我爹！早知当初让大长老咽气时，我就该连你一起斩草除根！你刚才说什么？是你害死了我爹？果是被收养的贱种，也配叫大长老爹？大长老也是个蠢货，居然愿意耗费镇元为你这个贱种炼制奇经丹。若非被我发现，倒是便宜你了。奇经丹，那可是能媲美补天丹的丹药啊！是啊，可惜炼制此丹极为耗神，需要数十年甚至100年。不仅如此，服用这种丹药，服丹者会直接吸收炼丹者修为，炼丹者轻则会修为尽散，重则灵根和生机都会被服丹者夺过去。什么？原来炼丹天才的名头，你是这么来的？哼，你个贱种，根本不配冷家人炼制的丹药，这丹药当然该我服用。我是族长女儿，成为天才名正言顺，这是我应得的。老娘真是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哼，这么多人呢，怎么一个炼丹比试，把这瘟神招来了？
圣朝太子，您可来了。看来这出戏我来的不算晚。他就是中都传闻中的圣朝太子吗？太子，这旋风杀我冷家族长，恳请圣朝为冷家做主，妾愿从此侍奉在太子左右。侍奉我，你还不够资格。不过，小子，你这把剑不错，要不给本太子吧？要不我还是偷偷溜吧，这两人要是打起来，我可遭不住啊！哼，好呀。啊，这小子居然认怂了，不可能吧？剑就在这儿，你取吧。挑衅圣朝太子，他疯了吗？哼，找死！这小子锋芒是藏不了一点儿啊！小峰峰一向谨慎，此次怎么如此拖大？好，这是你说的。哼，到时你的剑被我拿走，可别后悔。玄风道友，一山还有一山高，主人实力深不可测，你不该挑衅他的。多谢如烟仙子提醒，但有些东西是我的，终究就是我的，谁来也拿不走。也罢，多说无益，到时你自会明白的。毕竟人一旦狂妄过头，总要付出点代价。那就请如烟仙子拭目以待。没动，是失败了吗？这才小试牛刀，只是灵剑认主而已。哼，本太子中意的东西就没有得不到的。这气息感觉跟三哥不相上下，不知三哥跟他两人孰强孰弱。我起！三哥的剑，我去，拿起来了！看吧，这就是你自大的下场。如烟仙子看着便是。不错，果然不错。从今以后，你就跟着我了。手风风怎么这么淡定？这小子镇定过头了吧？难道说那本剑不是那么简单？果然，我就知道这小子使着坏呢。该死，这柄剑居然在吸食我体内一切生机！你做了什么？我就在你身边，我做了什么？如烟姑娘没看见吗？好险！这是放弃了吗？哼，若不放弃，他就要被这柄剑吸干了。连圣朝皇子都不能驾驭的剑，难不成是圣物？不对，他之前与我们苦苦缠斗，明明用的就是这柄剑啊！哈哈，你们冷家是井底之蛙吗？能炼制出上界品质丹药的人，难道就不能炼制出上界威力的灵剑吗？这怎么可能？
这剑我敢给，你敢要？难怪能让梦离那女人惦记，小子，我记住你了。主人，你没事吧？少废话，马上回去。我现在火气很大，你明白吗？是，如懿知道了。还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不可能，这不可能！芊芊，芊芊！圣朝太子，怎么可能连一柄剑都拿不了？一定是假的，是假的，都是假的！我要报仇，我要报仇！他受到打击太大，疯了。疯了，疯了！这下你成心了吧？二长老，冷家如此，实属报应。报应？照你的意思，你背逆人伦，带人毁了冷家，杀了冷长河，倒是替天行道了。冷月，你果然是个贱种！二长老，你这一把年纪，真是活到狗身上去了！我呸！狗都受不了这侮辱。说我背逆人伦，那是谁害了我爹？是谁逼我去圣朝？又是谁明知不敌，却还宁愿将家族依附圣朝？但凡冷长河以礼待人，但凡有人像冷芳一样站出来，但凡你二长老不以势压人，冷家还会如此吗？哼！你们方才目中无人，咄咄相逼，不就是觉得陈玄风示威吗？现在你们自以为是的强势依仗没了，就开始怨天尤人，开始对老娘指责。我呸！你们纯属活该！你什么你？哼！你最好现在就滚出这里！哼，老娘还不稀罕在这待呢。冷芳，你干什么？冷月姐，先前我人微言轻，但冷长河已死，冷家元气大伤，若你再离开，哼，一个白眼狼留他干什么？你也听见了吧？散了吧。啊，这就走了？炼丹大赛的名额都不要了吗？哈哈，那小子压根儿看不上。那炼丹大赛名额咋分呢？现在这情形，冷家那份名额你恐怕是得不到。那您的呢？这个嘛，我看你炼丹术还行，但想在炼丹大赛夺得名次，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前辈的意思是，要不做我徒弟试试？三哥，实在没想到你的实力那么厉害，他们4个联合术都紧张到嗓子眼儿了，没想到钱都不是你的对手。他们阵法撑不了多久，只是侥幸罢了。那圣朝太子呢？那柄剑也是侥幸。没记错的话，那是龙吟剑吧？啊，白帝之子的龙吟剑？只是仿制而已。再说龙吟剑，不是早就断为2截了吗？是吗？哦，对了，离开冷家有什么打算？怎么见奴家无家可归，有意收留吗？算是吧。正好西南大陆那边道友的势力缺个管事的。唉，看来姐姐还是走不进小峰峰的心呢。冷月姐，
你平常跟三哥都是这样讲话的吗？跟喜欢的人讲话就是要这样吗？这么直接的吗？考虑去吗？小峰峰，你真放心把姐姐交给别的男人吗？对方是个女修，我很放心。啊？玄帝传音，不知是何事啊？原来如此。混蛋！你来做什么？听说你跟陈玄风照过面了，本尊来问候一下。哼，差点死在那小子手里。诸国之战就要开始，到时你可以用真正的实力去对付他。哦，南派老祖同意了。主人不仅同意了，还要下场面杀他。他怎么会这么重视啊？听说过天心剑功吗？你问这个做什么？本尊在陈玄风身上抓获一个老怪物的神魂，他跟主人交谈时，本尊得知主人来自这个势力。那神魂在哪儿？被主人带进了诸国之战的战虚。这么早进入战虚，看来南派老祖是真要对付那小子。这天仙剑宫到底是什么势力？万年前，上界人族出现2位大能，其中一位名唤无极，有句诗是这么称呼他的：一剑指开天，万物皆惊颤。而这天心剑宫便是他所创立的宗门，被称为人族第一剑修圣地。哎呀，只可惜啊，此人陨落之后，天心剑宫便在其他势力的围攻下解散了。原来主人是要斩草除根啊！没错，只要等诸国之战开启，那小子必死无疑。该死！再这样下去，这份道运我不仅得不到，恐怕还会死在这里。现在玄风阁的拍卖行有几家？3家。今日起，他就是这3家拍卖行的管事人。是。这个差事可还满意？奴家很满意。不知玄风阁阁主可是陈玄风？算是吧。该死的小风风，真拿老娘当牛马了。第98次挑战失败，还是没办法出手。第2代玄帝的道运传承果然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上次第8代玄帝的传承，
连续炼丹300次就行。这次竟要我击败实力如此恐怖的考核者，这考核者如同一尊杀神，每次贴近便感到一股可怕的杀气包围，即便开了天眼，依旧会被那股杀气所震慑。2代玄帝传承所留道院名为杀伐道院，正是以杀气所创。这么重的杀气，2代玄帝到底做过什么？我想想啊，好像是屠了些自称神的人吧。屠神？我真的能得到这份道运传承吗？放心，只要主人领悟金戈道运，便能无惧杀气。金戈道运，那是什么？天地存在9种原始道运，分别是赤芒、风象、崩土、草木、太阴、烈雷、水象、熔岩、金戈。而上次主人传承的炼丹道运，便是从草木道运中脱胎而来。哦，原来如此。杀气乃金戈斗争之意志，自然脱胎于金戈道运。第99次登台，可有把握？这次我定胜你。就是现在！将生死置之度外吧！果然，心有金戈，便能无畏。第10代玄帝，接受传承吧。能进这里，要么无畏，要么赤杀。你是哪种了？一往无前是为友，忘却生死入杀府。是块好料。不知前辈是？哎，不必多问，接受传承吧。这速度有点慢呐。无极黑曜炼制的剑，有意思。反正这小子也吃不下这么多杀气，你就跟着一起吞点吧。木姐姐，发生什么事啦？金风剑似乎感应到了什么。你们看，那不是陈玄风的房间吗？就是三哥的房间。快跟上去看看。吃下这么多杀气，是将其掌控，还是被其反噬，全看你的意志喽。故意挑衅我，看来这些杀气似乎并不想驱赶。既然自己本身，那么就给我安分点。现在全都给我一起凝成剑罡！好重的压迫感。姐姐，我有种莫名的恐惧。我有种随时会被攻击的错觉。这窒息感应该是杀气。哎呦呦呦呦！瞧我这脑子，没有附魔灵纹、灵剑和杀气无法完全融合呀！
看来还得嘱咐这小子一声啊。看来已经成功了吗？清风，回来！好，你们都聚在这里做什么？这应该问你吧。哦，清风剑感应到你这边有杀气，我们担心你。我修炼了雷神诀，能感应到你身上残留了杀气，是不是圣朝的人过来找麻烦？杀气外泄吗？是啊，三哥，你没事吧？哦，没事。刚才的杀气其实是我自己弄出来的。杀气消失了，原来是虚惊一场。那我先回房了。哎，木姐姐，等等我！小子，为了你能够顺利传承，我让他为你分担了杀气，代价就是需要给他加持一种特殊的异族附魔灵纹，否则呢，你这柄剑容易多为嗜血的魔剑呐。好，异族灵纹，上哪儿去找呢？喵，异族吗？主人，糟老头之前跟我聊天，说你见过异族人呀。糟老头？你指的是剑哥吗？没错。既然见过，可我怎么没印象？喵，本喵记得，糟老头说主人当时并不想搭理那个异族人，要不是念着那人身上有宝贝，也不会让主人答应对方的请求。宝贝？哦，我知道剑哥说的是谁了。现在已是半夜3更，玄风道友来找武商会，有何贵干？我找你家少主。我只是个看门的，想见少主，找管家吧。老身拜见陈玄风大人。哦，上次我来，你可不是这副态度。大人冷家之行，老身已有耳闻。先前之事，实在是老身有眼无珠，罪该万死，还望大人宽恕。原来是害怕了。既然如此，带路吧。是。陈兄，冷家的事我都听说了，商会也有几个炼丹大赛的名额，若不嫌弃，陈兄可代表周家出席。那我就却之不恭了。不必客气。其实这次前来，我是有一事想请你相助。找我帮忙？陈兄放心，若能做到，我一定帮。你知道异族吗？关于异族，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你怎么了？我的头好疼。这反应似乎是受过记忆禁锢。凝神聚气，我帮你。我曾听爹提起过异族，只是那段记忆我已经模糊不清了。果然，我想你用化形丹隐瞒身份这件事，也与异族脱不了干系。此事我知之甚少，不过若陈兄想知道更多，可以跟我来。好。三哥这么晚来找朱凡干嘛？木姐姐，有人跟着那家伙进来的尾巴吗？我们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那你希望他有事瞒着我们吗？有人靠近。二位的脸习术修行的不错嘛。
我不想为难二位，可也不想被二位为难，所以请离开吧。道友，我们只是来保护我三哥的，绝对不做坏事，我保证。陈玄风，嗯，他还需要保护？偷窥就偷窥，说那么好听，不还是偷窥吗？行了，我就在这看着你们吧。此人修为，我竟完全无法看穿。那方向，难道是要去祠堂吗？穆姐姐，我们跟上吗？不用在意我，只要出了商会，二位不管做什么，我都没兴趣知晓。走。我记得每年爹都会悄悄来这儿，好奇之下，我偷跟到此一次。此处看样子荒废许久，应该早已无人看管，进去看看。啊！你怎么还跟着？这里还是商会的地盘。穆姐姐，三哥进去了。用脸系数，悄悄跟进去。我就不进去了，我没兴趣偷窥。灵文法阵。爹当时一直自言自语，先是念叨赛琳娜这个名字，然后又便提到了异族。恐怕你爹并不是自言自语。什么意思啊？五妹，你们两个别藏了，出来吧。婉儿姑娘，穆青青。三哥，你是怎么发现我们的？趴在树上的时候就知道了。那为何现在才叫我们现身？待会儿你就知道了。孩子，你终于来了。这也是犯花痴了吧？你是？我是你的母亲啊！母亲？啊！主人。想不到找了这么多年，这女人居然就藏在本太子的眼皮子底下。不枉费你在周家待这么久，该收网了。那这次可别再让这位异族公主轻易脱身了。你来做什么？主人，女帝是我传音过来的。什么时候你能替本太子做主了？主人，陈玄风也在，请女帝过来是为擒住他。你当本太子还会再中他的诡计不成？本太子已召集圣朝四将，此次不管是谁，都得给我栽在这儿。圣朝四将可都是化神后期，看来本尊这次可以坐山观虎斗了。哼，到时候剑归我，至于他，随你处置。一言为定。你刚才说什么？前辈可知此物是谁所有？丹生前辈的盒子。我已在此躲藏10余年，并不知晓此物是谁所有，但上面的气息让我想到了一位故人。哦，是谁？一个炼丹师。
你真是我母亲。灵儿，娘。舒凡怎么变了？原来是他。前辈是异族人。你是来抓我的？我是周灵儿的朋友，到此处是为了附魔灵纹。杀气，这是杀伐盗韵。前辈好眼力，要做到灵剑与杀气相融，需要附魔灵纹，还请前辈相助。好，我帮你。好浓郁的杀气。能散发出这种滔天杀意之人，绝对不是什么小角色，难怪会唤我等前来。双目蛇痕，铁手催生，此人应是搬山将。赶紧解决完，我还有一堆灵纹要研究。灵纹附身，幽瞳附好，这么叫。有趣，好久没遇到这样的对手了。青铜恶面，嗜杀如魔，定上去。有我在，管他何种要挟，都得退避三尺。此人应该就是有着天罚神音之称的天罡将。动手！我先破解此处的灵纹幻阵。发生什么事了？有人在摧毁幻阵灵纹。我去看看，保护好他们。哼，终于肯出来了吗？这股杀气，竟然是他散发出。哼，元婴修为竟然能有这般本事，转世重修之人？废话少说，动手吧！哈哈哈哈哈！好小子，有胆！好刚猛的拳风，不愧是白山将。恐怕这次就算不用本尊出身，你也插翅难逃。接招吧，战杀汉帝！这个元婴竟然想要硬接搬山将的拳头，如此靓丽！镇山撼地，招式倒是阔气，可惜就是力力差些。搬山将已度过化神5星劫，竟撑不过他一招。啊，这家伙真是元婴吗？这小子有古怪，不如联手。正合我意。上次他还只有被追杀的份，这才过了多久？这怎么可能？一起上！
你们3个当先那柄剑。糟糕，避免不了了。好，剑气竟蒙过了如此恐怖的杀意。哦，害怕了。地上，快自爆！再见了。是，你可没这个。这才是陈勋的真正实力吗？这个年轻人杀法稳妥，难怪能驾驭得住杀法道运。想不到他现在已经这么强了。陈玄风，你竟敢灭掉他的元神！灭就灭了，还要给你挑日子？你若再不离开，接下来就该轮到他送。你说什么？我只给你3息时间。此人实力诡异，还是避其锋芒为妙。3、2。若非本太子被压制了实力，岂容这小子如此嚣张？撤！陈玄风，我之战，我定要你云国，不留一人。溜的还挺快。林大公主，想不到当年中都祸乱，不过是你的假死之举。哼，能成功也是女帝不得人心的功劳。看来你对本尊的恨，这些年在心底积攒了不少啊。不然还指望我对女帝感恩戴德吗？娘，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等见了你爹，娘再告诉你。看起来你并不打算找我的麻烦。陈学风，好好珍惜你接下来的时光。哼，很快，你就会再也体会不到了。我等着。看来老天待我不薄，知我命不久矣，让我还能在梦里再见你最后一面。爹，其实你还活着。我就知道我周仙家命硬。琳娜，我终于又见到你了。不对，你怎么能出来呢？周会长，在下陈玄风。他们是？爹，你先起来活动活动，听灵儿慢慢跟你说。哈哈哈哈！原来如此，想不到小友年纪轻轻竟有如此神通，真乃神人也妙。啊，周会长过奖。爹，不如这一次炼丹大赛就让陈兄出席如何？哈哈，好啊！有这样一位炼丹师代表商会出席，我简直是求之不得呀！那是，你女儿看上的人能差吗？灵儿不会是看上这小子了吧？这陈玄风身边的女子可都不简单呢。圣朝损兵折将也是自找的，陈玄风要是好抓，还轮不到他们出手。主上英明，不过异族公主还活着，是否会影响到仙盟大会？擒贼先擒王，只要将这代玄帝扼杀在萌芽内，玄武界就翻不了天。
鬼迷日眼的，带老子来这个地方恁多天，就为了搞死小娃儿嗦。现在才看出来，难怪你的大弟子经常说你缺心眼儿。老子硬是想就不通啊！本是同根生，为啥子你偏偏是个心机崽？因为某人嘴巴臭，总是需要我善后。这是老子的本事。今时不同往日，你的本事就到头了。哎呀，小娃儿，你快来找老子嘛！老子在这儿过得太憋屈了。剑哥，主人是梦到糟老头啦？好久没听剑哥念叨，有点想他了。主人放心，糟老头很厉害的，只是一直以神魂状态存在，修为弱了许多。你倒是对他挺了解。主人，你不知道，糟老头出不去那段时间，一直在跟我炫耀他的辉煌事迹，我头都快大了。剑哥就是这种性子。对了，那糟老头还心心念念主人给他重塑肉身呢。记着呢。明日炼丹大赛，我便炼制可以重塑肉身的灵丹。丹生，你说给那个陈玄风的事，是不是真的？是啊，这外边可有下注的呀。炼药师切磋，输赢很正常嘛，总要给后来人一点机会，不是吗？这回答跟没说有什么区别？那咱们还下注吗？你傻呀，肯定下注啊！那可是极品灵石，懂不懂那玩意儿的含金量？那就搏一搏，争取地位往上挪。嘿嘿，孺子可教。来来来，下注了，下注了啊！以小博大，以小博大呀！这可都是能争夺炼丹大赛的魁首人选了。不错，1万灵石压一位，只要压对结果，我就送1块极品灵石。那你不得亏死啊？哼，这极品灵石极为稀有，贫道也只有5块，所以看各位的运色。这些人选，每一位5万灵石封顶。先下先得啊！我去，我压陈玄风，下注1万灵石。我也压陈玄风。我每人都压1万灵石。只能压1个。哎，我去，这他妈谁啊？还想每个都压？哪有这种好事啊？经各大家族筛查举荐，炼丹大赛最终参赛者一共12位。三哥，我好紧张呀！五妹，你就当跟平日炼丹一样，专注练出好的品质即可。感觉好多了。你们都安排好的位置，准备就绪。陈玄风又见面了。呵，这次又要争？嗨，哪儿的话，我就是来带家族凑个数。我还以为再也无法与你交手了。怎么，上次一战不服气？当然，我会在诸国之战的天骄榜等你。好呀。陈玄风，我已经拜丹圣为师，这次我的炼丹术应该能挑战你了吧？本次炼丹大赛无题，炼丹品质最高者尊为魁首。现在开始。灵儿，你可是喜欢他啊？
娘，有这么明显吗？灵儿，陈玄风的滔天杀意你也感受过了，他是不会轻易动情的。还是不肯放弃？那好，你跟娘来。娘，你这是……你有了意中人，我这个做母亲的自然要帮忙啊。多谢娘亲。主人，需要探探吗？盯住就好。是。顾家的猎炼法还是一如既往，炼气炼丹都不在话下呀。唉，可惜呀，还是落了个苟延残喘的下场。唉，若非他们老祖一意孤行，这中都第一炼丹师的名头应该轮不到我的头上啊。这是怎么回事？是那家伙的丹火，这样说，是幽冥魔呀！这皇朝这年来，居然有人能熬过魔焰之刑。差点炸了锅，还好师傅给我特训了。怎么可能？想不到还有人能炼制出灵丹。哼，赤皇朝的庶子嘛，有点意思。又有人成丹了，是陈玄风！我去，太夸张了吧！肯定又是灵丹。老是对老天口这么大动静，会不会遭雷劈呀？闭上你的乌鸦嘴！我随便说说的呀，这异象难不成是丹雷？小子是来砸场子的吧？丹雷吗？又是那柄剑，他不会以为能够斩断天雷吧？怎么会啊？那柄剑竟有这种威力！随手一剑灭雷，若说你没有圣物，恐怕没人会信。那你呢？我只想跟你再战一场。至于圣物，谁还没点秘密？可惜，我不喜欢当陪练。好浓郁的生气，不知这小子炼制的是什么灵丹。还是没能炼出灵丹。发了！这些出炉的丹药品质全都不如陈玄风。赵化清的丹药也不行吗？哎呀，行什么？陈玄风的丹药招来了天雷呀！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老天的妒忌呀！这次大赛魁首非他莫属了。看来这下子你的极品灵石要输光了。不是还有一人的丹药未曾出炉吗？哼，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妮子能炼出什么丹药？这个年纪出炉的丹药能达到极品就不错了。就是，那可不一定。不会指望他能超越陈玄风吧？说不定呢。哼，拉倒吧，除非他能炼制出惊天地泣鬼神。
算是练成了。有没有搞错？连他都能练出灵丹吗？五妹竟有这么高的炼丹天赋吗？本次大赛如此空前，倒让老夫有些不适应。有结论啦？江山代有人才出啊！磨磨唧唧的，这老家伙就不能直接说结果吗？我宣布，本次炼丹大赛魁首会是谁呢？不敢面对结果吗？可一定要是陈玄风啊！是陈婉儿。是我，好哎，就知道本公主可以打。他的炼丹术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哼，还以为之前他在学院说要参加炼丹大赛，只是一时上头而已，原来藏这么深。猜来猜去，不如等会直接问他。黑幕，绝对是黑幕！你是在质疑协会？质疑？切，一个毫无名气的丫头，出手便是灵丹，还是这种盛会，我想不光是在下，观众席上的各位恐怕也会有些不服气吧。你什么你？陈玄风有生物，赵华清有魔焰，你有什么？你凭什么拿这个魁首啊？对，就是。凭他有我这个哥哥，够吗？三哥，炼丹大赛乃中都盛会，既有人不满，协会澄清便是。纵然他以力压人，可不好。难道炼丹协会觉得你们的威严比中都炼丹师心中的公正更加重要吗？哼，这俩家伙代表不了中都炼丹师。不看僧面看佛面嘛。既然圣朝太子发话，协会确实有必要解释一番。还是丹圣识大体啊！我正对得爽呢，你怂什么？你冷静点儿，咱得罪不起这个瘟神。奶奶的！开始吧，秦大师。赵化清的灵丹名为还真丹，可恢复化神期修士所耗的全部真元。全部真元？这么变态？只可惜还真丹有使用限制，只能是炼制者本人服用。秦大师不愧是通读古籍的白晓生，确实如此。陈玄风的灵丹名为生死玄丹，能让人重塑肉身，复生还魂。啊，复生还魂？如此厉害的丹药，拿不到此次的大赛魁首？古籍记载，生死玄丹应带有黑白相融的生死玄气，可此丹只有生气，所以只能算半成品。生死玄丹炼制条件苛刻，所以在下也只炼出这等水平。就算是半成品，也是我等难以达到的高度啊！你将来会走得更远的。秦大师谬赞了，不知道五妹炼制的会是什么丹药？我知道，这女娃是大赛魁首，很多人都怀疑老夫弄错了，但老夫敢以天道起誓，赛果绝对公正，如有欺瞒，神魂去灭。秦大师，发这么狠的毒誓，你不要命了？呵呵，你能花这么多心思炼制此丹，老夫又岂会让你这颗明珠蒙尘？要说做人，老夫可能不认真，但这炼丹，那可是老夫的一辈子，老夫绝不容有半点差池。哎呀，秦大师一生沉迷炼丹，说是疯魔也不为过。这陈婉儿究竟炼制了什么丹药，竟让秦大师起了爱才之心呢？此丹名为龙阳丹，炼制方法十分简单，只要是炼丹宗师就能炼制。什么？那不是我也可以啊？不仅是你，我上我也行啊。可炼制龙阳丹的材料收集极为繁琐，
需要龙眼草、赤阳石、纯阳百花露3物。光是这纯阳百花露就会让不少人放弃炼制。纯阳百花露，那不是酒吗？这酒价值可不一般啊！要知道，数万清晨花卉叶滴才能凑齐一道纯阳百花露。为了留住花露中的阳气，还必须放弃修炼，随时随地的用体内灵气运养。人要是没点毅力啊，还真酿不出这道美酒。而赤阳石则是以火山阳气炮制而成，龙眼草更是耗费心神。此物并非天地生养，而是以炼丹师的丹火喂养而成。正因为十分磨人，所以没有炼丹师敢碰这种灵丹。你既如此抬高，本太子颇为好奇，此丹有何功效啊？龙阳丹，顾名思义，服之可通经络，壮阳气，令体魄如苍山之挺，似浩海之渊。你这妹妹不简单呐！这只是一般功效。哼，就这？哼，圣朝太子，老夫接下来的话才是重点。服用此丹者，直接增寿300岁，修士可服用多次，每用1次，后续服用功效减半。什么啊？直接增寿？这要是吃上一枚，以后的日子岂不是快活死了？我操！要是服用3次，岂不是能多活500年啊？这下圣朝太子可满意了。哼，秦大师，你赢了。诸位，此次大赛魁首，还有谁有意见？既然如此，我宣布，陈婉儿就是此次炼丹大赛的魁首。陈婉儿，好样的！哼，尘埃落定了。五妹，你做得很棒。三哥就不好奇，我怎么突然变这么厉害了？哦，哼，这么说来，龙阳丹也是那位前辈传授于你的？没错。道士，难道跟指引周灵儿寻我来中都的道士是同一人？五妹，你还能见到那位前辈吗？莫前辈，婉儿来找你了。莫前辈，你在吗？啊，莫前辈，这位前辈，在下神念感知到您就在附近，还请现身一见。前辈费尽心思将在下引来中都，恐怕不是为了躲猫猫吧？得罪了。莫前辈，小子，你就是这样用玄冥仙人的绝技的？你打鸟呢？是你。哎，行了，既然都见面了，那就跟我来吧。异族公主打算唤醒她女儿的血脉吗？是的，需要处理掉。不必，被人族玷污的血脉就算觉醒，也翻不出什么浪花。哦，对了，以后你不必打听消息了。主人，怎么了？历练的时间到了，接下来随我参加周国之战后，就回族里去吧。是。这个觉醒仪是真的没问题吗？丽娜，你还好吗？我没事，
也不知灵儿能否觉醒血脉。该做的你都做了，接下来就看灵儿的造化吧。算算日子，战须就要开启了。也不知玄帝能否踏足天骄榜，成就天道化神躯啊！哼，天骄榜吗？这是结束？小莲子，你搞些啥子名堂哦？战须是玄武界气运的聚集地，界书可将气运划分区域。你说我在干什么？你就不怕遭天道反噬啊？看来你还不知道，你寄予厚望的小子是什么来头。尊上，您吩咐的事，子晴已办妥。很好。元国元婴修士本就屈指可数，加上你的安排，想必陈玄风绝不可能登上天骄榜。天骄榜承载气运，凭他一人是没办法和诸国抗衡的。如此一来，主人也能尽最小的代价除掉他。穆前辈的意思是，参加诸国之战，三哥必然九死一生。是十死无生。该说的我都说了，有谱了吗？我一定要去。这么怕死啊？不为长生，你修什么仙呢？凡人一生求仙问卜，不外乎是想自己做主。若修士己不由心，还修什么仙，求什么道？若像你一样东躲西藏，云国该怎么办？要么有所不为，要么有所必为。我背负的一切，绝不容我退缩。三哥，既然话不投机，罢，我也不想再劝了。只要你能接下我3招，我便放你离去，如何？你比我见过的那些化神修士要强太多。道法万千，仙缘有数。看来前辈很自信。第1招，消失了。不对，这压迫感是金戈道运。杀气，是杀伐道运。上次在周武商会，你释放的分明是草木道运。双重道运，你究竟是谁？我当然是我，观察不等于了解，谁还没点命？还要继续吗？不必了，以你的实力，接下3招绰绰有余。按约定，你可以走了。前辈似乎很失望。反正拦不住你，爱去哪儿去哪儿吧。我继续过我逍遥日子。在下只是不明白，前辈为何一定要阻挠我，甚至编出破绽百出、十死无生的谎话。说的越危险，才能让你越忌惮。毕竟你对诸国之战本就是一无所知。大晚上挑灯夜战，研究什么呢？哼，烦着呢。父皇任命我为诸国之战领队，正搜集往年各国的情报呢。有学院参战的吗？自己找。女帝50年，玄天学院弟子，烈阳堂莫千寻，随大炎朝出战，力压当代天骄，为天骄榜榜首。哎，曹子庚，烈阳堂出过这种猛人，怎么没见你师父宣传啊？诸国之战，名头好听罢了。
我就是从那鬼地方逃出来的。逃？姓莫，莫千寻，莫千问，千问千寻，难不成跟莫长老有关系啊？还有其他记载吗？只有一句：莫千寻不敬上界，与域外邪神勾结，女帝以叛逃罪名捉拿，被其逃脱。登上天骄榜后，本以为能飞升上界，哪知一切都是阴谋。阴谋？前辈，您是要接我们飞升的吗？算是吧。太好了，终于可以前往上界了！全都聚集到我所指的位置。接下来我们3人会赋予你们前往上界的飞升符咒。哼，这一批的实力倒是不错，可以动手啦。到上界之后，我可不会再败给你了。当时我们这些天骄满怀期待，哪知道那个法阵根本不是授予飞升的符咒，而是烙印了控制奴隶所用的精神灵纹。如此一来，所谓的天骄在那些上界之人眼里，其实跟牲畜无异。今后你们就是羽族的战奴了。战奴？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从今以后你们就是狗。别想反抗，下场。那前辈你……墨家以空间法术立身，我趁其不备，灭了其中一人肉身，才得以脱身。后来呢？逃脱之后，我本以为能将此事告知天下，哪知却早已被逐出家族，成了被圣岛通缉、人人喊打的叛逃修士，只得东躲西藏。啊，原来如此，看来前辈是怕我步了后尘。不，我更想拉拢你，联手推翻玄天女帝。听黑瞳说，玄风阁在你的管理下成了西南最大的拍卖行。哼，无事不登三宝殿，东拉西扯可不像姐姐。哼，你倒是摸透了本座。这次找你是要你带本座管理西南势力一段时间。妹妹才这点修为，姐姐心可真大。本座相信陈玄风的眼光，放心，黑瞳会协助你的。不愧是弟弟给奴家找的姐姐啊，果然大气。我来给你护法了。此次闭关，劳烦三长老了。不知玄帝那边准备的如何了？呵，拉拢我？不错。圣岛通缉你时，我回玄天学院打听过你，引发玄天金光，金丹期越境杀敌，豪取新生大比第一，与我当年丝毫无二。若非圣岛通缉，恐怕玄天榜赛第1名也是你了。前辈高看我了。高看？不，是所有人小看你了。前辈要推翻女帝，想必已有所筹划。这是自然。东躲西藏这些年，我在各大古迹搜罗了不少东西，那龙阳丹丹方便是我从中寻的，所以我手里的宝贝还有更多。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前辈能回答，我便答应联手。问题？什么问题？前辈所为，是为了阻止飞升，还是为了顺利飞升？自然是为了顺利飞升啊。那推翻女帝，
就一定能让前辈顺利飞升吗？换句话说，既然上界之人视我等为猪狗，不被修饰，真的可以飞升吗？这我还真不知道。我想，这诸国之战还是得去。若能从上界之人嘴里抠出办法，女帝统治自然会忘记。凭你一人，拿不下那些家伙。那就要靠前辈助我调教一下帮手。唉，没想到这些登上天骄榜的家伙全都飞升了。那咱们是不是到了准备说再见的时候了？唉，借你吉言，有没有什么飞升感言啊？我要是去了上界，你在下边最好给我弄个雕像，平时没事呢就烧个香拜拜，我说不定啊会保佑你早日飞升。好小子，还没上去就想占哥们儿便宜啊！你可真损！啊，你们家族的？是陈玄风。三哥、莫前辈，你们回来啦？新鲜出炉的，不错吧？这么短时间就能练出一炉极品丹药，看来这段时间五妹下了不少苦功。不错，已经完全超过炼药宗师的水平了。那可不，本公主可是拿了炼丹大赛魁首的人。怎么样，莫前辈，没让你失望吧？如你平日所言，是个深不可测的家伙。你说的帮手什么时候来？来了。陈玄风，能收到你的传音，我的面子不小啊。不是，什么事儿非得来这破地方讲？好事。这就是你的帮手？好事？帮手？他们二人分别继承了玄天堂与烈阳堂的绝学，论其潜力，能与之相较者屈指可数。学院的后生吗？你们俩释放气息，我瞧瞧。这是学院的前辈，照做吧。纯天、雷神，确实是学院压箱底的招牌。行，那就照你的计划来。这俩人我先收着，调教一番后，应该能够登上天骄榜。你跟他俩交代一下，完了再让他们来找我。陈玄风，这位前辈是什么意思啊？是啊，还说能登天骄榜。再过些时日，诸国之战就要开启，我想请你们助我一臂之力，而那位前辈就是来助你们提升实力的。我也要参加，可我不是皇子啊。诸国之战中，皇子会争夺国运，所以需要护国卫士，你是可以参加的。啊，对啊，我是夏圣朝领队，是可以钦点你加入的。到时候咱俩一起登天骄榜，如何？你这小算盘打的是哐哐响。不过你要我们怎么帮你啊？登上天骄榜，然后呢？等登上天骄榜后，我会告诉你们的。哇，搞这么神秘吗？好了，前辈还在等你们，我就不留了。五妹，走吧。为什么我会有一种上了贼船的感觉呢？既然都交代完了，就进来吧。上界之人筛选战奴一事，你在历代玄帝身边有听过吗？没有啊，
主人所言，本喵估计是第9代玄帝发生变故后的事。变故？第9代飞升前被上界派人镇压，本喵因此陷入沉睡。所以，这一切都是从那时开始的。看来他们隐藏得很好，连父亲都不知情。否则以他的为人，不对，父亲当年没让我参加诸国之战，并执意表示想让我继承帝位。难道说是为了让我避免沦为战奴？诸国之战原本是为挑选玄帝继承者的战虚，里面汇聚了玄武界所有契约，仙缘机遇更是多不胜数。只有获得6成以上的契约，才能有资格成为下一代玄帝。你是何人？等你参加诸国之战，自然就能知道我是谁。难怪他会提到契约。我是魏青，要不你就认输吧，一直躲来躲去，还切磋什么？哼，这可是你说的。这才对嘛！当心了！早就等着你的雷神掌了！蓝天炎龙！前辈，就要分胜负了，您出手干什么？哼，2个臭小子，再这样下去，这里都要被你们毁了。前辈教了这么久，不让我们练练手吗？有力气还是用在诸国之战上吧。现在最要紧的是提升你们的修为，修为这么低，就算功法强大，也不一定帮得上忙。我们修炼速度又不像陈玄风那么变态。是啊，前辈。行吧，行吧。吃下去，好好练吧。啊，丹药能让你们修为至少提升2个境界。哎呀，别再抱怨了，赶紧修炼吧，要不然根本赶不上那小子喽。此次闭关，我准备进入化神再出关。啊，这么久啊！修行本就如此。抛开修士间的争斗，便只剩下枯燥了。是飞鱼门的人。我去，这么久了，他们居然还在盯着。怎么了？他们是暮云山派来的，铸剑山庄和飞鱼门已经合盟。既然如此，那在闭关前，这笔账也该算算了。是该好好算算，毕竟那老家伙手里还有东西没交给。打算怎么做？哼，杀进去！不好了，庄主，不好了！什么事指？这样大呼小叫？启禀庄主，我国外面有人打进来了！啊！爹，救我！陆庄主，好久不见。哼，拿走山庄传承之物，竟然还敢回来！
既是传承之物，认得主。铸剑山庄何不顺应天意？你又是谁？爹，他就是羞辱我的那个家伙。闭嘴！哦，原来是你呀！你认识？老于，杀你儿子的仇人在此，还不速来！嘿，你们完蛋了！哼，小子，终于现身了，给老夫纳命来吧！可能，这怎么可能？啊！小子，你想怎样？说，暮云山在哪儿？庄主这么着急，到底所谓何事？您就别问了，快跟小的去吧。他来了。庄主大人，二长老来了。庄主，不知找我有何要事？你说呢？是你。铸剑山庄可以换个长老了。悉听尊便。你只管动手。青青，再怎么样，我也是你爹呀！庄主，庄主，我为山庄尽心尽力，你不能就这样对我呀！庄主，道友，能否卖陆某一个面子，放过穆长老？你的面子我要不起，跟我来。爹，难道就这样认栽吗？那你想怎么样？把整个山庄都打进去吗？少庄主，他能一剑扬了飞鱼门门主，就能一剑扬了我。他不滥杀，不代表他不敢杀。再找麻烦，我亲手送你下去陪暮云山。是，我知错了，爹。来此地做什么？取点东西。清风，跟上就是。这里竟然有出剑种！此处乃清风剑的剑种，可助清风剑恢复剑灵。青龙剑诀是你功法根基，与清风剑相辅相成，即使没有剑灵，照理来说也本该与你心意相通。你的意思是功法有问题，可剑诀是娘亲手教给我的，怎么会？我想暮云山为人不耻，令堂应该早有预见。没错，肯定是害怕暮云山据为己有，所以剑诀才会不完整。而且方才搜魂，我还得知了件事。什么事啊？留给他自己消化吧。什么是神神秘秘不能说的？谢谢。娘，你留的东西孩儿要取走了。
想必这便是完整的青龙剑诀了。木姐姐，他没事，我们护法即可。三哥，就这样放任木姐姐在那儿，会不会不太好啊？洞口被我布置了阵法，没有化神修为进不去的，放心。要突破了吗？好端端的哪冒出来阵妖风啊！我去，好冷啊！还是赶紧回房去吧。令堂留给你的遗物，我修复了，就此别过。待诸国之战结束，可去仙盟大会寻我。小婉儿，陈玄风，你终于来了。你要的人我带来了。想不到，不等我出手，他就倒在梦离的计策下。狱族的人，你居然背叛人族！哼，老家伙，良禽择木，狱族比人族强多了，臣服我们有什么不好？狱族，原来所谓的神，就是他们一族。真是不懂父皇看重三哥哪一点，居然让他当领队。把嘴闭上！云国之主恭迎圣使。想不到这种小国竟有2位元婴大圆满的参战者，战虚通道将在一炷香内关闭。我还要去下一个地方，你们几个人尽快前往。诸国之战关乎国运，运国虽小，却是你们5人故土，朕拜托你们了，出征吧！这鬼地方居然没有灵气！老三，你是领队，你说怎么办？当务之急是先找个地方歇脚，尽快摸清这里的情况，好过在这里白白耗费灵力和真元。哼，那万一遇上别国队伍偷袭，岂不是死路一条？能躲就躲，避不了那就打。我听三哥的。那就先这样。大哥这是被夺舍了吗？竟然会同意？我同意。那我也同意。哎，快看，那有座城！城外有结界，应该有人。那还等什么？就是不知是敌是友。你的心眼倒是不少，不如先去看看。也行，我去探探，你们等我消息。什么人？
敢闯我联盟据点？联盟据点，看来这地方应该不止一国都有。在下来自云国，想找一处歇脚之地。云国？哼，你们听过吗？没有。想必是某个不知名的小国。那要不直接赶他走？眼下联盟示弱，要是实力可以，团结此人也并非不可。哼，你个大块头，什么人都想团结，这种地方展示热心肠，可是讨不到什么好处的。还是我来吧。好俊俏的公子。几位可是商讨好了，不知需要什么条件才能进城？哼，你还挺上道的，知道要给点好处。但说无妨。问问他有没有丹药可以恢复灵力的那种。这家伙是生怕对方听不到吗？他就不能直接传音吗？灵元丹可以吗？既能恢复灵力，也可以用于冲破金丹期的修炼瓶颈。灵元丹，果然是灵元丹。哎，这位道友，你要是这样，那可就一切好说了。我还是第一次见他这样子恭维一个陌生人。还用想？别看这家伙平日里不男不女，可那眼力算是咱们三最厉害的了。估计这位云国道友是拿出了让他心动的好东西了。没有杀意，看来是真的看上灵元丹了。既然这样，那就好办了。这位道友，不知需要多少灵元丹才能换一个人入城呢？道友只需给5枚就行。不如这样，我给阁下30枚灵元丹，可否让我在城外的4位伙伴进城？当然没问题。等会儿，道友刚才说什么？我说30枚灵元丹换5个人进城，如何？你这是捞了多少好处啊？换做平时，你可没这么好说话。哼，也不看看人家给的是什么。灵元丹，3瓶都是？当然。太好了，有了灵元丹，突破到元婴轻而易举，我这就去闭关。既然如此，我也去闭关了。这守门的事就拜托你了。不是，你们不能这样啊！算了，找那位云国道友来陪陪我吧。三哥，你怎么跟人家谈的？安排这地方也太寒酸了吧？四哥挺适合自力更生的，要不去跟他们谈谈？行了。现在不是斗嘴的时候，此地没有灵气，无法感知修为。方才进城，城门上那2人一直打量我们，也不知他们修为如何。若是他们修为不高，倒是可以直接控制这座城。我看还是静观其变，初来乍到，说不定有很多事是我们不知道的。找我何事？他们2人拿了道友的丹药就闭关去了，我这一个人太无聊，所以只好请道友来陪我解解闷了。闭关？灵元丹只能让金丹期突破，这么说，那2人都是金丹期修士。你也是金丹期，为何不去闭关？你怎么看出来的？我只是随口一问，谁知你如此坦诚。好啊，道友照我。如此着急提升修为，莫非是在准备什么？还请赐教。谢了，道友猜的不错，
我们这么着急，是为能快些猎杀战须那一种独有的战兽。战兽？玄武界有那么多诸国，那些顶尖的王朝和帝国可不是我们这些小国能比的。所以，为了有实力与他们争夺气运，必须激活战须里的战碑，而战碑必须靠持有战纹的修士激活。战兽便是我们获取战纹的来源，只要凑齐5道战纹就能激活战碑，而往战碑灌输的战纹越多，看来这片战须有着一套独到的竞争规则。你们这座据点是如何找到的？这座据点是60年前，也就是上届国战，国家的前辈合力留下的。参与过诸国之战的小国都会联合留下据点，保证下届后辈征战有个好彩头。道友的蜀国看来是第一次派人来战须啊。确实如此，日后还望道友能多多担待。哪里，换我柳木就好。道友这种上道之人已经不多了，若是离开，我都有点舍不得呢。不知如何称呼？我看你是舍不得我的丹药吧。陈玄风。陈玄风，这名字有点耳熟啊。你不会是圣岛通缉的那个陈玄风吧？是我。啊，真是你啊！那这个，你收回去吧。该死的圣岛使者，居然放这种魔鬼进这里！你们都是睁眼瞎吗？丹药给你，就是你的，不用在意我是谁。吓死宝宝了！这家伙怎么看也不像无恶不作的邪修啊！难不成我听的那些都是谣言？是战兽，陈玄风，你守在这儿，我安排其余人去防守。三哥，发生什么事了？总而言之，这些战兽我们必须猎杀，至于原因，后面再解释。那就比比谁猎杀的多吧。好奇妙的感觉，感觉全身都变得无比轻盈了。阿银，这是龙吟剑，果然是真的，难怪老三变化那么大，想必早就已经被夺舍了吧。三哥，那是陈玄风守的那个门。大哥总算出手了。他们这是干什么？这家伙的功法有些诡异。你不是老三，你到底是谁？什么意思？眼前的三哥恐怕已经被人夺舍了。这不可能！陈鼎，信口雌黄可不好。玉婷妹妹，你仔细想一想，17岁之前他从未检测出灵根，就是个废物。照理来说，年纪越大，检测出灵根的希望也就越渺茫。可他偏偏在最后1年检测出灵根，还是从未记载过的灵根。哼，这样一个废物，若非被夺舍，他凭什么翻身？甚至能在宗门大比打败了玉婷妹妹你。够了！我这元神可是被你嘲弄打压才会郁郁而终的，
没找你算账，你反而找我麻烦。想不到你竟然有这么大的怨气，四弟。别叫我四弟，陈玄风，别以为修为高了就能在我面前装蒜，在我眼里，你永远都是个废物。是吗？可你别忘了，我的不幸可没少过你的掺和呀，陈弟。你说我该不该找你算算的？既然你非要找死，那我便替原身了结这份恩怨吧。老三，疯了！他是你四弟，是吗？可你和他似乎并没有把我当兄弟啊。竟然真的想杀了我，是真的，刚才真的要杀我，他是真的会杀我的。三哥，我错了，你放过我，放过我，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该死，这杀气比我修炼的杀气还要可怕。老三，你最好想清楚。若我真被夺舍，大可以解决了你们一了百了。毕竟在我眼里，这种事也不算什么。三哥，你说的是，您绝对没被夺舍，是我不长眼，是我口无遮拦。够了，这次是看在五妹面上才放过你，记住，不会再有下次了。记住了，三哥，我记住了。那你手里的龙吟剑怎么解释？况且修为提升如此之快，实在是有些匪夷所思。既然怀疑我，怎么不在云国就提出来，偏偏在这儿？难道是有人特意指使他这么做的？哎呀，大哥，三哥的这柄剑只是仿制而已啦。不对，陈玄风在灵宝阁曾拍下过龙吟残剑，当时我就在现场。加上夺得新生大比魁首另一截残剑，将其修复也并非不可能，所以这柄剑绝对是真的。居然记得这么清楚，果然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跟卫青混一起久了，脑子也好使了。啊，五妹，那天我确实对你撒了谎。哎，算了，其实冷月姐姐认出此剑时，我就知道了，只是三哥否认。我只好装糊涂而已。龙吟剑的确是我费尽心思所修复。那你的修为呢？修为？我进仙元班时，你当时似乎只有金丹后期，修炼的也不是现在这种凶煞的功法吧？修行路上谁还没点机缘？如今你也修为暴涨，怎么不说自己也被夺舍了呢？你好，暂且信你一次。但你最好别露出马脚，否则我定不会放过你。我行得正，坐得端，不怕人找麻烦，但最好也别随意找我麻烦。哼，陈玄风，不管你是不是被夺舍，只要你威胁到我的地位，我就不会放过你。柳木，丹药够吗？够了，还好有你啊。
不然我们这座据点恐怕撑不到明天了。为什么这么说？根据记载的描述，这些战兽一般不会主动进攻我们，可一旦进攻便不会停止。昨晚进攻据点的战兽只是最开始的先锋战兽潮。你的意思是，今晚还会有更大规模的战兽潮？没错，除非踏平这里，否则这些战兽每晚都会出动。只能希望今晚能平安抵抗住下一波了。万一抵抗不住呢？这个据点是我们三小国前辈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我就算是死也会保护好这里。我明白了。那你知道这些战兽有什么弱点吗？弱点？什么？出城斩杀战兽兽王？三哥，这也太凶险了！老三，你膨胀了。白天战兽的实力会下降，这是机会，否则据点不得安宁。三哥，战虚可没有灵气，若是灵气耗尽，岂不是会丧命？要不还是再考虑一下吧。老四说的没错，贸然行事与送死无异。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可是三哥，战虚无法。不必说了，老三，要去你自己去，但你要想清楚，到时孤立无援，可别怪我这大哥不伸一援手。有胆子你就一个人去，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能耐。是啊，三哥，这件事关乎性命，大哥也是为我们考虑啊。既然这样，我孤身前去即可。陈玄风，我会处处与你作对的。当然，若此次你死在战兽手里，那就再好不过了。若是没死，一旦有机会，本殿下绝不放过。切，死妖人，非拉着我们守门，结果自己倒是睡得比猪还死。三哥，等等我！哎，是陈玄风和五公主，是发生什么事了吗？此行凶险，你还跟来？那也好过跟大哥、四哥他们在一起。哎，对了，三哥，我刚才就想提醒你，战虚无法用神念探查这些地貌，你如何寻得战兽的巢穴呢？我自有办法。主人，找到巢穴了，直接前往。是，主人。五妹，跟紧我。就是这样。五妹，当心！孟玉，想不到你也来了。你们天启国来的人倒是挺多，看来昨夜受潮没受什么影响。怎么，上通国吃了亏？数量太少，连凑齐一道战文都不够，这不想带人过来多捞点儿。这股气息，是战兽兽王，不好！有人捷足先登了！三哥，果然是化神期实力，看来必须速战速决了。我没事，五妹，这条畜生我能对付。你继续帮我拦住那些低级战兽即可。三哥，尽量快点，我的灵力快坚持不住了。放心，我这就了结了他。三哥的气息好强。方才的杀气令人不寒而栗，仿佛置身尸山血海。战兽兽王的气息已经消失殆尽，想来已被那人斩杀。好在啊，那人留了这么多战兽，至少我们不会空手而归。就是不知他来自哪儿，这种怪胎，我们这些大国都不一定能培养出来。以后要是碰上，一定要躲远点。如此恐怖的杀气，很大概率来自那些顶尖红潮。
准备的如何了？10大皇朝全都愿意参与。哈哈哈哈，不错，这才对嘛。如此一来，这陈玄风便是瓮中之鳖了。这便是所谓的气运吗？什么感觉啊？唉，别提了，气运没法炼化，不然也不会这么快结束。你这也太晦气了吧！你那嘴碎跟班又开始催你了。不过倒不是回据点，而是去围剿一个小国联盟。不是，你们可是顶尖王朝哎，居然要去打一个小国联盟，会不会太没有下限了一点啊？这是圣朝调令，10大皇朝都要去，没办法拒绝。唉，走吧。看这穿着，他们应该不是一起。这阵势，怕是来者不善。我去看看。诸位道友，不知来此据点有何贵干？哼，李道真，可以出手了。不好！煞气，一眼就认出了我的功法气息。你是元婴？看来你也是元婴啊！拳法，天道雷法。哦，竟然还有力气站起来！不过是偷袭得手，得意什么？是吗？不好！于婷、老四，小心！哼，晚了。哎，你没打中。哼，是吗？那你要不要看看他呢？玉婷妹妹，哼，蠢货，连元婴都不是的家伙，压根儿不配成为我的目标。你这家伙，我跟你拼了！哼，愚蠢，一个金丹也敢对我出手？看来你很得意。谁？这是杀气。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只需要知道你还有3息时间可以离开这里。哼，装神弄鬼。是，你还有2息时间。这家伙到底藏在什么地方？还有1息。废话少说，给我出来！乱藏，愣在那儿喊什么？时间到了。谁？
这家伙居然在这个节骨眼赶回来了吗？段仓，看来你又要出手了。段仓，不必喊了，他已经死透了。死？他可是元婴大圆满，怎么可能毫无还手之力？在他死前，我还给过他机会，让他3息时间离开这里。可惜他不听我的话，所以只能死在这儿。现在，我想问，你会听我的话吗？哼，无知。哼，跑这么快干什么？也不把垃圾带走。哼，别得意的太早。方才结界已破，你们做壁上观我不追究，但是段仓到死也无人出手，该给个解释吧？解释？瞎了你的狗眼，看不出来他们怎么受的伤吗？李道友，你与段仓二人动手后，我们原本打算以阵法将此城困住，可惜就在开启阵法时，突然感到了一股杀气。啊，杀气？啊，是杀死段仓那家伙？没错，就是他一招打伤了我们4人。恐怕他就是此次圣朝调令的目标。我还是第一次碰上这种可怕的家伙，好想跟他实实在在的打一场。我的剑也期待跟他下一次的交战。无声无息的杀掉一个元婴大圆满，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说了你也学不会。哼，对不起，之前说你被夺舍，是我多疑。这次要不是你及时赶到，恐怕老四跟玉婷，甚至是我，都会栽在那2人手里。哦，原来你还会反省，就是不知那煞气功法是谁教给你？你问这个干什么？难道功法有问题？看来还不算太笨。这是妩媚炼制的，可以增加寿命。娘娘腔，你放心，我会把你带回兰国的。刘牧，陈道友已经替你报仇了。接下来这座据点，我跟唐燕会守护好的。你看，我们果然是最后到的。行了，你都嚷嚷一路了，能不能让人清静点啊？我就说了几百句，哪里说一路了？哎呀，谁来把这王八带走啊？你说谁王八呢？信不信我削你？诸位道友，夏圣朝曹子庚接圣朝调令前来。这么快就结束了吗？啊，不好意思，来晚了。不晚，调令目标还在这座城里。那他是？天圣朝的段仓。啊，这是死了？死的不能再死了。我去，段仓可是修行神念一道的修士，还是元婴大圆满修为，居然就这样水灵灵的嗝屁了。这调令目标这么凶残的吗？不是，这人头送的太快了吧？我们还没到呢，一血就丢了。你们都看着我干嘛？我说的难道不对吗？手下人不懂事啊，闹笑话了。哼，看来夏圣朝很自信呐。那接下来再打头阵，就靠曹道友了。啊，
造孽呀！还没混个脸熟，仇恨值就被拉满，还让不让人活了呀？这李道真心眼可真小。你要不要回忆见面时你说过什么？行了，赶紧布置好阵眼离开这里，我可不想成为第二个断仓。三位，既然来了，就留下吧。我去，谁啊？我是你秋山爷爷。老魏，快出手啊！用不着你说。哼，跟我玩火，小样！你蠢货，闹出这么大动静还不跑，摆什么造型啊？喂，小心呐！曹子刚，快走！你看我走个毛线啊！这下真的要栽了。谁要栽了？这声音是陈玄风。圣朝调令。哼，不然谁来这儿就为了一个小国据点吗？难道你们就不去获取战文吗？这可是激活战碑、争夺国运的唯一条件。你们就不怕国运衰落吗？这到圣朝调令结束前，战碑还有天骄榜都无法开启。不错，这时收集战文不仅浪费时间，反而会在战碑开启时被人强取豪夺。这是想借诸国修士之手来耗尽我的灵力。陈玄风，你打算怎么做啊？很简单，把我抓回去。那曹光头的传音符啊？他告诉我阵眼已布置好。哼，算他们有点本事。我已传音其他人启动阵法。那就开始吧。阵法已成，可以进去了。这镇元风灵阵可以封闭经脉，镇压修士的灵力和真元，你要小心啊！他们进城了。两位，这一出戏靠你们了。三哥，千万小心。我会的，记得按计划行事。五妹。怎么回事？春元被封住了。这些家伙！干得不错。嘿嘿，那肯定，我家皇子可比那段仓靠谱。把你的嘴闭上！把他带走。哟，醒了？哼，你身上已经贴满了符箓，还是别挣扎了。不能动用灵力吗？还好这些符箓压制不住神力，倒是可以试试，能不能让他们说出点什么。你们就只会这些手段吗？你也偷袭过我们，就当咱们扯平了。偷袭？就凭你们？我那是一时心善，不想滥杀罢了，否则你们早就成了我的剑下亡魂。是吗？那我便跟你堂堂正正的打一场。就他了。哼，就凭你一个打碰碰拳的瞎子，你配吗？赢了你也是欺负废人。敢说我是废人？道之兄，请解开他身上的符箓，
我要揍扁他！哈哈，这家伙的嘴可真毒啊！你也好不到哪儿去，贱耍的跟猴子拿烧火棍一样，半斤八两还敢笑人家，我脚使剑都比你好。是吗？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用脚使剑。唉，陈玄风毒舌，比之曹岩，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呐，把这两货都气红温了。天河浩然，冷静点，他是在故意挑衅你们。被看出来了。他刚才用神念干扰了你们二人，我说怎么方才心烦意乱？差点着了他的道。你是怎么看出来？哼，我修的符箓一道，刻画符箓对掌握神念的要求极高。虽然你很小心，但我依然能感觉到。看来是问不出了，只能等五妹来了。我很好奇，为何圣朝太子一定要抓你？因为他害怕我。哼，这个笑话并不好笑。是吗？那他为什么要抓我？你会关注一个对自己毫无威胁的人吗？你有听过我这个人吗？看来外界中的传闻，你们都没听过。我们这些参与国战之人，自幼便会从师闭关，与世隔绝，直至国战开启，所以不曾听过外界传闻。啊？自幼闭关，与世隔绝？不是，你们不是皇子吗？怎么会过上这种日子？皇子？你在开玩笑？哼，我只是庶子，能被选中参加国战，算是撞大运了。那你们，天河跟我都是庶子。我这双眼睛便是因为庶子身份被人挖了，好在有些天赋，被选中参与国战，也算脱离苦海了。不只是我们，大多皇朝参与国战的修士都是庶子，洛仙子、叶仙子、慕容兄三人也是其中之一。看来这些皇朝恐怕知道诸国之战是个局了，所以才会挑选庶子，培养成可以随意抛弃的参战棋子。遇上我，该说是你们的幸运，还是噩耗呢？够了，说这么多干什么？出身低微，受尽冷眼，遭人欺辱，这种痛苦令人恐惧、悲伤，令人忍不住自卑自怜。但这些都不是尽头，等你们被人操纵着命运堕入深渊，才会知道什么叫做绝望。你什么意思？不好，非洲要毁了！三哥，我没事。混蛋！我刚才的话，你若真想知道，下次见面我会告诉你。后会有期。别追了。那女子是谁？你可没说过还有漏网之鱼。是我的疏忽，但现在最要紧的还是找其他人会合。如今非洲已毁，必须就近找个据点过夜，否则那些战兽盯上我们就糟了。哼，分头找。总算回来，否则唐燕说你故意被擒，我还以为是说谎。阵法破了。破了。五妹，下次别跟老子冒险干这种事。看来丹药很中意。五妹炼制丹药不错，我体内还剩一半药力没有炼化。接下来你来守门吧。三哥，以你的实力，那座非洲阵列后，你可以擒住那两个人，为何没出手呢？按照计划，我原本是要出手，但在非洲上时，我从他们口中得知了一些事情，所以断了对他们出手的念头。什么事情啊？记得曹子庚说过，
诸国之战除了争夺气运飞升的天骄榜外，还是各国皇子继承国运的国战之地。记得呀。哦，看你这反应，怎么像是忘了？哎呀，我刚想起来嘛。哎呀，三哥，你别卖关子了，你快继续说嘛。其实来据点的那些家伙，他们的身份并非皇朝中的皇子，而是出身低微的庶子，而且是自幼培育、与世隔绝修行，只参与这一次国政的庶子。堂堂顶尖皇朝国运，不给皇子继承，反而给庶子，这也太匪夷所思了。没错，莫前辈说，诸国之战就是上界之人挑选战奴的阴谋。原本对此我还有些怀疑，可这些庶子就像是刻意成为战奴所培养的，让我不得不确信了此事。那怎么办呀？三哥，我们还能回去吗？既来之则安之。据莫前辈所言，上界之人一定会抓踏上天骄榜的修士，你到时不参与天骄榜的争夺即可。我知道了。可是三哥，那些庶子并不知道此事，他们只知道要抓住你，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无碍，他们本就是皇朝为上界之人准备的战奴，若能多接触，或许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助力。诸位，到了。好在遇上了道友，不然我们怕是甩不开那些战兽了。啊，不必客气。如今战端未起，能结交其他皇城，未必不是一件幸事。说的也是，赵兄阔气。我去啊，真要在这儿待一晚吗？怎么，喜欢上被战兽惦记的感觉了？打住，我可不想再体会一次了，差点没给我整出阴影来。我已经可以想象你刚才掉进战兽巢穴的怂样了。这赤皇朝据点感觉不咋地嘛，跟小国据点没两样。哎呀，该死，他又来了！回去一定得好好跟父皇说一说，治一治他嘴臭的坏毛病。是吗？那你倒是把夏圣朝的据点变出来，给大伙看看。我就是评价一下，你有必要这么计较吗？你快给我闭嘴！不好意思啊，赵师兄，手下人口无遮拦，让你见笑了，你别见怪啊。师兄，哦，原来是玄天学院的学弟，真是幸会。赤皇朝战虚据点早已不在，如今这座据点还是我斩杀了一头兽王，驱逐城内战兽所得，所以自是有些简陋。若这位道友嫌弃，据点外有我特意留下的魔焰气息，那些战兽因为惧怕会远远避开，不敢靠近，倒是可以在那儿将就一晚。兽王，那可是堪比化神期的战兽，除非有化神后期的实力，否则无法将其斩杀。赵师兄厉害啊！比起在学院，如今已是蛟龙入海，更胜一筹了呀！哎呀，还好及时把这家伙给拉住了。哎，师弟抬高我，还是先进城吧。南派老祖，战虚7日后就会关闭，你还要多久才能出手啊？放心，我已将气运划分，绝不会耽搁。你最好快点儿，这批战奴质量若是太差，我可绝对不会独自认罚，一定会拉上你。若是按耐不住，你可以亲自动手。好，这可是你亲口说的。哼，早就想要那小子手里的剑。下，去荒漠。奇怪，
兽王的气息消失了。有没有搞错？才刚找到这儿的，又要空手而归了。有别的队伍在这儿。有熟悉的气味，是你的老熟人啊，沐玉。要不要去打个招呼？孟玉，老熟人，缘分还真是奇妙。哼，2次撞见你，2次空手而归，这缘分不要也罢。哎，圣朝据点怎么出现在这儿？圣朝？不是，大姐，你又要干嘛？那些东西让我很不舒服。哎呀，完了，出大乱子了！大乱子是啥意思啊？想看热闹？天霸呢？天霸也想看看。既然如此，跟上去瞧瞧。2位道友找我，可是城中有不习惯之处。赵兄，就在方才，我收到朝廷调令结束的消息。调令发布时，我虽并未应召，但看你们昨日狼狈模样，想必应该并没有成功吧？赵兄猜得不错，对方不但实力强劲，而且异常阴险狡诈，我们根本不是对手。段仓甚至连那家伙真身都没见到，就被他无声无息给杀掉了。更可怕的是，那家伙一剑便能击溃我们这些元婴大圆满修士，甚至连非洲都承受不住他的剑气。断命魂针的段仓，是能一剑做到如此程度的，甚至遭到圣朝调令的针对，恐怕唯有一人。赵兄知晓此人，自然知道，此人应该是陈玄风，他并不滥杀，想来是放过了你们。哼，放过我们？赵道友这话什么意思？人各有命，段仓之死非无迹可寻，你们能活也绝非偶然。难道段仓就该死吗？你最好收回这句话，否则别怪我不讲情面出手。修和心结合果，你可明白？哼，我不懂，我只知道段仓是我朋友，我只想让那家伙血债血偿。多说无益。你既已满腔怒火，那便用最强一招来对付我试试。若你击败我，我便向你赔罪。哼，这可是你自找的。十方天雷，落！在下燕国唐燕，上国秋山。不知道有大驾光临，可有何事？哼，陈玄风，还不出来一剑？陈道友正在修炼。问你了吗？就敢在本太子耳边聒噪，别轻举妄动，否则他的下场就不止那么简单了。阁下过分了！哼，过分！一个小国之人也敢这么跟本太子讲话？这样破敢，难道是化神修士？阁下，还请高抬贵手，有什么要求，我燕国一定全部满足。只要你放过秋山。哦，是吗？那让你对陈玄风动手呢？哼，就知道你不敢。既然无用，那便去死吧！混蛋！燕星坠！如此靓丽，果然实力还是差太多了。
这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这么强？数十道天雷汇聚在一起的攻击，他竟然用肉身硬生生的扛过去。连击破我肉身都不能做到，却想让那家伙血债血偿，你还是放弃这个念头吧。市场太多了。朋友，陈道友，终于肯出来了。我跟你似乎没有什么解不开的仇怨。陈玄风，你我之间确实没什么仇怨，冷家之事也是小打小闹。可是你不死，玄武界就不能安宁啊！要不你就牺牲一下？你这般厚颜无耻，也配说牺牲二字？那就别废话了。半山、镇海，属下在。把此地给本太子平了。那小子交给你。没问题。好在主父母被他们离开了。接招吧，小子！这家有些不对劲。小子，上次算你运气好，地煞才会栽在你手里。可这次，你休想活着走出战区。这家伙的实力怎么会增强这么多？草木倒运。半山，还愣着干什么？别让他有喘息的机会。陈道友，快避开！他避开不了了。这小子的手什么时候恢复的？不好，他是故意在等我。多谢太子相助。哼，他交给本太子亲自料理。是啊。果然是双重倒影，你身上的秘密还真不少。你也不差，看来你察觉到了。你的气息比在冷家时高出了数十倍不止，很难不察觉。所以现在你还觉得是本太子的对手吗？总要试一试，不是吗？哼，那便成全你，圣海结仇。唉，赵华清的魔焰太变态了，连天雷都不怕。曹子高，我们的据点被圣超强攻了，桑哥在断后，你们的位置在哪儿？我来找你们会合。就在你救下陈玄风的西北方向200里外有一座古城。我马上赶来。这是什么？哼，不懂了吧？这叫通讯符箓，只要在指定距离内留下一定数量的灵符，就可以用它传递消息。哦，难怪昨晚你一路偷偷摸摸，原来是为了这个。哼，长见识了吧？哎呀，真是好东西啊！这霸道的力量，绝不是灵力。这家伙
难不成跟上界之人有关联？哼，像这样的宝贝，你这种废物可配不上，只有本太子才适合拥有。区区元婴，竟想跟真正的化神修士相提并论，在没有天道压制的情况下，就算你是双重道运之身，也不过是一只蝼蚁。不好，灵力和真元都被耗尽了。看来不需要那个老东西出手，你就可以去死了。难怪等了半天也没见你跟来，就知道你在逞英雄。赶紧恢复灵力，拦住他一会儿。哼，我知道怎么做。带上秋山兄弟，赶紧离开。大恩不言谢，道友。你是何人？是你爹。而修炼此等功法，绝非善类。一个搞偷袭的杂碎，也好意思评断善恶？妖煞诀，小心！这个绝杀是由妖兽精血凝聚而成，威力不可小觑。哼，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怎么会？接下来到你了。必须尽快恢复灵力和真元，陈宫撑不了多长时间。主人受伤了，我低估了战区的影响，如今身处险境不说，连龙鹰剑也被夺走。看来得让本庙助主人一臂之力了。你来助我？哼，躲开了！你就只会偷袭吗？啊！哼，愚蠢至极！凭你这半桶水的妖煞诀，也妄想进本太子的身，简直是痴人说梦！还不肯听话？那便让你来了结下面这条不听话的狗吧。等再收拾了那小子，你便只能认我为主了。混蛋，追都追不上，不会又要跟人家干起来了吧？彪子，再快点！这女子竟然让本太子感到了一丝危险。你身上的气息，我很讨厌。哼，你坏了本太子的好事，还敢出言不逊？什么？你的实力还不错嘞。梦里可没说过，那小子身边还有这么厉害的女修。刚才那一剑根本不可能是你这个修为能使出来的。你到底是何人？杀你的人。
收敛一点，他可是……哎，天哥，你没事吧？哼，好机会，就等你上钩了。陈玄风，给他服下，接下来交给我。陈玄风还不死心吗？没有天道压制，任你有多少底牌，面对本太子都不过是杯水车薪，自取灭亡。抓到你！天道压制？怎么会啊？陈玄风，你做了什么？既然你仗着战虚没有天道压制，那我便用点手段把你从中拉出来。而现在，你已经到我的地盘了。你的地盘？哼，口出狂言也要有个限度。战虚乃玄武界通往灵界的通道，就是我族羽皇也无法带人离开。哼，虽不知你用何种手段引发了天道压制，但想凭这点困住本太子，那着实可笑了些。看来你还不清楚形势。你做了什么？别紧张，只是一道杀伐咒印而已。只要你再敢动用真元，虽然做不到将你抹杀，但坏了你这具肉身，还是轻而易举的。交出他们二人，否则别怪我下杀手。两位圣朝道友，何必如此咄咄逼人呢？少他妈废话！既知我二人隶属圣朝，还敢插手阻拦，我看你们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此女与我有恩，我断然不会将她交出。那你便陪她一起下去吧。报告，是伏击术。办法了，那便让我领教一下化神修士的实力吧。果然还是挡不住啊！西恨天，王勋，我的拳头只会让他肉身经脉尽断，死不了的。哦，那他岂不是还要谢谢你大发慈悲？动不了了。这些东西是什么时候缠上我的？我的判官笔可是孟家唯二的驱魂法器，根本不是护身用的。你上当！混蛋！小心上面！消失了。太子和搬山将在哪儿？放心，马上就带你去见他们。
陈玄风，你杀又不杀，放又不放，到底想做什么？等着便是。真言之火，你得了黑莲剑尊的传承。看来你知道的还不少。若不想遭受折磨，就把知道的秘密都说出来，否则，我不介意用搜魂之术亲自动手。好，本太子说便是。事情就是这样，赵师兄，你可愿意施以援手？我参加诸国之战，就是为了再跟陈玄风打一场，使得修道之路念头通达。这个忙我帮了。太好了，我替三哥多谢赵师兄。事不宜迟，赶紧出发吧。三哥这家伙就爱逞能，结果还得让这么多人去救他，真是麻烦。你说是吧，玉婷妹妹？陈鼎，你不会忘了，是陈玄风从那些皇朝人手中救下的你吧？若不是他，你恐怕已经成了这战须一截土了。等等我，玉婷妹妹。这么说来，你们圣朝就是上界之人留在玄武界的守门人。你也可以这么理解，若非100年前有参战者灭杀了来此处的接引人，我族也不会再扶持一个圣朝于此。那玄武圣道曾经又是什么存在？哼，自然是我们挑选战奴，最开始所扶持的傀儡势力。想不到你们这些外族倒是懂得自上而下渗透。你们人族虽强，但却经常内斗，否则我族也没有这个机会。这是你们的劣根。是吗？看来你了解挺透彻。哼，若非那老东西没向我道明你手中有如此重宝，我岂会逞一时威风亲自来抓你？老东西？这么说，他也在战须？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难怪会被派下来当看门狗。哎呀，看样子你派过去的人不得行你呀！原本是想瞧瞧这个陈玄风能否集齐战须内的所有气元，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神魂化形，风灵镇魂术，那种邪门的镇魂禁术你都敢去修炼？哼，什么狗屁仙术禁术，分得那么清作甚？只要与我有利，便是我修行路上必须的道法，修它又有何不可？刚才那人的气息，怎么感觉有些熟悉呢？天霸饿了，天霸要吃东西。还好带了不少吃的，要不是小时候老哥为了我被人弄成傻子，恐怕我也没机会参与魔战。好在没影响老哥的修行天赋，希望得到战兽兽王的精魂后，能帮老哥恢复神智吧。
战区里似乎没有这些飞禽走兽吧？这圣朝的话语术当真神奇，竟能通过灵力画出语义。主人，你能飞了！有了这个，便不用耗费灵力御剑赶路了。那3个家伙，主人打算怎么处理？剑哥被带入了战区，也许能用他们来交换。要不是本庙支招，主人都不一定能拿下那3人。本庙可不信幕后之人会这么轻易的谈条件。你说的不错，拳头大才是底气，还是得多些底牌，才有谈条件的资格。本庙就知道主人的打算，所以早就等着这第3次传承了。不过此次传承是4代玄帝的道运，估计会是最煎熬的。再有6日，上界的接引人就会到战区，不管多难熬，我都得受。说起来，这还是第一次看见祭坛夜晚的样子。这是什么？将元婴置入光源中，可受明火焚魂之痛，万毒噬骨之苦。坚持时间越长，所得传承越多。焚魂之痛，噬骨之苦，这真的不是在找罪受吗？若无法接受，可以直接放弃，但你只有这一次机会，要想清楚。竟然只有一次机会！第10代玄帝，你是否接受本次传承？拼了！这就是焚魂噬骨吗？似有无数火烫之剑在头顶上不断穿刺，火辣辣的鞭打感遍布头顶，连眼睛都像是要被挖走了一般。身体里似有千万只蚂蚁在蠕动翻涌，感觉要被撕裂了。老子跟你拼了！来，打我！想不到主人毅力竟然如此之强。比起刚开始要用自虐来遏制痛苦，如今主人的忍耐力恐怕已经极为接近4代玄帝了。到时间了。是的，主人，你此次传承已持续50日，外界已过5日了。再有1日，上界的接引就会到了。看来只能结束考核了。第10代，恭喜你，你的神念及肉身已经足够接受此次道运传承。幽冥道运，为何感觉跟赵化清的幽冥魔焰气息如此相似呢？算了，现在不是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得尽快回战区。你为何没去跟五妹他们会合？哼，天骄榜已经开启，他们都在那里，我一直在等你出来，带你过去。有心了。看起来，你似乎还对我有意见。你夺舍老三，
违抗玄天女帝偷取圣物，如今还想阻止我等飞升？哼！我难道不应该有意见吗？真没想到，这枚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戒指，就是传说中的圣物。你抓到此人，助圣岛取回圣物，紫青长老会为你邀功的。圣朝之人应该还在鼎内。多谢提醒。南派老祖让你来的？他在洞府等着主人。身体使不上力气。别废了这具肉身，那是我三弟的。哎呀，我还以为你把他给阴成这样，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呢。虽然不知道那老东西从哪儿找的你，但我劝你最好别扫我的兴，因为我现在火气很大呀。道运，交给我来。看在你帮本太子的份上，毁我族人肉身一事就先不追究了，但陈玄风的修为我必须废。重新给天罡弄副肉身。多谢太子。重塑肉身，我族手段可不是人族能媲美的。在远古时期，人族先祖碰见我们，都得尊称一声神。不愧是火羽王赏赐的神物。哼，都是来下界当神使，可谁能想到那个最没存在感的家伙却能得到族内成神的资格，真叫人嫉妒啊！还得是主人赏识，否则我这无名之辈岂能入得了火羽王的眼？好了，闲聊到此为止，该去南派老祖那家伙的洞府了。主人，听火羽王说，此次接引战农，族内会派下位神过来坐镇。知道了。小婉儿，南派老祖，你要的人我给你带来了。剑客，
看来阁下便是当年人族第一剑修圣地天心宫公主，传说中的人族剑尊无极剑主吧？哎呀，真是落毛凤凰不如鸡呀！阁下当年被奉入神明，甚至能与我族天羽神主争锋，哈哈，这如今呢，却剩一道神魂苟延残喘，实在是令晚辈唏嘘呀。天羽神主，你是羽族之人？不错，在下乃神主护法火羽王麾下第81位神使。小男子，已经背叛了神族。哼，老家伙，良禽择木，这可是野兽都懂的道理啊。如今羽族中心星神数千，乃是灵界第一大族，比人族可要强太多了。臣服我们有什么不好啊？羽族，原来2代玄帝斩杀的神，说的就是他们。小子，醒了！还给我！原本以为你会比这枚戒指的第9代继承者难对付，可谁能想到，只是用了些上不了台面的手段，就这么快废掉了你。老祖，原来是你！去参加国战吧。是。圣岛3长老就曾中过我这招，你虽为他摆脱了控制，却并未将我这手段放在心上，反而欲和我正面过招。狮子搏兔，一用全力。我没想到你会不顾高阶修士的脸面，动用这种卑鄙伎俩。脸面，卑鄙。看来这枚戒指给了你勇气，却让你少了些脑子。小心驶得万年船，像你这样的修士，我见多了。有点本事便自以为天下无敌。其实修仙是很残酷的，很多人都在这条路上身陨道消。还有数不清的兄弟反目成仇，同门相互算计，甚至是父子之间自相残杀。上一刻还是你的伙伴，下一刻就会要你的脑袋。没有人能保证自己是绝对的强者，大家只能尔虞我诈，各怀鬼胎。对付你虽使了伎俩，可你又怎知我没用全力？你这种人有点要蹦起来的苗头，只要先打压，再给甜头，等候时机任其膨胀。届时使些伎俩，就会一戳即亡，丝毫不费吹灰之力。梦离追你未能得手，后面即便对付你，也没有动用全力。虽然3长老和圣朝对你出手，都有他推波助澜，可凌云界给了你不少帮助，让他们无法解决你。你将他们反制，一步一步变得有些得意忘形，而这也为我的伎俩做足了得手的铺垫。所以我用全力了吗？这一切竟都在你的计划之中。你身在棋局之中，自然不知所以。只可惜我不会给你翻盘的机会了。南派老祖，杀他有必要费这么多话吗？摆弄棋子，棋手的乐趣罢了。
竟然是他第一个到。赤霄古玉，这至少是猎杀了5佛兽王吧？黄金国玉！唉，算了，人比人气死人，勉强对得起父皇了。还剩最后2座战碑，也该来了。哎呀，这密室外有阵法，出不去的，你还是消停点吧。我明明知道桑哥在鼎内，我就应该坚持等他出来的。都怪我听信了大哥的鬼话，结果害得你跟我一起被困住了。万一桑哥真有什么危险的话，我真的……你别自责了，谁能想到陈宫藏那么深？奇怪，怎么只有陈宫一人？这是还活着吗？原本以为重魔一世，有了凌云这个盟主，只要自己足够相信，必然能复仇。没想到还是败给了自己，我不甘心啊！灵犀散尽谢天时，火焰满月诸神。幽冥一目破枷锁，逆转生死，傲乾坤。逆转生死，不破不立，
原来这才是4代玄帝留下的真正传承。派老祖，你等着吧。哎，你在意的那小子，虽说得了玄帝传承，可终究还是太嫩。想必现在他已经生死道消了，这枚戒指也将重新封印了。玄帝传承，原来这枚戒指是玄帝炼制的时空之宝凌云戒。弄死了小娃儿，接下来就是对付我了嘞。我原本就是你的第2元婴，如今背靠羽族，只要你愿意，我便取一神格，让你重塑肉身，就连你的修为也能再达巅峰。哼，说得好听，要是老子答应了，恐怕就要永生永世出羽族趋势了。那小子竟然还活着！哈哈哈哈！小娘子，你是收了啊！啊！哈哈哈哈！陈玄风，你失言了。这个家伙为何看着有些眼熟？这是幽冥魔焰。那小子会在这群参战者之中吗？紫瞳国运吗？能到现前锋，足以说明你们都是玄武界的顶尖修士。现在到你们争夺国运的时候了。第1局国战，假上签准备。第1局国战开始。哼，阁下蒙面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吗？这么装？我还以为你有多大能耐，原来只是个激活紫瞳国运的家伙。想来你的实力也不怎么样。这种战杯只用猎杀1头兽王，而我激活的青云国运可是需要整整3头。识相的话，我劝你最好与我签订附属国契约，臣服于我们莽山帝国。否则，若是动起手来，你败了，国运被夺，你们国家将会直接被圣朝夷为平地。莽山帝国，想不到西南大陆最神秘的古国，竟在这儿让我碰到了。不过此人倒过于识相，还没开始，便苦口婆心劝我投降。哼，才青云国运就这么嚣张，像个地主家的傻儿子。哼，青云国运对战紫瞳国运就是碾压，是我比他还嚣张。这莽山帝国的参战者，无论是修为还是手段，恐怕都远远超过这个蒙面修士。但你们不觉得奇怪吗？那个蒙面人明明是先上去的，如果他真的很弱，为什么还这么淡然？或许那家伙是个愣头青呢。怎么样，想好了没有？你可以试试。你这人真是一点也不识相啊！哼，这么近的身位根本无法避开，第1局就要结束了。不，没那么快。啊，躲开了，这运气！你这家伙，哼，又躲开了，不是巧合。这蒙面修士有点东西，难道
他是在故意隐藏修为。混蛋！我方才明明露出了破绽，他却不对我出手，绝对是在故意戏耍我。难道他就打算这样一直躲下去吗？那个蒙面人每次都在最危险时避开对方攻击，虽然看着取巧，但能将时机掌握到此种地步，绝非寻常修士。让这样下去，该多久才能打完？就是一直这样下去，后边的人还比不比了？不急，马上就能出结果了。除了躲就是躲，你这跟缩头乌龟有什么区别？就算能赢，也不过是耗尽了我的灵力，根本无法夺得我的国运。此人灵力所剩无几，倘若还不出手，倒是容易让人生疑。将这莽山帝国收为麾下，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怎么不躲了？既然你如此不服，我便成全你。到底是谁成全谁，还不一定呢。我为身死，若动用凌霄玄指和玄天阴阳诀，圣朝太子必然察觉，南派老祖说不定也在关注。如今能用上的手段，除了幽冥道运，便只有幽冥魔焰，但道运还是少显露为妙吧。这灵剑好像在哪儿见过。幽冥魔焰，难不成他也是父皇所生的庶子？哼，这下我看你怎么躲！好快的身法！这家伙果然是扮猪吃老虎。你是这？国战之争，胜者要么夺取败者的国运，要么将其收为属帝国。我要收为属帝国。英语。这段时间只顾着解决陈玄风，什么时候多了这种修士都不得而知啊！看来这次的战奴族内来人应该会很满意吧？哼。第2局国战，你下签。想不到莽山帝国地处偏远，你会愿意收为属帝国？黑岩就在西南大陆，这可一点也不远呢。你一开始留了余孽，我自然不会赶尽杀绝。阁下大恩，我感激不尽。今后本国愿听差遣。怎么称呼？张凌晨。宁风。贵国国战既已落败，不知接下来的天骄榜，你还参与吗？我行到此，只求保住莽山国运。至于这天骄榜之争，我并无兴趣。若信，国战结束便退出战区，能保住性命。等回西南大陆后，去找黑风窟老祖，若他出关，让他来仙盟大会找我。我选择收为属帝国。多谢赵兄。嗨，陈玄风不在，这里压根没人是你对手。我看未必。第3局国战，丁尚谦。哼，你应该知道我的符箓克制你的功法。哼，是吗？第3局国战开始。这怎么可能？只可惜现在的我早就不是上次见面的我了。但出手就是杀招，竟然直接灭了李道真的神魂。啊，陈公他什么时候这么可怕了？哼，不愧是南派那个老东西的杰作，还真是凶残啊！这个陈公，恐怕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家伙了。在下认输。
此人剑道也算不错，竟在曹子庚手下撑不住4个回合。看来莫前辈对他和卫青2人还是费了点心思的。天干20席位已定，接下来即刻入塔。塔，这是化神塔，乃圣朝为国战的圣者所准备的奖励。传闻塔内共有7层修行之地，若能进入此塔修行，等进入化神，可轻松碾压同境化神修士。难怪圣朝化神修士如此难得，看来跟这化神塔有关系。听我们老祖说，几百年前有个闯过7层修行之地的修士，从塔顶出来，直接从元婴蜕变成化神期，而且实力远非同境修士可比。那名修士恐怕就是莫前辈了吧？哼，我是没机会了。到时候争天骄榜时，你们对我下手可要轻点啊！放心，我是不会客气的。嘿嘿，我也是。你们俩就嘚瑟，我倒要看看你们能闯到哪一层。记住我说的话。这里灵气浓郁，正好恢复一下真元。好厚重的灵气，运转进周天之内，犹如龟爬。不过当下似乎也没别的选择了。用幽冥道运推动周天运行，倒是轻松了许多。还好当初没有放弃第3次传承，否则南派老祖突然利用身边的人出手，我必然没有卷土重来的机会。真元恢复的差不多了，感觉体内有股力量正缓缓充斥着身体每一处。这第1层没什么危险，灵气时刻恢复，不知道第2层的又会有何特别之处？想不到那个凶残的家伙，竟能一直紧跟着赵兄。幽冥魔焰，哼，就让我看看你能闯到第几层吧。那个打败你的家伙，竟然这么久还在第1层，怎么，你一个投降的，还看不起一个拥有席位的参战者？切，他不过就是运气好碰到了你，不然有什么资格得到席位？运气，碰上了我，能跟黑风窟老祖相识的人可没这么不堪。你这意思，对上我的人一定能有，是吗？不然呢？青云国运被一个紫铜国运击败，简直是史无前例。要是我对上你，行了，你也就只会逞点口舌。你刚才认为运气好的家伙已经进入第3层，啊？你说什么？第2层灵气可以炼，若非有幽冥魔焰，我又得耗费许多时间了。好磅礴的生机！这第3层灵气进入体内竟会四处乱窜，难以控制。好在至高元婴的纯阳之力，可以轻松将其压制。
道友且慢。这家伙什么态度？道友，这第3层灵气生机之力太强，若未将钻入体内的灵气完全炼化，便试图进入第4层，会被震伤经脉的。道友，我说的可都是实话。秋霜，此人显然是故意装聋作哑，他既不理会你的好心，你又何必多管闲事？哼，就是，既然有人非要找罪受，咱们应该成全他。要不是他运气好，遇上莽山帝国那傻子，一个紫铜国运，压根儿就占不到席位，能上第3层，恐怕已经到头了。道友，你想清楚，若经脉损伤，第3层的灵气将会在体内乱窜，经脉就废了。看不出来，这家伙心肠还挺好。但是我并没有受第3层灵气的影响，不劳阁下费心。哼，你听听，你就算做了这个好人，人家也不稀罕。是啊，这种人等他受伤就老实了。秋霜，个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罢了，看在你提醒我也是好心，便送你一程。道友，你别紧张，我带你上第4层。黄金国运的我们都没把握上去，你一个紫铜国运的家伙，竟然要带人上第4层，谁会信你的鬼话？哼，就是，你也太狂妄了，从未见过有人厚颜无耻到这种程度，自己都不一定能上第4层，还在这说大话。你要是能做到，我就是喊你爷爷也不是不行啊！我也是，但是只怕他没这个机会。我可没有你们这种不孝子孙。你说什么？你干什么？放开就说。我说过，带他上第4层。竟然真的上第4层了。已经第4层了，哼，运气好罢了。有的人就只会嘴硬。道友，你为何经脉没有受损？你们入塔没感觉灵气与每层环境有关吗？环境？修炼5行之气，便是此塔玄机。5行之气，第1层宽阔宏伟，山势林立，5行属土；而第2层金戈横立，5行属金。土承载万物，虽厚重却能滋养；金坚固无比，虽刚硬却能除浊。第1、第2层，你们修为足够，自然安然无恙闯过。但第3层遍地翠茂，5行属木，灵气自然能舒筋藏血，而修士气满神足，若气血过旺，肉身不坚，必会生机过猛，经脉受损。所以需以手段压制，隔绝多余灵气侵入体内，才能护住经脉。原来如此，此地一片汪洋，与5行属水，这生机应更加旺盛才对，为何却如此平静？你可以试试。受损的经脉竟然恢复了。水主生机调节，虽然生机旺盛，却是循环代谢之用。从第3层出来，直接炼化第4层的灵气，会将区内多余杂质和生机排出蒸发。原来塔内5层竟有如此玄机，也亏我是炼丹师，否则还真窥探不出此塔秘密。此地灵气大补，说不定能突破制化神。炼化5行之气，能让肉身强大，必是为了锤炼出迎接雷劫的化神躯。如果没猜错，再往上便是火。
第5层真邪门，还好焚天诀能镇住这些热血火毒。不愧是五行属火的修行之地，这感觉血脉膨胀，身灵火炉。炼化此地灵气，竟能让周天运转快了数10倍不止。心魔气，此地遍布这些最稀少的心火，让人心止。若非我没窥得此塔玄机，在第4层吸纳了不少灵气，怕是也会中招。有意思，原以为会是拥有幽冥魔焰的赵化清最先到达第6层，想不到还会有意外之喜。这批的战奴竟然有2个人族能闯到第6关！哼，不要小瞧人族，他们也会出妖孽的。太子，化神塔6层乃是雷境，若他们没能扛住，既然如此，便窥探一下吧。奶奶的，有必要追着我匹马？我你妈！啊，不，这都给我劈出幻觉来了！陈玄风。糟蹋，体内压制的第3层灵气压制不住了。难道说元神出窍？我就知道是被雷劈花眼了。尊上，给我起个名字吧。你受雷劫所成，便叫做灵庭吧。多谢尊上赐名。关你修为为何只有元婴大圆满？尊上，我是您修炼玄天阴阳诀时诞生的元婴。差点忘了，我之前的修为已经被南派老祖所废，如今一身修为是幽冥道域重塑的。那你接下来可想修习何种功法？尊上，这是我多出的一些记忆。乾坤造化开灵府，点密玄功悟太初，法相昭昭尘世破，真元浩浩道心碎。太虚神殿，造化玄功。放心，你既为我元神，若多一分实力，我自然多一分助力。你还要在那藏多久？站着不动，可是会被雷劈的。哎呀，陈玄风，你大爷的！哇，神奇修士，这怎么可能？刚才那人是谁？一挥手便将我等全部挪移至此，这种手段绝非下级修士能做到的。老东西啊，陈玄风修为明明被我所废，你告诉我，他进入化神是什么情况？我怎知道？他生机被我所断，掉下万丈深渊，本就应该死透了。哼，掉下深渊本该死透？难道不是你玩了杀人诛心那一套，让他活了下来吗？
你怀疑我故意放走他？你应该知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怎么，拉不下脸亲手将他挫骨扬灰吗？你要是拉不下脸，就应该让本太子来。够了，此事我会善后。善后？他现在在化神塔内，你怎么善后？好强的威压，竟然堪比族内护法！你还真拿自己当个人物啊！我这懒的楚国，若非羽族让你做圣朝太子这位子，信不信我现在就将你化作一撮废土？是族内下位神的信号。哼，有本事你就动手，我倒想知道你够不够这个胆。我族下位神已打开来往战区的通道，老东西，说的善后最好速度点。喂，这样一直被雷劈，真的会凝练出化神躯吗？怎么，嫌慢？想快点也可以，肉身扛雷就行。啊，你认真的吗？炼化你在前5层吸纳的所有灵气，借用雷霆之力将其融进5脏6腑。这是你在哪儿看的？我刚才被雷击中突破，总结的。信你一回。倒是有几个不错的器皿，将军用一下吧。你的化神躯成了。这感觉是凌云剑。有麻烦要来了。你说的麻烦，难道是赵化清？不是。那是谁？倒是忘了这化神塔的火境，热血侵袭，心火扰神了。就算收回种下的心魔，竟只需减1半心魔气。孟离这颗棋子挑的倒是费心。哟，成功了！要不是陈玄风告诉你这塔内玄机，你怕是要被这雷劫生生耗死喽。多谢。不客气。出了塔，便是天骄榜的争夺，我也不想胜之不武，
先前你蒙面用过幽冥魔焰，这种罕见的灵火，只有我们赤皇朝才有。你是如何得来的？这是个秘密。不过为了得到它，我的神魂和肉身都受过极为可怕的折磨。听起来与我遭受的魔焰之刑极为相似。是幽冥烙印的气息。这是当年我通过魔焰之刑得到的魔坠，你将手放上去试试，说不定会有收获。哦。有收获吗？还不错，就当是给你的谢礼吧。小子，从来此去，躲得了历史，躲不了历史，你终归是小馅儿。他果然知道我没死。啊，这位道友，你谁啊？我们很熟吗？哼，聒噪！南派老祖，我才是你的目标。看来你们有交情。这些其他皇朝的人似乎与之前不一样了。此人手段诡异，能操纵修士心，想来他们都是中了招。啊，这么难对付啊？所以我才会觉得麻烦。嗨，合着你说的麻烦是他呀？不是，你咋在哪儿都能招人恨呢？属实是仇家遍地走，活得像条狗啊！确实像条狗，一条丧家之犬般的野狗。啊，我不是那意思，我绝对不是。不是，你到底是谁啊？有你这么曲解别人玩笑的吗？他是玄武界贝地的掌控者。掌控者？不是吧？不是，你现在都玩这么大的吗？那他干嘛要杀你啊？他阻断了飞升路，用看似公平的诸国之战赐天下修士机缘，实则以此为局，行圈养之实，为上界之人选拔战奴。我找你和卫青，就是为了阻止。好了，我知道了，不用再说了。总之就是要跟着老贼为敌，对吧？你很有悟性。你就算说出去又如何？只要人族劣根还在，这局就破不了。废话也聊完了，小子，这一次你是打算束手就擒，还是让我继续亲手送你一程啊？你们刚进入化神，根基未稳，尽快离开此地。离开？真当我心慈手软了？你们一个也别想走！快走！白费功夫。竟然接下来！他散发的气息如此强大，为何修为却只有化神期？莫非这副躯体只是他的身外化身？不对，身外化身除非是实体元神，否则无法炼化五行之气。你莫不是受伤了？实力差这么多。别高兴太早，就算抓不住你，我也能耗尽你的灵力。是吗？化羽术，上朝的蠢货，竟将这种神通给他虚去了。哎，那方向是？
若非害怕伤及你们性命，我早将你们焚灭了。眼睛像是有什么要钻出来了。难道这是魔坠之人赋予我的咒术？害怕？想逃吗？是你。分魂感应消失了，将分魂救出来。原来那团恶心的东西是你的分魂，很可惜，已经被我吃了。你哪来这种手段？乖乖交出分魂，我能让你死得痛快点儿。你已经让我死过一次，你我之间接下来，猎人与猎物的身份是该换换了。痴人说梦。哦，那这二人体内的分魂，你不要了？你不要，我可就不客气了。既然放出来了，还收回去干什么？就有噬魂咒？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你怎么可能会这道咒术？没什么不可能，你的分魂我就笑纳了。接下来，我会将你的神魂全部吞噬。好，我必须马上逃出这座塔，不然会被那小子吞得一干二净。想走，你走得掉。奇怪，怎么突然就躺下了？尊敬的下位神卡列，我与王麾将第81位神使索特再次恭候您。索特神使，本神接令下界，乃是为战奴一事。卡列大神，战奴的挑选还未结束。这么慢，你们是怎么做事的？看管此界的界主呢？为何不在？界主还在化神塔内。正因为此前他刚愎自用，战奴一事才会拖延。真是麻烦，到底忙什么事啊？这……怎么不愿告诉本神？岂敢啊！这家伙的气息跟那老东西比起来差远了。虚空所握，这是下位神才能做到的。合体期修士，你是此界界主？正是。你是此次接引战奴的羽族下位神？哼，眼睛还算不瞎。下位神就这点实力，恐怕羽族神王还得再派一个上位神过来。你什么意思？看不起本神？你的耳朵应该不聋吧？这点实力，做我的对手都不够资格，又如何助我镇压这批战奴？老家伙，不要仗着你是界主，便以为能对本神不敬，小心本神翻脸。是吗？随你的便。这可是你说的。雕虫小技，不
堪大用。你说你个下人神，就算是上人神来了，都要敬我3分。若非我失去分魂，实力大减，恐怕你连出招的机会都没有。算了，跟这种蠢货怄气不值得。这老家伙真是不知好歹。人族战弩很弱，就算他们想逃，也只能靠偷袭，如何能是卡列大神对手？卡列大神身负下品神格，镇压这些人族战弩简直轻而易举。就是，我接引数次，还从未见过实力超过我等的战弩。一群蠢货，你们太小看人族了。卡列大神，也许界主是害怕被族内追究，才如此夸大战弩实力的。哼，既然你说是夸大，那为何你也不能收拾掉呢？卡列大神，这战弩呢名叫陈玄风，诡异的很，有众多法宝傍身，跟他交手啊，实在是防不胜防。一不小心便会被空间至宝拉入其中，受到了天道限制。空间至宝，不好，凌云界又被那小子夺过去了。还有天道限制的空间至宝，一个人族竟能拥有这等宝物？卡列大神，在下可以证实神师所言，句句属实。我等被抓，皆是因为那件空间秘宝。若不能夺得此宝，再将其献给族内护法，未来成为上位神必然是眨眼之间，说不定还能成为心腹。既然这陈玄风如此令人忌惮，那本神就必须将其解决。尔等放心，只要本神出手，必能将他擒获。擒获？愚蠢至极，想必是动了对凌云界的贪念吧。也罢，等你亲自对上那小子，就会后悔了。战弩，辛辛苦苦修炼这么久，竟然是为了成为上界之人的战弩？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燕兄弟，你冷静点，这样打下去，你手不疼吗？算了，让他发泄一下吧。这种事，任谁知道了，都是难以接受的。可是，曹师弟，你身为皇子，是无法体会这种苦楚的。不是，赵师兄，你咋还论上出身了呢？曹师弟，你可知道，旧派皇朝为保存实力，坐在皇位的国君必须在诸国之战前的几十年内不断生育。啊，这也太疯狂了吧！什么道理这是啊？因为参与诸国之战的修士必须是皇室血脉，这是诸国之战的规矩。这是大多皇朝为筛选出修行苗子所想出来的途径，而那些孩子大多都是国君种姓普通女子所诞下的，仅仅为了诸国之战而诞下的牺牲品，所以不会被赋予任何身份，只能是庶子。我便是这些庶子的其中之一。我们这些庶子生下来就无名无姓，无依无靠，全都被关在一起，一次次，一年年，不断测试灵根，直到7岁前还不能觉醒灵根，便会被处死。整个玄武界，不知有多少女子被当作牲口，多少婴儿沦为废料。岂止如此，岂是如此？就算通过了灵根测试，也只会挑选出天赋最好的一个人，其他的失败者全都会死。我好不容易才从那个可怕的魔窟里爬出来，好不容易才争到这么一个机会。我真的以为我是能迎来飞升的。畜生，简直是畜生！这些该死的混球！诸国之战的规矩，虽是为消减玄武界各个皇朝的实力，防止这些皇朝出现厉害的修士，可谁又能想到，这些皇朝国君为了巩固地位，如此不择手段。的确挺畜生的，不过还没到绝望的时候。燕九说，这些上界之人如此费尽周折，就是为了用诸国之战让我们修士互相残杀。
如今想要飞升，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团结，才能有可能做到将那些上界之人解决，才能让飞升之路不再受限。这，就咱们几个拧成团了也干不过吧？打不过也要打，打得过更要打。此时一旦退缩，往后绝无半点机会。我赵华清可不愿做他们的狗。我也不愿意。打就打，事先说好，要死一起死，千万别卖队友。算我一个，就是不知道我能做什么。你能做的事可大了。等这么久，你们总算出来受死了。化神修士，这种蝼蚁都对付不了，真是枉费你做了这么多年界主了。哼，神族，我乃天道后裔，下位神卡列，见到本神还不下跪？天道后裔，哼，从天道缺口诞生的一群怪物罢了。好霸道的领力！哼，我跪你奶奶！放肆！还敢反抗，果然是活腻了。一个灵纹阵法恐怕不够，加强结界。是。是禁止结界。谁让你们擅自打扰本神戏耍这些蝼蚁了？是小将自作主张，还请卡列大神恕罪。哼，这次就放过你，都给本神听着，不准插手！本神要亲自教训这3只蝼蚁，让他们看清自己是多么的低贱。这个卡列未免太目中无人了些。谨遵大神命令。这个神的嘴可真欠啊！他交给我。他很强，你有把握吗？这不是有你们吗？你们尽量看住圣朝之人，等塔里那5个家伙出来，我们才有胜算。小心。哼，还敢主动出手？难不成你以为能近身本神不成？虚空所握，这个上界下来的神果然不好对付。哈哈，看你第一个冲上来，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原来是自寻死路。哼，为了让你死得心服口服，本神将会用神力送你一程。那便是下位神的神格才会拥有的神环吗？虽然很不服气，但卡列大神确实有嚣张的底气。哼，索特神使，你能这样想最好。出手吧，陈玄风恐怕应付不了他。他还没让我们出手，那就是能应付，相信他便是。好。若真被这股能量击中，恐怕连元神都逃不掉。他里面那几个家伙还没出来，不行，必须再拖一会。怎么，吓傻了吗？还是说你是在乖乖等死，放弃挣扎了？你似乎认定我逃脱不掉了。你不可能逃脱得掉，蝼蚁。若是你愿意以天道起誓，此生永受本神奴役，本神倒还可以考虑饶你，如何？好，你是怎么有脸提这个要求的？你配吗？你配？你说什么？我不会跟没脑子的家伙再重复我说过的话。这个人族，他把卡列大神彻底激怒了。哼，今天谁也救不了你，给我死！化羽术，化羽术
这怎么可能啊？他竟然真的练成了！你这卑贱的人族，怎会拥有我族的圣洁之意？圣洁？你们也配？一个卑贱的人族，怎么可能凝聚出金羽？那可是上位神才能退化的羽翼，这个蝼蚁凭什么拥有？说你是怎么拥有这对羽翼的？给本神如实招来。当然是从你们那儿学来的。不可能，神族修炼我族化羽术，只可能凝聚出黑羽，你竟敢欺骗本神！骗？可笑！看来你们这些神是高高在上太久，完全目空一切了。住口！以你的身份，根本配不上这对金羽。没错，闹吧，就是这样，动静越大越好。自大的后果吧。不好，虚空裂缝太多了，空间开始不稳定了。卡列大神，小心空间坍塌！闭嘴！本神不用你说。那可由不得你了。看见我有金羽这么急眼，难道你这个神没有吗？你闭嘴！今天就让你个蝼蚁开开眼，什么叫真正的圣洁之羽？哦，原来你有一对鸟毛，刚才你一直不敢显露，不会是嫌弃自己的毛太丑，所以才藏着吧？本神撕了你的嘴！果然上头了，很好，就是这样，来追我！修补法阵。我去啊！陈玄风竟然真的把那个神给支走了！别开心太早，圣朝的人还在呢。南派老祖，你不打算将功补过吗？我这个界主似乎入不了你们那位卡列大神的眼，这功不要也罢。这老东西，竟然真的不打算收拾这个烂摊子吗？呵呵，索特神使，卡特大神不在，我等接下来都听你的号令。是吗？那就随我一起镇压下方之人。怎么了？有讨厌的气息在上面。快看，是刘青！不是，姐，咱消停点行吗？那起码是化神修士，你好歹……姐姐，追刘青！喂，好歹也听人把话讲完呐！哎，我们可是被他胁迫，跟着一起干掉了10几只兽王，现在他好不容易离开，你不准备跑路去神仙峰参加天骄榜？难道还准备在这乖乖等他回来吗？那个，我劝你还是放弃吧。他那鼻子比狗灵100倍，你也不想被他按着踩吧？该死！哎呀，我怎么就跟着你摊上这么个魔女啊？真是命苦啊！小子，本神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是如何凝聚出我族金羽的？若你如实招来，本神便收你为奴仆，怎样？如实招来还要为奴为仆？你这样的神，脑子里装的都是泥巴吗？小子，本神劝你最好乖乖认命，能成为天道后裔的奴仆，那是人族的荣幸，否则的话，你只能成为最底层的战奴炮灰。这荣幸，我可要不起，还是留给你自己吧。哼，不识好歹的人族！擒住你，定要你求死不能！什么人敢阻拦本神行事？这法阵里是无极剑阵。杀！那个光头就交给你们了。有几位接引使在，抓住这小子，易如反掌。易如反掌，岂能如你所愿？想逃，斩杀的汉地！哼，我说，你们也太不要脸了，对付我还要4个人一起啊！还来，这么不讲武德！哼，
少耍嘴皮子，若是怕了，就赶紧自缚手脚，跪地求饶。哼，那可不行，曹爷爷我还没尽兴呢。焚天炎龙。焚天炎龙真是让人不爽的招式，卑贱的人族，我绝不会再给你们偷袭的机会。往哪儿看呢？你还是先关心你自己吧。金刚，助本太子！不，李洛干得好！镇海将，困住他！这家伙怎么会回来了？想走？为什么这家伙能回来？卡列，你一个族内的下位神，为什么连一个人族都收拾不了？你怎么这么快回来了？那个目中无人的神呢？已经解决了。什么？你把它解决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算什么东西？不过是卑贱人族中的一个化神期修士，怎么可能是我们卡列大神的对手？哼，兵不厌诈，难道你们人族就会耍这些阴谋诡计吗？没错，别以为你胡说八道就能拖延时间，小子，你做梦吧！这是你们那位大神身躯湮灭后留下的，我想你们应该知道这是什么吧？那是卡列大神的神格。这怎么会？他竟然有能诛杀下位神的实力！想不到卡列那个蠢货，竟这么没脑子，连神格都落到了陈玄风手里。这下子难办了。若是神格被毁，女族必会追究，降罪于我。小男子，搞这么久，你总算也有觉得麻烦的时候噻。是觉得有些麻烦，不过想到你还在我手里，反倒是感觉有些运筹帷幄了。将卡列大神的神格交出来！走掉吧！是杀伐道运。小子，你看看这是谁？剑客。这老头怎么会是合体期修为？他刚才在塔里明明是化神期啊！恐怕他是修炼了某种分身法术。陈玄风，方才塔里让你占了些便宜，我无话可说。若你现在想他安然无恙，就给我把那枚神格救出来，不然，小娃儿，莫听这个龟儿忽悠哈！你要是把神给交出去了，以他的点本事，我们几个他都要遭给到这儿哦。你给我住口！这没你插嘴的份儿。剑哥，小子，我只给你10息时间考虑，交还是不交？刚才我跟卡列交手，他明显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为何现在用剑阁威胁，要换回卡列的神格？我卑贱的人族，你最好赶快交出神格，否则我族定要你粉骨碎身，魂飞魄散！闭嘴！
难道说是因为羽族，他才想要回神阁的？还有3息时间，你想好了没有？想要回神阁，可以。你放了剑阁，我给你神阁，怎么样？你说什么？信不信我们现在就……界主，你怎么敢如此对剑鹰使？再多说一句废话，我现在就灭了你的肉身，让索特神使将你送回羽族。你看火羽王那家伙是处置你，还是惩治我？你，看来他果然是怕神阁被毁，羽族下界追究。陈玄风，那个神魂和你什么关系啊？值得你用神格交换吗？是啊，那个南派老祖似乎十分在意神格，这大概是我们重要的筹码。如此处置，是否太过随意？真正能解决那个卡列的人，并非是我。我们拿着这枚神格，能否离开这里都是个问题。至于剑鬼，他是来自上界的前辈，只要他能重塑肉身，将会是我们脱离上界之人掌控的关键助力。啊！这神魂居然这么重要！难怪我的魔坠有感应。既然这样，我同意交换。我也同意。怎么样，南派老祖想好了吗？陈玄风，战虚可没有天道压制，我能毫无顾忌出手。到时别说神格，就连你的命都能收，没资格和我谈条件。别以为用神格就可以要挟我。哼，是吗？你可以动手试试，看看是你快，还是我的剑快。哎，南派老祖，兔子急了也咬人呢，你还是换吧。万一这小子改变主意，有你后悔的。你想死可别带上我，一旦神格毁了，族内要是追究，我必然第一个受罚。哼，我知道怎么做，用不着你一个看门狗教训我。你，东西拿来。我在神格上施了灵纹，你最好老实一点。我还不屑用这种低劣的伎俩。剑哥，好好恢复一下吧。接下来，该我们了结的时候了。我劝你别轻举妄动。神格虽然在你手里，可上面的灵纹我还是能控制住的。南派老祖，你也不想羽族找你的麻烦吧？该死的小子，想不到他被算计后，心机居然变得这么深。好，我可以放过你们。但是你得告诉我抹除灵纹的方法。1个时辰之后，那道灵纹自然会消失。先走。燕九霜他们呢？他们不会有事，否则羽族不会费尽心思用这座化神塔助我们提升修为。哦，陈玄风，你可太牛了！那老家伙真正修为可是合体期，你居然能让咱们从他手上全身而退。说的没错，这要是传出去，
估计都没人会信。不过，我从未听说过幽冥魔焰可以踏印灵文。那个，不过是我吓唬南派老祖的障眼法，只是他心虚，信以为真罢了。啊！我去，你这也太损了！吓唬一个合体期修士，这胆子真刺激。兵不厌诈，这件事恐怕会让他此生都牢记于心了吧？形势所迫，此举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你放心，我是不会介意的啊！我巴不得你遇到这种情况多用几次呢。我更不敢想那个南派老祖知道真相后的表情会是何等精彩。好了，我带你们去见个人。哦，是谁？解决卡列的人。来了。主人，借住，接引使。好了，和我一起给镇海将重新弄副肉身。多谢太子。行了，快看看这枚神格的灵文，别让那小子趁机毁了。这神格并没有拓印什么灵文啊，只是被包裹了些带有神魂的真元罢了。你说什么？该死的陈玄风，你竟敢骗我！进入了化神期就是好，再也无需担心在这鬼地方赶路耗尽灵力了。再见到卫青这家伙，他也只能尊敬的喊我一声前辈了。啊，怎么了？我从南派老祖分魂中得到了一些记忆。五妹和卫青没能参加国战，是因为被成功设计，困在了圣朝据点之中。圣朝据点要一起去吗？不必。元神出窍，御物而行。尊上，助五妹脱困，然后带他们来与我会合。交给我。哇，好大的动静！应该是我们要见的人在哪，过去吧。祭坛，战虚里还有这玩意儿？这祭坛很古老，不知是做什么用的。这是仙门遗迹的入口。仙门遗迹？不是，你怎么知道这里是仙门遗迹的？难不成你的记忆恢复了？啊，恢复了些，所以找到这儿。此等仙缘可遇不可求，仙子，你可一定要带我们进去见识见识。孟玉，你刚才不还说一有机会就要远离这个魔女吗？怎么现在还舔着个脸凑上去？你的尊严呢？尊严？什么尊严啊？跟获得仙缘比起来，尊严重要吗？你小子！快看，又有流星了！天霸乖，我们都看到了。这些人大概是想来分一杯羹的，都小心点。那要不要直接开干？不必动手。仙子，你确定？来人有股我熟悉的气息。我说，不会是人家仙子的道侣找来了吧？道侣？不是，你什么意思？他是失忆的，被我收留的，又不是我拐来的。你的什么眼神？陈玄风，是你们？情况就是这样。王八蛋，这群上街的狗杂碎，竟然把我们当畜生养着！哼，天霸不要当战奴，天霸要当就当战士。天霸，你总算说了句彰显出你气质的话了。眼下战虚只剩1日就会关闭，
我们必须阻止羽族带走其他人，匆匆来此，也是想寻求相助。你们3个化神都没辙，我们这些元婴能帮上什么忙？更何况，你所言皆是一面之词，是真是假也不得而知，如何能让人信服？我信。拜托，你别听风就是雨行不行？一个大男人，脑子不至于这么单纯吧？谁知道他是不是骗你？就算是真的，你元婴修为又能做什么？当炮灰吗？只要我们不参与此事，不参加天骄榜，等诸国之战结束，不照样可以全身而退？哼，全身而退？别开玩笑了！你不是庶子，自然不懂陈兄所言的深意。庶子地位何其卑微，如若不是为了国战，如若不是为了应付上界羽族，上通国皇室怎会将国运轻易托付于我？这一切的不合理，只有如此才能自圆其说。不是孟玉，你发什么疯啊？你方才不是还想进仙门遗迹里寻些仙缘吗？现在又出来搁这装什么大义凛然？难不成真想当英雄啊？哼，我想当英雄，本来就被培养用来当做炮灰的牺牲品，就算全身而退，身负仙缘又能如何？一个能全身而退的牺牲品，皇室怎么可能接受？我与天霸是如此，赵兄天纵之姿是如此，而那些10大皇朝的人亦是如此。我告诉你，齐寒天，命是靠这个搏出来的，不是他妈的施舍。我已经被当过一次畜生，绝不他妈的再当第2次。够！好强的威压！这女秀的气息竟然跟那个南派老祖不相上下。他便是要见的人。都怪你，把这个魔女惹生气了。哼，你别尽把锅甩给我，你以为没你的份吗？你们2个废物，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人家是来找我的。我操，好狠的吐槽，这是一点面子都不给留啊！阁下，还请助我们一臂之力。放心，我会帮你们解决那些人，反正他们身上的气息我不喜欢。这3个家伙就不能早点说？你一顿热血澎湃，弄得我真以为你会去现身。闭嘴！我现在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好吃，好吃。哎呦，天霸，你慢点吃啊，没人跟你抢。不知阁下如何称呼？想不起来，我能感到你身上有股熟悉的气息，就在你手中那枚戒指上。这是剑哥的神魂。剑哥，你恢复了？嘿，老子啷个可能有事嘛？不过还好你个娃儿耍了点手段，拿神格去威胁南派老祖。要是没得你这一招，嗨，老子哪有那么洒脱就遭他放了噻？哎，至于这个女娃儿呀，那跟老子的关系硬是不浅了，怕算得上是老子第3代的徒孙哟。难怪剑哥的无极剑阵被他用得炉火纯青。他的天赋的是顶呱呱的，所以才能把老子的无极剑阵使得炉火纯青的。这个女娃儿之所以失忆，是因为掉进空间裂缝头去了。这么说，她是来自界外，并不是玄武界的人。陈师傅，被陈宫关起来的2人在哪？哎，陈玄风，那个红衣女修到底什么来头？她可能来自界外。界外？天圆地方，宇宙无穷。所谓的界，被可称作乾坤宇宙中的一方天地。大界广袤无垠，可容纳无数星辰日月；小界如沧海一粟，
能自成体系，亦有独特的生灵与法则。而养育我们的这方天地是玄武界，玄武界外还有其他天地，便被称作界外，如飞升前往的上界。啊，那这么说，他是上界下来的人？这群家伙！尊上，我将他们带回来了。三哥，太好了，你没事，我还以为大哥那家伙会对你不利呢。他们确实对我下了手，不过我命大。这么多人啊！哎呀，陈婉儿，你在做什么呀？辛苦你了，卫青，你还好吗？哎，没啥大碍，就是被关了一阵时间而已。哎呦，还好有你的元神用这个鼎带我们回来，不然明日圣朝太子就要送我们前往上界了。你都知道了？知道了，去上界就是去当战奴嘛。哎，我就知道飞升这种好事没那么快轮到我头上。是我先前闭关太过心急，没提前告知你此事，反而害得你们被成功困住。算了，你是不知道，被关起来这几天，陈婉儿天天在我耳边唠叨着担心你，我哪敢说你的不是啊？喂，婉儿，我也有这么久没见你，怎么没见你关心关心我啊？哼，谁管你？都怪大哥那家伙笑里藏刀，不然我也不会那样着急了。如今陈宫完全变了，与之前仿若两人，再见到他，最好小心。知道了，三哥。咋了？这大气，难道又去惹事？姑娘，你可有想起什么？我到此方天地是为寻找神物，而这神物就藏在此处仙门遗迹之中。那为何还不进去？难道需要什么信物不成？仙门遗迹乃是上界宗门挑选入门弟子的传承之地，这个女子想进去可没那么简单。仙门遗迹得用此方天地中汇聚气运的界书开启，想要进入其中也得身负气运。界书这玩意儿正好在蓝牌老祖手里。原来如此，我倒是知道界书在哪儿，不过你若想取得，就得会一会持有此物的合体期修士了。不过是合体期，我能对付，你只需告诉我他在哪儿。可以，不过你得帮我一个忙。好。那还真是巧，我要阻止羽族，他要对付南派老祖，某种程度上我跟他刚好不谋而合。卡莉，你是不是看走眼？人族去化羽术只能凝聚出黑羽，黑羽对于人族而言极为鸡肋，最多也只是多对翅膀，哪里有能媲美我族羽翼的能力？火羽王大人，那人族金羽卡列看得真真切切，不仅一瞬千丈，甚至还包容了一丝法则之力。荒唐！神王出自天道，后又借天道之力诞生出羽族，我等皆为天道后裔，肉身血脉神圣无比，岂是人族修士可比？他们的低等血脉是绝对不可能凝聚出金羽的，更不可能拥有法则之力。卡莉，你一定是被骗了。况且人族本就善用诡计，你一时弄不清真假，实属正常。本王不会怪你。给你台阶你就下，别太犟了。是，火羽王大人，卡列知错。战须1日，境内1月。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将战奴送来。至于那个让你肉身湮灭的女子，让下界界主出手拖着便是。是。方才多谢了。你大概刚成下位神没多久吧？你怎么知道？连自己上面的护法都想顶撞，我岂能猜不透？你做事毫无顾忌，面对族内扶持在下界的圣朝之人，所言所行不留丝毫情面。虽然羽族等级森严，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上位者，还是对同族客气点吧。别忘了，你的这副新肉身就是他们给你重塑的。
界主阁下说的不错，在下受教了。不过在下很好奇，为何能说出这番话的界主阁下会背叛人族呢？背叛人族，那自然是为了胜天半子，谋求成仙。什么人？杀你的人是你，卡烈。哼，怎么见到本神复活害怕了？神格完好便能直接复活，你们羽族当真是难整。哼，若非你身旁这位女修，恐怕你上次早就被本神擒下了。不过这次既然送上门，就留下吧。是吗？你就这么自信？小子，你到这儿来究竟有何目的？自然是做个了结。了结？就凭你们二人？忘记你的分魂如何被吃掉了？果然，一个人的毛病是容易反复触发的。看来这九幽噬魂咒又给了你再度膨胀的勇气。若非化神塔内有天道压制，我岂会自降修为，动用分魂禁术？你是真当我没别的本事吗？奇怪，此女修为我竟无法看透。废什么话，动手！哼，不自量力，小子，这次可没人救得了你，是吗？我倒要看看是谁没人救。那是含有天道限制的空间之宝，不好，这小子竟然打着这种鬼主意。在老子面前还想扳命，简直就是白天家做梦。我要痴心妄想了。糟老头，你还挺厉害的嘛！小家伙儿干得不错。小娃儿，那个鸟人已经遭老子摔进去了，你也莫管了。麻烦剑哥了。林婷，干得好，是尊上筹划的好。他们人呢？他们二人修为太高，抬手可碎虚空，已进虚空裂缝中了。剑哥，你知道界书在哪吗？主人，三将已助接引使们稳住风下的人族修士。让接引使稍后，本太子这就将塔内的人族修士赶出来。是南派老祖，你并非此方天地之人，何必与我纠缠不休？有什么条件，尽管提便是。若能满足，我一定答应。只要你不再干涉我掌管此方天地即可。你的废话我懒得听。陈玄风，小儿，界书被南派老祖随身携带，想要弄到手的话，必须把他逮住才行。我知道了，南派老祖，羽族之人已被我所擒。你若想保住他，就将界书交出来。哈月这个蠢，竟然又被抓了！哼，好机会！剑哥的气剑，为何你会此法？我会用这剑气时，你还没出生呢。你还好吗？只是有些惊讶罢了。没想到这个合体修士竟也会天心剑功传承。剑哥，气剑不是你所创吗？这南派老祖究竟与你是何关系？哎，那个龟儿是老子生前留在宗门头的，专门用来照看弟子的化身。什么？小娃儿莫慌，虽说他是老子的化身，但是没得老子那股实力，不然你早就翘辫子了。那他的弱点，剑哥知道吗？弱点，老子想一下。哦，有了，他练的是禁术。你要是用黑莲剑族的诛邪剑阵去收拾他的话，嘿嘿，说不准会有奇效。好，林婷，将纯阳之力给我。是。
诛魔剑阵。谢。光靠纯阳之力恐怕不够，那再加上龙吟剑的杀气，一点就通，可以。这感觉是黑莲剑尊的诛魔剑阵。想走，你也不问问我答应了没有？哼，陈玄风，我这么个大活人，难道看不见吗？不好，他要打断施法。切，锤子，老子护你！是你，剑哥，他交给你了。小娃儿放宽心，你莫让连排老子跑脱了。哼，你个龟儿啊！老子早就看你不顺眼了。放开心！想喊人帮忙，经过我同意了吗？你这家伙可真会挑时间。将借书交出来。哼，痴人说梦，我可没耐心陪你耗下去。不好，这家伙逃出诛魔剑阵的范围了。哼，想走没那么容易。拍得好啊，赵化清！秦旋风，趁现在！给我镇压！不！你逃不掉！老子过招，你娃还愣得很哟！该死！你这宝贝倒是厉害，我就不客气了。怎么回事啊？属下本想去峰下找剑阴使，没想到被此人给偷袭了。哼，我可是正大光明收拾的你，哪算偷袭了？小娃儿，早结束。忙我帮了，这个东西现在归我。剑哥，你这徒孙的手也太快了，心思雷厉风行，嘿，不愧是老子天心剑功的传人，有范儿。剑哥，你偏心的也太明显了点吧？陈玄风，这位前辈是？老子叫无极，市面上的人都喊老子剑主。你嘛，就喊老子剑哥嘛。陈玄风这么厉害，是剑哥的功劳。剑哥在修行一道，的确指点了我不少。指点是指点了，但这是你舍得拼命才做得到的，不然的话，老子哪有那个能耐？无极剑主，无极剑主。啊？咋啦？莫非您是上界人族那2位大能之一？耶，你个小二拳子这个塔头，居然还晓得老子的名号嘞！实不相瞒，晚辈乃是下界幽冥使的第10代传人，在接受传承之时，也从中听闻过您的事情。幽冥使第10代，这个吊坠也和凌云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难不成幽冥使传人跟玄帝传承者有什么关系不成？嘿，那个墨水里头记得有幽冥玄功，你练的咋样？来说听下来。已达瓶颈，要想继续修炼，只能前往上界幽冥神殿。幽冥玄功是真魔道人为筛选传承弟子专门搞出来的。你能修炼到这个地步，
也算是绊着脚踏进幽冥圣殿里头了。无法飞升前往上界，终究是徒劳无功。哎，你个龟孙开枪了吗？啊！就晓得在这儿乱吼，给老子闭到你那个嘴！哼，我已经传音接引使，让他们回族内求援，你们得意不了多久的。你说的不会是那几个上界之人吧？哼，知道就好。你猜猜，为什么我这2个同伴这么容易就上来了？你口中的那几个接引使，在我来这里的路上顺手给解决了。小子，你竟然毁掉接引使的肉身，难道就不怕我族的报复吗？我去！羽族把下界修士当战奴这些年，你当圣朝太子作威作福惯了，也没见你怕报复啊，说话就跟放屁一样。就算你们阻止这批战奴被带往上界又如何？你们这些卑贱的人族，不照样没能改变飞升被阻的事实？倘若你们一直不飞升，蜷缩在玄武界内，受到天道压制不说，修为更是无法精进半步。这种等死的日子，岂不是比你们成为战奴更加痛苦？那又如何？难道你以为被当作战奴圈养是一种恩赐不成？哼，冥顽不灵，你就等着接下羽族降下的怒火吧。哼，好啊，我会留你到那一天的。陈玄风，那家伙话虽难听，却也一语中的。战虚并无天道限制，可一旦回到玄武界内，化神修士便只能动用不到1/10的修为了。确实如此，不过除了战虚，还有一个地方也没有天道限制。难道你说的是所有华山修士都想挤破头进去的地方？没错，不过眼下最重要的还是要先告诉风下的修士诸国之战的真相。不过就怕他们会闹幺蛾子。没得事，这座塔可是神物，就算飞升不了，物尽其用也是要的。嘿，看风下那些小娃儿挨个进去试炼一下，保管他们不得有啥子怨言。行了，该说的我都说了，都记住了吗？三哥放心，我都记住了，肯定能修为大进的。哼，陈玄风，告诉曹子庚那家伙，不到化神，我绝不出他。小娃儿，搞过些去瞅一下仙门遗迹，那2个娃娃怕是耳朵的都不能翻了。等久了吧？也就半个时辰吧。陈玄风，剑主前辈也会一同前往吗？莫废话了，都跟老子进去！有没有搞错啊？仙门一骑进来竟然是这种陋室，也太寒酸了一点吧！先离开此处吧。没事吧？无碍，方才没有防备。看出什么了吗？似乎是禁制灵纹。啊！我从未见过这种禁制灵纹，剑哥可认得？嘿，禁制灵纹共分2类，一类是修士之间真的会用到的空间禁制，另外一类则是大成修士才用得上的法则禁制。大成期，那我们岂不是无法出去啊？法则禁制通常是在宗门里头搞考核的，你们赶忙找一下有没有啥子提示？老子跟拍起胸口说，这就是一次试炼，就是考察下你们有没得资格进去啊，晓得不？
哎呀，全是破烂，有啥可找的？啊！哎呦我去，我的脚啊，疼死我了！这椅子也太硬了吧！连剑气都不能留下任何痕迹。在法则禁止这个范围头，所有东西都是受到保护了的。莫非投资了？乖乖去找提示。哎，多半就是这个了。把资源注入进去试一下。道法万千，仙人有术，会设迷津处，清净无玄踪。诸位，路在脚下，想要寻得，就靠你们自己了。啊，这算哪门子提示啊？我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哦，这是下界的升仙令啊，还是北域的啊！师傅，大事不好了！师傅你在吗？师傅！别喊了，为师听到了。啊，师傅你来啦！北域仙门遗迹，有意思。我到底为何要取这圣物？谁？哎，师傅，他能察觉您的窥探。为师知道了，为师没瞎。啊，师傅，又是北域仙门。为师听见了。啊，师傅，是3个下界修士，他们触发了仙门考核。为师有眼睛。我这不是怕师傅您看不懂吗？闭嘴！去通知东西南3域6派仙门，让他们派人来我仙渊阁。哦。别给为师整这死出，搞快点！要是耽搁了事儿，小心为师揍你！知道了，师傅，徒儿这就去办。总算等到你了。唉，可算是出来了。想不到那句话竟然是让我们打扫屋子的意思。修心亦是修行，即便是陋室，只要打扫干净，亦能澄澈清净。这便是仙门遗迹。走吧，看看里面有什么。当心身后！我去，好险！这么多，被包围了，只能大干一场。动手！仙渊阁唤6派前来，究竟所为何事啊？这个人，幽冥护法应该不陌生吧？啊，圣女，你是怎么寻得圣女的？缘分。北域的仙门令，北域不是什么好地方，幽冥神殿也不像自家圣女魂断下界吧？多谢魏道友告知，你想要什么？嗨，这事儿多亏了我这徒儿。若非他误打误撞碰见了，我还真不一定知晓，是不是该表示表示啊？这是幽冥丹，对修为提升大有益处。多谢前辈。
这谢礼可够。果然大气，不枉费我做一次好人。魏道友，既是幽冥神殿的圣女，你何必请我们前来？请诸位来，自是有大事商榷。大事？有什么大事有修炼重要？给诸位瞧瞧，能夺回北域的希望。魏道友，你确定？哼，化神修是我绝情谷多的事，能干什么？哎呀，绝情谷啊，的确不缺此等修为的弟子，无情剑宗看不上，可以理解嘛。但幽冥神殿可就不一定了。哦，魏道友，有话直说，不必卖关子。诸位，北域可是幽冥使故地，若这3个后生中有一人得到魔焰传承，这算不算是夺回北域的希望呢？老师，火灵道君。端臣呐，何时喊我这个快作画的老家伙来啊？啊？师傅的老师，那岂不是我的师爷？老师，你说的那人应该出现了。谢灵山主，记得你答应的东西。多谢，我这就派弟子送到百炼妖府。老师，您看。小心！不行，这样下去，再多丹药也撑不住，真元迟早会被耗尽。这些虚影跟战神一样，说不定龙鹰剑可以解决。小娃儿稳当点儿，有家伙在界外窥探。你那把剑里头有无极黑药，莫遭别人盯上了。剑哥，还有其他办法？莫慌，游戏跟仙门似的，根本就不是为了挑修为高的弟子。你仔细想一下，绝对有办法解决的。这些虚影源源不断，难道说是阵法生出来的？这些虚影是底下的阵法生出的，帮我拖住一会儿，我施法停住他们。交给我，我掩护你。幽冥魔焰，竟然真的是魔焰传承。哦，原来如此，我知道你找我来此的真意了。魏道友，发生何事了？小娃儿，趁现在。林婷，看你的了。太虚长老，您是前辈，又是推演一道的大能，可是早就知道了下界北域今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吗？太虚神殿可是预知了未来。凌云仙宗落北荒，无极阴阳道心藏，风卷残云惊石啸，天倾地动战瑞芒。我只知道，引我们走出人族当今困境的那人，会在下界北域出现，就在仙门遗迹之中。凭这几个下界蝼蚁，
血灵山主不会忘了，他们可都在北域仙门遗迹。据我所知，这拥有魔焰传承的人，在仙门遗迹中是有机会得到幽冥神殿的至高神通九幽傲千诀。诸位都听过此神通的威力吧？味道有想的未免太简单了。这种至高神通，岂是一个化神修士就能参悟的？幽冥神殿历代殿主都没能做到的事，指望一个下界蝼蚁，不觉得有些异想天开吗？血老魔，你方才可没那么多话，此刻盈盈狂吠，嗤之以鼻，难不成是嫉妒我幽冥神殿了？你找死！哼，都是。这就是大成气修士吗？太可怕了！哎，你们俩人都多大岁数了，还跟小孩子一样这么大脾气啊？也不怕让其他仙派看了笑话，小心便宜了羽族。说得不错，赢了也是徒增笑话，若是受伤，可就得不偿失了。哼，算了，我倒要看看下界的蝼蚁，他能走到哪一步。你还好吗？真元耗尽了，快服下，我为你护法。陈玄风，你要尽快啊！该死，真元耗尽了。看起来这些下界蝼蚁恐怕连第2关的试炼都过不去。这种实力早就该结束了吧？哎，难道这个好苗子真的要止步于此了吗？解决了。哼哼，血老魔，看来你要大失所望了。啊，这怎么可能？看来推演并无差错，只是还有待考察呀。陈玄风，干得好！如果再快点就更好了。辛苦了，2位兄弟，先恢复一下吧。看来是这小子停掉了第2关的魔影大阵。他似乎是3人中修为最高的。修为最高又如何？还不是一只下界蝼蚁。哎，奇怪了，为何此人身上我竟有股看不透的气运在身呢？仙门遗迹的弟子选拔我见过不少，这第2关停住阵法的还是第一次见。他们停掉大阵的做法路子是野了点儿，但是眼下北域与人族苍穹界的空间通道全被羽族所切断，想要收回北域，只能靠他们3个开启空间通道了。不过希望渺茫啊。老师说的是，不过老师，若再加上幽冥神殿圣女呢？啊，当真？您看，这幽冥护法这是怎么回事？圣女天赋异禀，不久前得了无极剑主传承，可羽族不知如何得知，竟派人暗中偷袭神殿。圣女燃烧精血，施展空间挪移，这才保住了诸多护法教众，不然诸位可见不到我。你说什么？羽族这群杂碎，竟敢背信弃义，毁掉签订的条约！你们店主呢？
店主刚出面就被羽族身亡牵制，根本无法顾及我们教众。哼，羽族的畜生，真是欺人太甚。圣女大难不死，恰好又落在北域，看来收回北域的希望很可能就是他了。他们要进入第3关的试炼了。第3关试炼是随机的，也不知他们会进到哪一个。登天梯最轻易，倒是不怕，就怕会进问心桥。小心一点，这地方不简单。嗨，这不就是一个石廊吗？先看看吧。啊，你们怎么不跟上啊？子庚，有结界。小心身后！这是我？他们还是进了问心桥。哼哼，这3个蝼蚁运气还真是差呀！问心，问心，年轻修士最难过的便是心魔。心性不凡者过此关犹如饮水，但若是有心魔，可就难了。我就是你，子庚，别拖大。嗨，放心，逃命的本事我还是有的。我去，你不讲武德啊！我不在乎，只要能赢。我去，这么死脑筋，你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说了，我就是你，快动手与我一战！让我自己打自己，这不是自虐吗？我可没病。怎么会有2个曹子哥？哼，你们这是进了问心桥。问心桥是用法则之力构筑起的，它可以将修士内心最深的阴暗面剥离开，捏造出敌人最不敢建立的个人。而人的阴暗面呢，说到底就是贪、嗔、痴这些根源。但凡想过的问心桥，就得把贪嗔痴这些摒弃，要不然的话，不死也得遭8层劈。那曹子庚岂不是有危险？这小娃心大得很，没心没肺的，估计的问心桥对他的威胁不得好大，要不然捏造出来的面容哪会是他本人咯？父皇难道没教过你，躲来躲去只会成为一个窝囊废吗？住口！你什么时候？我父皇绝不会说这种话，给我记住了。还真如剑哥所料，他压根儿不会有事儿。那是，老子年轻，啥子时候出过差错嘛？想不到这个最不起眼的下阶修士，竟然这么快就过了问心桥这一关。此子举止坦荡，一片赤子之心，问心桥拦不住他。老师所言极是，想必他一定有极好的长辈教导他，这才令他一尘不染。哼，轮到幽冥护法看中的修士了吗？他能熬过魔焰之刑，这区区问心桥岂能拦住得了他？这可不好说呀，谁知道是不是个纸老虎，中看不中用呢？老师，您怎么看？此子气息强大，颇有领袖之风，不过我却感觉他总是带了些优柔寡断。赵离，赵化清的阴暗面，竟然是赵离。道分阴阳，性分善恶，阴暗面形成的根源离不得贪嗔痴的本性。
怕是你说的赵离，就是他内心头的贪嗔痴。赵化清，你这个杂种，竟然还没有死，就让我来送你投胎去吧。赵离仗着身份常常为难赵化清，想必赵化清可以借这个机会发一发怒气了。是心魔气，赤伴仇恨，黑伴因果。这么强的心魔气，他到底经受了多少折磨，才会有这么强的心魔？这些心魔，难道是他熬过魔焰之刑前就形成的吗？喂，赵化清，你倒是还手啊！为什么？为什么不还手？这阴暗面化成的面容，恐怕就是他自身贪嗔痴的源头。他做的所有事，统统都是为了这个人。什么？不行，再这样下去，赵化清会被自己所化阴暗面吞噬的。赵化清，你不是还要与我一战吗？你为何不还手？还手？他敢还手吗？我可是他的亲弟弟呀！弟弟，赵离是你的亲弟弟，若想他一直活着，你就得听我的。弟弟，哥没能保护好你。不行，我得去救他。你个小娃，姐姐就在这儿挡起，你啷个去闯噻？用龙吟剑，无极黑曜能吞噬一切法则。你脑壳昏了？就算吞了那东西，你吸收得下来不？你肯定要遭尘暴去。再说了，这下还有人在窥探我们，你搞清活没得？小娃儿，快住手！哼，愚蠢，竟然敢强闯结界！不过，他是如何闯过结界的？你怎么？先恢复伤势，这家伙交给我办。添麻烦了。找死！小娃儿当心，他的气息爆场了。你就跟赵化清那个废物一起死吧！死的是你。一招就解决了对手，不错。幽冥魔焰为何会有2道？别看他现在人前显圣，强闯结界，问心桥会将他的心魔增加数倍修为，待会儿会有他苦头吃的。啊！玄天女帝，陈玄风怎么会与玄天女帝相识呢？我的阴暗面，果然是他。陈玄风，又见面了。小娃儿，当心，这是尸体的阴暗面。本尊对付你可不会手软的，就让本尊见识见识你有多少劲。小娃儿，还好吗？我就是这对手有些强过头了。先前你强闯结界，问心桥加倍动用法则之力，凝聚了你的阴暗面，你当然对付不了。那怎么办？不管了，用龙吟剑。方才破结界，龙吟剑吞噬的法则之力已到极限，再用的话，恐怕……你只管用，其余的老子想办法搞定。阿银，助我！这是剑灵。
这个下界修士可真会给人惊喜呀！下界法宝可无法凝聚灵体啊，难不成此剑是苍穹界遗落下界的？苍穹界凝聚剑灵的灵剑，百炼妖符都记载在册，可这柄剑我没印象。难不成火灵道君是想说这只蝼蚁炼出了此剑？你我皆知这不可能，此剑或许在百炼妖府创立前就存在了。百炼妖府在世的岁月，是你我二人寿元数倍之久。一柄灵剑若无灵元蕴养，怎可能在下界留存万年？那你不如等他过问心桥，进仙元殿后亲自问问他。你不会真以为这只蝼蚁能过眼前这关不成？废什么话，看着就是。怎么还想像丧家之犬一样被我追杀？这次可不一样。给我破！雕虫小技也敢班门弄斧！我说过，这一次可不一样。阿银，婚事的。他居然真能解决了心魔！仗着神兵之力，有什么值得吃惊的？这小子的剑能吞噬问心桥所化心魔，你们不觉得奇怪吗？问心桥所化心魔可是规则之力，莫非是神物？不可能，这只蝼蚁哪来的这个实力？他能有一件仙物就不错了。魏道友，他先前可有显露过此剑？在第一关试炼时倒是用过，不过没什么异常，一点痕迹都不曾留下。剑非神物，却能破问心桥结界，吞噬规则之力，难不成是熔炼了异宝？他们三人就要进仙元殿了，诸位到时可以细问。幽冥护法，你不想为幽冥神殿再添2名圣子吗？如今殿主未归，圣女还在北城，就算我起了此念，又有何用啊？还不如将机会让给诸位。3只蝼蚁，我可不稀罕。剑哥，你还好吗？莫慌，规则之力都被老子炼化了。哼，不过老子必须在半年内凝于肉身，要不然这些规则之力会受天道感应回归天道，老子神魂也就灰飞烟灭了。回归天道，看来得尽快为剑哥重塑肉身了。喂，陈玄风，你跟玄天女帝认识啊？认识。什么关系啊？重要吗？主要你的心魔。他曾经是我最重要的人。啊，这2人难不成？曹师弟，快跟上！啊，来了！来了。你似乎早就等待多时了。那里有你们想要飞升的线索。这些字是啥意思啊？这些字代表最适合你们的道，同样也代表你们的资质。资质？魔道资质，灵道资质。北域沦陷这么多年，此次仙门遗迹才进3人，却出现2个罕见资质。这魔道资质的下界修士，诸位
可收。哼，明知故问。此人身负幽冥使传承魔焰，除了幽冥神殿，谁会收的呀？血灵山主，不是也修的魔道吗？切，我可看不上连问心桥都过不去的软蛋。哎，心魔未除，感情用事，此人也不适合绝情谷。那我便不客气了。那剩下的这灵道资质，你们可要收？灵道资质罕见，倘若是为女修的话，我莲花屋倒是可以收下。只可惜呀，此人不修剑法，我绝情谷还是不要。血灵山主收吗？这种涉世未深的家伙不够狠，我可没兴趣，还不如强闯问心桥那小子顺眼呢。太虚神殿呢？百炼妖符想要收下就是。那便多谢太虚长老谦让了。哟，小娃不得了嘞，已经有第一道资质。剑哥，这些资质有何门道？凡人修仙，身负灵根即可，但若想进上界仙门，就要讲究资质。第一道资质堪比天灵根，你就等到仙门大派来找你吧。啊，嘿嘿，到时有了飞升令，你便能直接飞升。飞升令？看到你面前的珠子没？那个仙子，接下来怎么做？将神念探进那颗珠子，一试便知。小儿，飞升令的线索就在这珠子里头。你们动作快一点，我可没耐心为你们护法。劳烦阁下了。老师，道法万千，仙源有数，但地道资质我从未见过，还请老师解惑。我也从未见过此种资质啊，但不可否认，他心性不错呀。这个人我要了。哼，他能为同伴舍身进问心桥，恐怕不适合你绝情谷吧？也许还是幽冥神殿更适合此人。幽冥护法已收了一人，不至于如此贪心吧？我待店主收一人足矣，无情剑宗放心。他们的神念化身进人族苍穹塔了，三妹可以前去招揽了。诸位，先走一步。还请道友为我等护法。二位，一同去看看。恭敬不如从命。正好，我也想要看看这3个下界蝼蚁能在苍穹塔得到什么神通。师傅，你咋不去啊？为师要是去了，就你那点修为，能为6大仙派的前辈们护法吗？这可是仙渊阁，岂会有危险？别以为你想偷懒，为师不知道。整这死出，滚去扫地！这地方，难道是那颗球的内部？此地乃是人族圣地苍穹塔，万千仙术、神通、绝技、法门尽在此处。现在进入塔内，看看你们能得到什么仙缘吧。只有我一人，看样子是被分开了。这些是盗玉。方才那人自称上界仙门长老，难道便是仙门遗迹的窥探之人？你的剑使得不错，这家伙从哪冒出来的？你是何人？我乃苍穹界6大仙派之人，同样是你飞升上界的接引人。小子放心，老子没感觉到敌意。在下陈玄风，见过前辈。做到你面前的蒲团来，苍穹塔会为你挑选最适合的神通。
这些道运在吸收我的神力。别紧张，苍穹塔在辨识你的资质和天赋。闭眼静坐，收敛心神，接受苍穹塔引导。此人资质虽未曾见过，但苍穹塔的引导仪式却是第一个通过的。哼，只要资质不是太差，苍穹塔的引导仪式基本不会出现差池。太虚长老还是别期待太高的好。这是灵光运体。有人得到神通了。这么快？这才进去多久？呵呵，灵光运体，且是如此浓郁的魔光，看来苍穹塔对他十分认可呀。哼，还真被幽冥神殿捡了个便宜呀！火灵道君看中的家伙也不简单。果然没看走眼，这小子最适合百炼妖府。有趣，有趣！此子竟能得苍穹塔2份神通认可呀？这怎么可能？他明明修为最低，凭什么能得到2道神通？苍穹塔是怎么回事？往年这些下界蝼蚁根本无法得到认可的。莫非此人是天生灵体？太虚长老猜的不错，这下界修士是火灵体。火灵体！他奶奶的，往年下界修士资质差得多了去了，这次居然真的出了好苗子。薛灵山主现在后悔冤枉。哼！见过诸位前辈。你们2人呐，能得苍穹塔认可，天赋可见一斑呐。刚才是……这是你们飞升上界的符咒，飞升令。你们还有1人未出塔，在此等候片刻吧。喂，你在里面得到了什么神通？1道法相神通。不错嘛，我比你厉害点儿，我得到了2道。真他娘的邪门啊！还剩最后1个，总不至于都能得到苍穹塔的认可吧？这么长时间过去没得到神通，恐怕失败了吧？为何这么久过去，还是毫无动静？难不成我感觉错了？这家伙其实是个庸才。小娃儿啥子情况？这么久都没搞定？剑哥，我感觉有点难办呢。哼，有啥子难办嘛？选个最凶的劈爆的神通不就好了吗？可苍穹塔内的神通都认可，全都争着要出来。啥子？想过地道之子逆天，没想到这么逆天。莫慌，找外头的几个小辈帮忙。这小子时间拖得太久了，本宗果然高看他。前辈，不必多说，刀法万千，仙缘有数，苍穹塔的神通得不到也不必灰心，前途漫漫，你的路还长着呢。前辈，我是想问，您能否再找几位前辈助我一臂之力，让晚辈把认可我的神通全都照出来？
你说什么？我就知道，不是所有下界修士都有这么好的运气啊！陈玄风竟然没得到苍穹塔的认可，难道出了差池？哼，哪来那么多差池啊？告诉你们，苍穹塔是不会出错的，你们和他之间已经拉开差距了。无情剑宗只是选错了人，何必一脸为此不快呢？就是啊，谁都有看走眼的时候。我的确对看中的人没能得到神通而有些失望，但还不至于让我挂脸。你看中的那小子没和你一起出塔。他说苍穹塔有太多神通认可他，所以拜托你们都去帮他继续维持引导仪式。可笑，他以为引导仪式是免费的午餐吗？真没看出来这个小子胆儿还挺肥的，还敢拿我们几个消遣。估计知道自己无颜飞升了，所以才想出这个主意，惹得你们注意吧。若真如此，这位下界修士的做法当真是有些掉价。太虚长老可有什么见解啊？绝情谷主看来是相信了这位下界修士的说辞了。此人若有一句假话，本宗绝不会放他神念化身轻易离去。可若是真的，视若无睹的做法，是不是令明珠蒙尘呢？也罢，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再来一次引导仪式也无妨，无非就是损耗些修为。小子，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少底气，才敢夸下这般海口。来了吗？还请前辈相助。12道还是灵光运体的神通，开什么玩笑！小儿，这个魔修不得欢迎你。臭小子，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那就要问问前辈了。我可是第一次来此地，岂会知晓？你什么态度？够了！雪灵山主，等到引导仪式结束，你可以问个够，不急这一时。哼！诸位，可以结束了。前辈且慢，我还有一道神通未曾照出。这都12道神通了，还不知足？你小子是来进货的吗？怎么回事啊？是道运共鸣。道运共鸣。啊！这是什么东西？想不到，连苍穹塔镇压的神通都被他召唤出来了。你知道什么？太虚长老若是知晓秘辛，还请不要隐瞒。这苍穹界其实并非地狱神尊所创。太虚长老，你的话可是太虚宫的意思？幽冥护法，我知晓地狱神尊乃是你们初代殿主师尊，但眼下一事与我们两派争斗毫无瓜葛。哼，你最好是。不知太虚长老方才所言，可有凭证？苍穹塔内神魂共通，你们一看便知。太虚宫禁地壁画记载，苍穹界在地狱神尊飞升前便存于灵界，
只因他为后来者开辟出了一片人族净土，才有苍穹界为他所创的传说。哼！我说怎么你们店主一代不如一代，合着一开始就是吹出来的呀？对了，太虚长老，你方才说的镇压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道运共鸣，人族只有一人引发过，而他是第二个。至于第一个是谁，血灵山主就不用我提醒了吧？是地狱神尊。多谢诸位前辈。喂，咱们都等半天了，你难道就一点也不担心？你的性子若是能戒骄戒躁，应该不会是现在这番修为。要是那几位前辈走前将窥探的画面留着就好了，也不知陈玄风那家伙啥时候出来。哼，这样的修士绝情谷可不配拥有，倒不如去我血灵山，起码我会用最顶级的魔功为他打基础。哼，也不知是哪个家伙从进仙元阁开始就一口一个蝼蚁，居然好意思抢人。在我眼里，没本事的才是下界蝼蚁，像他这样的嘛，那是天骄。现在改口叫天骄了，脸呢？你这厚颜无耻啊，算是让我长见识了。是吗？那还不赶紧将那小子让给我，就不收你学费了。哼，我的剑可不答应。好啊，我也许久没尝过剑修的滋味了。不说二位，是不是该问问这位下界修士的意见呢？以此子天赋，无论进哪座仙门，都将是改天换地的存在。为了公平，还是让他自己选吧。我没意见。赞成。那就这么办，小子，来我血灵山，包你成为一代魔尊。不必理会那老魔，修剑道者就该入我绝情谷。以你的资质啊，赶超当年的无极剑主也并非不可能。超越剑阁？你身怀幽冥魔焰，来我幽冥神殿绝对不会亏待你。我百炼妖符法宝万千，只要你来，要多少有多少，随你挑。诸位前辈，我不打算加入仙门。你说什么？终于出来了！哼，奇怪，气氛不太对啊。别疑神疑鬼的。小贝，你真想清楚了？若你愿意，本宗可强行带你飞升上界。我所在下界，羽族实力未足，这心中念头便不得通达，飞升也是枉然。况且，诸位前辈不是还想让我与幽冥神殿圣女联手，将羽族与下界空间通道切断吗？你既心意已决，便好自为之吧。你怎么样？这小子好得很，就是不知天高地厚了些。小贝，飞升令已施入你体内，你既无意入仙门，我等也不强求，但塔内提及的北域之事，还望牢记在心。修行若有什么疑问，只管找幽冥神殿圣女。哼，小贝，羽族实力强大，切记不可硬仗，免得拖累圣女。晚辈谨记。时间到了，你们都回去吧。
飞升令都拿到了吧？那便离开此地吧。且慢，还有何事？上界之人托我带给你的，这是你失去的记忆。怎么收3个下界修士？去的时间这么久？怎么是这个家伙第一个回来？啊，道有此行，可有相中弟子？没有。没有。哼，无情。目中无人的小子，软硬不吃。也不知你个老家伙怎么想的，敢纵容这等天骄跟羽族对着干。被老魔称作天骄，这北域的下界修士有点东西，弄得我都有点兴趣。那小辈身负气运，又得到苍穹塔镇压的神通，引领人族走出当今困境之人，大概是他了。那你还放任此人待在下界，就不怕夭折了？若连一个小小的北域都闯不出来，折了也罢。不过苍穹塔的选择不会有错。地狱神尊得到苍穹塔镇压的神通，以一人之力力压灵界各族，待弟子创立幽冥神殿。这个叫陈玄风的下界修士，想必不会让人失望的。哼，听天由命吧。这东西我用完了，还给你。圣女的记忆已恢复，不知怎么称呼。路遥。陆道友，你可知如何斩断羽族在此方天地的空间通道？你手上有一个羽族下位神吧？他被我所擒获，还未曾拷问。若想要此方天地脱离羽族掌控，只需抹除他们在此方天地留下的空间阵法落点即可。等你从那下位神嘴里问出空间阵法落点，我便能让此方天地再度与苍穹界接轨。哼，小子，你囚禁本神整整5日，想必我族已经带人来擒你了吧？看来你并不知道，外界1日，此地10天。什么？这地方竟是由法则之力构筑的？一个卑贱的人族竟拥有时空至宝，当真可恨！这东西他怎么配拥有？只有我等羽族的神才配得上。哼，嘿，小子，本神在族内也算有些名望，不如这样，你投靠我族，我保你当此方天地界主，如何？不如何？哼，小子，跟羽族作对，你就不怕万劫不复吗？你要干什么？别自寻死路！敢对本神动手，火羽王定然不会放过你的。届时你求饶都没用了。那我倒要瞧瞧了，究竟是谁会先求饶？小婉儿，那个羽族说了吗？这个卡列似乎并不知道羽族在战虚留下的法阵落点。不如换个人问问那个常年在下界看守的圣朝太子，说不定会知晓。也对。哼，卡列都不知道的事，我怎么可能知道？既然不知道，那就不用留。阶下留人。哦，肯说了。陈玄风，玄武界的空间法阵，只有身为界主的南派老祖才能布置，所以位置我主人真的不知。
南派老祖被我灭杀，早已死无对证，我凭什么信你？陈玄风，南派老祖可是合体期修士，他苟活了这么久，岂会轻易被除掉？闭嘴！你想叛族吗？我只知道，绝不能让主人死在我面前。你行了，别在我面前唱主仆情深的戏码，我没工夫看。给我一个让你们活下去的理由，否则你知道后果。你可还记得修炼妖煞诀的人族修士？不好！奇怪，怎么人都不见了？喂，婉儿、卫青，你们在哪儿？嫂子哥，我在这。伤得很重，修为已经废了。我操！快！陈公把他们都带走了。别让他说话，修为尽失，经脉受损，若不保住这最后一口气，会死的。将你从羽族得到的那个葫芦给我。有我在，他不会死。是巡天堂绝技雷神掌。他的修为在恢复。有意思。卫青，炼化留存在体内的药力，尽全力突破。你大爷！差点以为你要英年早逝了。唉，就差那么一丢丢，我都已经看到我祖爷爷朝我挥手了，还好被陈玄风从鬼门关拉回来。卫青，你为何受伤？陈公在化神塔内用诡异手段控制了不少修士，好在我修炼了雷神掌，心神才没被完全控制，但也因此被废了修为。果然是南派老祖的封魂禁术，该死，当真是百密一疏。你们圣朝就是这么拜访人的？他们是我带来的。主人，主人，你为何这般模样下界？此次下界的接引使实力太弱，陈玄风身边又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个厉害的帮手，我被打得元气大伤。还好有你的这枚棋子，令我得以脱身，还将这批战奴带回了不少。圣朝太子呢？被抓了。那家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落在陈玄风手里，极有可能透露一些秘辛。你需要助我，尽早做打算。梦离听候主人差遣。明日战息就会重开玄武界通道，不知对陈玄风的府邸抽薪，梦离办得如何了？哼，梦离，你还有脸出现在吾面前？哼，本尊来此是为了清理的银库。三长老，
上路。3长老，糟了，是玄帝圣母。娘娘，小过来扶你。玄天女帝，绝不可让玄帝圣母落入他的手上。能在本尊手里撑这么久，还算有些本事。只可惜今日你就要生死道消了。哼，人固有一死，死得其所又有何可惜？再来！不对，天机剑，释怀！这个老家伙居然想用自爆拉本尊垫背，是那老家伙的法宝。我说这老家伙怎么视死如归，原来是为了他们。朕实在不明，到底所犯何事，竟惹得圣导亲自出手。哼，圣导通缉陈玄风已有半年，小小云国难道不知？可贵岛3长老跟朕说过，那只是个误会。3长老早已背叛圣导，你信叛徒，还是信本尊？尊上，女帝带上来。老四，父皇，我们都被骗了。3哥他就是个恶魔，为了修为不择手段，甚至在诸国之战内，他竟想杀了我。大哥也被他给……什么？皇后娘娘，这个畜生！女帝，陈玄风一事绝对与云国无关。盗取圣物，背叛圣导，会被株连一脉，这是规矩。父皇，3哥他终归是您的血脉，我们逃不掉啊！闭嘴！我没有他这种逆子。女帝，我从未在陈玄风身上花过心思，只因他从小便是一个废物，身无灵根，我便任由他自生自灭。更何况此子还说过不认我为父这种大逆不道之言。我与他说是父子，其实这层关系早已名存实亡。若因他一人而亡我云国，实在是冤呐！本尊可不在乎蝼蚁的灭亡。陛下，凤儿绝对不是这种人。您等他回来，他一定能证明清白。闭嘴！贱人，是你，都是你这个贱人教出的混账，造出这么大的孽！女帝，你把这贱人带走。陈玄风自小与他在一起，绝对会为了这个贱人自投罗网的。娘亲，这么多年，你与我饱受欺凌，为君为父，他可有半点关系？凤儿，你说的对，这个男人，他没资格做你的父亲。你混蛋！有你这么当爹当丈夫的吗？亏你还是一国之主，一点骨气都没有。应妃娘娘和3殿下因为你受了多少委屈，你知道吗？有出息就可以认你这个父皇，没出息就自生自灭，你也太没有人性了。娘娘，我相信3殿下一定会回来的，您先。呀。陈玄风，本殿才弄不死你，难道还弄不死宁妃吗？哼，这账我会慢慢跟你算的。女帝，你千万别听这种低贱的下人胡。为什么？因为你勾起了令本尊恶心的回忆。陛下。报人，报人，留他一命，带回去跟莫千阳关一起。带他回圣岛。紫晴长老，哼，
陈鼎，戏演的不错。嘿嘿，紫晴长老谬赞。您看，你答应我的事。你要的女修，修为已被禁锢。那这云国没必要存在了。女帝神通广大，对付陈玄风想必是轻而易举。这凡人死就死了，何必还要费尽心思让他活着呢？女帝命令，执行便是。想那么多干什么？陈玄风，白帝之子。这位夫人，不知你与那陈玄风是何关系？你是？老夫莫庆阳。戒杯与玄天学院的那座戒杯一模一样，穿过此门便能通往你们所在的玄武界。陆道友，多谢。若真要谢我，把跟着我的那2个废物以及同伴救出即可。好。啊，仙子啊，你这么厉害，怎么不跟我们一块儿去啊？下界天道压制，限制化神修为以上修士下界，我不便前往。这是神殿传音符，是我以精血炼制，必要时可以将你的精血滴入，便能随时与我意念传音。陆道友心思缜密，佩服。我会在此地守着，等问出落点位置，顺便阻拦从此地下界的羽族。事不宜迟，速去速回。我去，好大的雕啊！是入学失恋的那头雕，果然是玄天学院。看来这玄武界界主原本就是玄天学院之人。看来时候到。这头雕的眼神有些古怪。小婉儿，有人过来了。何人闯我玄天学院领地？玄天堂长老，是我。曹子庚、卫青，你们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啊？这都是咱们学院的学生。哦，原来陈玄风就是你小子呀！丹堂长老经常提到你，如今我总算是见到了。想不到短短半年，你们4人的修为竟然都赶上老夫了。看来这诸国之战，你们4人收获不小啊！那是肯定啊！你们也不想想，这可都是咱们学院教出来的。可是你们如此修为，怎会回来了？这时候难道不是该在争夺天骄榜，争取飞升上界的名额吗？玄天堂长老，
这所谓的飞升，其实是骗我们去圣界给羽族做战奴。做战奴？是中都圣朝太子，他是羽族的看门狗。要不是陈玄风，我们几个……怎么不继续说了？哼，长老，你怎么会知道我们此时应该正在争夺天骄榜呢？我可记得你从未参与过诸国之战啊。说，你还知道多少？他知道的秘密，不如就让我来告诉诸位吧。学院外的这头正道妖雕，从未对人有过亲近举动。此人到底是谁？你是谁？我许久未出世，即便说了，你也没听过。既然是生面孔啊，不请自来到我玄天学院，是否有些冒昧了？这小家伙不是还挺欢迎你的吗？你管这妖雕叫小家伙？好了，知道你长大了，管你气息修炼的乃是虚空封印之法，莫无心的后代还算可看，不枉我传他此法。糟糕，老莫最讨厌别人提到墨家。啊，莫无心是谁？学院似乎没有这个前辈吧？听那绿袍修士的意思，应该是墨家的前辈。莫无心是墨家老祖，也是玄武圣岛的第一任大长老。啊，那不是几千年前的人物了。他刚才居然说传授给墨家老祖法术，不是现在人吹牛都这么勇敢的吗？且不说过于冒犯，就算是真的，哎呀，我在想什么？这怎么可能是真的？此人如此年轻，不可能是那些躲过天道压制、活了几千年的老怪物。小儿，这家伙身体里藏着一道神魂。神魂？莫非此人的真实面目是一位老怪物？小子，你竟敢用我墨家先祖的名头戏弄于我，真当是活腻了！好厉害的法术，光是施展出来就已是狂风大作。想不到在天道压制下，莫长老竟能施展出如此惊人的手段。墨家擅长空间法术，此种术法一旦修成，即使在天道压制下，也能凭借召唤出的虚空之物镇压对手。那这绿袍人岂不是完了？哼，你们这些小娃儿还是太嫩，这点手段还不够看？这都不够吗？还能有什么手段比这更强？小娃儿，难不成忘老子现在用的啥子手段了吗？剑哥是说神魂之力？虚空封印之门嘛，哼，华山修为能炼制大成也算不错了，可惜还不够看。老莫，动不了，这怎么可能？这青年竟有这种实力，我去，好重的威压，感觉快被压扁了。到底是什么手段？化神修为都没法挣脱。是天地大事，我们都在他的领域里啊！这怎么可能？这种范围的天地大事，他还是人吗？这家伙或许还真不是。诸位何必如此大动干戈呢？道友，你也没说你有这种实力啊！现在知道也不迟。哎呀，早说你这么强，打死我也不会让老莫这犟种出手了。放心，我只用了3分力，并未要他性命。那是炼丹道力。3分力？开什么玩笑！我以为你恢复伤势，方才就当是切磋了。哎，道友，
你不是说要告诉我们关于玄天堂长老的秘密吗？玄天堂只收天赋异禀、灵根特殊的学生。为了掌握这些情报，羽族安插了这颗棋子，在玄天堂长老的位置上，目的就是能将这些天赋异禀的年轻人尽数送往他们手中。他犯下此等罪行，你们打算怎么处置？哼，此人是女帝钦点入的学院，就算犯下大错，也得交由女帝惩治。现在论罪，又有何用？倘若我说当今女帝不过也是羽族的傀儡，你又当如何呢？这位道友，仗着实力强盛，信口开河，不怕祸从口出吗？这么维护女帝，难不成也跟此人一样做了羽族的狗？休要胡言！我受过女帝恩情，岂能让你对恩人泼脏水？哼，脏水！看来你还不知道，你兄长莫千寻究竟是为何才会被圣岛通缉吧？啊，莫前辈！嘘，莫前辈居然是莫长老的兄长，这家伙知道这么多，难道是莫前辈透露的？不对，莫前辈并不知晓小梦离是羽族在玄武界的傀儡，否则也不会想着推翻他的统治。除非此人知晓南派老祖，若他真是活了几千年的老怪，一定经历过南派老祖在掌控玄武界前的势力清洗，他很可能就是那些势力的幸存者之一。道友，你总得拿出点凭证吧？哼，是真是假，诸位何不问问对此事的知情之人呢？哼，你说是吧，陈玄风？啊，喂，陈玄风，你跟那位前辈认识啊？这是第一次见面，他大概是从圣岛通缉的告示知晓我的。哼，分析的不错，不如你就从圣岛对你的通缉给他们说说圣岛的玄天女帝的恶行吧。前辈从何处知晓圣岛和羽族之事的？我知道你好奇我的身份，放心，只要你让学院众人知晓羽族与圣岛的关系，你会知道我是谁的。我凭什么信任？第10代玄帝，与我合作是你摆脱羽族的最快办法，你觉得呢？这家伙竟知晓凌云界的秘密。小娃莫怕，有老子在，你放心陪他搞啊！要是不对劲，老子吞掉的法子之力，保证让他灰飞烟灭。好，我答应。那我就静候你的表演了。要揭露梦离是羽族傀儡，只需要将圣朝太子2人放出来即可。不过，凌云界不能暴露，否则梦离栽赃我盗窃圣物一事无法说清。陈玄风，丹堂长老，剑堂长老，好久不见。的确是有些久了。听闻你在中都风生水起，就连陈婉儿都得了中都炼丹大赛的冠军呢。我丹堂出去的就是有出息。切，神气什么？我与五妹能有所成，多亏丹堂长老在学院倾囊相助。哈哈哈哈，这倒是没错。哎，对了，陈婉儿怎么没来啊？是不想见我这个长老吗？啊？此事说来话长，您稍后便知道了。徒儿，你怎么回来了？难道此次诸国之战你没能飞升吗？师傅，您别急，您看。
啊！化神修为，你突破了，不愧是我的徒弟。等等，徒儿，你都已踏入化神期，怎会飞升失败呢？为师明明已经打点了圣朝之人，莫非他们不守承诺？师傅，您送礼了？什么送礼啊？不过是投其所好。为了你，师傅乐意。谁让你是为师最有天赋的徒弟？我去，师傅，你对徒儿可真是太好了。哼，那是当然。好的都有点吃不消了。徒儿放心，飞升失败，从头再来便是。师傅对你有信心。师傅，其实我回来是另有隐情的。哦，那个您待会儿就知道了。玄天堂长老怎么变成这副狼狈的模样了？啊！丹堂堂主乔无忌和烈阳堂堂主杨威也来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连他们都被惊动了。那人又是谁？怎么坐在两位堂主中间？诸位，此次宴会是为了弄清本院学生在诸国之战飞升失败一事。莫长老，飞升失败乃常有之事，有必要召集我等前来吗？见唐长老姿势体大，关系学院根基，稍安勿躁。这么严重的吗？看这架势，此事恐怕跟玄天堂长老脱不了干系。小子，可以开始你的表演了。好恐怖的气息！这小子如今已是脱胎换骨了呀！别装了，再不醒来，我不介意送你去投胎。哼，陈玄芳，你当真是心狠手辣呀！你这种败类，可没资格死在我手上。你敢！我受女帝之命监督学院，若我殒命，女帝定会追杀你至黄泉毕露。哦，是吗？巧了，老夫也受女帝之命监督学院，我怎么不知道你呢？忘了告诉你，老夫完全可以先斩后奏，是生是死，老夫劝你好好掂量掂量。莫长老，我们是一伙的呀！哼，谁跟你是一伙的？我是为了报答女帝的恩情。恐怕你还不知道，你口中的玄天女帝，其实早就追杀过。女帝持天机神剑，若真追杀你，你岂能活到现在？我的确差点就死在天机剑下了。可惜呀，诸位，你们可还记得我被圣岛通缉的事吗？当然记得，丹堂长老可是被这事气得1个月没出门呢。这事儿就别在这种严肃的场合说了。被通缉前，我受穆青青相邀前往一处化神洞府，侥幸得到了一份传承，突破至元婴期。准备回学院时，圣岛却封锁了传送阵，说是圣物被盗。我自认问心无愧，不料被圣岛之人指认为盗贼，无奈之下，只能逃命。陈玄风，你不会想说圣岛通缉你是为了这份传承吧？为了洗刷盗窃圣物的罪名，你编造的借口未免太拙劣了些。陈玄风啊，不是老夫不信你，女帝什么身份，
怎么会觊觎一个化神洞府的传承呢？莫长老，陈玄风被通缉前也才入院2个月呀，他当时最多就是金丹后期修为。难道你就没有想过，遍地都是元婴的玄武圣岛，怎会让一个金丹修士将圣物偷盗得手呢？的确如此啊。圣岛怎么说也是咱们女帝修炼的地方，守卫怎会如此薄弱？当时我就觉得奇怪，只是碍于压力不敢说。可是这终究只是陈玄风的一面之词，算不得凭证。哼，是吗？那本座的话，算不算得凭证啊？好浓郁的魔气！魔道修士，玄天学院长老，好大的威风啊！你怎么来？现在不是说的时候，先助你把眼下之事解决。阁下擅闯我玄天学院，想要做什么？本座最讨厌的就是维护女帝的狗。方才在殿外，你的话，本座都听见了。这个女人竟敢公开与女帝叫板，阁下不知怎么称呼？黑风窟，黑岩。黑岩，他不是早就身陨了吗？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哼，全拜玄天女帝所赐。若非陈玄风，本座不知何时才能重临世间。本座对女帝可是恨之入骨啊！黑岩，你好不容易重获新生，竟还敢跟女帝作对！黑岩，你一个元婴的蝼蚁，也敢在本座面前叫嚣？几百年前，黑岩拒绝女帝招揽，几年后便在一处化神洞府为众多修士围攻深陨，黑风窟也一蹶不振。如此看来，当年这个魔道剧情的陨落跟圣岛脱不了关系。如果我没猜错，陈玄风所去的化神洞府便是黑岩的陨落之地。不被我所用，必被我所杀。玄天女帝真霸道，难怪脾气那么古怪的独孤院长竟会同意圣岛安排人来学院做长老，怕是为了学院的存亡才无奈妥协吧。哼，你不是要凭证吗？那本座告诉你，陈玄风得到的传承根本不是化神修士所留，而是为上界人族大能的衣钵呢。什么？人族大能？那至少是传说中大成期的修士啊！骗人的吧？大成期修士的传承岂是那么容易得到的？没错，这种级别的传承怎么可能出现在玄武界？黑岩，你当大伙是傻子吗？奇怪，黑岩怎会知道洞府传承是大成期修士所为？难道他知晓黑莲剑尊的存在？哼，小娃儿可忘了，这个女娃儿前身弄到过黑岩魔眼，就算没碰到黑岩那个老东西，也可以通过传承晓得些情况的。哼，黑岩，大成修士传承这种谎话，你不觉得太过离谱了些吗？离谱？你可真是井底之蛙。哦，身外化身？哼，学院的长老可真没见识，你还是给本座仔细看看吧。不对，这不是身外化身，这是实体元神。双元神，居然是双元神，还是实体程度的化身双元神。这第10代玄帝竟然能有如此厉害的同伴，想不到这血魔双灵婴潜力竟这么大。小娃儿，后悔了吗？只是意外的。再说当时我已经凝聚出至高元婴，血魔双灵婴于我而言作用不大，用来拉拢他也不算困难。
切，你个小娃儿真是下马碰上死耗子，培养出个潜力大得很的朋友出来了。这双元婴的修炼秘法，乃是从陈玄风赠予本座的双元婴脱胎而来。你们不妨想想，陈玄风随手赠予本座的秘法，便已是如此称奇，在下界闻所未闻。那他得到的神秘传承，又会是何种真切？难道圣岛和女帝真的不会动心吗？啊！居然是真的！真的有大成修士传承！这种级别的传承，但凡是修士，恐怕没人不会动心。哦，你这意思，玄天女帝，你懂就行，别说穿。这小子，哼，难怪被追杀时从不向我求援。想来是怕牵连到丹堂甚至学院吧。我说为何这小子进了中都，玄武圣岛便没了动作？恐怕是害怕神秘传承一事被圣朝知晓吧。你还要为了你那所谓的恩情，给玄天女帝洗白吗？你无论如何，老夫绝不能恩将仇报。是啊，莫长老，莫家的存亡可都在你的一念之间啊！看来是时候揭露梦离和羽族的关系。一直就灭杀了玄天堂长老，好凶残的家伙！道友，你这是何意？打苍蝇准头歪了。你家打苍蝇这么打吗？谁还没有点用力过猛的时候？这家伙，刚才那一指绝对是故意的。啊，道友，是你说女帝是羽族傀儡，现在唯一能拷问的人被你灭杀，你让我们如何信你啊？玄天堂长老是女帝安排进学院的，她死了，恐怕圣岛不久就会派人来学院，还是想好怎么解释吧。不用解释。陈玄风，你究竟想怎样？这家伙是圣朝太子！好小子，居然将圣朝太子给擒了！这家伙是疯了吗？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我放出来？徒儿，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圣朝咱们学院可得罪不起啊！为了让你飞升，为师还特意打通关系了。怎么这点头的人被陈玄风给这样了？师傅，你不知道。哎，这是新生大比的那柄残剑，这不是龙云剑吗？怎么会出现在他的手上？我记得不是早就断了吗？告诉我圣岛和羽族的关系，玄天女帝是不是羽族傀儡？羽族傀儡？乔堂主跟那绿袍人争执的时候，我还以为听错了。你没听错，此次院会八成是为了此事开的。陈玄风，先前不是说圣朝是羽族的人吗？怎么又扯上圣岛和女帝了？老莫，让这小子审，有了结果你再质问也不迟。哼，原来你打的是这个主意，想让本太子配合你，做梦！看来你还不清楚谁在掌控局势。还记得初次见面，你想要我的剑吗？你想做什么？你若不说，我便成全你。我的剑可还没吞过羽族呢。反正只要你们一族的神格在，就可以反复复活吧。我有的是时间和力气，跟你耗。你这个疯子！住手！我说，
圣岛是我族扶植在此方天地的势力，因为此方天地的界主早已投靠我族。圣岛的玄天女帝不过是他放置在明面上的一个傀儡。至于诸国之战，不过是用一个好听的名头，让你们这些下界修士自愿飞升做我族战奴罢了。现在你满意了吗？哼，还算聪明。羽族之人，可恨之极。可恨？羽族可没有逼迫你们，几千年来一直如此。分明是你们为了一己私欲，对诸国之战趋之若鹜，甘愿屈服于定下的规则，这也能怪羽族吗？没记错的话，你为了送徒弟飞升，还给我送过礼，对吗？你们人族根本不懂何谓修道，想要成仙绝无可能。是吗？那你又懂多少？难道羽族用这种手段收割下界修士，就是所谓的修仙，所谓的道？不觉得令人恶心吗？能容纳活物的空间法器，这小子身上的秘密可真多呀！诸位，事已明了，羽族和圣岛的所作所为，你们是继续沉默，还是要将这一切挪回正轨？哼，本座只知道陆氏人走出来的，管他什么仙什么道，羽族都没资格让本座为奴。我赵化清绝不屈服羽族。哼，现在不反抗，跟以后散尽修为有何区别？我可不愿这些年的努力白费。没错，一定要反抗。诸位长老导师，你们呢？唉，一言难尽啊。总之，先把院长请出来吧。还差玄天堂的传承功法开启信物。这不是有个玄天堂的小辈在这儿吗？我来。为何他对玄天学院的功法如此清楚？你们使用信物所谓何事？哈，独孤前辈。独孤大鸟，好久不见。独孤大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混蛋！你这家伙疯了吗？敢这样称呼院长？阿威，院长，一边待着去。是院长。等等，怎么感觉哪里不对？看玄天院长的态度，似乎与那家伙是老相识。奇怪，怎么不说话了？哼，这两个老东西肯定是在传一腔悄悄话。已经一炷香了。无忌，院长，女帝依附羽族一事，你可有论断？院长，如今羽族已被打草惊蛇，被修士奉若权威的学院必然无法置身事外。一旦羽族竭泽而渔，学院必然走向覆灭。更何况羽族把控飞升路，学院又是闻名玄武的修真学府，若不反抗羽族，只怕会遭天下修士唾弃。不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学院不能为虎作伥。吾在此宣布，学院受到决裂，今后势不两立。干得不错，第10代玄帝。我相信你会处理好此事的。是，院长。
院长给人的感觉还是这么紧张。小子，院长的话你也听见了，接下来玄武界怕是要变天了。眼下圣岛并不知晓学院的态度，但玄天堂长老身陨在此，女帝的人恐怕已经在来的路上了。你们4个还是尽快离开学院吧。若你们出现在学院的消息泄露，学院就不得不与圣岛撕破脸了。虽然学院不怕，但太早翻脸，对于学院和你们几个都不算好事。前辈说的不错，我们这就离开。我要你做的事都办了。主人交代的都已办妥，接下来只要让玄天学院配合便可以了。你做事我一直都很放心，所以才会把地位交给你来做。接下来我还要恢复一段时间，你去吧。是。尊上，什么事啊？玄天堂长老的魂符碎了，跟本尊去玄天学院。女帝，你唤我们3人来此，可有何事？处置从寨区带回的战奴，做得如何了？我将他们关在了一处隐秘地界。很好，你们3个跟本尊走一趟。我去开启传送阵。好在因为诸国之战和仙盟大会，学生们几乎都离开了学院。你们4人出现在学院的消息，不会再有多余的人知晓。老乔，你是知道我为人的，女帝若真是问起，我不会帮你隐瞒的。传送阵就在那儿，若是不想违背你的原则，你可以走，别出现在这就行。届时玄天女帝问起，我就说你云游去了。对不住了。莫长老，在下是有些事想单独告诉莫长老。快些说。我知道莫千寻在哪。他被圣岛通缉这么多年了，对我这个弟弟都是不闻不问，怎么会与你攀交情？莫千寻前辈是怕连累你，所以只能找同样被女帝通缉的我。那他过得还好吗？这是莫千寻前辈的传音符，他的居所就藏在中部。小子，谢谢你。陈玄风，丹堂长老曾对我提过圣岛通缉你一事，但碍于女帝威严，我并未出手帮你。前辈一介散修，一身修为定然来之不易，就算实力不凡，可与圣岛女帝相比，自是小巫见大巫。好，够潇洒，这下丹堂长老不能再跟我抱怨了。好了，你们尽快动身吧。道友，你难道不打算离开吗？哼，我要是走了，你们待会儿可镇不住场子。这人都送走了，哪来的麻烦？哼，待会儿你就知道了，懒得跟你扯那么多。哎，你说咱们现在算不算女帝的眼中钉、肉中刺啊？你快闭嘴吧！现在我们面不能露，家不能回，一旦被发现，连累身边人就糟了。卫青说的没错，陈玄风，你被女帝追杀，应该有不少经验了，有什么主意？你们3个吃下瓶中的丹药，想象一个模样。我去，这也太神了，完全看不出原来的样子。这是异形丹，被圣岛通缉时，我能躲过层层筛查，大多都是靠了它。陈玄风，这可比黑岩带我们易容成你的模样骗那些猪影卫方便多了。有这种好东西，
你居然不早点拿出来分享？这是周武商会的独门丹药，若非情况特殊，我不会随意示人。这等异象，怕是圣岛女帝大驾光临了。先离开学院吧。此人竟敢直视本尊，胆子倒是不小，竟然全是化神修为。黑岩，他怎么会在这儿？还带着4个跟班。他身后4人全是化神修士，短短半年便有如此底蕴。看来离开玄天学院，有必要去一趟黑风窟了。梦离，你我之间快到再见的时候了。你怎么会来玄天学院？黑莲魔焰，本座好歹也驾驭了他几10年，要找到你还不简单。你不会无缘无故找我，发生什么事了？本座昨日出关，收到了3长老传音，圣岛的人去了你们云国。啊！这是3长老身陨前给你留下的传音。玄帝，您这一世生母落入圣岛手中，我很惭愧啊，100年来被心魔所误，而今没能办好玄帝交托之事啊。希望玄帝不要怪我，接下来您千万不可鲁莽行事啊！我只能陪玄帝走到这儿了，接下来的路要靠您自己。我回一趟云国。殿下，不，陛下，人都来了，赵家、宁家、灵宝阁掌柜、丹药协会会长都到齐了。哼，还算识时务。陛下，那天圣岛的仙子不是说咱们云国，不需要存在了吗？哼，圣岛距此天高路远，担心什么啊？废话少说，快开始吧，朕等不及了。乾坤换彩，日月增辉。今日新皇龙袍加身登基于此，更逢大婚之喜，即将迎娶皇后，实乃双喜临门之盛事。新皇与皇后天作之合，情色和鸣，必能与吾皇携手，共理万机，福泽万民。依婷妹妹，你终于成为我的女人了。宁家主，今后宁家想必是要一飞冲天了，我灵宝阁还要请宁家主多照顾呀。是啊，以后可不能忘了我们这些老相识啊。放心，宁某不会忘记的。哼，他娘的，宁家真是走了狗屎运了。嘘，爹，谨言慎行。是爹多嘴了。爹，你看流星，还真是，就是这方向。我操，天降正义啊！什么情况？三殿下，啊，是陈玄风那个废物。终于有人来救我了。
四弟的小日子过得不错嘛。陈玄风，你想干什么？放开陛下！废物，放肆！这气息是化神修士啊！啊，他才觉醒灵根多久啊？森哥，你怎么回来了？说，圣岛为何抓我娘亲？我不知道，是紫青长老让我做的。还真是本性难移。三哥，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知道错了。知错？我没给你机会吗？可惜，给你机会也不中用。三哥，放过我！曾说不再让元神娘亲受苦，想不到还是因我遭受牵连。三殿下。陈鼎罪有应得，而他也并非自愿成婚，人我带走了。云国以后就交给二哥。太帅了，太残暴了。唉，若你去晚一点，恐怕玉婷就要留下心结了。不过你怎么会突然想回云国？圣岛的人去了云国，带走了我娘亲。啊？那你母亲岂不是很危险？圣岛要杀人，当场就杀了，娘亲应该不会有性命之忧。我只是不明白圣岛为何要抓娘亲，况且对付一个凡人，应该不至于让那女人亲自出马吧？她究竟有何目的？想不出就别想，先回西南吧。本座帮你创建的玄风阁还有一堆事情，等着你这甩手掌柜处理呢。玄风阁？哼，本座为人一诺千金，你会知道的。当初与本座做交易，是你正确的选择。二位都曾是西南名噪一时的人物，肯入我玄风阁，奴家定然欢迎。只是你们提出的要求有些过了。玄风阁垄断西南拍卖行生意，冷老板好意思独吞呢？是啊，冷老板，玄风阁在您的管理下势头正盛，可这么大一块饼，冷老板就这么自信能把握得住吗？哼！哟，二位这是在威胁奴家？威胁，冷老板可以这么理解。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呐。你一个女人，修为又低，能撑多久？倒不如分给我们。哼，这两个老家伙，想要从我的势力分一杯羹，你们有这个实力吗？那个混蛋敢对我弟弟出手！玄风阁是吧？你敢杀我？不知道我哥哥是……不管是谁，我等着就是。你到底是谁？在别人的地盘，问主人是谁？你是玄风阁主？你说呢？道友饶命，我等这就退走。这小风风竟然又变强了。主人这实力还真是恐怖。哇，原本还担心阁主实力不济，想不到竟然一招就灭了元婴大圆马。
你们往哪儿走？今日若非我在，这玄风阁恐怕不复存在了。道友，你说个条件，我们绝对满足，只要放我等离去。离去？你暗中传音，会想着离去？你会后悔的。不好了，家主，大长老的魂灯灭了。小峰峰，你可算来看奴家了。这半年来辛苦你了。那你说说，要怎么报答奴家啊？咦，这副阴群样，他还是平时的冷老板吗？晚上来我房里，有些事跟你说。啊，小峰峰，你是准备要对奴家做什么了吗？拜见阁主。主人，他们是我的大哥二哥，在属下的劝说下归附。你没让我失望。这些丹药是给你们的见面礼。是极品丹药，属下多谢阁主恩赐。多谢阁主恩赐。小二，你这招杀鸡黑猴，恩威并施耍的不错嘛！啊，想要站得稳，总得展现出点实力，不是？就是你杀了我弟弟。死在我手里的人很多，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位？哼，他就死在此处，是不是你动的手？我只是送他投了个好胎。好，很好，杀了我弟弟还敢这么狂妄，给我死！你比你弟弟多撑了2招。你究竟是谁？死人不需要知道那么多。想不到杀死家族大长老的人如此可怕，连那白老怪都撑不住3回合便殒命于此。哎呀，好在我想坐收渔翁之利，没第一时间出手，否则……哎，不过此人为何有些面熟啊？龙吟剑，难道他是？看够了吗？道友，在下只是路过。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到了。那个不长眼的蒙面老登，就是你口中的大长老吧？敢打我玄风阁的主意，你很勇敢吗？道友，先前是家族的人没长眼，我给道友赔罪了，有话好说嘛。那个提议要淌玄风阁浑水的混蛋，老子回去后一定要扒了他的皮。记住，不会再有下一次。哎，小娃儿，你把那个龟儿留到爪子嘛？啊，老子才不相信他为乖乖听招呼哟。他能认出龙吟剑，我自然是希望他把我现身的消息放出去。若是他乖乖听话，我又怎能守株待兔呢？哎，妈的，真他娘的晦气！大人，陈玄风现身了。
独孤萧，本尊敬你是前辈，不惜亲自拜访，露个脸就这么难吗？学院配合仙盟大会议时，女帝跟丹堂堂主商量，若要见足，还是请回吧。唉，院长这一点面子都不给啊！唉，院长是剑霄，性子说一不二，说跟圣岛决裂，就不可能给女帝好脸色。既然不愿见本尊，那本尊安排进学院之人申允，能否给个交代？吾闭关多年未出，怎么给你交代？你还是问丹堂堂主吧。这事儿也甩给我啊！说，到底怎么回事？学院界碑突然自行开启，玄天堂长老去查探后，道行深远了。本尊看着这么好糊弄吗？女帝，您自己看吧。此人实力，他与本尊都不相上下。是本尊误会，既然此事水落石出，本尊也无需多留。记住，2日后的仙盟大会，你带人来参加，做此次大会的主题。女帝放心，在下一定会去。很好。哎呀，这女人终于走了。尊上，很好，想不到他居然就在西南，真是老天相助。陈雪峰，本尊来了。您刚才是？随手在路边捡了点修炼资源，给你了。哎，多谢主人。其他人呢？冷老板说是要去换衣服，至于我那2兄弟，他们得到丹药后就去修炼了。修炼？我也很久没修炼了。小儿，想好修炼哪个神通了吗？以我现在的修为，想要解决梦离倒是不难，但天机剑诡异莫测，还有吸食神魂的能力，为以防万一，还是挑一道护体神通为妙。破障剑体，修成后神魂凝结可斩大成，剑体铸成万粉不侵，就这道吧。这便是破障剑体吧？这是后天剑体，神魂凝结，不知这威力有多少。居然还有神魂手段，这道神通竟是魂体双修。喂，这要是用在老子身上，恐怕跑都没得机会跑了。选中小娃儿的这些神通，还是有点名堂的。剑哥，方才听你说到剑体，很稀奇吗？剑修一途，剑心、剑意、剑识、剑道，这4个境界，老子讲过，还记得不？自然记得。一般人就其一生，也就领悟1种境界，就算是天赋异禀，顶天也只能领悟3种。要想踏入剑修的至高境界剑道，就必须身怀剑体。而你的这道神通，竟然能让你修成后天剑体，虽说比不得先天剑体，但也能踏入剑道。说句实话，连老子都有点眼红了嘞。剑哥想要？哼，老子好大年纪了，要你个小辈的仙缘，老子不要脸吗？可我剩下的神通，似乎都有后天剑体的炼成之法呢。啊，你说啥子？剑哥真的不要吗？你个小娃儿，是不是有啥子事情求老子？啊！剑哥肉身泯灭多年，如今神魂虽在，可若想恢复巅峰修为，想必也要不少时间吧。若剑哥修成剑体，恢复修为速度加快不说，恐怕还有机会突破当初未曾触摸的剑道境界，不是吗？哎，老子当初就是想再进一步，才会离开人族。你拿这个诱惑老子，老子确实有些心动嘞。剑哥，你也算我半个师傅，愿不愿意帮我一把？你都这个样了，老子还能不同意吗？你笑个屁！哎，对了，你不是还要找那个冷家女娃吗？
这里头都过去这么久了，人家怕是都等你不耐烦了哟。你倒是有雅兴。哼，姐姐一闭关就是半年，这玄风阁都是妹妹打理，好不容易等到小峰峰回来，奴家还不能享受享受了？的确，你也是该放松放松了。对了，我闭关前交代的事，你可有办？整个西南愿结交玄风阁的势力不在少数，在奴家暗示下，他们或多或少都猜到了姐姐的用意，而今日想要找茬的势力也被小峰峰给逼退了。他人呢？妹妹也不知道呢。唉，还说今晚让奴家去她房间，结果妹妹去了，连她人影都没见着。怪不得你换了这身衣服。小峰峰，你失约了呢？方才修炼，忘了时间。就知道修炼。你不是说今晚有事，要奴家进你房间里说吗？现在去也不迟啊。这装扮，看来他是误会我的意思。本座明日再来。不必，冷月，我找你是想拿些东西在玄风阁拍卖。啊，拍卖？这家伙拍卖东西，你让老娘去你房间，你要死啊！亏老娘精心准备这么久，热气风情的男生。什么东西这么神秘啊？一些元婴修士突破化神所用的丹药。化生丹竟然有这么多！西南大陆的化神修士少之又少，这些化生丹刚好可以卖给那些与我们玄风阁结交的势力。哼，原来你让本座为你在西南建立根基，是想用丹药造出一批化神修士。西南大陆的这些顶尖修士大多都是元婴大圆满，他们本就寿元无几，何况化生丹这种品阶的丹药，都是掌握在玄武圣道手里。若是玄风阁能出售，那么玄风阁便能真正与玄武圣道掰手腕。釜底抽薪。小子，你们这些炼药的心都这么脏吗？不过你怎么会突然有这么多化生丹？主人，空间的封印又解开了一层。小儿，这是啥子情况？算是参加诸国之战的奖励吧。你是什么人？我说怎么去了趟黑风窟，没见到你，原来是在这儿躲着。你在探查本座行踪，是又如何？陈玄风，想不到你居然能在这偏僻的西南建立起势力。这种事不算，当然，对你的主人来讲，确实不。牙尖嘴利，你什么时候？我的剑也未尝不利。好厉害的手段，竟能直接灭掉化神修士的元神。你摧毁他的元神，恐怕玄天女帝会直接找来。听他方才所言，想必黑风窟也被盯上了。为了魏京他们安危，我只能现在了结他，吸引圣道的注意。事不宜迟，你们赶紧随黑岩离开玄风阁。哎，你一个人怎么行？你们在这儿，我反而施展不开手脚。放心吧，他现在精着呢，论算计人心的本事，连本座都只能甘拜下风。小心，小峰峰。小儿，有把握没？放心，我在玄风阁四周布下灵纹法阵，就等鱼儿上钩了。陈玄风，又是你！你竟敢灭杀本尊的心腹！今日该了结你我之间的恩怨了。哼，宁妃在本尊手里捏着，动手，你试试。我不会为了凡人放过你。好啊，那我这就让圣岛将他处死。你想怎样？哼，你若真想了结与本尊的恩怨，就来参加圣岛的仙盟大会，本尊会在整个玄武界前堂堂正正拜你。梦玲，你就这么想胜过我？小儿，引导他。剑哥，我要进退两难，耍剑的人不准犹豫。怎么不敢？
梦离，你太执着了，执着的让我都有些觉得可悲。等本尊将你踩在脚下时，你就会知道谁才最可悲。仙盟大会我会去的。哼，那本尊等着你。走。女帝，你怎么突然就退出来了？玩呢？哼，陈玄风孤身一人，你不觉得奇怪吗？啊！是法阵，他在守株待兔。哼，那又如何？凭我们4人，难道还拿不下他？哦，那他是怎么从寨区逃出来的？是你们拿不下他吗？若非本尊要挟他，恐怕你们3个现在早已灰飞烟灭了。这家伙以前可没这么深的城府，看来是本尊太小看他了。哼，好在本尊拿捏住了他，若他真敢赴约仙盟大会，本尊便能配合羽族上位神瓮中捉鳖，倒也不失为一条妙计。剑哥，谢谢你。哼，要谢老子，就搞快些把老子的肉身搞定啊！好，正好四下无人，趁此机会再炼制一次生死玄丹吧。主人的炼丹术又精进了。嚯，看那架势，小娃儿炼制的丹药还要闹出不小的动静。上次炼制此丹只有升级，好在战须一次绝境逢生，倒让我领悟出一丝死意。成败在此一举啊！是七彩霞月，还未成丹便有如此浓郁的七彩霞月，不愧是主人。连血灵山主您的面子都不肯给，那小子还真是目中无人。老子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狂的蝼蚁，等他到上级，我一定要让他加入血灵山。那是，是人族圣坛的天人显象。哦，你们人族又出现妖孽了？他奶奶的！刚从仙元阁回来，这局棋都没下完，就又要出去。啊，那本座就不打扰了。赤龙道友自便。剑哥，可以为你熔炼新的肉身了。小娃儿，老子很庆幸能够碰到你。生死玄丹，温补神魂，熔炼肉身。当初在化神洞府收的这副躯体，总算是派上用场。青年鼎内的真言之骨，可炼化万物，用它将剑哥的神魂和这道躯体熔炼在一起，最为合适不过。上万年未见天人显像，不知是何人展现出的天赋。哼，看看就是了。
这是何地？天地玄黄。这是下界北域，又是下界北域。天人显象乃经世绝艳之辈方能引发，一个下界之人是如何做到的？太虚长老，怎么回事？老夫方才强行推算，不料遭到反噬，想必是推算结果被强大法则掩盖住了。强大法则，规则之力，只有大成修士方能运用，一个下界之人不可能有这个能力，恐怕是携带了某种法则至宝。此人对人族至关重要，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将他带来上界。能引发天人显象，绝对不能被狱卒所控制。熔炼已经完成，接下来就等剑哥苏醒。之前为了助我救赵化清，剑哥吸收了问心桥规则之力，想来苏醒需要的时间会更久一些。不过，青州已过万重山，我也不再需要剑哥一直庇护。接下来的世界，从前种种都将得到了结。小子，仙盟大会已经开始了。冷月已经带人前往圣岛各大拍卖行展示玄风阁的画风丹。你计划的第一步已经开始了。赵化清他们呢？他们都去做你安排的事情了。希望他们都能成功。放心，那些皇朝之人早就对圣岛积怨已久，如今有你这个出头鸟，他们巴不得梦离那女人倒台。只要你能打败她，后面便是墙倒众人推的局面。不过，我总感觉有些不对劲。你是在担心梦离背后的南派老祖？没错，仙盟大会这么大阵仗，他不可能没有。本座都探查过了，大会现场没有结界法阵。那就奇怪了。别想了，先去吧。长座，这是什么情况啊？女帝搞了个斗法招婿，把各方天骄都引来了。他倒是会使诈。这次仙盟大会算得上千载难逢的热闹，不少皇朝皇子、老怪传人都来了，就连一些隐世宗门的天骄都在。可有摸底子？长座吩咐的事儿，属下自然会办。那是血刀散人鬼力，刀法霸道无比，据说是为女帝而来。灵幻谷江凡幻术出神入化，曾放言对大会魁首志在必得。还有哪些厉害角色？隐世宗门的剑痴叶无痕，传闻领悟了剑意，出剑如电，快入奔雷。古家古岩峰身怀炎阳地火，被称作古家第一天才，修为最厉众多追求者之一。小子，这么多对手，你又不能动用全部实力，压力不小吧？既已来到这里，便只能尽我所能了。哎呀，快看，女帝来了！诸位都是玄武界的天骄，此次大会望各位能展现出真正的实力，若有缘，可与本尊结为道侣。哼，这些修士恐怕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吧。待大会结束，这些棋子都会送我上界。陛下，没看见陈玄风，若他出现，定教推有来无。先开始吧。两位，入场吧。
藏头露尾之辈也敢来参加斗法？哼，真能装蒜，看我怎么教训你！哎呀，这蒙面的家伙下手可真狠啊！竟然一拳就将他给轰飞了。哼，不过是运气好，对上个女修罢了。要是遇到真正的天骄，肯定不堪一击。说的不错，这种辣手摧花之人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想必实力也不咋地。兄弟，你也参加了？呵呵，那可不，我可是化神修为。看不出来呀。来，我看看你的对手是他，你认识？属下与他有过一面之缘。这女子与陈玄风的关系似乎不一般。是吗？那本尊倒要好好瞧瞧了，这位女修有何特别？哦，又一个女修，哥们儿，你撞大运了呀！嘿嘿，姑娘，你一个女流之辈，还是认输吧，免得受伤。你到底打不打？当然要打，放心，哥哥我会手下留情。弱就是弱，废话还多。看这样子，完整的青龙剑诀让他修为精进不小。来仙盟大会也是记着我的约定。这家伙用的是拳头，为何却给我一种用剑的错觉？仿佛他身体就是一柄剑。我古家可是炼气宗族，以我的神念，只要想，你就会被反噬身陨。现在认输，我还能放你吗？不然以你的修为，我怕收不住刀。尽管出手。有胆气！我认输。他的剑就能如此飘逸？剑若疾风，身若游龙，青龙剑诀名不虚传。承让。我的剑无人能与之争锋。请赐教。这怎么可能？他居然能看穿我的剑！仅仅一拳，我就败了。哎呀，又是一拳解决，那可是叶无痕呐！这家伙也太变态了吧！是啊，都连赢6场了。某个觉得他运气好的家伙说不出话了都。就算对上化神修士，也是如此干脆利落。怎么以前没听说过此人？看他的气息，修炼的功法也是本尊从未见过的，实在古怪。他是陈学风，可陈学风本尊再熟悉不过，他身上根本感觉不出任何熟悉的气息。这破障剑体，光凭肉身力量就这么强，看来这魁首我拿定了。哼，敢在女帝面前抢风头，等遇到我，定让你后悔。唉，就剩下这4人了。哎呦，这斗笠修士我怎么没啥印象呢？是啊，他真的有上场过吗？第10代玄帝是你。哼，你做的这事，我可是等了很多年了，当然不能错过。祝你好运，那家伙可不是什么善茬哦。小子，总算碰上你了。不是善茬吗？哼，我就知道，蒙面人遇到真正的天骄，他没有机会。剑气？哼，谁说没机会？这怎么可能？不对，这是传说中的剑体。既然如此，烟雨结界。领域。小子，现在认输，老夫还能饶你不死。原来是夺舍重生之，可惜你遇上了。哼，垂死挣扎。我不甘心！哎呀呀呀！顾炎峰死了，还是在结界内。想不到这古家老祖为了飞升，不惜夺舍自家天骄，最后竟是落得这番下场。前辈，还请手下留情。知道了。
阁下剑法超群，在下认输。等等，我不是陈玄风，那个蒙面的家伙才是。这是把我的身份告诉他。我认输。那位前辈都与我说了，接下来交给你。哎呦我操，这他妈什么情况？打都没打就认输了？这无妨，大会魁首已经决出，本尊自会信守承诺。哎，他要露脸了！陈玄风，竟然是你！陈玄风，这名字好像在哪儿听过呀？看女帝这样子，两人似乎有旧怨呢。我说过，会来仙盟大会，就是这魁首。稀罕，梦离，你为一己私欲甘做傀儡，将诸国之战众多天骄送给羽族做战奴，实在是罪大恶极。今日，我便新仇旧恨一起算，将你倒台。哎呀，他要反抗女帝。没听他说吗？女帝把众多天骄送去当战奴了。不是，这怎么可能啊？女帝怎么会做这种事？此人定是胡说八道。喂，口说无凭啊！你有本事造谣，没本事拿证据出来吗？梦离打压黑风窟，暗害本座，今日特来讨个公道。圣岛道师逆行，玄天学院前来为天下修士讨要说法。是师父。玄武诸国护圣岛暴行已久，今日特来助道友讨伐。看来安排的事，他们办成了。莫千寻，玄天女帝，我在诸国之战遭遇羽族残害，好不容易逃脱回来，你却助纣为虐，四处通缉我。今日我定要让你从这位子上滚下来！那又如何？别以为你们再次联合声讨本尊，就能翻出什么浪花。皇朝之人若敢与本尊为敌，圣岛的化生丹将不会再给他们一颗。你去问问他们，他们敢与本尊为敌吗？这化生丹我玄风阁也有，而且对所有人都可售卖。从今以后，皇朝诸位不必担心被圣岛所制。你能有化生丹？笑话！哼，奴家从不说笑。玄风阁已经在各大拍卖行出手了。哎呦，真是化生丹！大会结束，那岂不是以后都不用挤破脑袋进圣岛了？化生丹控制天下修士的命脉，竟被打破了。梦离，师道寡助，你没招了。是吗？朱颜，你就不怕他会泯灭？梦离，你可真够卑鄙！你能拿本尊如何？娘，没事了。哼，现在呢？又是谁敢与本尊作对？哼，小丫头，你还是赶紧把背后之人叫出来吧。既然来了，那就都留下来吧。这站位不好，快离开这儿！晚了。哼，这是要干嘛呀？我的灵力！是姐姐，是姐姐，快逃！被封死了，传烟符也失效了。这次你逃不掉了。他便是要抓的人。不错。哼，蝼蚁而已。好诡异的威压呀！怪物，这家伙是怪物！这便是你的杀手锏。
南派老祖，还敢看本神？陈玄风，老祖！哼，聒噪！到你了，小风风。以你的修为，这是在送死。陈玄风，不管你聚集多少人，在羽族面前都是徒劳。下位神与上位神的差距，当真是天壤之别。竟然还能动！卑贱的蝼蚁，竟敢修炼我族神通，给我死！蝼蚁，你找死！接主，你该出力了。不用阁下说，我也要会会他。方才那一剑究竟是怎么回事？阿银，龟子之力还剩多少？主人，还剩一半，还能再杀一个。小子，这种场面也敢分神？该死的话语术！既然出手，就给我留下吧！竟然是规则之力，这次不会再让你逃了。小子，你真以为赢的是你？三位上神，陈玄风的气息在衰退，想必用出刚才那两剑，他已是强弩之末。你找死！趁他病要他命，灭了那小子！前辈，还不出手吗？独孤大鸟，还不下来吗？再不出手，就真没戏了。我都一把老骨头了，你居然恬不知耻的要我帮你！哼，几千年的交情，你不帮我，谁帮我？蝼蚁也想翻身？趁现在杀了那小子！想要动他，先过我这关。哼！一个男人有什么值得你保护的？不如跟着本尊。废话少说。主人，他想杀你！南派老祖，又是你！小子，你真以为能这么容易灭掉我？上一次栽在你手上后，我将体内分魂炼出更多，种在了不少人体内，而他就是其中之一。那我见一个，推一个。是吗？那你试试，看看他会不会死。你可真卑鄙！卑鄙！你拥有这么多上天眷顾的仙缘，却曾败在我这种卑鄙之人的手上，不觉得是你自己太过无用吗？风儿，娘已经知道
你不是娘真正的孩子。不过娘还是很感动，你愿意以凤儿的身份为她摆脱平庸。娘不能为你做什么，但绝不能拖累你。不要！不要！曹子庚，接着。娘亲，你没拖累我，今日没有，以后也不会。娘亲，就拜托你了。啊，放心。两位前辈，方才多谢，接下来交给我。大言不惭！哼，年轻人，一挑三这种事不是谁都能做到的，更何况你的对手还是羽族，就别拖大了。劳烦前辈们帮我拦住两个。真是不知死活！一起出手，把这个家伙擒回族内，让他体会一下反抗我族的后果。这是杀气！无忌，尽量拖住他们！该死的蝼蚁们，给本人死来！阿银，吞噬他！哼！规则之力用尽，本人倒要看看你还有何能耐！哼，区区蝼蚁岂是本人对手？是。还给我！还给我！把神哥还给我！第一个。混蛋！这么多人汇聚的结界，竟然撑不到10息！啊，什么情况？第二个。我去！这怎么可能？我欲望殿下！老野，你会为你的狂妄付出代价的！敢杀我族上神！好强的威压！你这只蝼蚁，必须一死！一道残存法身，也敢在本王面前装神弄鬼！诸位道友，随我出手！萤虫之光，也敢与皓月争辉？哼！
陈学风，快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个牛夫人，老子当你的对手！老家伙，找死！独孤大鸟，他左翼。用我找你说话！你们这些低贱的蝼蚁！这个老六竟然还没理解！辉王大人，好得很！这是高阶领域，不好！这些光会熔炼我们体内的修为。竟然连经脉都被限制！卑贱的人族，就让你们看看天道后裔的神力吧！剑哥还在临界空间内凝视斗志，虽然不知道天道压制能否被治得家不起父，可不是，真的第10代神帝，你只管去做，我会用神魂力量为你创造机会。那便拜托前辈了。竟然还想反抗！这怎么可能？可能的还在后头。这难道是？给我进去！好硬的防御！哎呀，吵死了！老头，你醒了，能不能动静小点儿？主人，你要是我主人，你带个火鸟回来干嘛？老头还在凝聚肉身呢。剑哥不会被打扰，你去助我将他引入玄武圣坛的空间。该死的人族，修炼我族化云术，划破本王美丽的脸。今日若不将你灰飞烟灭，王誓不罢休！主人，本庙开启传送门了。抓我，你行吗？哼，想逃？有本事你就追，我会让你知道谁会笑到最后。蝼蚁，你已有取死之道！火羽王大人，您来救属下了！这没用的废物，看着都觉得碍眼。火羽王大人小心，此地有天道压制。圣坛的天道压制，它无效。还轮不到你来教本王做事，待本王解决那小子，再来解决你身上的禁锢。是属下失态了。哼，蝼蚁就是蝼蚁，雕虫小技也好在本王面前班门弄斧。这等压制不及天道1/10，也胆敢用来摄取？本王可是纯正的天道后裔，本就是从天道压制中诞生，依靠神格的他们，如何能比得？卑贱的人族，你机关算尽了！这吞噬神石所铸之剑，本王就当仁不让的收下了。原来这家伙早就习惯了天道压制，如今杀气和规则之力都已耗尽，要想博得一线生机，除非进入圣坛的传承之力，那可未必。哼，必死之举，就算是真仙来救，也留不住你。火雨漫天！考核者开始第4次传承。考核者，我要进行传承试炼。哪来的碍眼之人，敢插手本王的事？传承之地，不容放肆。羽族之人，待在那，我不伤你。你算什么东西？也好让本王老实。空间法则，再下次，我不建议送你进去，就算你是天道后裔，也一样。
想不到考核者的实力竟如此恐怖，连羽族神王都要畏惧3分。虽不知你是怎么惹上羽族的，但以化神修为就敢硬碰硬，勇气可嘉，没辱没玄帝的名头。考核者，要解决掉他，对你来说不是难事，为何？有人撑腰固然是好，可若遇上挫折就想依靠外力，早晚会失了无敌之心。难成大器不说，走出沧海一粟的灵界都是奢望。第10代玄帝，你终归要走上自己的大道的。走自己的大道吗？资质不错，难怪能得到界人的认可。这是顿悟！辉王大人，您可得赶紧阻止他呀！人族一旦顿悟，必然会推演出法则之力的神通，那可是我们的克星啊！闭嘴！还轮不到你来教本王做事。是属下僭越了。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绝不能让威胁羽族的存在诞生。威胁，给本王消失吧！不好，来不及了。天鹏，乾坤一剑。不期剑意，你究竟是谁？老子司令铁。跪下，要不然给老子死！宁可死，绝不跪！阁下未免太猖狂了！老子连天都捅破过，外点咋个嘛？啊！老子连天都天，难道你是？这怎么可能？我等诞生之时，神主曾说，羽族是从一个人族打破天道后，才从天道缺口出生的。传闻他为追求至高剑道，想要以剑破天，强行飞升。也不知是运气还是实力，竟真的给他将天道劈开一道缺口，一剑可开天，万古皆惊颤。想不到，居然还活着！哼，你居然晓得老子的身份！剑哥，哼，小娃儿，给老子过来点儿！你个哈娃儿啊！要不是老子赶趟儿，你就遭洗白了。莫怪掺和了瞎忙气。二回硬是不准有这种情况哈，不然神仙来了都救不到你。我知道了，剑哥。第10代，你还要继续传承试炼吗？不担心，老子会把他盯到。好。那我开始了。这是鬼子之力，好厉害的阵法！前辈，你还好吗？暂时死不了。你们也太小看本尊了。你们这么多人来，本尊岂能不留有后手？玄风阁暗地在圣岛各大拍卖行售卖化生丹，当真以为本尊不知？少佐，您没事吧？想扳倒本尊，我真是不自量。就是消耗有些大。收拾了你们，这便是圣岛的底牌吗？用化生丹堆出来的化神修士，虽然实力不强，但能配合施展威力可怕的轰杀大阵。就算是合体期修士，恐怕也扛不住这等攻击。无忌，你们要拖住啊！这种大阵消耗绝对不小，他们用不了几次。阵眼就是玄天女帝，只要拖到陈玄风出来，便能助其破开阵眼脱困。你的眼力倒是不错，可惜呀，火羽王大人可是羽族神王，陈玄风再怎么蹦跶，也逃不出他的手心。朱颖，结阵。是。该死，还要再来一次吗？如那女人所说，他们方才已经动用了全部手段防御，确实是撑不住了。怎么可能？他
他们居然还能扛住！陈玄风，不是他。魔女娃，好一阵没见了，老子把眼前的事情整了，再跟你叙旧。好久都没有展展手脚了，正好试下老子新学的本事——四霄太剑。老子破！啊，不好！展开非洲避障！这怎么可能？该死！本尊手下都被吹散了，是那老家伙，他竟重塑了肉身。小女娃，你能安逸日子，全走到头了。本尊当初真该亲手将你魂飞魄散。说那些狠话有啥子用嘛？安静些，不说就行了。在老子面前，不要白费力气。本尊可没那么容易被抓住。哼，还想溜？你怕是脑壳大铁，想恁个没有？这第4次试炼，竟然让破障剑体融入不少规则之力。恭喜你，第10代，你通过了第4次传承试炼。这是此次传承，你需好生感恩。这是造化玄功。造化玄功，因规则之力打造无上武技，修成可领悟天地初始奥秘。天道现代，这般灵体，难怪能以造化做成。只可惜，造化玄功门槛，便是以修炼至高元婴的功法铸就道基。而我在战区被南派老祖逼至死地，幽冥道狱已将我先前修为散去。主人，上次你曾说，要想继续修炼，需要得到造化玄功，对吧？是，自我蜕变为主人元神，便冥冥之中有所感应。要想继续修炼，只能用这造化玄功。冥冥之中的感应，这是不是太过巧合了些？主人，怎么了？没什么，我已得到造化玄功，现在便传授于你。真的？竟然凝练出了肉身。我曾听傅弟说过，化神修士的元神有2条路，一是与自身融合，入入天际，脱离凡胎，成就高阶合体期修士；二便是凝成肉身，成为分身，与本体一样寻觅大道，并且本体与分身意念互通，能更加快速地获取各种仙缘。这便是炼虚期修士。剑哥与南派老祖的情况，便是分身一个。看样子，灵庭已经铸就了无上道基。多谢主人恩赐造化。你本就是我元婴所化，助你，便是助我自己。主人，你这是？从今以后，你代替明面上的我，你就是陈玄风。现在起，我便是明面上的主人。剑哥，咋子感觉小娃儿这语气变得有点温柔了呢？你的修为突破了吗？有规则之力为你塑造无上道基，你的修为已经比我要高一个大境界。若是有人问起，你便说你已经到达合体期。不愧是剑哥，看人真准，我确实已经步入合体期了。哎呦我去，这小子妖孽的有点过分了呀！我去，有没有搞错啊？他才刚经历1场大战，直接起飞一个大境界，吃仙丹都不带这么玩的吧？哼，变态！主人，你交代的事我都办了，
如今所有化神以上的修士都进了玄武圣道，剑哥负责为他们传道解惑，玄风阁也成了玄武最大的势力。梦离呢？在牢内。对了，我在牢内见到了圣岛大长老莫清扬，他见到我时嘀嘀咕咕说了一大通，可惜他气息太弱，我实在没法听清。那他现在在哪？被带回墨家了。毕竟莫千寻许多年没见到这位父亲，父兄弟三人难得团聚。娘亲呢？他还好吗？主人放心，宁妃已经恢复了，多亏了你及时用草木盗运护住了他的性命。那便好，眼下所有事情已经安定，只剩下羽族空间落点未曾找到。说到这个，主人，我在圣岛找了很久，都没能找到被南派老祖从化神塔带走的那一批天骄。这件事我来处理，你还是负责明面上的事就行。是，主人。成为阶下囚的滋味如何？你来做什么？我要南派老祖从战区带回来的那群修士。原来是他们！妈的，堂堂圣朝大将，竟然被安排来看押修士！这个玄天女帝简直是瞎了眼！行了，嘴皮说破也没用，该待这儿还得待。哎，你不也不爽那女人很久了吗？就甘心听从她的号令？哎，不甘心又能怎样？谁让圣朝太子和卡列大神被抓了呢？失了势，只能屈居人下。他奶奶的，连我们都拿不下陈玄风，我就不信他开个什么狗屁仙盟大会就能逮住。安静点，我在密林布置的阵法被触动了，说不定又是什么妖兽跑进去了。这次我特意布置了驱兽粉，妖兽只会避开阵法，也就是说，这次来的是修士。你们是在等我吗？是你小子！这结界下的人，我要带走。你们若是拦，我必杀之。小子，3对1，别以为我们怕你。没错，别小瞧我们。哼，行了，天罡、搬山，把这些修士都交给他吧。你要放人？知晓我们位置的唯有玄天女帝一人，她能找到这儿，你难道还不明白吗？你是说，他打败了玄天女帝？这怎么可能？为对付这小子，圣岛在仙盟大会可是准备了10足的底牌啊！你很聪明，我的耐心不多，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你带人走吧。你救了他们2个的命。南派老祖在他们体内种下了一些手段，若不想他们殒命，你最好别轻举妄动。你留在圣朝，实在有点大材小用了，要不要跟着我？你这是在招揽我？当然，我很中意你的阵法手段。多谢，只是道不同，不相圆。哎呦，师傅也太不靠谱了，让我下界也不给点宝贝，害得我在虚空通道转的头都晕了，屁股都摔肿了。这少女有化神修为。哎，你小子怎么从天上掉下来？靠北啊！这么糗的落地姿势居然被人看见了，绝对会成为呈现黑历史的。啊，是你？哦，你认识我？哦，对，
他没见过我。那个，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陆仙头，来自苍穹界。苍穹界，你是上界之人？人族对此地这么多年不闻不问，怎么舍得派人下界了？你不会说话可以少说点。羽族，是怂蛋！我才不怂！我这是有任务在身，懒得和你们计较。任务？镇海将，圣朝失势，此次仙盟大会，羽族也陨落了4个上位神，你们3个如今无处可去，还是4位上神的话吧。这怎么可能？我族上位神岂会背给你？哼，言尽于此，你们好自为之。下界就是好，这么多好吃的。6大仙派已托我切断羽族与下界通道，怎么又为何派你下界？嘿嘿，我告诉你，你可得保密啊。说吧。其实是你们这儿出了个绝世妖孽。羽族控制玄武界这么久，苍穹界6大仙派都不为所动，怎么会为这个由头派你？羽族强势，人族落寞，当然得避其锋芒了。不过，只要找到了这个绝世妖孽，人族定然能够崛起。既然有缘巧遇，我便助你寻到此人，如何？那太感谢了，我人生地不熟的，有你帮忙再好不过。你确定是这儿？天人像不会出错，师傅跟我说了，玄风阁必有那人线索。可玄风阁是我的势力啊！师傅，我已让仙童下往北域寻找引发天人显象之人，待我推算查探一番。快，速速让仙童激活气云珠！你真能找到那个妖孽？那当然，我可是带了仙物。你看，这便是我的倚仗。只要师傅将激活此物咒语传给我，我就能立刻让他带我找到那个妖孽。厉害了啊！怎么？刚才就是咒语，我师傅传给我了。那还等什么？天地启灵，神识通灵，取灵踪影，速现七星。成功了！这是我没念错。清灵神识通灵，寻人踪影，速现七星，找！速现七星，速现七星，速现七星，速现七星！不是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咒语并没有错，可是为什么？既然没错，为何这副苦恼样？难道我不像绝世妖孽吗？不，我没这个意思。道友天资非凡，我听师傅说过，只是什么？只是那妖孽身怀法则至宝，所以法则至宝，我不敢看来是凌云梯，是灵瓶的传音。这消息脑袋还真是巧，倒是可以派上用场。你既不敢做主，不如随我去一处地方，我有办法可让你师父亲自相见。真的？当然。爹，你才恢复点元气，怎么这么着急要见陈玄风啊？哎呀，是啊，爹，有什么事您吩咐我一声就行。我与那小子关系还算不错，你好好休养不行吗？你们2个臭小子，火急火燎的把老夫带回墨家，差点误了大事。大事，你们3个到里边当主人吧。圣朝之人来这做甚？问，关你屁事！又不是来找你的。哟，这么狂妄！哼，老子一向如此。闭嘴！不好意思，3位，我们3个是来见陈玄风的。
他一路被盘问进来，有些烦了，还请勿怪。无妨，老夫也是来见他的，一起便是了。多谢。诸位，久等了。莫前辈，莫长老，大长老，许久不见。是很久了，你们两个回莫家吧。爹，不合适吧？您还没恢复呢。担心什么？老夫本就是圣岛大长老，住在这儿比住在家舒服。好吧，小子，照顾好我爹啊！莫前辈放心。陈玄风，小子，老夫在圣岛密堂等你。想清楚了？圣朝没了，我等在下界已无去处，承蒙不弃，我三人愿跟随你。那你可愿立下生死咒，奉我为主？我愿意。主人，我这两位同族，我不感兴趣。玄天学院倒是缺少教习音律和拳法的长老，他们二人或许能留在那儿。属下替他们多谢主人。上门不能空手，将此物交给丹堂长老，就说是我让你们去的。多谢。哼，小子，以后还你人情，老子不会忘记的。你这次来的也算巧，刚好有你展示的机会，跟我来吧。哎，等等，道友！羽族在圣岛设置的空间落点阵法就在那儿，只是这阵法极为复杂，不像是修士所参悟的灵文。大长老放心，我已找好帮手，去看看吧。是。这是连通羽族的空间落点法阵。镇海将，把羽族的法阵抹除。是，主人。道友招揽这羽族之人，就是为了这空间落点。战虚空间通道的落点，只有叛变的玄武界界主知晓。那人修行分魂之术，我根本无法接住他的主魂，只能将羽族在玄武界内的空间落点改变，待连通苍穹界，先派之人便能下界。哦，是这样啊。主人，羽族空间落点已被抹除，可还有吩咐？你把位置告知他吧。这是要改变法阵的落点位置。主人，落点位置已改，干得不错。这下总算是解除了老夫这心头的大患。可让你师父下界了。可以是可以，只是上界1天，下界10日，恐怕得等到明日我师父才能到。等着便是。前世我为第一天骄，尽管力压各路天才，也是在父帝指点下苦修才成。而这一世拥有凌云界，我的修行一日千里，机缘更是源源不断，绝技传承。道运神通，种种他人望尘莫及的东西，总是阴差阳错的落得我手。我自问修为一般，若非有凌云界，我不可能从南派老祖手中活下来。凌云界究竟是何种存在？玄天阴阳诀又为何会与太虚神殿的造化玄功有关？还有小猫，经过数代凌云界传承者，却不曾留下一点记忆。还有剑哥，为何会那么巧遇见他？自灵庭塑造肉身后，这些想法总是不由自主跳出来。像是念头脱离了某种真实，真的自然而然。就算接受不了灵根。灵庭带我问过剑阁玄帝来历，剑阁只知他是苍穹界存在之前的人族。要想揭开凌云界的秘密，似乎只能找到南派老祖。他似乎对玄灵界了如指掌，并一直猎杀玄帝继承者。主人，
传我来所谓何事？我打算上苍穹界，找南派老祖。那我还能伪装成主人吗？换个身份吧。这是异形丹，一颗可维持7日。接下来你就伪装成莽山帝国的张凌晨，当冷月护卫即可。是。那玄武界诸多室友，主人打算让谁来处理？冷月才干出色，就交予他来管理吧。好了，我已传音冷月，你直接去寻他即可。是，主人。嘿嘿，道友，我师傅到了。师傅，师傅，这是徒儿孝敬您的。可以啊，徒儿，知道好东西要留给师傅一口啊。无形瞬移，此人是大成期的大修士。徒儿，他就是你找到的人吗？是啊，师傅，这位道友就是那位绝世妖孽。在下陈玄风，见过前辈。乖巧，咋个感觉有大成修士呢？你徒儿仙童的咒语无误，气运珠便不会有错。那个下界的修士，应当便是引发天人显象之人。你速度下界，尽快将他带上来。果然是他。看起来苍穹塔赐予你的神通很是玄妙，整个苍穹界都被你惊动了。前辈谬赞。羽族的气息，他是我收的阵谱。看来我能下界也是得力于他吧。想必仙童已与你说过，你对人族来说有多重要吧？晚辈知晓，所以特意在此等候。行，徒儿，将天人像给为师。小子，不介意的话，可否让我再确认一次？无妨。不会错，你就是引发天人显象的绝世妖孽。当时天人显象造成的动静太大，6大仙派也不知能瞒多久。万一传了出去，难保羽族不会下界追杀。所以我需要尽早带你回苍穹界，你可明白？晚辈明白，能否让我去道个别？唉，我与你一起吧。小儿，你啷个有空跑来找老子啊？要修炼的话，你手头上不是有凌云剑的吗？剑哥，我要离开玄武界一段时间，玄武界的安宁就暂时拜托你了。保护世界和平没啥子问题，但你要给老子说清楚要往哪儿去。苍穹界。是这家伙来找你的。道友，在下仙元阁阁主魏断尘。莫在老子面前自报家门，反正老子肯定没听说过。你要带小娃儿走，没啥子问题，但要是出了拐，老子绝对要到你们那儿寻杀气，晓不晓得？这因为老子天生渡劫修士，你的修为怎么？问啥子问？听到没嘛？给老子侧身回答。听到了。剑哥，鼎内修士皆被种下了南派老祖的分魂，还请照看他们。要得，小娃儿，你只管去闯，要是上头哪个敢动你，老子给你扎去啊！剑哥放心，以我现在的实力，除非是大成修士，否则还真留不住。那老子就不说你了，记到起啊！啥子事要小心点哈。胡姬前辈，刚才是他来了吗？莫你娃搞啥子明知故问嘛？
要不到多久，你就能接老子的衣钵。到时候你想跟他走到哪儿去，都没得快啊！是。主人，小子，你称呼那位前辈剑哥，你们是何关系啊？算是师徒情分，患难之交。师徒患难。魏前辈，我已办好交托之事，可以前往上界去了。啊，师傅！哎，师傅，你发呆了呀？为师怎么可能会发呆？一定是你看错了。哼，师傅刚才分明就……好痛！徒儿，不可以忤逆为师哦。徒儿知道错了。事不宜迟，我们这就出发。对了，进入空间通道内，切记不可触碰任何东西，知道吗？晚辈谨记。这便是空间通道。此处是无界桥，通过界内空间落点，能确定在桥上某处进入苍穹界。无法动用真元和神念，这座桥上似乎有着某种强大禁制。另外，在桥上，即使是大成修士，也不能动用任何手段，否则会被桥下合理的守护兽察觉，拖入虚无之中。晚辈方才试了一下，神殿被屏蔽，连修为也被封住，降使也没办法。无界桥上有未知禁制，大成期以下修士在这儿与凡人无异。这叫有敌意。这里还有其他人能进入吗？此处并非只有人族知晓，其他种族所在界域内也能通过空间落点进入此处。看来我们已经到了。哼，总算来了。老师，这又是他，还带了个低阶狱卒。陈玄风，拜见诸位仙门前辈。好，好，好。太虚长老，真是这小子引发了天人显象吗？血灵山主、天人像、气运珠可都认定了是他，难道还不够吗？哼！要真是如此，那就更糟了。诸位别忘了，狱卒若是来犯，他这么低的修为，六派可保不住他呀。太虚长老，狱卒凶险无常，但凡知晓有能威胁到他们一族的存在，必然不择手段将其扼杀。我幽冥神殿圣女便是前车之鉴呐。狱卒神主已撕毁与人族的条约，难保他不会再次强闯人族。看来上界人族也是在狱卒压制下处处掣肘。主人处境很尴尬，打算如何自处？你可有主意？我族眼线遍布各族势力，以属下之见，低调行事为上策。你倒是与我想的一样。诸位前辈，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既然这个身份惹火，不要便是。愚蠢！没有这个身份，以你化神修为，在上界只会被高阶修士当作蝼蚁，随意摆弄。没错，
我们这些大修士对你多一丝关照，至少在人族不会有人动你。小子，苍穹界强者为尊，你最好收起这种念头。晚辈可以以普通修士身份加入六派，这样既能在六派保护之下，又能受到诸位前辈关照。但如此一来，你便只能与仙派弟子争夺修炼资源了。化神修为只能成为六派的外门弟子，外门弟子的修炼资源少得可怜。照此下去，你不知要等到何时才能迈入大成呢？晚辈认为，将人族出现绝世妖孽一事压下去，才是最重要。诸位，我觉得这小辈说的在理。太虚长老如此着急将他带上来，不就是害怕羽族发现此事吗？只要他不暴露身份，羽族便会以为我们没能找到引发天人险象的绝世妖孽。这小子也可趁此时间在仙门内安心修炼，等他从门下弟子中脱颖而出，在羽族眼中也是正常的。毕竟哪个门派不出天骄？届时我们再想办法汇聚人族的修炼资源给他，岂不稳妥？前辈高见，晚辈先进入六派之内，是最稳妥的权宜之计。可若是你被那些弟子欺负，难道还要让我们找人护着你不成？若是前辈觉得晚辈所言夸大，动手试一试便知。哼，狂妄！若他能接我一招，我等便赞同此计。诸位以为如何呀？若他能从血灵山主手里占到便宜，恐怕六派外门弟子无人是他对手。没错。那还等什么？等会儿，要考叫他去外边，别把我这仙渊阁给掀了。哼，走吧，小子。啊，师傅，你这次怎么不让我扫地了？这种热闹正是给你长见识用的，必须得凑一凑，扫地就免了。老师，您觉得陈玄风能接下血灵山主一招吗？难说呀，人族实力最强就是血灵山主，能否接下，只能看陈玄风在苍穹塔得到的神通威力如何了。若是那陈玄风不敌呢？我会出手保他性命。想不到这小子才化神修为，一身杀伐道运便如此惊人，只可惜远不够。这薛老魔对付一个小辈，竟然直接用出魔刀虚影。师傅，魔刀虚影是什么？血灵山的镇派至宝，是地狱神尊用过的魔刀。魔刀虚影便是血老魔从中参悟出的神通。小子，我只会用一成修为，要是接不住，我可不会管你。这血刀似乎威力不大，只凭杀伐道运，我应该能接下。怎么会？他的刀杠既然如此凝实，看来我还是太小看高阶修士。实力还算入眼，但还不够。看来胜负已分了。难道真要输了？金刚，这是净体。前辈，承让。血灵山主此实力意外吗？化神修为便能击碎我的魔刀，这小子简直是匪夷所思啊！若非雪灵前辈手下留情，晚辈也没办法接下。哼，小子，虽说我只用了一成修为，但终归是我小看了你。前辈这是……果真是间谍。小子，这剑体
可是苍穹塔赋予你的神通，这确实是，真是后天修成的。小友，可否告诉本宗这后天见地的修成之法？无情谷主，找一个小辈要仙缘，不觉得有些过了吗？莫要失了心境。可本宗剑道之故已过千年，未尽分寸。这千年来逆境剑道古籍，唯有一法可解，那便是修成后天剑体。原来如此，想必剑哥曾经抛下天心剑宗寻求剑道，也是这般执着的心境。玄风小友，只要不违背本心，本宗愿以任何条件交换，只要小友赠予我剑体修成之法，可行。陈玄风，若是觉得为难，尽管拒绝。是本宗鲁莽了，道法仙缘本就命中注定，小友不愿献出，也在情理之中。告辞。前辈且慢，小友还有何事？无情前辈乃人族大修士，若是强上一分，人族便多一份寿，晚辈岂会曾死？望前辈仙运昌隆，救人。好，小友有此格局，令人佩服。方才打入小友体内的是本宗的无情剑印，本宗已剑心起誓，即刻起，只要小友遇险，无论身在何处，本宗必誓死护你周全。多谢前辈。恭喜无情谷主。若非太虚长老寻他上界，恐怕本宗也没法得偿所愿。行了，客套话到此为止。这小子接下了我这一招，按约定，可以让他以普通修士进入6大仙派。小子，仙门一季内，你也知晓了6大仙派的修行之道，你想去哪一派？我莲花屋皆是女弟子，你不便加入。造化玄功灵品已经修炼，太虚神殿不用再去。绝情谷虽专修剑道，但定然不及剑阁传授。百炼妖符乃是万年练习仙门，可我不专此道。幽冥神殿先前遭到羽族袭击，如今想必还在重建仙门，我去了定会影响自身修炼。能去的地方，便只有血灵山了。明明先前想要这小子入我血灵山，为何他来了，我却有不祥的预感？前辈，这是到了。眼睛不需要的话可以挖掉。普通修士加入血灵山需要通过灵山试炼，你们2人就在此等候下一次灵山试炼开启吧。还有，下次见面，记得称呼我为魔主。这位血灵山主可真令人火大。魔修性烈，痞迷众生，他是魔修之首，这脾气已经算不错了。我去修炼，你在此等候灵山试炼开启。是，主人。蝼蚁，快放本王离开！蝼蚁，你竟敢无视本王！哎呦，吵死了！主人，快堵住他的嘴啊！本喵受不了了。哎，世界终于清静了。主人，灵山试炼开始了。主人，就你一人在此，那些修士都进去了，倒是省去了被人盯上的麻烦。你这身气息需要隐匿一下，换一身妆容吧。是。我们也进去吧。
老夫是本次灵山试炼的考核长老，想必加入血灵山的各位都是魔修啊。老夫也是魔修，最不喜欢玩那些弯弯绕绕。都看到你们头上的印记了吧？本次灵山试炼只有一个规则，拥有10个印记即可加入血灵山，所以尽情去掠夺你们的猎物吧！灵山试炼现在开始。电子扎手，撤！原来是偷袭老手。主人要追吗？不用那么麻烦。跟我来。又来2个送印记的。主人，我知道。小子，上路吧！你居然能挡住我的魔手，很难吗？可你分明只有化神修为。那个小子竟然敢跟血手萧夺命硬碰硬！哦，看这情况，萧夺命似乎吃瘪了。美味的血瓶，可惜一身剑意，锋芒毕露，太扎人了。的确不简单。还以为能打起来呢。萧夺命不傻，不会白费力气。走吧，印记都集齐了。竟然走了。主人是怕他暗中偷袭。一位逞凶倒是没什么威胁，可若是会隐忍，便棘手了。收集印记吧。是。参见魔主。谢魔主赐予属下感悟。多谢魔主。灵山试炼如何了？哦，第1轮已结束，鬼童长老准备检测他们的资质。把他们带过来，本座要亲自检验。魔主是发生什么事了吗？太虚神殿不知从何处寻的一位传人，修炼了太虚杯中的传承神通。这怎么可能？太虚杯内神通，连地狱神尊都不曾参悟。哼，本座见过那儿。根骨仿若新生，这已有合体修为，如此可怕的天赋，恐怕不出100年，太虚神殿便会有渡劫大修士出现。如若真如魔主所言，以后6大仙派怕是要成太虚神殿的一言堂了。所以本座才要早做打算。主人，那家伙似乎盯上你了。不必理会。怎么变冷了？大哥，你是不是虚啊？蠢货，我们是修士，怎么会虚？这是领域。血灵山的冰魔女吗？所在之处遍布寒气，当真是冰冷刺骨。妖护法都在这儿了。带他们随我来。好旺盛的血气，真想尝尝滋味。魔主怎会亲自召见入山修士？难道？你们的资质，本座都已查探。各有优劣，但魔修讲究逆天而行，所以本座可以给你们一个机遇。这柄刀是血灵山的镇派之物，只要你们能握住它超过10息，便可为血灵山内门弟子。小子，别说本座没给你机会。妥了，大哥，这内门弟子咱们当定了。你过分了，为什么又打我？你要找死，别带上我们！你以为谁都能碰那东西吗？
此物别说内门弟子了，就算是核心弟子，也只能靠近参悟。魔主怎么会用来选拔内门弟子？这东西我们把握不住，还是放弃吧。想不到竟然还真有人想试试。哼，既为魔修，岂能如此容易认输？可此物诡异无比，就连地狱神尊都未曾让他认出，否则又如何会被镇于血灵山呢？你们之中难道没人敢试吗？我来。呵呵，有胆量，小子，本座会护住你性命的。这柄魔刀竟能蛊惑人心，纳魂入幻。请来！若非魔主出手，恐怕他必死无疑。此物的诡异之处，尔等已经见识到了，还有谁敢一试？魔主前辈，晚辈愿一试。小子，记得量力而行。你可知罪？你可知罪？尔等幻我，以妄断人罪过，冥顽不灵。冥顽不灵。幽冥道运，他怎么会拥有幽冥道运？这可是幽冥使的传承。魔主，幽冥神殿不会放任身负传承弟子离开，无需担心。魔道道明，这怎么可能？他才化神修为呀！不愧是主人。这小子居然真能得到魔刀认可！我操，这家伙太变态了！哇，那可是魔刀啊，他居然能拿起来！难道说血灵山就要崛起了？完了，这家伙居然这么厉害！老大，斩草要除根啊，千万不能让他发育起来。老三，揍他！为什么又打我？我说的可是实话呀！实话你妈了个巴子！他妈的，真是朽木不可雕也！这家伙绝对是妖孽，血灵山的核心弟子在他面前都要黯然失色。以后见到一定要躲开，坚决不能惹。这家伙藏得真深，还好试炼时没跟他死磕。拿到了，难道是幻境里的那柄魔刀？魔主前辈，晚辈可算是通过试炼了。这魔刀还有要试一试的吗？鬼童，魔主，剩下的人由你检测他们的资质，摇护法将他们两个带到本座洞府。是。萧夺命，你修炼的血手乃是本座所创，你能无惧魔刀幻境，差一丝触碰刀身，
足以证明天赋。况且你已是合体修为，成为内门弟子绰绰有余。这是本座修炼的魔功，以及修炼魔功所用的血灵丹。多谢魔主恩赐。你先出去吧，姚护法会带你去内门洞府的。是。北域遭到了羽族袭击。什么时候？就在前几日，按你上界时间来算，北域过去了5年。六派可有相助？太虚神殿和幽冥神殿去了。不过他们到的时候，羽族已被北域的渡劫大修士解决了。是剑客。更让六派没想到的是，北域藏龙卧虎。除了与你一起进入仙门遗迹的那2个修士，竟还有3个资质极为出众。太虚神殿当场便软磨硬泡带走了1个，另外2个，一个去了莲华屋，另一个入了绝情谷。多谢告知。好了，言归正传。我问你，你在魔刀幻境里看到了什么？诸天神佛问罪。你可有人？果然呐！前辈为何发笑？你可知大成修士可借天道推算？本座借魔刀修炼轮回过万次幻境，终于踏足大成。因对幻境好奇，所以突发兴趣推算，结果他们竟都曾与本座沾过因果。因果？难道前辈的意思是？猜的没错，那些神佛问罪的幻象是你前世因果所化。若是不信，可再借魔刀入幻梦，寻找蛛丝马迹。到了，魔主特意嘱咐过，若有需要，你可随意出入魔刀库参悟。多谢护法。主人，我已陛下避雨阵和聚灵阵。这些阵法，血灵山没有布置吗？他们布置的阵法太次，配不上主人。这家伙考虑的还挺多。为何最近修炼总会莫名看见被讨伐？难道是主人那边出了什么事？太虚长老，凌晨，还记得我与你提过的绝世妖孽吗？是主人，自是记得。他先你一步被天人相和气运珠认可，只可惜加入了血灵山了。而今呢，他已被血灵山的镇派至宝魔刀认可，恐怕将来会成为你的劲敌呀。哦，原来是因为主人受魔刀影响，从而扰乱我的心境。羽族未除，血灵山不会有此心思。人心是复杂的，羽族强大时，人族还能拧成一股绳。可现在羽族元气大伤，难保6大仙派不会内讧啊。羽族只失去2位神王，真正的定海神针还在，人族并无优势，还是要小心为上。你倒是看得清，也是得力北域那位剑修，否则羽族不会溃败如此之快。可惜啊，他不愿上界。徒孙王佐拜见建筑爷爷。等会儿，你喊老子啥子？
能教我先父吗？爹不在了，我是家里唯一的男人，我一定要保护好我娘。好，记住，好好修炼。怎么回事？玄天学院适合他把底子行扎实点儿。明白了。哼，以您修为，为一个炼气修士打根基，有什么难的？这么抠搜干什么？哼，上次来的2个鸟人，把圣道闹得鸡飞狗跳的，屁蛋油都没剩一颗，整个圣道都在忙着起修，不然老子会没点事干，跑来跟你下棋说。这说的是。不过上回那个什么神殿请您上界，您又为何拒绝？别个给了你1耳巴，你想咋个收拾这天头儿？当然是打回去。哼，那老子给天同不过，一旦上去，天道会给老子好脸色看吗？还不拜见各位长老？拜见学院前辈。冷老板，他真是陈玄风徒弟？天赋是差了些，但他们一家救过小峰峰，大恩不可不报。木灵根，看来丹堂又收他当学生了。想不到陈玄风那小子竟和你有这般渊源。哎，对了，你娘亲还好吗？要不要接来丹堂啊？娘亲改嫁了，不然我也不会求仙问道。哦，改嫁？这在世俗里有些难听的，你不介意吗？他对我娘亲挺不错的，这世间女子能第2次遇到真诚相待的男子，属实难得，有何可介意？呵呵，你倒是看得开啊。道友若不想买东西，还请不要打扰赵某做生意。赵离，靖王殿下已经飞升，下一任至皇朝的国君必然是你，你这又是何必？哼，我不要他的施舍，从小到大我都自认比他高贵，却没想到全都是他在可怜我。他是你兄长啊，这怎么能叫施舍呢？怎么不是？装作一副伟大模样，难处扛在自己肩上，所有卑鄙恶心的帽子全都让我来戴，最后告诉我以前都是迫不得已。他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唯一的优越就是来自皇室嫡系血脉，可我们却是一个娘胎里出来的，这叫我怎么能接受？5年，整整5年，你知道这5年我是怎么过的吗？我告诉你，赵毅，赵离已经死了，就是你口中的亲王殿下亲手埋葬的，道友还是请回吧。前辈，他们在吵什么呀？哼，无非是一些老套的皇家伦理恩怨罢了。在学院里，以后能看到你麻木，真好。我要是有人吵就好了。你小子，这脑回路怎么跟别人不太一样呢？跟我来吧。2位贵客，最近啊，这个丹药比较短缺，所以价格嘛，放心，不差你的。好啊，2位贵客，那我先去照顾其他客人了。你能用上的丹药都在里边了。前辈放心，我会好好修炼的。不过前辈，我还想学炼丹，可以吗？学倒是可以，但你没你师父那天赋，可能得吃点苦啊。啊？吃苦？让我当他师傅？长老，你玩我呢？谁不知道我跟陈玄风不对付啊？你跟那小子的恩怨，那都过去多久？再说了，你现在是丹圣徒弟，论炼丹术，老夫都不及你。教一个毛头小子，怎么了？
不是长老，你也知道我的炼丹术厉害，就是知道你天赋不行，炼丹厉害，所以你的经验最适合没天赋的人呢。哎呀，这陈玄风已经飞升5年了，跟他认识的那些家伙呀，除了卫青，其他的都被上界仙门挑中了，也不知下个人会是谁呀。哎，你说以后人家知道你教过陈玄风的徒弟，是不是？小子，今天起我来教你炼丹。主人，这地方有问题吗？无碍。他怎么到这儿了？你在这等着。是。主人，看来没事吧？魔刀的不止血灵山主说的那么点。快走，我被人发现了。二位打扰人修行，可是结死仇啊！这位道友，我来帮你消消火气。你反抗什么呀？不反抗，难道被你吸干吗？这柄魔刀你也能拿，看来并非血灵山之物。小子，我劝你少管闲事。不管闲事，可以，但打伤我，是不是该算算？这是？此乃我所得秘宝，能提升仙物知性法器的品阶。这是一族的附魔灵纹，想不到他们这一族竟然还留存于世。看来那2个家伙一开始就是为了夺取魔刀而来呀。他们是怎么带走魔刀的？这些异族天生拥有制造附魔灵纹的本事，附魔灵纹可以随意支配法器。也正是这种逆天的能力，让异族被羽族盯上，成为了第一个被灭族的对象啊！血灵前辈，魔刀被夺，您的心境？哼，无法为我所用，在乎作甚？再者，异族要向羽族复仇，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魔刀就当是本座借给他们了。前辈，我要下界。你可知，若是你出了事，本族可是会被其他5派追责的。前辈放心，我会低调行事。好吧。你体内竟有渡劫修士留下的护身印记。也罢，6派仙门大典还有10日，你只要在此之前回血灵山即可吧。子霄道友。三校管家，我是来找我师傅的，他可在此处。他是新收的炼丹学生。原来如此，子霄道友，请随老身来。周会长，这是5年前玄武圣岛大典刚结束，上回来了2个不速之客。
自受了伤，会长便一直遭受折磨。好在丹圣5年来一直不断用药力护住会长生机，否则这周武商会早就从中都除名了。哎呀，太过沉迷炼丹术，没想到一晃就过去了5年。若非为了这小子，恐怕我都不会来找师傅。又麻烦你了。你要是死了，林娜怎么办？我总不能让她回来见你的墓碑吧？行了，有空多给我送些药材，我下回再来。师傅，你还知道你拜了个师傅呀？念你痴迷炼丹，我将毕生所学传授于你，你倒直接炼丹5年。要不是看到你那炼丹房每月都有丹药产出，我真怕你累死在里边啊！弟子愚钝，所以才多花了点时间参悟师傅的炼丹术嘛。他是小婉儿。玄风道友，带路吧。是，请随老身来。周灵儿母亲是异族公主，若能通过她结盟，那对抗羽族便更有把握了。你来晚了，他们娘俩已经被异族掳走了。至于你说的那柄魔刀是异族的神物，异族对血脉极为讲究，魔刀能大大提升异族的血脉之力。他们抓走灵儿和林娜，恐怕就是想利用他们掌控魔刀。很好，如此一来，异族复兴指日可待。女皇，我见到一人族拿起过5座神物，哦，要不要将它除掉？不，这样的天赋倒是可以为我族所用，毕竟人族和女族的主愿也不小。那个人族不简单，女皇打算怎么做？哼，是人就有弱点，如果没有，制造一个便是。你们下去吧。是。娘，我会把你从那些老顽固手里救出来的。这样做真有用吗？血脉是我族根基，岂能白白浪费？你不怕遭受新女皇的怒火？若非那女人觉醒8阶血脉，被放进血脉饲养池的就是她。有任务了。咱们的新女皇已经夺回神物，只是冒出个意外的家伙，元老们想让我们去处理掉。能磨灭生机的死气，看来打伤周会长的家伙，想让其生不如死。若是无能为力，便罢了吧。这伤，我还是能解决的。阿银，将伤口的死气吞噬掉。体内的疲倦正在减少，身心变得舒缓起来了。逍遥，救命之恩，周某无以为报。今后周武商会愿听差遣。周会长言重了，您的夫人曾相助过我，陈玄风岂会知恩不报？小友神通广大，周某求你，可否助我找回他们母女？周会长放心，我本就是为寻他们2人来此。您伤势才刚恢复，安心休息即可。好，那周某便静候小友消息了。此事拜托小友了。
们要下界？少管闲事，走。他们的空间落点是人族北域。有意思，也不知道他们的任务会不会和我们一样。人找到起吗？跟老子来！5年前的这儿，正赶上你跑到上界去，老子也正好带你妈化身修士闭关，难怪这些辈子能得到机会搞事情了。不过话说回来，异族已经把魔道搞到手了，我们道奇要不得好久就要搞大事情，你就好生等到起嘛，啊！我正有此意，剑哥，苍穹6派要举办仙门大典，我便不在下界多待了。莫慌走，上界之前去会哈一个老相识嘛，老相识。段誉腾、梧桐叶、银蛇果、西谷花。师爷，炼气期真的不能炼丹吗？你小子当炼丹有手就行啊！不及龟步，无以至千里。你呢，天赋不够，没有捷径可走的。好好看，好好学才是正道。有我跟你师傅啊，你完全能够用失败来堆积你的炼丹术。继续呗。哦，我知道了，师爷。西谷花、巨灵草、摘星手、赤炼藤。哼，哪个不长眼的打扰老子炼丹，活腻了是不是？小心，他们很强。陈玄风在哪儿？哼，我去你大爷！陈玄风在哪儿？这两个家伙肆意妄为，也不怕惹怒那位渡劫大修士。在下界，只有连接上界空间落点的地方，才能无视天道压制。羽族狂妄自大，无视着规则，才损失了2位神王。他们2个可没那么蠢，闹出这么大动静，恐怕他们的任务是要除掉那个陈玄风吧。区蝼蚁也敢瞒我！这是高阶领域，就让你们品尝一下死亡的滋味吧。这些生命控制了我们体内的真元，看见这群幽了吗？快，你们就会成为其中之一，而我会从你们的灵魂里得到想知道的一切。是你！3息之内，滚出这里，否则我必杀你！让我滚！你算什么东西？小心，那些灵魂的哀嚎会阻滞修士体内真元。领域可不是你的专属，心疼落英，开！
那家伙的手段失效了，真是个出人意料的小子，短短几年就已经悟出高阶领域了。生机之力，这怎么可能？你究竟是谁？哼，搞半天，原来你压根不认识我师傅，那你还一个劲儿的逮谁问谁？是他。方才那道剑光是阁下的手段。哼，对付那种货色，用不得老子动手。哼，前辈贵为渡劫大修士，屈居这小地方作甚？不如去我族，定然能保前辈飞升成仙。袭人血气的妖女，就不要凑得那么近了。老子怕忍不住，一剑送你滚西了。真是不识好人心！你疯了吗？元老们派人搅局，这陈玄风，我们怕是很难招揽了。邀请一下这老怪物怎么了？这种修士，哪是那么容易招揽？哼，那也不能让族内那些老顽固称心如意吧？只要陈玄风活着回血灵山，机会多的是。哦，这倒是。什么？我说过，不滚就死。这家伙的领域生机旺盛，防御力极强，完全克制你的死气。那你还不出手？护好自己。他这又是什么手段？小心，对方还有一人未曾出手。这是规则之力，绝不能让他解那东西的封印。又能怎样？糟了！无论第几次看，威力还是这么恐怖。若非那女人，异族的女皇就该属于你。事到如今，说这些还有何用？去解决那家伙吧。该死！那家伙竟有渡劫大修士种下的护身印记。是无情剑宗的剑印，看来他应该是修成了剑印，步入了渡劫大修士之路，所以血灵山主无法在我身上种下印子。我消耗太大，没法再动用法则之力了。别想走！走！规则之力。小儿还好吗？剑哥，我没事。这家伙竟也拥有高阶领域，如此磅礴的生气之力，难怪那两个家伙都奈何不了他。小子，快去瞧瞧你徒弟。无法驱散，他才练气期，根本无法承受冰之法则，如今已是活死人了。是你们？别这种态度，否则就算有办法救那个小子，你也没法知道。你觉得我该信你吗？现在信了吗？你们一族究竟是唱的哪一出？这些都不重要。你若真想救他，可敢与我一同回族，以我族女皇能耐保住那小子的性命，轻而易举。原本只想给下次见面做个铺垫，没想到这家伙竟真的会为了个练气期赶来。狗哥一家救狗，遭我连累惨死山贼手中，这次我一定要保住我族。你来做什么？等等，你迈入渡劫境界了？我剑体已成，随时可渡劫飞升。
恭喜无情谷主！血灵山主，可知陈玄风在何处？他身上的印记我感知不到了。那束光能隔绝神念。女皇，属下不负所托，将您要的人族带来了。哦，怎么是他？在下前来是有一事相求，还望女皇答应。别这么猴急提条件呀！女皇恕罪，是属下自作主张，用您的名义将他招揽过来的，所以无妨。你们都下去吧，我亲自跟他谈。慎言。主人，当心点。女皇，异族派人杀我，可是您的意思？杀你？我为何要杀你？看来女皇并不知情。自是不知，否则怎会派人寻你？杀你的异族，应是我元老殿那具顽固派的。你的意思是，异族内部不和？元老殿那些老顽固得知魔刀被你拿起，只想免除后患，这与我的想法背道而驰。我派人寻你，是希望你能掌握魔刀，以你为中间人，从而借助人族力量助我复兴异族。毕竟异族和人族都有一个可怕的对手。阁下这番话倒是令我颇为意外。哦，这想法很可笑吗？不，我只是意外，阁下的想法与我极为相同。哼，真是废物，连一个人族都解决不了，白培养你们了。你方才说，那人族已经掌握了高阶领域。是。诸位，地狱神尊带给异族的耻辱，绝不能出现第二次，一定要将此人扼杀在摇篮。那人体内有大修士的印记，以我族目前的能力，怕是无法解决他。若要除之后快，唯有一法。什么法子？求助羽族。臣服羽族？他们是在引狼入室？很难相信吗？元老殿的那些老顽固是灭族时逃出来的，可他们迂腐、懦弱、固执己见，几千年来对强大的羽族早已失去反抗之心。羽族害怕潜在的威胁，就算异族臣服，也会被牢牢控制命脉，届时整个异族都会成为羽族的附庸，再无出头之日。用我族未来换此人族性命，是否太草率了？你懂什么？人族最近妖孽辈出，恐怕早已被羽族视为了眼中钉。我族若是献上投名状，未来在羽族庇佑下，异族境遇绝不会比如今难看。忘掉曾经的仇恨，是为了走得更远。毕竟，只有靠近最强的人，活着长远，才能有机会翻身。卧榻之地，岂容他人酣睡？你口中的这群老顽固，会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发生什么事了？怎么回事？造成这番动静，是有人试图强行进入此处空间。主人，你身上发光。是元老殿的东西。我族似乎不曾招惹你们吧？何故擅闯我族？哼，我血灵山的魔刀被你们拿了，不算吗？魔刀不在我们手中。哦，用同族血脉供养己身，异族还真是令我大开眼界。我族行事无需你来管。
你的体内有种熟悉的感觉。别动心思，否则本宗会让你们一族荡然无存。渡劫大修士，前辈，我与你无冤无仇，还望手下留情。陈玄风在哪儿？晚辈不知。你的剑印不会出错了吧？恐怕此处不是那小子所在之地。跟我来。还好吗？你们两个去殿外守着。诸位，人族渡劫大修士已知晓我族藏身之地，如今只能提前归降羽族了。就这样臣服，岂不像丧家之犬？这是自然，所以我才需要借助诸位的血脉之力。有人族渡劫大修士做投名状，在线上磨刀，羽族又怎会亏待我们？阁下不必紧张，来人与我相识。哦。你小子真是胆大包天啊！一人独闯着一界，哼，也不怕丢了小命啊！两位前辈，我有要事相求一族，否则断然不会如此。下次再行此举，记得与我打声招呼。知道了。两位擅闯我族族界，是否有些冒昧了？啊，是本宗失礼，还望阁下见谅。罢了，我与陈玄风颇为相投，有意与人族结盟。阁下为人族渡劫大修士，这小子想必说话也有些分量。迷魂汤了。人族崛起，这头号大敌便是羽族，能得一族相助，求之不得。好一个求之不得！可惜你注定要陨落于此地了。你这个畜生，敢对我们出手，就不怕神主怪罪吗？哼，怪罪？你们骨子软，就别怕被人吃干抹净。有我送你们上路，要记得感恩。可惜了，若不开启你女儿的血脉，倒也不至于弄得如此。是生是死，就看你的造化了。羽族，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雪莲神主，快带他们走。走得了吗？一道气息便能将所有人震出空间，当真是通天彻地的手段。你们当心，此处没有灵气。没有灵气，难不成又是战虚？前辈，我去探查一番。主人，当心！哼，蝼蚁们，欢迎来到神界。是羽族神王。呵呵，看来神主知道我太无聊，给我带了个礼物回来。这些蝼蚁中，你最强。若能碰到我，我便放了你们离去，如何？你会为你的狂妄后悔的。呵呵呵，你可以试试，不过机会只有一次。我说过，你会后悔的。呵呵，结束了。不对。
不对劲。血灵前辈，快退开！哼，太迟了。多谢。这便是羽族的力量吗？这个火球与黑岩的黑魔结界相似，恐怕也有某种压制修士的能力。好可怕的手段，连血灵山的魔王都撑不过世袭。在神的面前，反抗是最无用的挣扎。即使是再强大的蝼蚁，在飞禽面前也只有被猎食的份。将他们带回神宫。无情谷主，你这是……啊，无情谷主，你的修为呢？狱卒抓住了陈玄风，快去救他！生死道消。唉，无情谷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我拼死伤了狱卒神主一剑，你们还有时间要抓紧，一切小心。当真是精神可嘉，即使修为被废，也要燃烧寿元，强撑身躯回来。我很佩服他，只可惜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是你？阁下不是不愿上界吗？上界？看来你见过另一个我。另一个？你究竟是谁？身为太虚神殿的护殿长老，连天心剑宫副公主都不认识。你说什么？你是天心剑宫副公主？怎么，不相信？哼，当然。天心剑宫数万年前就已解散，副公主若是大成修士，早就飞升成仙了。岂会是你？若没有踏入大成，就算你副公主，哪能有如此多寿元？是与不是，试试便知。什么意思？你应该知道太虚神殿存在的意义。你们每一代护殿长老，就是为了等待能悟出太虚杯秘密的人。你不会想说，你就是那个人吧？等会儿，你就不会这副态度了。发生什么事了？那是什么？为何我体内的造化玄功在不断共鸣？是神通，是太虚杯内的神通。啊，在下方才失敬。请阁下见谅。这便是你找来的悟杯之人。在我执掌天心剑宫时，就曾领悟太虚杯其中奥秘，只是我未曾取走。上一代护殿长老应该告诉过你吧？说过。既然如此，你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这怎么？好不容易获得自由，你不想离开吗？若是1000年前，我还有此念头，可眼下寿元将尽呢。原来如此，罢了，那便说说眼下人族的危机吧。
阁下知道无情谷主发生了何事？方才陨落的那位渡劫大修士，为了一个叫陈玄风的修士，在异族的地狱被羽族神主废掉修为。不过对人族而言，这算不上什么。真正要命的是你们6大仙派上下所有动向已经被羽族掌握得一清二楚了，而羽族将会在接下来的仙门大典清洗掉你们之中所有不愿臣服的对象。神主，你虽是最低阶的羽族，但依旧是天道后裔。告诉我，为什么要成为蝼蚁的奴仆？神主，事已至此，多说无益，您处置吧。哼，他就是让你在下界屡次失手的家伙。这小子拥有一件极为古怪的法则至宝。果然，他是受罚之人。受罚之人。把这对主仆留下，你们都退下吧。是。羽族打算干什么？我劝你还是管好自己吧。多少年，你竟还没在轮回中被磨灭意志？明明知道依旧能得到它，真是难缠呢。什么意思？想不起来了。我应该想起什么吗？也对，你早就不是当初那个不可一世的家伙了，而我也都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抓住你是了。师傅，这么着急换6派学员来，是有什么要事？此事事关整个灵界，你说呢？师傅，他是……这等人齐了，你就知道了。那好吧。哼，装什么呀？啊！师傅、师爷，他们来了。是你，南派老祖，你怎么在这儿？我知道你们2个以为我依附羽族，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呸！我信你个鬼啊！你个糟老头子坏得很，敢不敢把你做的事在诸位前辈面前说说？看看说完后谁还信你？嚷嚷完了吗？啊，好，我会给你解释。只是听我说完，还请诸位帮我找出人族的真正叛徒。太虚长老，你这是做什么？老朽已经不再是太虚神殿的护殿长老了。你说什么？师父，你等到神殿传人了？这位曾经是天心剑宫的副宫主，他就是太虚神殿的传人。他要求我相助，我的确无法拒绝。接下来的话，诸位若是有疑问，随时可以说出来。数万年前，地狱神尊从下界飞升至苍穹界，迎接他的只有一片死寂，
在这片死寂中，他为人族开辟出了一片净土，也知晓了一个可怕的事情：苍穹界曾经的修仙者们被一种可怕的力量消灭过，这种力量没有留下过任何痕迹，所有修士就像无声无息消失了一样，这也成了让他失踪的最大原因。失踪？地狱神尊与无极剑主不是前往域外正道成仙了吗？成仙？哼，狗屁的成仙！从来没有人能真正的成仙过。知道天心剑宫为什么解散吗？不是因为无极剑主身陨了吗？他以剑破天，正道失败导致的。无极剑主早就达到了飞升成仙的境界，怎么可能正道失败啊？他以剑破天，是因为凭借修为根本无法突破天道的壁垒，就连地狱神尊也一样。地狱神尊和无极剑主前往域外，根本不是去正道成仙，而是意图逆天而行，打破天道的壁垒。我们头顶的苍穹实则藏着更深的秘密，这也是我归附于羽族这么多年来的原因。我派分身躲在北域多年，暗中利用诸国之战，可不仅仅只是为了给羽族输送争霸灵界的炮灰呀。可这是事实，北域多少天骄受你所害。那又怎样？我从不否认我做的这些事，但就算没有诸国之战，他们飞升至苍穹界也难逃一死。你以为羽族从何而来？他们就是从天道缺口诞生出的怪物。你觉得他们的出现是为了什么？我为羽族效力多年，才在2000年前知晓，羽族争霸灵界，只为了寻找一个轮回之人，一个足以决定灵界存亡的轮回之人。而这个人，你们见过？他现在就在羽族手上。是陈玄风？没错，就是陈玄风。一旦他被羽族抓住，天道便会降下某种神秘力量，让所有的修仙者尽数殒命。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怎么感受到自己的重要性？我明明死过一次。要怪就怪我这一世以后吧。若非他以灵魂许愿万亿重生，这漫天仙佛还无法注意到，在你又要陷入轮回之时，他们用了点借尸还魂的仙术，这便是你能重生的真相。南派老祖，你怎么能确定这个人一定是陈玄风呢？我当然无法确定，可我知道，那个轮回者重生时一定会带着一枚独特的戒指，而那枚戒指早就被我偷偷扔在了北域，作为玄武界地位的传承之物。2000年来，只要有资格拥有那枚戒指的修士，都会被我秘密除掉。论玩阴谋诡计，算计人心，你个老东西真是一把好手啊！不玩点阴谋诡计，你当羽族那些家伙眼睛瞎吗？若非除了莫千寻这个修士，羽族根本不会注意到北域。好吧，我相信你。小子，你还算有点脑子。这位道友，你方才说要找出人族真正的叛徒，是什么意思？无情谷主和血灵山主出了人族地盘，被羽族神主抓到了机会。无情谷主已经神色道消了。那这怎么能断定人族有叛徒？南派老祖，你怎么知道的？哼，原本羽族神主只知道有位魔修离开了苍穹界，结果一族内部有些家伙想归附，直接给羽族开了空间通道落点，恰巧是你们那位魔修的所在地。真有内奸？到底是谁？羽族是从一柄血刀知晓了那个魔修的动向，这柄血刀长这个样子。看来这个叛徒
就是你了。道友，光凭一柄血刀就给我扣罪名，是不是太儿戏了？诸位，你们的意思呢？火灵道君为六派练过许多法宝，若他真是叛徒，不该只有血灵山主一人出事。不，我们神殿遭到羽族袭击前，殿主去过百炼妖府。你是说，羽族偷袭你们神殿一事，是拜火灵道君所赐？哎，我们殿主早就怀疑了，只是怕伤了六派和气，不好发作。原本是想养好伤，在仙门大典上再说，没成想竟又给了他机会。你还有何话可说？你们不会真以为结界就能困住我吧？想走？傀儡？不是吧？这都能被他跑了？奇怪，天人像没有反应。是障眼法。瞒天过海，我早就看腻了。你怎么知道我在那儿？我的灵魂比你强大，分魂尽数，还觉得能逃吗？好吧，你赢了，动手吧。仙门大典是你接应羽族，不错。大典的地点已被我布置连接羽族的空间通道落点，等大典开始，我便会施法打开通道。羽族就那么有自信？哼，羽族的强大，你们不过窥见冰山一角。正如他所言，羽族目的是为寻找轮回之人，争霸灵界仅仅是羽族的伪装。轮回？最近的梦，难道就是轮回前的记忆？神主，属下擅自出界，被人族俘获，还请神主责罚。还活着就好，下去吧。是。一切都该结束了。知道这些家伙是谁吗？我该知道。不想见见你这一世的父亲吗？父帝，他就在那儿。这些人是曾经被羽族带上来的北域修士，你对他们做了什么？我是在救他们。救？等你受了天罚，又将是新的一次轮回。除了这里，整个灵界生灵都将被那些仙佛湮灭断绝。我的慈悲对这些蝼蚁而言，不算救吗？死我一人，竟要这么多生灵陪葬？不，你错了，因为你，他们才存在。就连我，这个世界，都是如此。娘亲，灵儿，娘，这是解脱了吗？你还活着，活得好好的。那些元老消失了，那些老家伙彻底消失了。我等你离开这里。
冤家路窄啊！你知道羽族的位置？是的，你想去救陈玄风？是你说的，他死，灵界就会亡。你不打算救？不，要救他，有个人比你们更急。你来了。哼，老子再不来，狗日的老天爷又要灭世了。你是说，这个天地是假的，而你也是假的？不，这个天地都是真的。可我不得不接受，它同样也是仙佛为了审判你而创造的牢笼。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吗？太乱了，我听不清。他有罪，他有罪，他有罪。他怎么了？战奴自然是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只有听话的狗才能有资格迎接下一次轮回。小儿，还好吗？剑哥，你背叛了我。我从未效忠于你，不是吗？你会后悔的。不，是你会后悔。哼，我保证，不出一炷香，你就会死在我的手上。这么多年过去，你个贼老天还是这么狂啊！是你。哼，认错老子了吗？能不能保住这些修士？命快没了，要求倒是不少。你曾经一剑差点毁了我。这是，不过准确来说是幽冥神殿的至高神通，占据这副躯体。幽傲前诀。就幽傲前诀。我居经浩宇，一掌震八风，怒喝山崩裂，西潮溃千重。你的意思，他是地狱神尊？你应该明白，你的剑破不了你这老对手的符效。老子今天就破给你看！哼，冥顽不灵。狗日的天道！这个强弩之末，就别再做无谓的挣扎了。听天由命，压根儿不是老子的性子。老子还攒了最后一招没用。你的剑道，我可以轻而易举用魔躯碾碎。我乃天道意志，管你什么手段，岂能逆天而行？哈哈哈哈！狗屁天道！剑哥，天劫，你要干什么？哈哈哈哈！给老子嘞！今天老子就让你晓得，哪个叫做升天的升天！疯了，疯了！你居然以身祭道！以身祭道！剑哥，快停下！你不想成仙了吗？小儿，这片天地头就只有你能成仙，你务必要给老子高升！
一个都喊老子叫做却也化胸膛，老断人成疾，梦上身，心悲从，随间有人独往来，缥缈如师父，他用命换回了你，已经是最小的牺牲了。凤儿，父亲，凤儿，我终于再见到你了。诸位，可以回家了。你究竟是正是邪？羽族神主已深陨，接下来羽族群龙无首，正是你提升修为的机会。至于我的立场，我只能告诉你，玄帝传承者若落入羽族手中，受了天罚，大家都会为你陪葬。可若是死在我的手里，最多也只是人族修士内多一段血海深仇。所以，你是在控制凌云界认主？你可以这么理解。除一人而保众生，我不会有丝毫犹豫。无论是梦离杀你，还是我杀你，都是我的决策。你还有问题吗？走吧。该死的人族，我定要让你们付出代价！还在闭关吗？是的。看来这次绝情谷的设立新剑宗，他也不会去了。小凤回来这里就一直在结界内不出来，或许羽族发生的事对他的影响太大了吧。若他出关，叫他来见我。前辈放心，我会告诉小凤的。100年时间，主人不是炼丹就是修炼，本庙都快无聊死了。唉，真怀念臭老头在的日子。剑哥，我总算成功了。主人，你好久没理我了。无聊了吧？跟我出去逛逛吧。太好了，本庙终于可以出去玩了。怎么样？唉，这家伙一直闭关，仙门大典都没参加，都闭关10年了。他是要直接修炼成仙啊！剑主前辈深陨，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他若想通，自然会出来的。叨扰血灵山了。我没事，让你们担心。那就好。舒服。哼，你这家伙知道你错过了多少事情吗？错过，看来都是好事。嗨，你居然还笑！
你突破了。我操！你才过10年，你变态啊！我可是绝世妖孽，你忘了？哼，之前错过的事就不计较了。这次穆青青要当绝情谷新的剑宗，你可别缺席了。我会在的。对了，小子，看看这个。这是我下界时冷月让我交给你的。小峰峰，剑主前辈去往上界前，留下了你常用的那座小艇。你的小徒弟王佐被一个神秘人治好了。另外，小峰峰，快下界回来看看奴家，奴家想死你了。冷老板，真是一点没变。还有，6派仙门大典上，南派老祖成了太虚神殿殿主，他救了你，同时带回了许多北域的修士，与我们的恩怨已经成为过去了。绝情谷设立新剑宗，南派老祖会来吗？南派老祖接手太虚神殿后就一直闭关，偶尔出现也是让太虚长老招收门生，恐怕不会来绝情谷。啊？太虚长老还在你们神殿吗？太虚长老得了些延年益寿的丹药，所以留下来了。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他自由了就会离开那儿呢，还想为百炼妖府招揽个长老，看来是没戏了。今晚有事找你。臭小子，你别说，你炼的这么多丹药，味道还挺好的，吃下去顷刻炼化，比那些杂七杂八的高阶丹药好多了。父亲，气满则亏，丹药虽好，别吃太多了。行，我知道了。臭小子，有人来了。你来了？跟我来吧，这不方便。哼，这臭小子什么时候有的道理？别说，眼光还挺好的。说吧，什么事情？10年前，我离开你们北域战虚后，意外抓到了一个羽族，他神志不清，一直被我关押在一处隐秘的山洞。哦，这跟你说的事情有关？他一直念叨着一个名字。谁？南派老祖。在羽族眼里，是南派老祖背叛了他们，记住仇人的名字，这很正常。不，几天前他说了几句话。你简直不是人，你不是人！天老祖，神主看错你了，我们都看错你了。你想逆天成仙，痴心妄想，这真是痴心妄想！我要杀了你！是他，你对他缩魂了？这便是奇怪的地方，他的灵魂没有缺失，可记忆几乎搜不到任何有用的东西，就像被扣上了枷锁，对吗？我想，我可以去见一见你抓到的这个羽族，也许会有什么意外收获。到什么了？他变成这副模样，是南派老祖所为。我现在奇怪的是，南派老祖为何不将他解决，
反而要封住他的记忆。我已经知道了。那我先将他带走，一直关在此处，难保不会出现意外。小凤凰，本座又来看你了。妖族？妖？你有多久没来此处了？3年吧。谁在那儿？他发现我们了。他与我修为相差无几，应该是嗅到我留下的气息。打个招呼。这句话该由我问。阁下擅闯此处，意欲何为呢？本座擅。小子，此处洞府，本座已经来往2、3年了，一次都没见过你。哎，你想唬本座？谎话编得低劣了些。他，我要带走。阁下，还请让道。哪儿来的滚哪儿去！本座的东西，这无名之辈也敢染指？剑灵，你若是乖乖将此剑送与本座，本座可以考虑不计较方才之事。凭你这条赖皮蛇，还不配当我的主人？找死！好厉害的剑，竟然能挡住本座的龙爪！一个小小金丹，妄图将本座精血炼化，原来是你！用本座精血炼剑的下界蝼蚁！本座乃赤龙王，尔敢饶我修剑！就算你是真仙，也得给我先趴着！敢与本座叫板，待本座真身遇见你，必将你诛杀！赤龙王，居然能想起本座，你果然是那玄冥老贼的传人。那你还想试试这一招？你以为本座会怕？慢着，慢着！哦，本座认输，本座认输。我记得你曾说过，待我上界要诛杀我。今时不同往日，道友别跟我一般见识。那我带走他，还有问题吗？没有。道友请便。主人，能不能让我吞了这条赖皮蛇？这是我的2颗精血，还请手下留情。谢谢主人，这次就放过你吧。对了，你跟玄冥仙人到底是什么恩怨？他要我当过坐骑。道友，玄冥老贼的绝技，你最好少显露，那老小子仇家不少。这丹药能增寿健体，一般人族只能服用2颗，不过对妖族没什么限制。就当是你送出2滴精血的回礼吧。这药香好强的生机啊！多谢道友。道友，这小凤凰乃是羽族，听闻羽族神主被人族所灭，可是真的？确有此事。怎么了？道友若是有法子，便赶紧下界躲一躲吧。为何？羽族神主乃是天道意志化身，他一旦身陨，恐怕这天地大劫会提前了。天地大劫？
我们妖族比你们人族寿元长久，修为越高，寿命越久。这天地大劫每万年就会降临一次，妖族始祖曾经历过最早的天地大劫，结束过后，整个灵界的生灵几乎尽数湮灭。你们始祖活下来了？没有，妖族后代从始祖的留下的血脉中传承到这段记忆。血脉记忆？妖不同人，他们的血脉是能留下本体所有信息的，这也是很少见到妖族的原因。他们不需要灵石和灵气，只需要吸收日月精华，便能增长修为。不错，正是这段记忆使得妖族大多都是与世无争的性格。你不太一样。当然，我是个例外。好了，话已至此，道友有缘再见。天地大劫，想必就是因为轮回。学姐，你现在地位非凡，以后记得多关照关照我。可以。你都被百炼妖府当府主培养了，还能被人欺负？一山还有一山高嘛，还是学姐够爽快，说照我就照我。听说你接下来要闭关了，这是给你的，里面有2瓶丹药，一道剑体修成之法。不错，我会追上你的。那我等着了。原来如此，原来这就是成仙的最后一步。你说成仙是假的？我被羽族禁锢着未死，是因他们等待天罚。天罚？一旦我受了天罚，灵界生灵会一灭殆尽。这片天地头，就是由你们。神主乃是天道意志化身，他一旦身陨，恐怕这天地大劫。所谓天地大劫，也许是天道在进行某种仪式。我失忆时模糊记得有人要我找这件东西，但我一直不知此物有何用。这是件防御神物，此物能应对天地大劫。真的？陆道友，幽冥店主的伤势可恢复了？师尊在必死关，预计是凶多吉少。也许我说不定能帮得上忙。跟我来吧。圣女，你怎么来了？我带他过来。幽冥护法，听陆道友说，店主已闭关许久，伤势仍未恢复。人族已失去2位渡劫大修士，若店主闭关再出了岔，对人族而言必然元气大伤。在下有信心能帮店主早日出关，还请护法为在下引荐。就你，能有几成把握？10成。哼，大言不惭。让他试试。若你骗本护法，就算圣女偏袒，我也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一言为定。通道尽头就是我师尊闭关位置。此人便是幽冥店主。这石棺跟黑莲剑尊守护的石棺一样。
这般疯狂压制，迟早会耗尽生机，难怪要必死问。你有苦头吃了，害怕就对了。小友，多谢了。晚辈陈玄风，见过前辈。他们让你进来的？是陆道友同意的。陆瑶回来了。我来帮你治伤。多谢小友了。不过我的伤没那么容易疗愈，以你大成修为，更是难如登天啊。高阶领域嘛，难怪能逼退羽族神主留下的印记。不过想以此清除它，绝无可能。这不是领域，这是规则之力。这后辈就能掌握完整的法则。前辈，可以开始。有劳小友了。小事而已，前辈不必挂怀。没想到这么快就出来了，我就知道这小子把话说满了，没那本事还强行装样子，哼，丢人！开门。人族2个渡劫大修士都是为了救他身死的，我看啊，圣女还是少跟他牵扯为妙。若陈玄风没被羽族所擒，你能知道羽族在仙门大鼎上的意图？羽族神主6派能对付？你现在还能活着说话？我唠唠叨叨吵什么？师尊，店主，你没事了？多亏了陆瑶带回来的这小子，否则本座怕是会熬死在里面了。店主，他真有这本事？幽冥护法，你这是质疑本座吗？属下不敢。行了，知道你没这胆。这段时间辛苦你重建神殿了，这是属下应该做的。今天本座心情好，你随本座去领赏吧。是。不过店主，你能恢复，这都是圣女的功劳，是不是？没你一直守着神殿，哪有今天？你才是首功。至于陆瑶，她是神殿圣女，以后建功的地方多着呢。是。师尊的伤，多谢你了。陆道友替我多关照一下赵化清的家伙就行。一定。我也该走了，不用送了。灵庭参悟成功了，一念通玄意，天地任逍遥，随心皆造，亦可比天高。他的身份竟也是受罚之人。你收的这位传人天赋不错，花了不少心思吧？运气好，下界时刚好碰见罢了。哦，是在羽族袭击下界北域那次吗？正是，没想到影响人族命运的绝世妖孽竟是2个呀！太虚杯内的神通，我闭关参悟许久，正愁无人与我论道。晚辈才刚领悟神通，不敢献丑。门外，老朽为你护法。见过店主。确实是幽冥魔焰。从现在起，你变为幽冥圣子，
可以参悟我殿内至高神通。记住，好生修炼。晚辈谨记。跟我来吧。那个南派老祖是何方神圣啊？是万年前天心建功的副公主，她卧底羽族，化解了此次羽族诡计。能屈能伸，当真是个人物。对了，你之前说的那个轮回者又是什么？店主，给您治伤那人就是轮回者。哦。肉身不灭，神魂永存。若是让他卷土重来，下一次你我绝技挡不住他。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肉身不灭，便让他神魂涌入轮回。难不成此方天地就是这佛陀的那朵莲花？放下屠刀，回头是岸。他能看见？没事吧？没事。我听冷月说，治好王佐的神棉就在这儿，没想到会是你。异族女皇，也是你。那日来寻你的剑修，拼死伤了羽族神主，好在我有魔刀在手，这才侥幸逃脱。刚才的幻境是他触发的？有了血脉加持，他的威力更胜一筹了。可我控制不了，导致幻境延伸到百里外。那些人呢？都被玄天学院的人接走了。你镇守在这儿，是在等我？你怎么会知道我一定会来？陈兄，你去异族是为了救你的小徒弟王佐，我知道无论是谁救了他，你一定会登门拜谢。不错，你变得机灵了。哼，怎么这么多年过去，你还以为我是那个憨憨的周凡吗？不会了，我已经对你改观了。这魔刀每隔段时间便会散出血气，但是无法与我体内的血脉之力融合。当然无法融合，因为这是血灵山魔主的血气印记。你疯了！再跌入幻境，我可不救你。这些血迹是血灵山的特殊信号。是有什么事吗？血灵山主想让我们前往羽族的神界。虽然羽族神主已经身陨，但神界的羽族神数千，没人能有把握从里面安然无恙的出来。要是带上他呢？为了藏拙，只说了1/10的规则感悟，应该不会引起他的注意吧？不愧是气运珠选中的妖孽，刚传承这乾坤造化录，便对天地规则有如此理解，我望尘莫及呀！这小子一瞬间的感悟，竟抵得上我10年苦修。糟糕，还是说多了。前辈抬高我了，与您相比，我还差得远呢。
你能接受传承，就证明你与我一样，岂有高低之分呐？前辈谬赞，那晚辈接着去修炼了。去吧。完了，这老狐狸绝对是盯上我。不会错了，他也是受罚之人。想不到你这神通真能遏制魔刀的幻境。魔刀幻境，乃是刀身和刀散发的魔气所致，只要限制幻境的范围，便能将其移动。开始了。抓紧我。放心，我可不会放手。抓紧吧。好厉害！你果然是在这儿。我原本以为我们之间的恩怨已经结束。你长进了不少。如果有的选，我不喜欢和你这样的人作对。可惜，无论如何，我都必须杀死你。你这话什么意思？后会有期，小子。化身是分魂禁术。血脉之路，是异族那些老顽固的气息。先去找血灵山主。镇守羽族的分魂师少了怎么办？魔刀在他手上，只能避其锋芒。可是，别担心，那小子还没注意到那东西。小子，本座就知道你会来的。这是羽族神主布置的，我没办法破开。主人，这不是禁制结界。没用的，不然本座早就出去了。真是个犟种！这小子，快继续！血灵前辈，一同助我。好。成功了，小子，干得不错。你的修为？晚辈手里有一空间法则至宝。进入其中，外界1日，界内10天。
晚辈已经修炼100年了。啊，原来如此。这么一说，本座倒是不稀奇了。他们怎么了？南派老祖对他们施加了控制手段。原本本座也中招了，好在多年用魔刀修炼，轻易便解除了控制。魔刀有这种用处？魔刀幻境可令修士直面心魔。血灵前辈，还请为我护法。好。哎呀，三哥，快给人家嘛！五妹，干嘛这么猴急？你要不是我哥哥该多好啊！五妹的心魔究竟是什么？为何脸这么红？三哥，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什么人？五妹，好久不见。三哥，你是谁？竟敢冒充我？这就是你心底的秘密，想沉沦在以我为伴侣的虚幻温柔乡里。我，混蛋！你竟敢让五妹伤心，我不会放过你！混蛋！喂，五妹，你别怕，我马上去救你。我不怪你，跟我回去吧。回去？这里这么美好，我干嘛要回去？回去之后，又继续做你的小跟班吗？你不是谁的跟班，五妹，你就是你，你是独一无二的。与世俗的眼光相比，我更在乎真实的我，毕竟，你才是我需要守护的。而且，这个虚幻的世界，真的是你想要的一切吗？你真的愿意用这个虚假的我，来代替内心最真实的念头吗？三哥，我害怕离你越来越远，追不上你，甚至连你的跟班都当不上。嘘，我从没有抛下你，不是吗？三哥，我们回去吧。多谢陈兄助我等脱困，不必客气。等会儿再寒暄，都先随本座回雪灵山吧。跟本座走吧。走。你小子玩的挺花啊！父帝，你瞎说什么呢？你带这么多女修回府，为父能不多想吗？我思来想去，这魔刀还是搁置在血灵山最为合适。我去找魔主商议一下。不就说了点实话，还害羞？哼！五妹，你修为尚浅，还是在洞府住下吧。是三哥。下界分魂中的心魔被破除了，我也是，神宫分魂的心魔也被破除了。谁干的？是陈玄风那小子，镇守神宫的分魂就是被他除掉的。不打紧，只是些无关紧要的人物罢了。还是先领悟太虚杯内的神通要紧。那个最近领悟神通的妖孽呢？妖孽没成长起来都是蝼蚁，要是成长起来了，就该是收网的时候了。
凌晨，太虚杯其中的神通，你不是已经参悟了吗？怎么还在这里修炼？我是来向您告辞的。法则领域，你可以出师了。能引你来神殿是老朽的荣幸。前辈，这是什么意思？第一次见你就很奇怪，气运珠为何会选中2个人？你并未背负大事，如何能够争得气运？后来我想通了，如果这气运珠选中的2个人，原本就是1个人，你说是吗？陈玄风。他们的新洞府就开辟在魔道窟内，去准备一下吧。是，魔主。多谢前辈相助。小事情。血灵山主，听闻你安然归山，本座有要事禀告。要事？哼，羽族神主死了，还要连累我们？下界、神界、妖界都可躲避此次大劫，但据族内传承到始祖最新的记忆，就算躲避大劫后回归灵界，还是会被天道轰杀，从而身死道消。那跟死了有什么区别？还是有办法避免的。此话怎讲？天地大劫之后会诞生新的种族，我一直在寻找这些幸存者，找到能让我们妖族出世的办法。那你找到了吗？有一些眉目，这些幸存下来的都是卵生种族。什么意思？他们都是从蛋里生出来的。妖族之所以能幸存，便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人族该怎么办？不，没那么早。道友，你也在血灵山？你认识这小子？你是说，只要断绝生机，便能躲过天地大劫？是隔绝是吧？当然，这是我的推断。也许真正的避劫之法并非如此。禁制结界也能隔绝生机，但无法回归灵界，又有何用？我们可以试试。双管齐下，也未尝不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可以，本座赞同。好，设置禁制结界就交给我们吧。我去寻避劫之法。主人，你找我。今日起，你便助血灵前辈打造禁制结界。是，主人。小子，你一个人势单力薄，我派一个人给你帮忙吧。我也派个人去帮你。那便多谢2位前辈了。三哥，你回来啦！小子，这小姑娘炼的丹药品质好极了，为父现在不仅境界突破了，还感觉身强体壮，精神百倍呢。那个，我没想到伯伯是个药罐子。这是高阶灵丹的丹方，好好钻研，修为也别落下。谢谢三哥。小子，本座听说需要帮忙，什么时候启程？不愧是我的儿子，果然有我当年的雄姿啊！三哥，你又要走吗？五妹，别担心，我会很快回来的。
这件事，本座倒是觉得可以问问羽族，他们不是自称天道后裔吗？这辟劫之法，也许知道呢。神剑内的羽族都陷入了魔刀幻境。你手底下抓过低阶的羽族呢？倒是忘了他们两个。沈玄风，你打算囚禁本太子到什么时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神界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巫族神主呢？申陨呢？就在。不可能！神主乃天道后裔，与天道永存，乃不死不灭之躯。那你们可知道轮回受罚之人？你怎么知晓此事？告诉我关于这件事的一切，我就放了你们。我只是听神王之间谈论过，具体的我不清楚。到底知道不知道？元丰，我们只是羽族最低阶的存在，怎么可能知道如此秘辛？能知晓此事的，能是神王。火羽王殿下，他被南派老祖封印的记忆已经神志不清。南派老祖贪生怕死，他能有这种本事？怎么不可能？你们神主申陨也是他一手促成。当时我就被绑在那儿，亲耳听你们神主说，南派老祖背叛了。可以跟我们说说吗？就是这样，我才活了下来。没想到无极剑主竟能为你做到这一步。该说的我都说了，轮到你们交代。林玄风，受罚之人的秘辛，我们真的不知。不过我们二人能助你帮火羽王恢复记忆。此话当真？必要时你去助我。没问题。陈玄风，收了他！蝼蚁，给我死！还想再变回疯子吗？关灵阵！火羽王殿下，我们行了，本王不怪你们。火羽王，许久不见。蝼蚁，你囚禁本王的事，本王都记着呢。这么记仇啊？哼，助本王恢复记忆，不是具有无以嚣张的资格。时过境迁了，火羽王，若你不配合我不介意再囚禁你第二次。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南派老祖为何封锁你的记忆？看到那个了吗？我们天道后裔皆是从这颗茧中诞生的，严格来说，只要他在，神主大人不死不灭，能无限复生。起死回生，付出的代价一定不小吧？献祭自身，便能复活神主。南派老祖为什么留你性命？杀本王会遭到天道仇视，他没那个胆子。天道仇视？那你们是为什么一直抓捕我呢？万年前，人族地狱神尊与无极剑主逆天而行，试图以力破天，天道产生缺口，地狱神尊被缺口涌出的法则湮灭，而无极剑主被天道劫杀，从此销声匿迹。天道缺口的法则与地狱神尊融合，承载天道意志的羽族神主诞生。之后，
便是4位神王。你们是天道后裔，拥有着自己的使命。天道外有某种存在试图通过操纵灵界生灵掌控天道，而你这受罚之人便是他们试图操纵的目标。凌云剑。一直以来，天道都是以天劫来灭杀受罚之人，若非出了无极剑主这等存在，我等也不会诞生。万年来，我们不断打压各族，更是灭了不服管教的异族，以儆效尤。各族对我们敬而远之。为了防止无极剑主这种存在再度出现，神主便在各族安插眼线。一旦出现天赋异禀的妖孽，神主便会出手偷袭。你接受了无极剑主的传承，神主不可能放过你。但你能活下来，属实是个奇迹。我可没感到幸运。冤有头，债有主。既然除掉受罚之人便能解决天道的顾虑，为何还要降下天地大劫，湮灭灵界所有生灵呢？是为了轮回。哦。当先行者记忆不断传承，曾经再难理解的秘密，也会被后来者挖掘殆尽。天地大劫是为了造成生灵的记忆断层。若我猜的不错，每个受罚之人天赋异禀，相比于其他生灵，更容易飞升成仙。可天道不允受罚之人飞升，反而利用天劫将其封杀。长此以往，天道会被生灵发现他拥有意志。那么接下来，天道将会承受所有生灵的怒火。所以降下天地大劫是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办法，同时还可以给受罚之人制造轮回，对抗天道外的对手。你果真不是善茬。这么说，天地大劫并不会提前，赤龙王在撒谎。你还记得他喊火羽王什么吗？小凤凰，本座又来看你了。他们两个认识？没错，赤龙王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来神界。他猜到我们会帮火羽王恢复记忆，只是他并不知道神界已经陷入魔刀幻境，否则断然不会撒这种谎。另外，你也撒了谎。以我对南派老祖的了解，操纵别人对你痛下杀手轻而易举，天道仇视在他眼中没有丝毫威胁。我猜，也许他和你达成了某种交易。哼，那个狗东西妄图飞升成仙，想从本王这知晓成仙之法。告诉我成仙之法，否则你知道后果。本王为了复活神主，只能答应他，并让他起誓不得对本王动杀心。难怪他封锁你的记忆。这个狗杂种，若非神主慈悲，他早就被天仙剑宫的敌对势力杀死了。他恬不知耻地说要报答神主，背弃人族入了神界，更是暗中利用天仙剑宫的存活弟子潜入人族各派为眼线，借用女族打击报复他有过恩怨的仙门势力。后来南派老祖夺下人族北域，提议培养傀儡势力，筛选出天赋异禀的人族，送到神界当战奴。神主就彻底信任了他。没想到这个畜生全都是装的。可南派老祖对人族的说辞是在你们羽族卧底，获取你们抓捕轮回之人的情报。哼，那个狗东西说的话也只能信一半。他在下界寡不敌众，向我们求援，恐怕是想故意借你的手牵制我族，并在以后为他彰显卧底羽族的事迹做铺垫。两边通吃，这家伙真够贪的。火羽王，要渡过天地大劫，除了结界庇佑，还有什么办法隔绝生机？化简。化解。天地大劫降临，天道会改变灵气属性，
将灵气化作节气，任何生灵直接接触节气，必死无疑。所以必须学卵生生灵一样，化简必结。简皮会为你们抵御节气，并帮助你们适应节气。等天地大劫过去，你们便可破茧而出。多谢。哼，谢。蝼蚁，你与其想如何避劫，不如想想怎么对付南派老祖吧。那狗东西10年前就从本王这知晓了成仙之法，想必今非昔比了吧？你方才用的什么手段？这个嘛，叫做仙术。南派老祖知晓了成仙之法，与我有什么关系？难不成成仙之法与我有关？想要成仙，气运、大道、修为，3者缺一不可。只是气运，唯有在受罚之人身上方能获取。所以，一旦南派老祖知晓你是他成仙最重要的一步，你还能置身事外吗？神主说，受罚之人的命运早已被写好，注定是要走向毁灭。不飞升，想要成仙的修士就会围剿你，而飞升便会再度进入轮回。这是个无解的死局，除了永无止境的轮回，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逃得掉吗？施主，苦海无涯，回头是岸。区区蝼蚁，也敢掠夺成仙气运？原来你们2人是天外天仙佛化身。蝼蚁知道的太多，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仅靠2个下界化身，就想拦我的成仙之路，你们算什么东西？哼，冥顽不灵，那便由我佛来超度你吧。超度我？你有资格说这话吗？放肆！敢对仙佛不敬，本尊收了你！哼，你们这2道化身太弱了。先走。施主竟能跟上我等，仙术不只是你们会施展，将他交给我。蝼蚁，他们天外天放逐在此的罪人，他的气运非你所属，不可沾染。扶我成仙者死！
你的契我收下了。那地方人族圣坛。你们两个随本座去瞧瞧。师傅，你不去凑一下热闹吗？仙元国没动静，此事便与为师无关。为师又何必多管闲事？小子，来我这干什么？这辟劫之法，劳烦魏道友告诉其他修士。放心，我一定尽力。去看看吗？主人，那光柱跟你有关。成功了，我成功了！我南无极从此便是仙了。曹子庚，卫青，你怎么在这儿？不对。终于来了。是南派老祖？什么情况？我记得我在百炼妖府啊。我也不清楚，我明明在学院为王佐那小子突破筑基护法的。喂，你们两个，哎，陈学峰，你这是？我是林婷，是陈玄风的分身，也是与你一起上进的张凌晨。元神出窍，御物而行。尊上，原来是你，林婷，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南派老祖不知用了何种手段，将我的修为尽数抽走了。而你们两个是天外天仙佛的下界化身，会出现在这儿，其实是为了保护我。下界化身？保护你？你们方才神兵天降，恍若真仙在世。为了防止南派老祖夺得我体内的成仙气运，与其交战，只可惜不是对手。这实力，硬刚天劫，也太他妈恐怖了！喂，你没事吧？我的化形就快维持不住了，等我变回元神，一定要将其交给主人。
这家伙渡劫动静这么大，恐怕会引来不少人吧？那就走。走。这次就先放过你们两个。这个程度也配称作天劫？哟，这个是当年求幽冥使护住天心剑宫的礼物。小店主，别来无恙啊！这法相好熟悉啊！一般般吧，倒是你一个人渡劫，就不怕被人偷袭呀？怎么，小店主是想与我较量一下？较量？本座只想要你的命！是吗？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天劫就在你头顶，你还能玩出什么花样？与我同辈的修士，要么身死道消，要么苟延残喘。只有我用足足几千年时间等待这一刻，难道我会算不到今日局面？凭你们这群乌合之众，连让我动真格的本事都没有。你就这么自信？等我渡过天劫，便是你的死期。哈哈，大言不惭！主人，就是这家伙，身上有你的气息。是你。恨他们！就这，简直是螳臂挡车！蓝老弟藏得可真深啊！居然将九幽敖前诀不声不响地修炼到如此地步，比我师尊都要技高一筹啊！你以为无极剑主的传承，上代幽冥使是如何得来的？如今人族两大神殿的至高神通，我都已修炼至大成，尔等在我眼中成不了气候，所以我打算给你们一个机会，只要你们出手杀了他，我便饶了你们性命，如何？
士可杀不可辱，我血灵山的人谁敢动？自相残杀这种愚蠢的事情，本座可不会做，更别说这小子有恩于本座。无影无踪，根本无法防。这样下去不妙。南派老祖，你若动手，我生死道消不过片刻之间，何必多此一举？身为棋手，摆弄棋子是我唯一的乐趣。你一个弃子，懂了？哼，把你的棋盘掀了，我看你摆弄什么。这便是仙吗？圣女，不可鲁莽。护法，多谢相助。您该谢圣子，多亏他及时出手。圣女放心，店主暂时无碍。照看好他们两个。以你的实力，对上他根本就是蚍蜉撼树，能做什么？我会尽力拖住他，为你们争取时间。你有把握吗？总要试一试，不是吗？而且，他似乎不敢对我动手。陈兄，若是躲不掉，把他引到血灵山来。好。小子，以你的实力，可不配做我的对手。你不会是想当救世主吧？站住！方才你也看见了，我只需要动动手指，就能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若是我真施展手段，他们还能活吗？你想说什么？不想他们死的话，你就自裁吧。想杀他们，你还做不到。哦，是吗？我说了，你做不到。哼，你居然小看我，很好。陈旋风，就是你了。陈旋风，你的体内也有幽冥魔焰，这个东西一定也会认可你，
说不定能助你一臂之力。好，先稳住心神，我会尽力护住你的元神。连法则之力都无法消除伤势吗？区法则岂可挡住仙威？陈玄风，再不自裁，接下来可就不是一人如此了。混蛋！那是什么？阿姨，动手！是，主人。陆道友，带诸位赶紧走，我们雪灵山会。阿莹，上这家见识下你厉害。早就准备好啦。吞噬仙力，这怎么可能？凭你一人也想拦我，当真是异想天开。我可不是异想天开，而是赌你不敢杀我。打完了。想抓我，可是要付出代价的。你的剑这么弱，我能付出什么代价？是吗？别乱动，否则就算你已成仙，我也能把你吞得干净。你想怎么样？不敢尽全力对付你，在害怕什么？成仙者对你出手，会沾染天外天的因果。原来如此，你想把自己摘出去，可我为何一定要死？这是你问的第二遍了。我并不想你死我活，所以我希望你能坦白。剑哥保护了我很多，你虽与他截然相反，却让我得以变强。我对你有种另类的感激，所以我不希望做得太绝。那你的诚意呢？我可不会相信有谁会宽恕亲手害死过自己的人。现在有了。主人，真的要这样吗？相信我便是。小子，你太天真了。主人，对对手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说你长进，真是高看你了。我可不这么真。你就嘴硬吧。你似乎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你知晓羽族会猎杀我，也知晓天帝会降下大忌。照理来说，若拥有气运便能成仙，我应该早就飞升。为什么还会一直陷入轮回？天道是怎么发现受罚之人？你想说什么？天外天仙佛试图让我，也就是掌控凌云界的受罚之人，背负气运，在此方天地飞升，以便他们掌控天道。而我们头顶的天诞生了意志，他岂愿被掌控？所以背负气运者同受天罚。我可不会信你这三言两语。是羽族告诉我。若真如此，
我在羽族神主身旁1000年之久，岂会一无所知？况且无极为了救你，以身祭道，与羽族神主玉石俱焚。羽族会心甘情愿告诉你真相？你的心早已着相，为了成仙只剩算计，连封锁火羽王记忆时都未曾想过这件事。而我跟你是两种人，为了寻求辟劫之法，我助火羽王解开了记忆，他打算复活羽族神主。若你真想成仙，与我合作，或许是你唯一的选择，否则被羽族盯上，你将再无飞升成仙的机会。丑话说在前头，倘若你说谎，我定会永生永世猎杀你的轮回转世。你不会有机会的。好了，接下来可以说说，你为什么一定要除掉我吗？你可知道手中这枚戒指的来历？它是玄帝炼制的时空之宝，无极当年一剑破天，悟出了天机，所以遭天道追杀，差点神魂俱灭。这天机便是凌云界。玄帝到底是谁？我只知道他是一代魔仙，残杀星宇域界内的100万生灵，也是你这受罚之人诞生的因。天外天仙佛创造了此方天地，将他神魂囚禁于此，试图以洗净他身上的魔气。于是便有了天道、太虚幽冥这2大神殿，神通传承的苍穹塔，以及数以万亿的天地生灵。每每看到这些芸芸众生你争我夺，我是既可笑又可悲。他们全然不知自己为何存在，只因为他们头顶有了一片无法触及的天外天。无极他捅破了天的一角，得知了天机，这才让我得以从蒙昧中醒来。我从不甘愿做任人摆布的棋子，你懂这种感受吗？我懂。那你还处处与我作对？剑哥说过，这片天地能成仙的，只能是我。一个被天外天仙佛摆布的棋子，配吗？我是棋子，可某个试图执棋的家伙，却偏偏差我一招。此方天地，真是天外天仙佛创造的？唉，天机便是如此，信不信由你。陈玄风，曹子庚呢？这家伙，哎呀，你是不知道，他把你的元神打成啥样了？你看，变成球了。这2个废物怎么又回来了？胡说，你能不能别丢人啊？哎呀！人族的结界建好了吗？还差一点时间。不过好在仙渊阁的味道有，在传授另一种化解辟劫之法。化解辟劫之法？这法子是我们从羽族寻到的，陈玄风让仙渊阁代为传出。确实如此。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怎么不见陈玄风？陈玄风马上就来。血灵山主，还请将血灵山护山大阵开启，以防万一。本座这就去。周道友，还请带我们前往魔刀窟。诸位，请跟我来吧。哎呀，真倒霉！你活该啊！一个小小化神也敢对小爷动手？你等着，等我修为追上来，肯定跟你切磋一番。这俩废物一直这样吗？觉得吵的话，可以试试隔音术。你跟我确实是2种人。这就是血灵山的待客之道。这是给你准备的。若你不答应合作，一意孤行，我便会在这儿对付你。
你就这么自信能从我手里逃脱？你这么谨慎的一个人，就没感觉身体有什么不对劲吗？若我坚持要你死，你真想，或者说你有把握除掉我？谁知道，也许你会求饶也说不定。魔主，有人进殿了。护山大阵没反应吗？有人从外面停掉了护山大阵。小子，你没事吧？他好得很。血灵前辈，南派老祖已和我达成约定，共抗天地大劫。真的？是假的话，你现在还能在那儿坐着吗？哼，小子，其他人都在魔道窟等你呢。血灵前辈，应对天地大劫的结界准备好了吗？你那属下在做最后的收尾。另外，化简渡劫之法，路遥也都告知我们了。先去魔刀窟吧。桑哥还没回。放心，本座觉得那小子不会那么容易有事。对了，你跟陈玄风可是兄妹，你真的喜欢他？那日解除幻境，你无意中念叨出来了。啊，这小子搞什么呀？兄妹？那个兄妹，这种事尺度是不是有点大呀？三哥这样的人，我当然喜欢了。我崇拜他，在三哥身边，我有可以依靠的感觉。慢慢的，我的想法就变成了占有。我希望他能永远护着我，特别是冷月姐姐出现时，我总担心三哥会离开我。只是一路走来，看见三哥越优秀，我就越害怕。婉儿，你是他妹妹，不管如何，他都会守护你的。我又岂会不懂你的感受呢？谢谢你，灵儿。当我明白三哥只把我当妹妹，我们之间其实没什么可能。婉儿，陈玄风依旧会在你身边的。他教导你炼丹，助你修行，就是照顾你的方式。当然，这也是他照顾我的方式。哼，那小子对身边的人不会差的。想本座当初与他不打不相识，如今不也沾了他的光？好，那我可要好好修行，这样才能沾光一辈子。什么一辈子？跟我说说呗。跟你有什么好说的？合作？没错。如今化简逼劫之法已经散出，为什么还要跟他合作？为了解决天地大劫，同时也是为了弄清楚天外天。天外天？这是一个处于天道之上的仙佛势力。你是谁？化神蝼蚁也有资格进本座的血灵山了？在下魏青，乃是陈玄风旧友。这俩货是天外天仙佛的下界化身，我渡仙劫会被你们发现，皆是被他俩所赐。你们两个到底有什么目的？你问我，我问谁啊？他们二人并不知道天外天的意图，不过羽族说过，天道并不想被天外天掌控。我猜受罚之人被天道灭杀的真相，与天外天有极大关系。可是，是天外天创造了天道，他们又怎么掌控不了天道呢？不想被掌控，并不代表着被控制，也许是代表着某种命运呢。
命。原来如此。到底什么事儿？只能我们几个知道。彻底解决天地大劫的事。哦，你弄清楚了？天地大劫之所以诞生，这一切的真相，我都清楚了。魔刀幻境中，我曾看见仙佛对我问罪，其中一个佛陀用他做下的一片莲花叶，创造了这个世界，为的便是禁锢我的神魂，涌现轮回。而你所说的天机，与我在幻境中看到都能对应上，除了天外天试图洗刷我的魔气。但是羽族告诉我，天外天试图利用受罚之人掌控天道。你怀疑羽族在说谎？不，我想这些都是真的，只是发生的时间不同。原来如此，你看到的幻境是魔刀的记忆，因为那柄魔刀是你魔仙时的兵器。没错，而剑哥得知的天机是万年前天道意志的记忆。天外天想要在轮回的同时洗刷受罚之人神魂的魔气，所以利用受罚之人掌控天道，是天道传承给羽族的记忆。而这个所谓的掌控便是毁灭。恐怕是天外天意识到了天道意志的诞生，害怕脱离掌控。恐怕也是因为你神魂中的魔气已经在轮回中被洗刷干净了。你是怎么知道的？我若没猜错，太虚幽冥两大神殿的至高神通便是天外天特意为你所设，而你的元神分身领悟了太虚神殿的至高神通，这也让我明白了为何那俩废物会突然被天外天仙佛附身。想必你成仙的事，天外天已经知晓。接下来，此方天地的处境，只怕会变得更加凶险。你有什么主意吗？助羽族，复活羽族神主。我不同意。如今天外天已知晓，你夺了我这受罚之人的气宇，想更进一步，你没多少选择。你就这么断定羽族能助我们？当然。可若羽族神主对我出手，你当如何？我会站在你这边。慢着！你还敢出现在本王面前？南派老祖，你个叛徒！你个蠢货，连让我出手的资格都没有！给我砸碎！你来干什么？我是为复活羽族神主而来，你该对我客气点。你当本王是3岁小孩吗？小子，别看戏了。哼，原来是一丘之貉。先动手的是你。陈学风，你带着叛徒来本王这里，有什么居心？他已经回答了你。回答？你觉得一个叛徒的话，我该相信吗？信不信随你，不过我们就在这儿，你敢不走？
无耻！看到了吗？人家根本不领你的情。那就动手。胡宇王大人，站住！别自讨苦吃！你究竟想干嘛？羽族自诩天道后裔，天道有难都不知。你说什么？一旦天道毁灭，此方天地一切都将消失，羽族、人族，甚至是已经成仙的南派老祖，都将化为灰烬。我为受罚之人，这一次轮回，我解开了这些真相。若你们羽族与我一同协力，这个死局，我有把握可以解开。本王知道了。你也想脱离天外天的掌控？当然。好，我答应你们二人，与本王一起助神主复活。那要怎么做？神主大人的诞生是得到了人族地狱神尊的精血，塑造出躯体。如今想要神主大人重新诞生，也要如法炮制。而这颗茧，便是神主孕育的温床。只是若没有足够的精血，神主的复活时间将大大延长。这些精血有什么限制吗？没有。也就是说，只要我们给这颗茧的精血越多，羽族神主也就复活的越快。没错，不过想要得到如此多的精血很难，就算是谢身本王自己，神主大人也要10年才能复活。这件事我倒是觉得不难。将这个消息散出去，将所有门下弟子的精血都收集起来，告诉他们，所有献出精血的弟子将得到参悟神殿的至高神通机会。是。告诉鬼枪和血刀，开放血灵山的血灵泉，让所有魔修献出一滴精血，本座亲自送到神界。属下这就去办。助他们一臂之力，告诉莲花屋女弟子，献出精血者可得一朵圣莲，提升修为。交给我。曹子哥，跟我回趟百炼妖府，这种当英雄的机会可不能全都让给陈玄风了。我知道，但是你个蠢货跑反了。精血还是太少。小子，本座来助。我们也来。这小子竟有这么大的凝聚力。小凤凰，这种事情怎么能少了我的？还缺一道。文武竟然跟这些修跑不到楼在一起，还真是不笑。你是赵华清？
好强！啊，这气息！快阻止他！哼，不自量力！这怎么可能？那是幽冥石。手下留情！你还没资格来爱屋的事。见到本尊还不跪下！哼，玄帝，天外天打造此方世界，原你入轮回洗刷罪孽，以神赐，你想永世不得翻身吗？本尊说跪！玄帝，天外天不会再给你机会了。一群道貌岸然之辈腿施舍，本尊只会觉得恶心。滚回去告诉你们的先主，本尊会亲自去找他。那我等着看你自寻死路。玄帝前辈，多谢前辈。南派老祖，你能逆天改命，绝非等闲之辈，就连本尊的转世都不及，可想随本尊前往天外？天外，那可是仙人之上啊！愿随前辈前往。很好，等你找到支撑此方天地的4根柱子，你便跟随本尊去往天外。是。诸位，此方天地陷入轮回，生灵饱受灭世，皆因本尊。而今想让一切到此为止，就需摆脱天外天掌控，夺回自己。你们可同意？前辈说的极是，晚辈同意。既然如此，还请前辈助我等改换新天。请前辈助我等改换新天。改换新天。本尊如今不过一道残魂，方才击退天外天之日，已用尽全力。想助你们改换新天，实在是心无力。除非有个人能答应本尊，牺牲自己。前辈何意？前辈，你不会是想找个人夺舍吧？非，本尊只是残魂，夺舍又有何用？前辈，您想借神主复活之道换您重生？没错，一旦本尊重生，便会摆脱天外天，天道自然能脱离天外天的操纵。这个交易，羽族可以考虑一下。好，本王答应你。慢着，本尊说的牺牲，并非是你，而是他。
小子，本尊很好奇，你是真的想当救世主吗？是。就为了此方天地的蝼蚁？前辈此言差矣，他们是助您清洗魔气的生灵，也是伴我一路过来的朋友。如果这个救世主别人也可以当，晚辈自然不愿牺牲，但如果只能我来，那我会毫不犹豫。生死咒解除了，前辈，开始吧。本尊活的岁月足够，往后岁月你就带本尊去这心域之间闯一闯吧。儿啊，这些年爹没多陪陪你，在此前面，爹为你感到自豪。你不愧是爹的好儿子。可是，爹还是宁愿站在那个位置的人不是你。你跟来做什么？我可以帮你一起找。看在那小子的份上，我不介意。那是三哥吗？像，我感觉就是他。属下参见神主。起来吧，诸位，我回来了。不好，有劫数！阿弥陀佛，可曾算到因果？这因自然是我。哼，废物！玄蝶轮回多少岁月，你竟能被他一道残魂打伤？请仙主再给我一次机会。你没有机会。是你？怎么？意外吗？我说过，会亲自。你是玄帝？是，也不是。你怎么进来的？当然是打进来的。你的看门狗没一个准。啊！先帝！不可能，这不可能！你轮回那么多次，怎么可能还能踏入先帝之境？明明只有我给的路，你才有得选，才能转世重修啊！原来洗刷我体内的魔气，是为了你自己。果然有道貌岸然的手下，就有心黑的主子。哼！你既然知道了，我绝不会放你离去。时间法则？不可能！你的时间法则不可能停止我的身体！
百因必有果，多亏了你让我陷入轮回。我现在掌握的是比时间更原始的因果至高法则。我现在就自己生命的结果，你就跟着这座宫殿一起化成灰烬。不，这不对，这不对！兄弟，你快停下，快停下！孟离助我做了那些事，你真的一点也不记恨？现在过去的人是走不远。说的没错，天地大劫被解决后，下界灵界兼并，更广阔的星宇在等着所有的修士。怎么，又要挑选继承人了？玄帝已经是过去的传说了。可你似乎并不想让这传说落幕。在这世间需要的时候，新的传说自然会出现。